穿越到武侠世界的我成为了镇北王的独子，本以为有老爹罩着可以逍遥度过一生，可没多久就收到北燕10万精锐铁骑被全军覆没，还有父亲惨死的消息。原来3年前老皇帝驾崩，13岁的太子李谦登基，此时驻守南疆的平南王勾结南蛮对大前发动了进攻，镇北王杨怀率10万北燕铁骑南下助阵。可偏偏小皇帝李谦年少气盛，要搞什么御驾亲征，还不顾将领们的劝阻，非亲自率领10万铁骑孤军深入，想要活捉平南王。可结果就是10万北燕铁骑护送小皇帝进入南疆腹地后被叛军合围，最终全军覆没，镇北王杨怀战死。小皇帝李谦也被平南王活捉。看着眼前浑身是血，因为伤势过重已经咽气的士兵，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这个便宜老爹什么都好，就是太过于众了。如今老爹战死，北燕必将动荡，自己身为世子，必须想办法稳住局面才行。只可惜原主向来不学无术，名声也不太好，想要稳住北燕局面，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想着，一名身穿银甲的将军快步走了过来，禀报世子，平北将军赵正雄率领3万大军已经到了我北燕城下。赵正雄，我皱起了眉头，自己对那赵正雄了解不多，只知道此人是自己那便宜老爹早年间从关外请来的。这些年跟随北燕铁骑南征北战，被封为平北将军，负责驻守北燕门户天门关，抵御北方的凶夷。他这个时候私自调兵到北燕城下有何目的？走，随本世子一起去看看。我翻身上马朝城门而去。与此同时，负责驻守北燕城的士兵已经全部登上城墙，北燕刺史刘正也已经到了。看着城外披着战甲的赵正雄和全副武装的3万大军，刘正不禁皱起了眉头。赵正雄，你不在天门关防御匈奴，为何私自调兵来此？听到刘正的话，赵正雄引马上前，刺史大人，在下是怕王爷不再有贼人惦记着北燕城，所以特意引兵来此镇压宵小，还请刺史大人打开城门放大军入城。刘正呵斥，放屁！就算王爷不在，这北燕城也还有世子和我们这一众官员，你的任务是驻守天门关，还不快快退去？被刘正呵斥了一番，赵正雄不气也不恼，刘大人还不知道吧，王爷在南疆兵败身亡了，北燕不可一日无主，还请刘大人速速打开城门，否则别怪正雄不讲昔日情面。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城楼上的官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王爷兵败了，这怎么可能？王爷天下无敌，怎么会兵败身亡？就连刘正也愣住，他的确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可赵正雄敢兵临北燕城，说明王爷恐怕是真的没，否则王爷即便远在南疆，他赵正雄也不敢造次。刘正不禁后背发凉，这可不是好兆头啊！北燕城的士兵基本都跟随王爷出征，剩下不过3000守军，要是赵正雄攻城的话，根本不可能守住。求援！这时候求援已经来不及了。刘正此时很清楚，赵正雄只要进城，第一个杀的是世子杨巡，第二个肯定就是自己，毕竟他身为北燕刺史，除了王爷之外就是他最大。听赵将军的口气，这是夺权来了。正当刘正打算开口之时，一个声音突然从他身边传来。刘正回过头，发现我已经登上了城楼，正冷冷地看着城外的赵正雄。赵正雄笑道，世子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如今王爷死了，我只不过是顺应民心接手北燕而已，老爹兵败的消息自己也是刚刚得知。他赵正雄是怎么知道的？虽然镇北王兵败这件事是小皇帝的锅，但叛军是怎么知道北燕铁骑的行军路线并悄无声息将其合围的？而且就连幸存的士兵在返回北燕报信的途中，也遭遇了好几波截杀，最终救回来了一人。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北燕军中有狗出卖了镇北王。我冷静严肃地说道，赵正雄，你不过是我爹从关外捡来的一条狗，你也配接手北燕？被我这个废物当众辱骂，赵正雄的面子也有些挂不住，但不到万不得已，他还是不想攻城，毕竟他手上也就这3万兵马，北燕也不止他一位手握重兵的将军，要是家底打没了，哪怕拿下北燕城，也坐不稳北燕之主的位子。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我脑海中传来，检测到穿越者争霸系统开启，宿主只要触发任务并完成，即可获得系统召唤来的武将与士兵。武将与士兵对宿主拥有100%的忠诚度。恭喜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5星上将薛仁贵，10万玄甲军，触发新手任务，稳定北燕局势，统御北燕。我差点激动的热泪盈眶，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薛仁贵那可是猛人中的猛人啊，3剑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被称为大唐2代战神。玄甲军就更不用说了，那可是李世民的精锐骑兵，全军穿黑袍，披黑甲，所过之处敌军无不闻风丧胆。有了猛将薛仁贵，加上10万玄甲军，我还用怕他一个小小的赵正雄吗？想到这里，我指着赵正雄骂道，赵正雄，你个忘恩负义的玩意，有胆的来攻城！城外的赵正雄面色阴冷地看着我，越想越气，手中长枪顿时朝天空一指，准备攻城。随着赵正雄一声令下，一时间工程车和云梯都被缓缓推了上来，赵正雄的3万大军也开始缓缓朝北燕城靠近，准备迎战。徐大川抽出腰间的佩刀，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我赞赏地看了一眼旁边的银甲将军徐大川，徐大川原是父亲的副将，前段时间骑马不慎摔断了手臂，所以没有跟随出征，转而担任北燕城守城将军一职。此时众官员全都脸色苍白，刘正更是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他心里明白北燕城军心涣散，兵力不足，徐大川有勇无谋，士子不堪大用，此战必败。眼看着赵正雄的大军已经越过红线，我眼神一凝，高声喊道，玄甲军何在？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玄甲军？什么玄甲军？别说北燕，就是整个大前也没听说哪一支军队叫玄甲军的。正当众人疑惑之时，突然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上千面黑色旗帜，正在冲锋的3万大军听到动静纷纷停了下来，这才发现他们身后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骑兵，清一色的黑槊黑甲黑马，正如黑色的潮水般潮涌来，而且这支骑兵部队的数量至少是己方的3倍以上。一时间所有人都面露惊恐之色，早已将攻城的命令忘在脑后。赵正雄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身经百战的他同样是瞳孔猛缩，脸色变得苍白无比。他一眼就看出这支黑甲骑兵的
数量远在他所带来的3万人之上。赵正雄想不明白，这么庞大的一支骑兵部队究竟是从哪蹦出来的？这么多骑兵驻扎在北燕城周围，他身为北燕的重要将领，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收到？难道镇北王其实根本没有出征？不可能，自己在镇北王身边安排了那么多奸细，可眼前这些骑兵又怎么解释？赵正雄摇了摇快要烧坏的脑袋，防御后军变前军，盾兵上前迎击后方骑兵。城墙上我看到这一幕不免笑出了声。即便赵正雄的3万大军在骁勇善战，可面对自己的10万玄甲军就是以卵击石。要知道这个时代可没有出现强弩这种能对骑兵造成威胁的武器。此时玄甲军已经对赵正雄形成了合围之势，赵正雄插翅难逃覆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果然下一秒玄甲军和赵正雄的军队已经碰撞到了一起，在玄甲军的冲击下，赵正雄的防线仅一波冲锋就被杀得溃不成军。与此同时，一个面板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作战方玄甲军，所属杨巡，参战人数10万，战力7。作战方北燕边军，所属赵正雄，参战人数3万2千人，战力3.5。通过系统面板，我更直观地了解这场战斗的走势。此时刘正看向一旁，我的眼神中都多了一丝敬畏。本以为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柿子，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大一张底牌。身为北燕刺史，刘正很确定这支玄甲军绝不是镇北王留给杨巡的，而是杨巡的私军。镇北王向来忠义，听闻平南王叛乱，恨不得食其肉啖其骨。这10万玄甲军是能够扭转战局的存在，镇北王绝不会将其留在北燕。而且北燕的财政方面没有一笔钱是花在这支玄甲军身上的。要知道，养一支10万人的骑兵部队可是费钱又费脸的，这个钱北燕没出，镇北王府同样不可能负担得起。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支军队是杨巡一个人养的，恐怕就连镇北王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支军队存在吧。杨巡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城府与能力，果然是了不起。看完系统面板，我摸着下巴，得把赵正雄活捉过来才行。此话落入徐大川耳中，徐大川连忙单膝跪地：世子，末将愿意将赵正雄那狗贼活捉来献于世子。我瞥了一眼徐大川，不是看不起他，赵正雄从小便被镇北王亲自调教，还真不是徐大川能对付的。徐将军伤势未愈，还是就在这城头之上观战吧。至于捉拿赵正雄，本世子另有人选。另有人选。正当徐大川疑惑之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末将薛仁贵参见主公。徐大川回过头，发现身后站着一位身长9尺的白袍男子。徐大川不禁咽了口唾沫，这家伙的手膀子都快有他人粗了，整个北燕恐怕也只有王爷能够与之相当吧。仁贵啊，本世子要活的，主公放心，仁贵去就来。薛仁贵说着转身离去。城门打开，薛仁贵骑着一匹银色宝马便冲了出去。只见薛仁贵如虎入羊群，眨眼之间便斩杀数名敌将，纵使目光所及之处全是敌军，薛仁贵依然一往无前。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赵正雄。打算找机会开溜的赵正雄此时也注意到了身后的情况，回过头发现一白袍猛将正直奔自己而来。双方来到近前，薛仁贵举起方天画戟迎头砸下，赵正雄横枪一挡，被震得虎口发麻。赵正雄也不甘示弱，当即回马挑枪刺向薛仁贵。薛仁贵抓住赵正雄回枪的间隙，手中方天画戟狠狠地拍在赵正雄的胸口之上，还不等他反应过来，一脚踹在他脑袋上，随后像抓小鸡一般将他抓了起来，返回北燕城。看到这一幕，城头上的一众官员都是目瞪口呆。赵正雄被擒，他手下的士兵们失去了主心骨，纷纷丢盔弃甲，想要投降。我当即下令玄甲军将这些人全部杀光。这些人跟随赵正雄在边关多年，都快成赵正雄的私军了。虽然现在北燕正是用人之际，但我绝不会放过一群养不熟的二五子。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随着最后一名叛军倒下，一道系统提示音也在我脑海中响起：恭喜宿主获得胜利，系统商城开启。宿主可以使用积分在系统商城中兑换需要的物资，也可用于抽奖补充兵员。我眼睛一亮，俗话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毫不犹豫点击了10连抽的按钮。恭喜宿主获得土豆1担99加，玉米1担200加。下一刻我顿时傻了，怎么都是吃的呀？究竟是这系统太坑了，还是自己脸太黑了？恭喜宿主获得极品侍女蔡文姬售价5万积分的电子地图。这张电子地图不但记载了这个世界所有国家的详细信息，甚至还在地图上标记了所有国家境内的矿脉资源。我嘿嘿笑着，心中很是兴奋。当然了，不是因为抽奖抽到蔡文姬。与此同时，薛仁贵也将赵正雄带到了我面前。赵正雄惊恐地看着我，当即跪在了地上。寻弟，我不，世子，我是一时猪油蒙了心，还请世子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呀。原本赵正雄虽知不敌玄甲军，但只要逃出北燕，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谁知半路杀出来个薛仁贵，我冷冷地说道：赵正雄，你既然选择造反，就应该想到这一天。别说本世子不给你机会，我爹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出来，本世子可以考虑从轻发落。赵正雄脸色一变，镇北王的死的确和他有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还能有他的好果子吃？可杨巡怎么说也是镇北王世子，既然答应了从轻发落，应该不会食言吧？原来赵正雄一直和平南王有所勾结，镇北王和小皇帝的行军路线就是赵正雄安插在镇北王身边的眼线告诉平南王的，这才导致镇北王被叛军合围，全军覆没。平南王也答应自己，只要他能当上北燕之王，挥军南下夹击朝廷，到时便与其平分这天下。听了赵正雄的叙述，我冷着脸，眼中满是杀气，合着人家平南王画张大饼，你就不顾一切往前冲？徐大川更是气得不轻，当即一脚踹在赵正雄身上。好你个赵正雄，你忘记当初若不是王爷把你捡回来，你早就死在边关了。忘恩负义的人就应该五马分尸，亏本官一直觉得你是北燕的希望，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东西。其他官员也都对赵正雄指指点点，全都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我狠狠地收到来人了，把这个二五仔拖下去凌迟处死。赵正雄当场就懵了，杨巡，你说话不算数，你不能杀我，你说好放过我呢？听到这话，我顿时笑了起来。我答应从轻发落，可没说放过你。赵正雄刚想破口大骂，就被薛仁贵一巴掌扇晕了过去，随后被2名士兵拖走了。接着我转头向徐大川吩咐道：徐大川，本世子现在命你为天门关守将，立即率领北燕城中原本的3000守军以及2万玄甲军火速赶往天门关，防止匈奴趁机南下。末将遵命。徐大川点点头，连忙下去准备。刘正，下官在。刘正连忙来到我身边，昭告天下，本世子将继承王父之王位，成为新的镇北王。刘正不敢怠慢，连忙躬身道：下官谨遵王爷指令。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听到这话，众官员也全都匍匐在地，参见王爷。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我点点头，缓缓眯起眼睛看向南方，好一个平南王，手都伸到北燕来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终有一日本王要踏平南疆，为父报仇。穿越古代觉醒征伐点将系统，不仅可以召唤力拔山西气盖世的项羽，还有被称为蜀汉最后希望的天水江伯约。除此之外，就连蔡文姬、貂蝉、杨玉环也是，统统可以召唤到自己身边来。更何况还有李世民的10万玄甲军。所以一觉醒来，到底是谁把黄袍披我身上了？此时我将拥兵自重企图谋反的赵正雄干掉，便返回了镇北王府。一回到院子，便看见站着一位老者和一名身着青衣的女子。老者自己认识，是这镇北王府的管家杨三。杨三看到我，连忙迎了上来：少爷，此女名为蔡文姬，是王府新来的侍女。我点点头，打量起了蔡文姬来。此女秀叶香蕉玉嫩，腰若约素，一双比桃花还要媚的眼睛勾人心弦，果然是世间少有的美人。蔡文姬连忙上前行礼道：奴婢蔡文姬见过王爷，免礼。以后你就跟着本王吧。将蔡文姬扶起来后，我便大步走进了书房，蔡文姬紧随其后，并在进入书房后关上了书房的大门。我随即找出北燕的布防图，便看了起来。北燕乃一州之地，下辖8郡108县。原本我还想看看能不能再凑一支10万人的军，可看了布防图后，心顿时凉了一半，同时也心生警惕。北燕大部分守军都集中在边境的5座城池，这些关卡的守将可都是便宜老爹手下的骄兵悍将。除此之外，还有北方匈奴虎视眈眈，自己这个新任北燕王做什么事都将被束手束脚，可自己又不能拿了他们的兵权。如果贸然拿了他们的兵权，他们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谋反。一旁的蔡文姬见我将除了天门关外的4个边境关卡都圈了起来，歪着脑袋想了想，随后眼睛一亮：王爷可是担心这4关守将会拥兵自重，不服王爷，却又没理由拿了他们的兵权吗？我点点头，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蔡文姬，这丫头果然不简单，那一眼就看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蔡文姬微微一笑：王爷可以让这4关守将互相换防，换将不换兵，这样便可消除隐患。此话一出，我当即一拍桌子，这样一来，他们手中的兵权虽然还在，但手下却不是原来的那一批人了，既防止了他们拥兵自重，又避免了强行收回兵权，致使他们造反的风险。自己手握10万玄甲军，他们应该不敢有异动。等内部稳定了，自己便可放开手脚来大战一场。想到这，我当即打开了刚刚抽到的电子地图，开始查看起地图上的矿脉资源。就在这时，发现匈奴境内居然有数个大型金矿，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匈奴与北燕可谓是世仇，征讨匈奴不但能赚取积分稳定北燕的大后方，要是能拿下这几个金矿，钱就不用愁了。我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必须想办法跟匈奴干一仗。另一边的大前皇宫青鸾殿内，一名女子站在大殿中央，身着紫金龙袍，一双美眸满是冰冷。原来此女子名为李妙音，是老皇帝的长女，小皇帝李谦的亲姐姐。自从小皇帝被平南王捉住后，李妙音便站了出来，以国不可一日无主为借口登基称帝。李妙音瞥了一眼老太监前方战况如何，老太监宋德如实禀报道：禀报陛下，自从镇北王杨怀战败后，我军便节节败退，襄王和怀王各自率领本部兵马撤去，如今前线只剩下不到20万人。李妙音捏了捏拳头，好一个襄王怀王朕记住了。原来自从李妙音登基后，除了这些大臣对他不满外，各地藩王也是处处针对，还有不少藩王都站到了平南王那一边。朝廷如今势单力薄，李妙音顿时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自己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女子之身登基称帝，也不过是为了让李氏江山得以延续下去，收拾弟弟的烂摊子罢了。可没想到居然这么难，传令前线平阳侯据城坚守，绝不能让叛军再前进一步。援军的事朕会想办法。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李妙音现在却是一个头两个大。老奴遵旨。宋德刚想离开，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说道：陛下不必烦忧，可以试试向北燕求援。北燕？李妙音皱起了眉头。镇北王杨怀向来忠义，可如今杨怀已死，10万北燕铁骑也全部葬送在了南疆，哪还有兵力支援朝廷？宋德似乎看出了李妙音的忧虑。陛下，刚刚探子来报，平北将军赵正雄率军3万攻打北燕城，意图谋反。北燕世子杨巡以雷霆手段将其镇压。杨巡更是昭告天下，他将继承镇北王之位，成为新的北燕之主。你说什么？杨巡镇压了赵正雄？李妙音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赵正雄他自然认识，那可是北燕名将，可令他万万没想到，赵正雄居然没斗过杨巡那个草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细细说来。老太监宋德当即将探子传回来的消息一字不落的说了出来。李妙音听后面色凝重，半晌后才开口：好一个玄甲军，好一个扮猪吃老虎，当真是好手段，果然虎父无犬子。朕小看了他杨巡，天下人都小看了他杨巡，立即派人到北燕城传朕旨意，封杨巡为镇北王，率10万玄甲军南下讨贼，即刻出发，不得有误。与此同时，北燕城镇北王府内，丁，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稳定北燕局势，统御北燕，获得奖励5星上将姜维，5万大戟士，还有诸葛连弩5000发。新的任务已发布，任务目标
统御三州之地。大戟士是三国时期袁绍麾下的重甲步兵，每个士兵都配备着重甲及大戟，是百里挑一的精锐士兵，号称骑兵克星。诸葛连弩就不用说了，据说能连续发射10支弩箭。不过最让我惊喜的还是5星上将天水江伯约，其文武双全，年少得意。诸葛亮死后，姜维更是对蜀国尽心竭力，最后哪怕蜀国灭亡，姜维仍想以一人之力复武。就在这时，薛仁贵匆忙赶了过来，主公，不好了，匈奴南下了。主公，天门关800里加急，匈奴举8万大军，意图趁赵正雄不在时抢关。幸好徐将军率2万玄甲军及时赶到，不过匈奴大军还在关外虎视眈眈，没有撤离的意思。我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对匈奴南下倒是没感到意外。这匈奴人倒是会趁火打劫。一旁的刘正想了想，说道：“王爷，如今我北燕刚刚稳定下来，不宜多生事端，要不下官派人前去和匈奴议和。议什么鸟和？区8万匈奴兵，他们也配？”传令下去，4关各抽调1万兵马驰援天门关。仁贵，你马上调集7万5千玄甲军随本王出征。我话落，又将薛仁贵叫到跟前，小声在其耳边说了什么。薛仁贵顿时眼睛一亮，主公放心，只要他们赶来，末将定让他们有来无回。半个时辰后，我率领7万5千玄甲军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北燕城。同时，刘正也在城内大肆造势。一时间，整个北燕城的百姓都知道匈奴南下。镇北王杨询亲自率领玄甲军去抗击匈奴。玄甲军行至北燕城外50里处便停了下来。此时前方出现了一个个排列整齐的军阵，军旗上写着大大的杨字。蔡文姬和薛仁贵都吃了一惊，没想到王爷居然还有底牌。这时，一名身披麒麟银铠的小将跪倒在我面前，朗声道：“末将姜维拜见主公，启禀主公，5万大戟士已全部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很好，辛苦伯约了。”我点点头，又看向薛仁贵：“仁贵去吧，做好你该做的事。记住，无论如何，北燕城都不得有失。主公放心，有姜将军在，末将也就不用担心主公的安危了。此次定叫那些贼人有来无回。”随后，薛仁贵便带领玄甲军朝另一个方向而去。看着薛仁贵离开的方向，蔡文姬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王爷，您是怕怀王和襄王北上对我北燕不利，所以让薛将军去对付他们？”我点点头。怀王和襄王的封地相接，同时也与北燕接壤。如今天下大乱，难免会对北燕有想法，所以我才假装将北燕城的玄甲军全部调走，引诱2人前来攻打北燕。3日后，天门关外的匈奴大营内，匈奴单于伯克尔一脚踹在一名将领身上，将其踹翻在地。将领连忙跪到伯克尔面前单于，实在不是我等怯战，而是那天门关守军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箭矢如同雨点般洒下，没有丝毫停歇。就在这时，数名传令兵匆匆跑进营帐，报银狼部落首领卓卓尔前来会合，报苍鹰部落首领铁木来会合，报兽皮部落首领伊罕前来会合。一时间，草原几大部落都到齐了。伯克尔的嘴差点都笑歪了。一个个部落首领笑着走进了伯克尔的营帐，伯克尔也笑着一一跟众人打着招呼。银狼部落首领问道：“单于，听闻杨怀那老东西死了，现在是他儿子继位？”伯克尔点点头，没错，那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根本不足为虑。苍鹰部落首领大笑：“不仅是小毛孩，我听说这小子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怕是连马都不会骑吧？”众人大笑，根本没将我放在眼里。在场的哪一个不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一个刚刚继承王位的小娃娃，根本不配成为他们的对手。就在这时，一名士兵走进营帐，报告单于，一银甲小将带领数万步兵出了城，说是要和单于决一死战。众人听到这话，又是一阵哄笑。这北燕军不会是脑子坏掉了吧？步兵不据城坚守，居然敢出城与我们作战。单于，属下愿意率领本部3万骑兵迎战。银狼部落的首领连忙站出来说道。苍鹰部落的首领也站了出来。单于，属下也愿意率领本部骑兵，助银狼部落一臂之力。伯克尔连忙说道：“好，那就祝2位首领旗开得胜。”天门关，我看着远处的匈奴大营，刚刚看到数支队伍进入了匈奴大营，人数绝不少于20万，看来是匈奴的援军到了。4关的援军到哪里了？我看向一旁的徐大川，报告王爷，4关虽然已经派出援军，但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我冷哼一声，自己从北燕城出发都已经赶到了，4关的援军应该早就抵达了才对，却迟迟不见踪影。说到底还是不服自己这个镇北王啊！既然如此，本王就让你们看看本王的脸来。传令姜维，此战务必大胜，本王要一战打崩匈奴的士气。匈奴得知自己把步兵调到城外，绝对会派骑兵来攻。大戟士号称骑兵克星，又背靠城墙。与此同时，2支骑兵也从匈奴大营浩浩荡荡而来。银狼部落的3万骑兵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朝天门关外的大戟士冲杀过去，苍鹰部落则是紧随其后。见敌军骑兵冲杀而来，姜维不慌不乱。就在这时，漫天的箭矢如同雨点般落下，冲在最前面的匈奴骑兵纷纷惨叫着落马。银狼部落首领人都傻了，自己距离天门关至少还有300米吧，北燕的弓箭射程竟然这么远。眼看着自己的士兵一个个倒下，银狼部落首领的心都在滴血。可骑兵一旦发起冲锋，是不可能停下的，他现在也只有硬着头皮往前冲。终于损失了上万人后，匈奴骑兵与大戟士碰撞在了一起。可匈奴本就缺铁，大部分士兵穿的都是皮甲，更不可能给马装备铠甲。匈奴人引以为傲的骑兵在面对这群重甲大戟士时，竟无法前进半分。3米有余的长戟如同一条条黑色的蛟龙，每次一下便有一名匈奴骑兵跌落马下。城墙上5000把诸葛连弩自由射击，匈奴骑兵的伤亡人数正在不断增加。我微微一笑，打开了系统面板。作战方：大戟士弓弩手，所属杨询，参战人数5万，战力7。作战方：匈奴骑兵，所属伯克尔，参战人数53000人，战力4.5。我心中不禁感慨，这就是系统奖励的兵种啊！无论是玄甲军还是大戟士，都是可以碾压这个时代的军队。可这样的王牌精锐的战力才7，那战力为10的兵种该有多强大呀！
半个时辰后，战斗结束，大几十的军阵面前已经堆满了匈奴骑兵的尸体。此战，匈奴骑兵在玄甲军的截杀下几乎全军覆没，逃回匈奴大营的不过数百人，足足给自己贡献了5万多的积分。而我这边只损失了3000名大几十和不到400名玄甲军。城墙上看着徐大川呈上来的战报，我吩咐蔡文姬准备笔墨纸砚，我要给那什么匈奴单于写封慰问信。匈奴大营，单于伯克尔气得脸都绿了，5万骑兵半个时辰就全部葬送，自己和北燕军打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现北燕军居然这么强。正在众人愁眉不展之时，一名士兵捧着一封信走了进来。单于北燕那个镇北王派人送来一封慰问信，伯克尔拿起信件便看了起来，越看脸色越难看，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看到最后，伯克尔直接一拍桌子。拉拓连忙问道：单于信上怎么说？这个小小的镇北王居然要我赔偿他的损失，开口就是50万头牛羊，还要再送几个公主去给他暖被窝，否则就灭了我匈奴。打到现在自己已经损失了几万狼，可连天门关都没打进去，明明自己的损失才是最大的，可杨巡还要自己赔钱，何况50万头牛羊可不是个小数目。最可气的是，居然让自己送公主去暖被窝，而且一个还不够。兽皮部落首领问到：这个送信的人在何处？送信的人已经走了，走之前还让属下转告单于，说这只是目前的要价，打得越久他们就要价越多，请单于好自为之。伯克尔眼睛一亮，天门关只有7万守军，可他伯克尔还剩下20多万勇士，我们刚刚经历大败，那小子肯定想不到我们今夜会发动进攻。传令下去，今夜子时全军出击，务必在天亮前拿下天门关，我要让镇北王那小孩子看看什么叫平坦。与此同时，天门关内，杨巡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让蔡文姬守在门口，不许任何人靠近。加上之前剩下的1万积分，杨巡如今已经有6万积分了。北燕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北有匈奴虎视眈眈，南有其他诸侯图谋不轨，必须得快速壮大自己的实力才行。系统，我要10连抽。丁，10连抽需要耗费积分1万，将获得10个随机奖励，是否确定？确定。丁，恭喜宿主获得土豆1弹星号1000，玉米1弹星号20，诸葛连弩设计图纸星号1。杨巡大喜，第一波居然就报了个设计图。诸葛连弩虽然可以抽到，但概率很低，有了这个图纸，杨巡就能自己制作诸葛连弩了。只要有了足够的诸葛连弩，北燕的战斗力又能提升一个档次。再来一次10连抽。丁，恭喜宿主获得工匠星号100，工匠星号300。工匠，这玩意好啊，可以用这些工匠去制作诸葛连弩，而且这些工匠对自己是100%忠心的，也不用担心他们会泄露技术。这系统还真是人性化啊！反正现在还在打仗，也不用担心后续没有积分进账。杨巡索性一口气将6万积分全部梭发了。6次10连抽，杨巡除了抽到一些粮食以外，还有3000名工匠，一张诸葛连弩设计图，一本水泥制作方法，等于是出了2本技能书。总得说来不赚也不亏吧。此时正在打仗，3000工匠召唤出来，有些碍手碍脚。杨巡打算等回北燕城再召唤。值得一提的是，杨巡还抽到了一个助手大礼包，杨巡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当即点了开启。下一秒，4个男人就出现在杨巡的房间里，其中2人身穿铠甲，一副将领的模样，另外2人身穿布衣，看起来应该是奴仆。末将廖化、高顺拜见主公，奴才张二狗、李三蛋拜见王爷。卧槽！杨巡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好一个助手大礼包啊，自己正好缺人，没想到这就来了。廖化、高顺可都是3国时期的名将啊，虽然本事比不上姜维，但也相当不错了。等等，这张二狗和李三蛋是啥玩意？管他的，就当是附赠品吧。诸位请起，廖化、高顺，你2人就暂时在姜维帐下听令吧。张二狗、李三蛋，你2人就跟在本王左右，为本王差遣吧。遵命！4人齐声应道。正守在门口的蔡文姬突然听到房间内有说话的声音，下一秒就看到4个壮汉从杨巡房间里走了出来。这4个男人是什么时候进去的？蔡文姬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王爷让自己守在门口，就是为了和4个男人。在这个时代，少爷睡丫鬟是很平常的事，可王爷这么多天都没有对他做过什么，原来是好这一口。想到这，蔡文姬一阵恶寒，又有些失落。可恶啊，王爷那么帅，怎么会好这一口啊？文姬，你进来一下。听到杨巡的呼唤，蔡文姬缓缓走进房间，发现杨巡穿戴整齐地坐在书桌前，并不像刚刚做了那种事的样子。难道是自己想错了？文姬，你马上派人将这封信送给刘正大人，让他帮本王寻一处院子，要宽敞，最好隐蔽一点。文姬，你发什么呆啊？杨巡说着，将一封信递给蔡文姬，见蔡文姬没有动静，又喊了2声。啊，好，我这就去。蔡文姬这才回过神，连忙跑出了房间。出了房间的蔡文姬还是久久不能释怀。天哪，王爷玉树临风，风流倜傥，怎么会好那一口呢？可是自己那天给王爷洗澡的时候，王爷那什么明明？蔡文姬走后，杨巡又将姜维叫了过来。主公，您找我？杨巡笑道：伯约啊，这仗打得不错，依你看接下来应该怎么打？姜维想了想，拱手道：末将斗胆，敢问主公是想取得什么样的战果？此话一出，杨巡顿时愣住了。什么样的战果？他自然是想彻底消灭匈奴。不过杨巡自己也知道，以现在的实力，想要灭掉匈奴不太现实，哪怕是将薛仁贵和玄甲军全部调来也很难。北燕和匈奴打了这么多年，虽然一直没有打进北燕境内，但北燕同样不敢越过天门关征伐匈奴。此次前来与伯克尔会合的不过数个部落，就聚集了足足30万大军。像这样的部落，匈奴境内还有不少。一旦杨巡率军进入匈奴境内，这些平日里各怀鬼胎的部落一定会联合起来，同仇敌忾。到那时，就不是杨巡这区10几万兵马能对付的了。所以灭掉匈奴的想法，杨巡也只是想想而已。不过，就算灭不掉匈奴，也得将他们打服吧，至少让他们不敢再对北燕打什么主意，最好能想办法打得他们割地赔款。杨巡可是缠匈奴境内那几座金矿很久了。姜维显然看出了杨巡的想法，笑道：
主公若是想打服匈奴，从匈奴身上捞点好处，这个并不难。首先我们要重创城外这20余万兵马，其次我们要将其后路切断，让其陷入绝境。相信这个时候匈奴单于就会主动来找主公和谈了。主公有什么条件，他应该都不会拒绝。杨巡点点头，姜维说的不错，只要能让伯克尔陷入绝境，再让其割地赔款，可就简单多了。毕竟匈奴人口本就稀少，这20多万男丁若是全部葬送在这，足以撼动匈奴的根基，伯克尔绝不可能硬刚到底。但究竟怎么样才能重创匈奴，并切断其退路呢？还不等杨巡询问，姜维又继续说道：主公，末将以为今日便是重创那匈奴的好机会。匈奴刚刚吃了败仗，士气低落，再拖下去只会对他们越来越不利。而我们刚刚大胜，匈奴人会认为我们放松了警惕，所以末将料定今晚匈奴必定会全军出击，强攻我天门关。听到这，杨巡眼神一凝，匈奴人这是想狗急跳墙啊！伯约，你的意思是我们趁他们强攻天门关之时，给他们来一记重拳？说着，杨巡看向书桌上的地图，顿时眼前一亮。如果敌军全军出击的话，后方大营必定空虚，这是截断敌军退路的最好时机。匈奴大营后面是一条宽100米的卓木河，匈奴想要撤退就必须渡河。如果能趁匈奴攻城之时拿下卓木河，那匈奴就彻底没有退路了。正是，主公只需率领大戟士和弓弩手死守天门关，末将率领2万玄甲军，趁匈奴攻城之时烧其大营，毁其粮草，随后渡过卓木河，毁掉河上桥梁。杨巡点点头，姜维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匈奴没了粮草，最多坚持3天，3天攻不下天门关，他们就得撤退。玄甲军只需待够5日的吃食，则可以在卓木河另一边不断袭扰敌军，让他们无法架桥过河。到那时，匈奴大军便彻底陷入了绝境。妙啊！伯克尔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全军强攻天门关，反而是给了杨巡战胜他的机会。此战的关键就在于杨巡能不能守住天门关。只要匈奴无法攻破天门关，那他们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任由杨巡拿捏。杨巡有大戟士和诸葛连弩，防守一个小小的天门关还是很有信心的。何况只要守住今晚，明日4关的援军也该到了。到那时，匈奴便会明白什么叫做绝望。此战就照你的计划安排下去，不得有任何闪失。与此同时，怀州与北燕的边境，一支绵延数十里的军队浩浩荡荡而来，为首的是2名身穿蟒袍的中年男子，正是怀王与襄王。皇兄，你确定北燕城的玄甲军北上抗击匈奴去了？襄王问道。怀王自信一笑，放心吧，我早就在北燕城安插了探子，现在整个北燕城都知道杨巡带着玄甲军出征了。这次我们违抗朝廷命令，私自撤军，也不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襄王有些担心。后果？怀王冷哼一声，就凭李妙音那小丫头，能掀起什么风浪？如今天下大乱，我们应该快速壮大我们的实力才是。杨怀那个老东西死了，正是拿下北燕的好时机。到时候你我2人坐拥3州之地，争一争这天下也未尝不可。襄王和怀王都是李氏子孙，细算起来2人都是李妙音的叔叔。作为皇室弟子，他们自然不能容忍李妙音一个丫头登上皇位，难免也起了疑心。只是我怕杨巡那小子不简单，不是说赵正雄都被他杀了吗？襄王还是有些犹豫。放心吧，杨巡不就有10万玄甲军吗？先不说杨巡能不能打得过匈奴，就算他得胜归来，我们也早就拿下北燕城了。我2人的兵马加起来足足15万，还怕他不成？怀王眼中满是不屑。行，我听你的。襄王点了点头，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若是真有机会，谁又不想争一争这天下呢？李妙音一个女流之辈都能做皇帝，他襄王堂堂7尺男儿，为何做不得？等拿下北燕后，他就想办法干掉怀王，到那时他便独自坐拥3州之地，手握数10万大军，就算是平南王来了，也得跟他平起平坐。怀王微微一笑，自然不知道襄王心中的想法，扭头对身后的将领们喊道：让后面的快一点，务必要在明日日落之前赶到北燕城。怀王有令，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明日日落之前赶到北燕城。传令兵很快便将怀王的命令传达了下去。怀王很是满意，脸上写满了惬意，心中已经在幻想着打进北燕城，坐在镇北王王位上的景象了。就在这时，阵阵马蹄声突然传到众人耳中，怀王心中一惊，连忙朝四周看去，只见一名名身穿黑甲的骑兵正从4面8方朝他们冲杀而来。有埋伏，保护王爷！怀王身边的一名武将刚刚抽出腰间战刀，就被一箭射中咽喉，当即摔落马下。怀王吓了一跳，扭头看去，只见一白袍将正在弯弓搭箭，瞄准他身边的将领。白袍将每射出一箭，他身边就有一名将领倒下，可谓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北燕还有此等猛将？怀王眼睛瞪得大大的，这箭法也太他妈准了。李日，你不是说玄甲军都去抗击匈奴了吗？这些玄甲军是哪来的？本王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襄王指着怀王怒吼道：我他妈怎么害你了？我又没逼着你来，你与其在这狗叫，还不如赶紧逃跑吧。怀王也顾不得其他，调转马头便朝怀州的方向跑去。薛仁贵见怀王跑了，当即拔出地上的方天画戟追了过去。王爷有令，活捉襄王怀王，杀！襄王此时也是脸色苍白，慌不择路，还没跑出多远便摔落马下，吓得浑身都在颤抖。二王的兵马本就以步兵为主，骑兵不过数千，加上此地乃平原地带，二王的队伍又拉得太长，一时间无法聚拢。被玄甲军这么一冲，二王的15万大军便丢盔弃甲，只顾着逃跑，没有任何反抗，战场很快就成了一边倒的屠杀。瘫坐在地上的襄王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名玄甲军的千户一拳打晕，五花大绑的丢在了马背上。不一会，薛仁贵也手持方天画戟返回，手中还拎着已经昏迷的怀王。王爷有令，入侵者一个不留，全军以其为单位，散开。薛仁贵一声令下，玄甲军顿时分散开来，以50人为一骑，开始追杀逃跑的敌军。
远处的山头上，骑着马的老太监宋德缓缓停了下来，看着下方厮杀的战场，宋德不免有些后怕。幸好他为了避免有人阻挠他前往北燕传旨，走的是山路，没有走官道，不然非死在乱军中不可。没想到襄王和怀王私自撤军，竟是打起了北燕的主意。幸亏北燕早有准备，在这里伏击了二王。那黑甲骑兵就是玄甲军吧？果然是威风凛凛的精锐之师。若是朝廷能得此军相助，定能和平南王掰掰手腕。看着前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路，宋德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继续前进。作为大内总管，他此次前往北燕传旨，可谓是任重而道远啊。就是不知道杨巡肯不肯发兵南下了。想到新帝李妙音，宋德不禁叹了口气。他是看着李妙音从小长大的，这丫头实在是吃了不少苦，希望杨巡不要让她失望吧。夜幕降临，天门关城墙上一片寂静。匈奴的3万先锋部队已经趁着夜色缓缓摸了过来，距离天门关城墙只剩下了不到300米。拉拓抬头看了看天门关，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城头上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恐怕那小王爷打了胜仗，此时还在办庆功宴吧。单于果然料事如神，几百年了，匈奴从未越过这天门关，今夜就是他拉拓一战成名的时刻。咻咻咻！正当拉拓幻想着破关后要抢多少女人的时候，一声声破空声传来。还不等拉拓反应过来，身边的士兵就倒了一片。定睛一看，这些士兵身上都插满了箭矢。与此同时，天门关城墙上燃起道道篝火，照亮了整个大地。3万匈奴士兵也完全暴露在了箭雨之下。被发现了吗？拉拓咬了咬牙，被发现又如何？今日他必将攻破天门关。给我冲！谁要是杀进天门关内，本将军赏他5个女人。一时间，匈奴士兵如同发了疯一般朝天门关冲去。在3万匈奴先锋部队之后，是排列整齐的匈奴主力。此时，他们也在不断向天门关靠近。正如姜维所料想的那样，匈奴这是打算全军出击，强攻天门关了。天门关上，杨巡看着如潮水般冲来的匈奴士兵，脸上没有丝毫怜悯之色。此时，除了正在不断射击的弓弩手外，2万名身着重甲的大戟士已经登上了城墙，剩下的也都在城内待命，随时准备填补空缺。城外的匈奴士兵装备简陋，甚至有的人武器都没有，拿着根木棒就往前冲。杨巡知道，匈奴是把那为数不多的装备都用在骑兵身上了，这些步兵能有把刀都不错了。就这样的配置，就算是大戟士站着给这些人砍，都要砍几天几夜吧。杨巡实在想不明白，这一战他怎么输啊？见匈奴士兵推来了攻城车，杨巡连忙喊道：“廖化，你率领1万大戟士，负责守住城门。”末将遵命。廖化跪地领命，匆匆而去。虽然杨巡这边有5000弓弩手，还有诸葛连弩这样的神器，奈何匈奴人多且悍不畏死，还是有不少匈奴士兵冲到了城墙之下。攻城车有了这些匈奴士兵的接应，很快便顺利抵达城门外。匈奴士兵连忙顶着盾牌，开始用攻城车的原木撞击城门。城门虽然被加固过，却也顶不住原木的撞击，不到半个时辰，城门便被撞开了。后方的匈奴骑兵见城门大开，当即发起了冲锋，冲进了城门，而步兵则是登上云梯，打算占领城墙。不过廖化早已在城门后等候多时，城门撞破的一瞬间，大戟士便列阵顶了上去。第一批冲进来的匈奴骑兵顿时被刺得人仰马翻，惨叫声不绝于耳。和之前一样，匈奴骑兵在正面冲击大戟士方阵时，就如同飞蛾扑火，完全就是在送人头。城门处的尸体越堆越多，鲜血染红了大地，整个战场如同一个绞肉机，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那些登上云梯的步兵也好不到哪去，大戟士手中有3米长的长戟，那些匈奴士兵刚登上城墙就被捅下去，甚至连大戟士的毛都没摸到。这一幕自然被伯克尔看在眼中，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狗日的大戟士怎么就这么难对付？正当伯克尔一筹莫展的时候，身后的大营顿时火光冲天，大火足足蹿起了数十米。伯克尔顿时心中一惊，一股不好的预感从心中升起。伯克尔刚想派人去查看情况，一名浑身漆黑的将领就匆忙赶了过来，报告单于，一队骑兵突袭我军大营，守营的1万将士损失惨重。废物！伯克尔扬起手中马鞭，狠狠地抽在将领身上，气得浑身都在颤抖。如今天门关久攻不下，若是大营再失守，那他这20万大军该何去何从？一喊，你马上带领本部兵马回防大营，务必要将大营守住。遵命。单于。兽皮部落首领立即上马，带领一队军士朝大营奔去。与此同时，正在强攻天门关的数万大军也注意到了大营方向的火光，一时间军心涣散，不少人已无心再战，四散奔逃，任凭拉拓怎么拦都拦不住。拉拓此时也反应过来了，杨巡肯定早就料到他们今晚会进攻天门关，不但提前做好了防御的准备，还派出一支军队奇袭了他们匈奴大营。打到现在，匈奴这边已经损失了上万人马，但天门关依然是铁板一块，大戟士的军阵更是比城墙还硬，骑兵步兵通杀，根本打不进去。拉拓也不是没想过用弓箭手远程射杀大戟士，可偏偏他们在射程上也不占优势。他们匈奴的弓箭只能射80米左右，而北燕的弓弩射程足有300米，他们的弓箭手还没进入攻击范围就被全部射杀了。事到如今，继续攻城之事白白送命，拉拓只得咬着牙下令撤退。拉拓刚回到伯克尔身边，就看到伯克尔眼中满是杀气，正死死盯着他。拉拓，你临阵脱逃，该当何罪？拉拓顿时双腿一软，跪在伯克尔面前连连磕头。单于，不是末将怕死，而是那天门关实在是攻不进去啊！不要找借口，你的兵力是天门关的2倍，结果却一败涂地。今日本单于若不杀你，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弟兄？伯克尔说着，抽出腰间的弯刀就要砍了拉拓的脑袋。单于！就在这时，兽皮部落的首领匆匆赶了过来，报告单于，我带人赶回大营时，大营已经失陷，营中粮草辎重被全部烧毁，牛羊也逃跑殆尽，敌军不知所踪。
说到这，兽皮部落的首领面露凝重之色，偷袭我军大营的必定是天门关那2万玄甲军，如今这支军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对我军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时，拉拓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连忙说道：“单于，粮草被毁，我军大势已去，撤兵吧！”你还敢说？伯克尔大怒，刀已经架在了拉拓的脖子上。单于，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要说，没了粮草，我军最多坚持3日。若是这支消失的玄甲军渡过卓木河，毁掉过河的浮桥，我军就完了。拉拓此话一出，在场首领无不脸色大变，就连伯克尔也是后背发凉，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快去看看卓木河上的浮桥还在不在？很快，一名骑兵就去而复返，结果正如拉拓说的那样，卓木河上的浮桥已经不见了。那浮桥是临时搭建的，重新搭建一个虽然费力，但也不难。可是杨巡既然毁了浮桥，会眼睁睁看着他们再搭建一个吗？想要搭建浮桥，就必须派人先游过去，拉一条绳子作为固定，然后以绳子为基础搭建木板。玄甲军此时肯定已经渡过卓木河，在卓木河的另一边等着他们呢。只要有人游过去拉绳子，就会被击杀。伯克尔总不能带着这20万人全部游过去吧？何况草原人大部分都是旱鸭子，会游泳的可谓是凤毛麟角。这下后路是彻底断了。伯克尔一屁股坐在地上，没想到他打了一辈子的仗，居然被一个小娃娃给逼上了绝路。他甚至都怀疑杨怀根本没死，天门关城墙上的根本不是杨巡，而是杨怀。等于伯克尔一咬牙，怒道：“既然没有后路了，那我们便一鼓作气拿下天门关，传令下去，全军出击，务必在3日之内破城。周围的首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要进攻的意思。单于，我看我们还是跟北燕议和吧。杨巡手下的大戟士实在是太强了，这天门关根本不可能打下来。”兽皮部落的首领说道：“是啊，单于，我匈奴人口本就稀少，如今已经折损过半了，不能再打下去了。我看还是和北燕议和吧，只要他能放我们过河，大不了我们赔他点牛羊便是。”拉姆河说的不错，赔些牛羊给他们，等我们整顿兵马，还能从周边的其他国家重新抢回来。若是人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其他首领也纷纷附和。此时所有人都无心再战，他们是真被大戟士打怕了。那玩意用来防御简直变态，根本就是无敌的存在。毕竟谁也不是傻子，谁都不想白白送死。他们手下的士兵就是他们在草原上立足的资本，要是士兵死光了，他们的部落支会被其他部落所吞并。正当伯克尔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名士兵的声音传来：“报告单于，北燕使者求见，让他过来。”只见张二狗大摇大摆地走到伯克尔面前，嘴里还叼着一根牙签，一副嚣张的模样。“你就是匈奴的单于？大胆！见到单于还不下跪？”拉拓呵斥道。张二狗冷笑一声，不屑道：“我乃堂堂北燕镇北王麾下侍从是也，怎么可能向你一个区匈奴单于下跪？”嘴上这么说，张二狗心中还是很慌的。不过在他出来之前，杨巡特意交代，让他到了匈奴单于面前要嚣张一点，他越嚣张，活着回去的概率就越大。虽然张二狗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说法，但听王爷的准没错。伯克尔差点没气得晕过去，还以为是个什么大人物，原来只是个侍从。一个侍从居然这么拽，还有天理吗？放肆！来人啊，把这厮拉出去砍了！你敢杀我！张二狗眼睛一瞪，厉声道：“我们家王爷说了，玄甲军已经渡过卓木河，切断了你们的退路。你要是敢杀我，他保证你这20万大军过不了卓木河，不信你就试试。”张二狗此话一出，众首领连忙拦住了围上来的士兵，对伯克尔拱手道：“还请单于三思，不要跟这小人一般见识。”伯克尔死死捏着拳头，最终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恨不得一刀砍了这个嚣张的张二狗，但没办法，谁让自己20万大军的性命都在人手上握着呢？深吸了一口气，伯克尔强行平复自己的情绪，说道：“张二狗，那镇北王派你来有所谓何事？我们家王爷想见你，跟你商量一下赔款的事。我们王爷说了，你只能带一个人去。”张二狗抱着手说道。伯克尔气得牙痒痒，这一切果然都是杨巡算计好的。他就不明白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哪来的这么大本事？不但能训练出大戟士玄甲军那种以一敌十的精锐之师，还能算无一策，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此时他还真想见一见这个北燕的镇北王了。行，我跟你去。他身为匈奴单于，亲自到天门关去见杨巡是很危险的。本以为他答应后，其他首领会出来劝阻，没想到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只有拉拓站出来表示要跟他一块去。伯克尔那叫一个气啊，果然是一群不讲义气的玩意。等过了卓木河，非找他们算账不可。在张二狗的带领下，伯克尔成功进入了天门关。伯克尔倒也汉子，说带一人就只带一人。拉拓进入天门关后，顿时热泪盈眶，他终于入关了，太不容易了。虽然不是打进来的，但至少是进来了。此时不少大戟士正在城门处修缮破损的城门，近距离观察下拉拓，才发现这些大戟士简直是武装到了牙齿，浑身上下穿的全是重甲，就露出来一张脸，怪不得他们打不过，就这一名大戟士盔甲所用的铁就够他们打造不知多少战刀了。一旁的伯克尔也是瞪大了眼睛，之前他只听说过大戟士的威名，还没亲眼看到过，今日一见，这特魔和天兵天将有什么区别？铁在他们匈奴是十分珍贵的，有时候10只羊都换不来1斤铁，在他看来，大戟士那一身穿的可都是牛羊啊！这北燕也太有钱了吧！想到这，伯克尔更加懊恼了。北燕如此富裕，若是他能攻占北燕，该多好啊！看什么看，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就这还匈奴单于呢？张二狗不屑地说道。你拉拓刚想跟张二狗理论理论，就被伯克尔拦住了。他虽然也看张二狗不爽，但此时不是与其争论的时候。很快，二人就被带到了城主府的大堂之中。你们在这里等着，王爷很快就来。张二狗说完，便转身离开了。什么东西吗？看着张二狗远去的背影，拉拓狠狠地啐了一口。突然，一队银甲士兵就冲了进来，把二人吓了一激灵。这他妈什么情况？带队的高顺冷冷地盯着拉拓，
一巴掌就抽在了拉拓脸上。城主府不得随地吐痰，这是给你的警告。拉拓瞬间就怒了，老子好歹也是匈奴的第一悍将，不就吐口唾沫吗？你居然敢打我！本将军就打你了，不服？高顺面色一冷，身后数十把诸葛连弩顿时对准了拉拓。看着那冒着寒光的弩箭，拉拓不禁打了个冷战。没事，你就当我放了个屁。高顺冷哼一声，撤走了银甲士兵，拉拓这才松了口气。一旁的伯克尔脸都绿了，他娘的之前怎么没发现拉拓这小子这么怂？早知道就不让他领兵攻城了，就这怂样能打胜仗就怪了。他怎能看不出来，这就是杨巡给他的下马威？可他的脸全都被拉拓这王八蛋给丢尽了。就在这时，拉拓凑上来说道：“单于你不用担心，有属下在，属下会保护你安全的。”滚！你他娘的被逐出部落了啊！拉拓愣住了，自己什么都没干，咋就被销户了？二人足足在这大堂之中等了一个时辰，杨巡才缓缓而来，身后还跟着蔡文姬和徐大川。见过镇北王。伯克尔将右手放在左胸，对杨巡行了一礼。你就是那个带着30万人一天之内折损过半的蔡逼？杨巡打量了一眼拉拓，开口问道。此话一出，一旁的蔡文姬顿时捂嘴笑了起来，徐大川也在努力憋着笑。伯克尔脸上顿时挂不住了，直到此刻他才反应过来，他的确是在一天之内连输3战，30余万大军折损过半。虽然现在他还是号称有20万兵马，但攻城失败后还没进行清点，实际人数恐怕也就剩下16万左右。伯克尔脸上一阵青一阵红，他不知道杨巡说的蔡逼是什么意思，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杨巡往主位上一坐，淡淡道：“说吧，你想用什么换你剩下这10几万人？”伯克尔一愣，没想到杨巡这么直接，于是开口道：“只要镇北王肯放我们过河，本单于愿意向镇北王奉上牛羊50万头，一头牛值银子15两，一头羊值银子1两半。哪怕是羊多牛少，50万头牛羊拿到大干去，至少也值200万两银子。1两银子等于1贯钱，等于1000文钱。北燕平级，200万贯是整个北燕大半年的税收了，的确不少。”伯克尔拿出50万头牛羊，可谓是十分有诚意了。当然，这些牛羊得由匈奴境内的所有部落平摊，不然要是落在他一个人头上，就得把他的家底掏空了。听了伯克尔开出的条件，杨巡顿时笑了起来。你说你，本王之前找你要50万头牛羊，你还不给，非要跟本王打一仗，这就叫不知好歹。50万头牛羊是之前的价码，这仗打到现在，价码自然是水涨船高，想让你的部下全身而退，50万头牛羊可不够。伯克尔皱起了眉头，他本以为杨巡会一口答应，没想到杨巡居然这么贪心，该不会真要他送几个公主来吧？想到这，伯克尔试探性地问道：“镇北王，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条件，如果合理的话，本单于一定答应。”杨巡微微一笑，伸出4根手指说道：“本王有4个条件，第一，赔偿我北燕牛羊80万头，各类皮毛30万张，并臣服于我北燕，每年向北燕上贡牛羊30万头，各类皮毛10万张。第二，我北燕要在你匈奴建立北漠都护府，并驻扎军队。第三，你此次带来的所有战马兵器必须留下，我全要了。第四，你匈奴割让天狼山以南的所有土地给我北燕。”原本伯克尔听到杨巡要80万头牛羊还勉强能接受，可越听越离谱，听到最后伯克尔差点气得当场背过气去。匈奴跟北燕打了几百年，从来没有臣服过，如今杨巡不但要匈奴臣服，还要在匈奴境内建立都护府，甚至还要割地，这要是答应了，他伯克尔就成千古罪人了。况且武器和战马就是他匈奴人的命，若是全部给了杨巡，那他匈奴就真的翻不了身了。不行，我绝不答应。镇北王，你这些要求也太过分了。伯克尔气愤地说道。听到这话，杨巡的眼神也冷了下来。伯克尔，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在命令你。若是你不照做的话，不但你出不了这天门关，你在天门关外的所有兵马也休想活着回去。杨巡话音刚落，周围的士兵纷纷抽出腰间战刀，虎视眈眈地看着伯克尔和拉拓。镇北王，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何况你这些要求是在践踏我们匈奴的尊严，我怎么能答应？杨巡冷哼一声说道：“你一个败军之将跟我谈尊严？我告诉你，尊严是真刀真枪拼来的，本王战胜了你，你在本王面前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谈。实话告诉你，本王的玄甲军足有20万之众，之所以没有全部调来，完全是因为本王还在同时与襄王怀王开战。如今襄王怀王已灭，本王回过头来，完全可以荡平你整个匈奴，让你的族人全部成为我北燕的奴隶。”此话一出，伯克尔顿时瞪大了眼睛。玄甲军的战力他是很清楚的，天门关仅有2万玄甲军，便打得他们丢盔卸甲。若是杨巡真有20万玄甲军，那确实有灭掉他们匈奴的可能。而且杨巡居然在和襄王怀王开战，这可是真正的一挑3啊！北燕如今的实力恐怕是几百年来的巅峰了吧？如此说来，自己若是真的臣服于北燕，也不算丢人。反正那些部落首领也亲自见到了北燕的强大，且一个比一个怂，即便是对自己不满，他们也没话说。见伯克尔似乎相信了自己说的话，杨巡心中早已乐开了花。小样，骗不死你！20万玄甲军自然是杨巡吹出来的，正吹牛又不犯法，这种时候小吹一下还是可以的。不过襄王怀王被灭，杨巡倒是没吹。在匈奴攻城前的数个时辰，杨巡的积分就在一直增长，足足增加了9万有余。很显然是薛仁贵那边和襄王怀王打起来了。襄王怀王加起来也不过10几万人，几个时辰内损失了9万余人，显然是一败涂地。就算没有被彻底消灭，也蹦跶不起来了。就在伯克尔还在犹豫之时，徐大川突然站出来说道：“王爷，跟这厮废话个时，待我们消灭了城外的兵马，便调集大军挥师北上，灭了整个匈奴，将他们的男人抓来做奴隶，女人抓来犒劳士兵。”这话落入伯克尔耳朵里，顿时让伯克尔愤怒不已。身为匈奴的单于，居然有人当着他的面说要灭了匈奴，把他的子民抓来当奴隶，这分明就是对他的侮辱。可没办法啊，谁让自己战败了呢？而且人家的确是有这个实力。
杨巡微微一笑说道：“徐将军，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匈奴也是匈奴他妈生的，干嘛赶尽杀绝呢？本王是仁慈的，只要他们答应本王的条件，本王就能放他们一条生路。”一旁的拉拓人都听傻了：“你仁慈个鸟啊！一天之内杀了我们10多万人，你还说你仁慈？简直就是恶魔！”此时，拉拓想起手下士兵被大几士无情屠杀的场景，心中就一阵恐惧。杨巡何尝不想如同徐大川所说的那样灭掉匈奴？可没办法，实力不允许啊。20万玄甲军毕竟只是吹出来的，杨巡自己手里有多少底牌，他还是清楚的。系统给杨巡的任务是统领3州之地，杨巡接下来的战略目标肯定是襄淮2州，不可能跟匈奴死磕到底。此次能够重创匈奴，并将其控制，稳住北燕以北，让匈奴不敢再对北燕有非分之想就足够了。更重要的是，杨巡要得到匈奴境内的金矿，这也是杨巡要求伯克尔割让天狼山以南的原因。天狼山以南可是有足足2个大型金矿，若是杨巡不放他们走，和匈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杨巡想拿到金矿，就必须将整个匈奴灭掉，不然就会遭到匈奴无休止的袭扰。可灭掉匈奴谈何容易？匈奴根基深厚，即便是城外的主力部队全部葬送在这，匈奴境内也还有不少部落。匈奴人不论男女，从小便学习骑马射箭，若是全民皆兵，想要彻底将其消灭，起码要调集30万大军，而且骑兵必须占1半以上。杨巡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兵马，再加上匈奴以北还有其他国家，其中不乏强大的帝国。若是拿下匈奴，杨巡将要面对那些国家的威胁，留着匈奴做一个缓冲地带挺好的。不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杨巡还是懂的。这次虽然没杀他们，但杨巡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后续肯定要将匈奴的价值榨钱，让他们100年都翻不了身。况且自己有系统在，再发展一段时间，这匈奴还不是想灭就灭吗？不必急于一时。伯克尔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镇北王，我答应你了，请你信守诺言，放我的士兵离开。先不急，杨巡摆摆手说道：“你的士兵得留下，你和其他部落首领先回去，等你们什么时候凑够了我要的东西，你再来将你的士兵领回去。”杨巡也不是傻子，万一伯克尔带着人回去后反悔了怎么办？你别太过分，你烧了我的粮草，我的士兵没有吃的，怎么可能坚持到我凑够牛羊返回？在伯克尔看来，杨巡这分明就是在耍他，等他回来，这10多万大军早就饿死了。杨巡微微一笑说道：“你放心，你们离开这段时间，我不会让你的士兵饿死的。不过我只给你们7日的时间，要是7日之后你还不来，你这些士兵就死定了。对了，听说你有一个女儿叫什么清月公主，顺便将她一起带来吧。日后你若是有2心，本王就先杀她来祭旗。”从天门关出来后，伯克尔的脸色就像吃了屎一般难看。镇北王实在太不是人了，不但要割地赔款，还要在匈奴境内驻军，甚至每年都要上贡，这分明就是想让他们匈奴彻底成为他的附属国。最可气的是，杨巡居然还让他将清月公主送来作为质子。清月公主可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不但文武双全，长得更是如花似玉。早就听闻这杨巡是个花花公子，好色之徒，臭流氓，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清月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可若是不答应，10几万匈奴儿郎就要白白饿死在这天门关外，这对匈奴同样是个不小的打击。最重要的是，这10几万人中有6万多人都是他的部众，若是全部死在这了，即便他能活着回去，他这匈奴单于的位置也坐不稳了。唉，愁啊！单于，你就别愁了，一时的忍让不代表我们怕了他杨巡，等我们养精蓄锐个几年再卷土重来，到那时一定让杨巡付出代价。拉拓狠狠地说道。伯克尔看了拉拓一眼，这句话倒是说到他心坎上了。匈奴只是暂时的臣服而已。拉拓啊，此次我和其他部落首领回去凑牛羊，你就带着兄弟们留下来吧。啊，单于，我要是留下来，谁保护你的安全啊？不如换个人吧。拉拓为难道。听到这话，伯克尔嘴角抽了抽，这狗日的就是怕死。若不是拉拓在部落中是大家族的长子，他非得一刀砍了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不行，这关乎10几万兄弟的性命，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至于我的安全，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好看着兄弟们，记得将武器全部上缴，不然杨巡那王八蛋很有可能会找借口发难。阿嚏！坐在床上的杨巡突然打了个喷嚏。王爷，这边关寒了，您该不是着凉了吧？蔡文姬关切地问道。有这个可能。杨巡点点头，这副身子骨早就被酒色掏空了，实在是太弱了，感个冒什么的很正常。哎，要是有人暖被窝就好了。说着，杨巡不怀好意地看了蔡文姬一眼。有蔡文姬这么个大美女天天跟在身边，要说杨巡不动心自然是不可能的。之前是事情太多没来得及，此时战争已经结束，调戏一下蔡文姬也是一种乐趣。听到这话，蔡文姬的脸颊顿时羞得通红。杨巡生的一副好皮囊，是个女人都会喜欢。况且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蔡文姬发现杨巡真的是一个十分有才华的人。杨巡说的很多东西她都不懂，每次向杨巡讨教都能让他受益匪浅。长得帅，有才华，志向远大，在古代哪个少女遇到了这样的男人能把持住？如果王爷不嫌弃，文姬愿意。蔡文姬的声音很小，小到杨巡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文姬，你说什么？蔡文姬害羞的不行，这种话怎么说出口吗？你该不会是要帮我暖床吧？杨巡突然提高了声音。哎呀，王爷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别人听到了怎么办？蔡文姬的脸红的要滴出水来，连忙捂住了杨巡的嘴巴。杨巡顺势就将蔡文姬搂进了怀里，待会谁叫的声音大还不一定呢。蔡文姬顿时羞得将头埋进了杨巡怀里，小声道：王爷，你可要联系人家哦。杨巡嘿嘿一笑，放心，我是温柔的男人。此处省略1万个字。一个时辰后，蔡文姬小脸红红的躺在杨巡怀里，问道：王爷，奴婢想不明白，你为何要让匈奴割让天狼山以南的土地？天狼山以南虽然与我们北燕相接，但土地贫瘠，荒无人烟，我们还要派人驻守，显然是不划算的。你不懂，天狼山以南有2座金矿。
杨巡笑着说道。金矿。蔡文姬瞪大了眼睛，金矿自古都掌握在朝廷手中，若是北燕也有自己的金矿，那实力必将提升一个层次。怪不得王爷指名道姓要天狼山以南的土地，原来是为了金矿。想必匈奴自己都不知道这2座金矿的存在吧？王爷究竟是怎么知道的？难道王爷还会未卜先知？蔡文姬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杨巡了。小声点，瞧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而且谁跟你说天狼山以南土地贫瘠了？我看过了，那全都是黑土地，最适合种土豆了。如果将整个天狼山以南都开垦成良田，北燕百姓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杨巡一副心系天下的模样，蔡文姬的眼中满是小星星，心中更是对杨巡崇拜不已。王爷刚刚继位就免除了百姓1年的赋税，如今又想方设法解决百姓吃饭的问题，实在是太伟大了。说着说着，杨巡的手又不老实了起来。清晨时分，杨巡浑身发软，差点没起来。天门关外，匈奴大军全部放下了武器，在拉拓的带领下向杨巡投降。经过清点，匈奴人还剩下17万，其中还有不少伤员。这些人全部被安置在天门关外的平原上，杨巡也按照约定给这些人提供了食物。不过食物仅仅是一些杂粮野菜之类的，量还很少，反正只要保证这些匈奴人饿不死就行了。而伯克尔也率领数名部落首领游过了卓木河，和对岸的姜维也没有为难他们。收到匈奴投降的消息后，姜维带领玄甲军赶了5天的路，从卓木河上游回到了天门关。玄甲军在出发之前带够了5天的粮草，又在匈奴大营抢到了不少肉干，这一路上倒是也没饿着。这一仗，杨巡缴获了战马7万多匹，牛羊3万多头，兵器更是数不胜数。可惜很多战马和牛羊都跑散了，不然还能缴获更多。至于缴获来的兵器，对于匈奴来说是宝贝，但杨巡还真看不上。杨巡当即下令将这些兵器回炉重造，全部打造成箭矢，填补天门关的消耗。第6天的时候，伯克尔终于带着牛羊回来了，与其一同来的还有他的女儿清月公主。马车上，伯克尔一脸愧疚地看着清月公主，说道：“那人为了匈奴的未来，委屈你了。”清月公主摇摇头，笑道：“父王，那人身为匈奴的公主，这都是那人应该做的。”伯克尔叹了口气，清月公主是他最宠爱的女儿，如今却要他亲手送到北燕，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但伯克尔也清楚，杨巡手里若没有人质的话，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信任匈奴而对匈奴发起进攻。将清月公主送来北燕，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杨巡的要求，让杨巡对匈奴彻底放心，这样一来，匈奴就能偷偷发展，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伯克尔也有自己的谋划，既然战场上打不过杨巡，那就在床上将杨巡干掉。那镇北王杨巡就是个好色之徒，你在他身边，他难免会对你做出过分之事，你千万不要反抗，要顺从于他，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找机会将他杀了。伯克尔狠狠地说道。清月公主一愣，最终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点了点头。身为匈奴公主，她从小便在军营中长大，无论是马术剑术还是摔跤格斗，她都是1顶1的高手。只要找到机会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杨巡，根本不是难事。就在这时，高顺的声音在马车外响起：“匈奴单于，我们王爷让你过去。”伯克尔拍了拍清月公主的肩膀，和清月公主一起下了马车，在高顺的带领下，2人来到了城主府的大堂之中。此时杨巡已经到了，正在主位上喝着茶，身边站着蔡文姬和刚刚回来的姜维。柴西亚，伯克尔，柴西亚，那人见过镇北王，愿镇北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伯克尔和清月公主都跪在了地上，满脸的恭敬之色。毕竟匈奴现在名义上已经成了北燕的附属国，自然就要有附属国的觉悟。杨巡微微一笑，匈奴投降的是北燕，而不是大钱，这一点让杨巡很是骄傲。北燕虽然只有1州之地，但已经有了附属国，那自己是不是可以称帝了？不过杨巡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如今天下大乱，谁先称帝谁先死。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如今北方平定，再加南方有朝廷挡着各路藩王，北燕正是大力发展自身势力的时候，称帝什么的不必急于一时。起来吧，我要的东西你都带来了吗？杨巡看向伯克尔，伯克尔连忙拿出一个小册子呈给杨巡，说道：“按照镇北王吩咐，此次我一共带来20万头牛和60万头羊，另有各类毛皮30万张，其中以羊皮和牛皮居多。”说着，伯克尔又拿出一份国书，这是割让天狼山以南的国书，我已经在上面签字捺印了，从现在起，天狼山以南就是属于北燕的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伯克尔的心都在滴血。虽然天狼山以南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没什么价值，但好歹也是匈奴的领土啊。几百年来，他还是第一个割地的单于，若是日后不能做出一番伟业，他必将遗臭万年。想到这，伯克尔更加坚定了心中想要报仇的想法。杨巡自然不会在意伯克尔是怎么想的，当即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很好。另外，本王要通知你，本王将会在天狼山修建一座天狼城。另外，本王不日就会派兵前往你匈奴腹地的天穹山建立北漠都护府，你可有异议？”伯克尔愣了愣，不禁握起了拳头。天穹山就在他部落的旁边，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距离天狼山也不远，两山之间可以互为犄角之势。杨巡在天穹山建立北漠都护府，分明就是想盯死他。若是他有什么异动，也可以从天狼城增兵。可即便他猜到了杨巡的目的，他又敢说半个不字吗？我没有问题。伯克尔咬牙说道。行，你女儿留下，你可以带着你的人滚了。杨巡随意的摆摆手。伯克尔咬着牙，又对杨巡行了一礼，随后深深的看了一眼清月公主就离开了。杨巡走到清月公主面前，仔细的打量起清月公主。此女不过17、18岁的年纪，穿着由羊皮制成的匈奴传统服饰，身上挂着由各种骨头做成的装饰，容貌精致，一双大而黑亮的眼睛犹如2颗黑宝石，小麦色的肌肤细腻光滑，一头乌黑的长发犹如瀑布般披在身后。都说清月公主是草原上的一朵花，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杨巡问道。查西亚。那人。清月公主同样在打量着杨巡，她没想到杨巡居然如此年轻，而且长得如此俊秀。父王说杨巡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她还以为杨巡怎么着也是个5大3粗的壮汉呢。就在这时，杨巡突然凑了上来，在她的耳旁闻了闻。清月公主甚至能感受到杨巡那炙热的呼吸，脸上顿时飞上一抹红霞。你身上还挺好闻的。杨巡喃喃道。清月公主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也不知道是不是体香，不过杨巡也没有多问。既然你来到了我北燕，那你就不再是什么公主了，从今天开始就叫你那人吧。闻鸡，带那人下去沐浴更衣，换上我们汉人的衣服。杨巡说道。听到沐浴更衣，那人心中不免一紧，难道杨这么快就要对他做那什么了吗？哼，果然是个淫贼。正好父王还没走远，等本公主杀了你，就让父王带兵踏平北燕。蔡文姬点点头，走到那人身边，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跟我来吧。那人连忙收起脑海中的想法，跟在蔡文姬身后离开了。恭喜主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姜维拱手道。想要的东西？杨巡一愣，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人吧？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姜维。嗨嗨。杨巡咳嗽了2声，没好气道，那人只不过是顺手弄来的，你别乱讲话。姜维满头问号，我说的不是金矿和牛羊吗？主公提那人干嘛？哦，我懂了。见姜维没回应，杨巡又继续说道，我要回房间休息一下，谁也不要来打扰我，吃过午饭后让众将到议事厅等我，我有事要宣布。看着杨巡离开的背影，姜维不禁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王爷啊，在战场上杀的匈奴丢盔弃甲还不够，这时还要厮杀一番。回到房间，杨巡当即调出了系统面板，匈奴此次强攻天门关，足足损失了9万多的兵马，给杨巡贡献了9万多的积分，再加上薛仁贵那边的击杀，杨巡原本见底的积分又有19万了。天门关这边损失了不到1万大戟士和6000玄甲军，薛仁贵那边则仅仅损失了4000玄甲军。补充1名士兵需要2积分，杨巡将2支军队补满后，也不过花了4万积分，可谓是血赚。如今15万积分在手，杨巡膨胀了，都敢看系统商城了。杨巡当即花13万积分在商城中买了一本精研提炼方法和武侯战车制作方法，其中武侯战车制作方法要贵一些，足足花了杨巡8万积分，不过却是物有所值。武侯战车是诸葛亮发明的一种重型3弓弩车，可同时发射3根长1米5的巨型弩箭，不但威力巨大，能够贯穿10余人，而且射程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200米。这种弩车无论是用来对付骑兵还是步兵，都是妥妥的大杀器。杨巡本想直接换红衣大炮制作方法的，只可惜红衣大炮制作方法足足要25万积分，实在是换不起啊。不过在没有大炮的冷兵器时代，武侯战车绝对是十分先进的武器了，正好适合当前的北燕。今年的提炼方法就更不用说了，盐是生活的必需品，从古到今的盐商全都赚得盆满钵满。之前私自贩盐是死罪，但如今天下大乱，朝廷自顾不暇，身为一方霸主，要是连盐都不卖，岂不是脑壳有包？而且大干现在还未掌握矿盐的提炼方法，百姓们吃的都是海水晾晒出来的海盐，制作运输都很麻烦。特别是内陆地区的盐价更是高得离谱，比如北燕1斗盐足足要500文钱，是粗粮价格的100倍。而那些矿井里的盐则被称为毒盐，吃了是会死人的，有的地方即便到处都是盐矿，也没有百姓敢吃。杨巡兑换的正是提炼矿盐的方法，将人嫌狗不要的矿盐变成精盐，可谓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杨巡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迅速抢占市场，成为大前最大的精盐供货商，到时候银子还不是哗啦啦的来。虽然一下子就花掉了13万积分，但绝对不亏。此时还剩下2万积分，杨巡想都没想就来了2波10连抽。丁，恭喜宿主获得工匠星号100，大力丹星号1。大力丹服用后可获得项羽之力。卧槽！杨巡当即从床上跳了起来，这可是项羽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霸王举鼎的故事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吧？可想而知项羽的力气得有多大。自己要是有了项羽的力气，这天下岂不是能横着走？正当杨巡激动不已的时候，2次10连抽已经全部抽完了。可惜的是，除了大力丹外，并没有爆出什么好东西，不是粮食之外就是工匠。如今杨巡已经能召唤5000名工匠了。丁，恭喜宿主抽奖次数达到100次，获得系统赠送军队青州军5万。青州军？杨巡皱起了眉头，他记得青州军是曹操的军队吧？虽然算不上精锐，但也勉强能看，毕竟是白送的，也还不错。杨巡没有着急召唤青州军，而是从系统空间取出了大力丹，毫不犹豫地塞进嘴里。大力丹入口即化，刹那间，杨巡整个身子都被一道金光所包裹，一些黑色的液体慢慢从杨巡的毛孔中渗了出来，散发着阵阵恶臭。杨巡原本骨瘦如柴的身躯也变得壮实起来，虽然比不上薛仁贵那种人形泰坦，但青筋暴露，肌肉分明，一看就不好惹。杨巡睁开眼睛，顿时一阵神清气爽，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只是身上这股味道着实有些难闻。杨巡当即跑到了浴室，打算洗个澡。这个浴室位于城主府内，自从杨巡来了之后，这个浴室就成了杨巡和蔡文姬的专属浴室，其他人禁止使用。杨巡也没多想，直接打开浴室的门就跑了进去。下一秒，杨巡就看到一幅让他血脉喷张的画面。只见那人就站在杨巡面前，正在擦拭着身子。此时那人只用毛巾遮住了重点部位，其他地方一丝不挂，纤细的腰肢不过盈盈一握，不算很明显的马甲线，性感又迷人，一双大长腿让人垂涎3尺。杨巡突然闯入，让那人整个人都呆住了。啊，你干嘛？那人尖叫一声，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连忙用手捂自己的身子，可哪里都捂不住。长这么大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当即就慌了神。嘿嘿，山峦叠嶂，高垒深沟，不错不错。杨巡夸赞一声，确实是忘了他吩咐蔡文姬带那人来这边洗澡这一茬，
又看了两眼后便退了出去，顺便关上了房门。回过头才发现蔡文姬站在不远处，正一脸坏笑。王爷，好看吗？蔡文姬原本是去拿衣服的，刚回来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了尖叫，随后杨巡就从里面出来了。再看到杨巡满身的污泥，不用想蔡文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定是王爷忙着洗澡，结果匆忙闯进了浴室，将清月公主看光了。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本王是那样的人吗？杨巡没好气地说道。他何尝看不出蔡文姬这是在故意取笑自己。蔡文姬捂着嘴笑了笑，这才注意到污泥下杨巡那健壮的肌肉，当即瞪大了眼睛。昨晚他和王爷共度春宵时，王爷明明是没有肌肉的，这才过去几个时辰，怎么比别人练了几年的还要健壮？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还不快把衣服送进去！见蔡文姬在发呆，杨巡没好气地说道。哦，蔡文姬这才回过神来，小脸红红的跑进了浴室。过了一会，那人和蔡文姬便一同出来了。换上汉服的那人显得落落大方，就像一个可爱的邻家妹妹，就是整张脸红的如同熟透的苹果。还没等杨巡欣赏，便匆匆跑开了。蔡文姬看了一眼杨巡，羞涩地低下了头。王爷，您是要沐浴吧？等奴婢将清月公主住处安排以后，奴婢便来侍候王爷沐浴。吃过午饭，杨巡和蔡文姬来到了议事厅。此时所有将领都到齐了，人群中还有4个杨巡没见过的生面孔。你们4个是？杨巡皱眉问道。4人还没开口，徐大川就抢先一步说道：启禀王爷，他们4人是水剑关、天瑶关等4关的将领，各领军1万奉命支持我天门关。此话一出，杨巡的脸顿时就冷了下来。特么的仗都打完了，4关的援军才到，还有没有将他这个王爷放在眼里？把这4个家伙给本王拿下！杨巡一声令下，当即便有数名银甲士兵上前将4人按在地上。王爷，我等奉命前来支持天门关，不知我等所犯何罪啊？一名将领愤慨地喊道，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你是哪一关的将领？杨巡问道。水剑关。哼，水剑关距离天门关不远，急行军也就1天的路程吧。可是你呢，足足走了1周，你他妈是爬过来的吗？杨巡怒吼道。杨巡此话一出，在场众人无不面露怒色，特别是徐大川，恨不得一脚将其踹死。徐大川自然知道4关守将是不服杨巡的，可这次面对的是数10万匈奴啊！一旦天门关被攻破，整个北燕都危险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4关守将居然故意放慢行军速度，实在是可恶。与此同时，4人也低下了头。杨巡虽然没有收回他们的兵权，却将他们调离了原来的关隘，这让他们心中很是不爽。为了报复杨巡，他们的确是故意放慢行军速度的，甚至还在山林中驻扎了几日。原本是想看杨巡出丑，等天门关守不住了，他们再带兵赶到，这样一来，他们在杨巡面前也就有了话语权。没想到杨巡居然1天就打败了匈奴。等他们姗姗赶到天门关，正好看到匈奴带着数10万牛羊前来赔款的一幕。哼，杨巡，就连你爹也要跟我们称兄道弟，你不过是个小娃娃，凭什么要杀我们？另外一名将领怒道。凭什么？就凭本王是镇北王，是这北燕之主。尔等休要废话，来人啊，拖出去砍了！杨巡怒目圆睁，眼中满是杀气。原本杨巡还在头疼怎么收了4人的兵权，可4人非要作死，给了杨巡杀他们的机会，这就怪不得杨巡了。依照军令，有令不行，为其不治者斩。即便杨巡杀了他们，旁人也无话可说。银甲士兵也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将4人拖了出去。水剑关的将领一边挣扎一边喊道：杨巡，老子是北燕的功臣，老子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你不能杀。可话还没说完，就被银甲士兵按在地上砍去了头颅。这就是北燕的骄兵悍将啊！杨巡冷哼一声，回到主位坐下，扫视着众位将领。一众将领顿时如芒在背，纷纷低下了头。半晌，杨巡才开口道：徐大川，末将在。徐大川出列，封你为平北将军、边关总兵，统领天门关、水剑关、天瑶关、飞将关、天剑关5关兵马，由你统一调配。另外，本王再拨给你4万匹战马，给你1个月的时间，要将这4关将领带来的4万人训练成一支铁骑。末将遵命，谢王爷，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徐大川激动不已，平北将军可是正3品的5关啊！原本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6品副将，这才多久就升到了3品，坐飞机也没那么快吧？当初的平北将军赵正雄也不过是1关守将，可他徐大川却成了边关总兵，统领边境的5大关隘。虽然天门关现在只有5000守军，其中2000还是征调的，但其他4关加起来足有11万大军，而且杨巡还给了他4万匹战马，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打造出一支4万人的北燕铁骑，可谓是有权、有兵、有地位，这是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杨巡微微一笑，任命徐大川为平北将军，不仅是因为徐大川的忠心，其中自然也有杨巡自己的考虑。他杀了那4关守将，就是要告诉整个北燕，和他杨巡作对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而提拔徐大川，是为了告诉整个北燕，只要能忠于他杨巡，尽心竭力为他做事，同样也能一步登天。徐将军，除此之外，你还要负责天狼城的修建事宜，民府本王会让刺史刘正负责征调，本王再拨给你2000工匠，务必要在2年内建起天狼城。杨巡继续说道。末将领命，定不负王爷重托。徐大川连忙应道。高顺，末将在。封你为5品宣威将军，率领5万大戟士驻扎在天狼山以南，在天狼城修建期间负责保护民夫和工匠的安全，另外2座金矿的开采也由你负责。末将得令。高顺向来稳重，让他率军守在天狼山以南，也是为了防止匈奴有什么异动。廖化，末将在。封你为5品建中将军，率领2万玄甲军前往匈奴境内，驻扎在天穹山，负责北漠都护府的修建工作。末将得令。廖化拱了拱手，站回了队列中。就在这时，杨巡似乎想到了什么，又嘱咐道：对了，北漠都护府的修建让伯克尔出人出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匈奴。
毕竟北漠都护府的建立是为了更好的约束他们匈奴，是为了他们匈奴好，怎么能让杨巡自己出人出钱呢？何况天穹山距离天门关实在是有些远，等杨巡调集民夫过去，都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听到这话，在场众将都笑了起来。在敌人心脏里插一根钉子，还要让敌人出钱，这实在是太损了。要是伯克尔知道这件事，恐怕会被气得吐血吧。你明日就带领玄甲军出发，若是伯克尔不答应，本王允许你对采用武力。伯克尔手下虽然还有数万人，但兵器和马匹缺失，2万玄甲军足以威胁到他部落的安全。他若是不答应，就是在违逆杨巡。到时不仅玄甲军会教他做人，杨巡也会毫不犹豫杀了他最宠爱的清月公主。又嘱咐了徐大川一些注意事项，杨巡便和姜维离开了天门关，打算返回北燕城。负责护送的除了100玄甲军外，其他兵马则是全都留在了天门关。说到底，杨巡还是对匈奴不放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匈奴并非真心臣服，大意不得。虽然边境武关有11万守军，但兵力过于分散，得让5万大戟士和2万玄甲军留在边境，杨巡才放心。反正自己还有5万青州军没有召唤，再加上薛仁贵的8万玄甲军，短时间也不用担心兵力不足。骑马走在返回北燕城的官道上，杨巡看向姜维问道：“伯约，如今北方已定，本王打算拿下淮、襄2州，你觉得怎么样？”姜维思考了一下，点头道：“主公的想法正是姜维的想法。如今襄、淮2州的主力部队被薛将军所灭，就连襄王和淮王也落入了主公手中，襄州和淮州便是无主之地，是应该趁早拿下。不过襄、淮2州地主豪绅众多，名门望族不在少数，据说这些家族都与襄王和淮王交好，我们想要拿下2州，显然不会这么简单。”听到这话，杨巡顿时面露不屑之色。什么狗屁名门望族，他在硬得过本王的刀剑吗？谁要是敢反对，本王就抄其家，灭其族。姜维笑了笑，自己家这个小王爷是真刚啊，一言不合就要干人家。不过这么做也没问题，如果是盛世北燕，恐怕还会畏惧那些名门望族，但如今天下大乱，谁的拳头硬谁就能掌控一切。伯约啊，我这次封了廖化他们，没有封你，你是不是不开心啊？杨巡突然问道。姜维一愣，连忙拱手道：“主公说笑了，只要能为主公做事，哪怕让姜维当一个小兵，姜维也心甘情愿。”好，杨巡拍了拍姜维的肩膀，放心，你的舞台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匈奴，本王要带着你征服这片大陆上的每一寸角落，杀光所有的敌人，一统天下。一统天下。不知为何，听到这4个字的时候，姜维的内心颤抖了一下。以前他并不知道他的毕生追求是什么，但在这一刻，他明白了，他的毕生追求就是要一统天下。姜维愿助主公成就霸业，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姜维眼神坚定，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杨巡点点头，对身后喊道：“李三蛋！”原本正在赶车的李三蛋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王爷，您叫我？你骑上一匹快马，去一趟淮、襄2州，打听一下2州中有哪些代表性的大家族，务必要详细。”杨巡吩咐道：“王爷放心，就交给我吧。”李三蛋说着，要了一匹快马疾驰而去。看着李三蛋离开的背影，杨巡不禁叹了口气，看来是时候组建一支情报部队了。在这消息闭塞的古代，情报是很重要的。自己那便宜老爹就是吃了没有情报部队的亏。若是他能早些知道身边有赵正雄派去的奸细，也不至于兵败身亡了。正想着，迎面走来一名穿着草席、脏兮兮的老者。杨巡距离他甚至还有好几米，他便哀嚎一声，躺在了地上。哎呦，你这年轻人怎么骑马撞我啊？哎呦，我的老妖狂！杨巡一愣，顿时瞪大了眼睛。不会吧，古代还有碰瓷的？躺在地上的老者正是前来传旨的宋德。原本他骑着一匹快马，很快就到了北燕城，可刘正告诉他，杨巡领兵北上抗击匈奴了。于是他又离开北燕城，直奔天门关。结果在半路上，他骑着马不小心践踏了当地村民的麦田，被当地村民抄进路撵上，毒打了一顿。不仅身上的银子和马被村民抢走了，就连衣服也被扒得干干净净。幸好他拼命护住了圣旨，没让村民将圣旨抢走。这几日他身无分文，一路靠要饭走到了这里，期间还迷了几次路，身上的这件草席还是讹人讹来的。走在官道上，他老远就看到了骑着马的杨巡。他并不认识杨巡，只是看杨巡衣着华贵，面容和善，想必是个有钱的凯子，所以就想找杨巡讹点银子。还不等杨巡开口，跟在不远处的玄甲军感觉到有情况，连忙策马冲了过来，瞬间将宋德包围。宋德人都傻了，杨巡的身后是一辆马车，马车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是真没看见马车后面还跟着一支军队啊！要是知道这个凯子还有一支军队护送，打死他也不敢来碰瓷啊！等等，这支军队的装扮怎么这么眼熟？宋德是见过玄甲军和襄王、淮王打仗的，此时也认出这支军队正是玄甲军。宋德当即惊恐地看向杨巡，此人有这么多玄甲军护送，还长得那么像凯子，该不会就是北燕那个文不成武不就的世子杨巡吧？不，现在应该叫镇北王了。正当宋德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名百户已经将刀架在了他脖子上，说：“你是什么人？敢拦王爷？找死是不是？”王爷，真是镇北王啊！宋德不敢怠慢，连忙跪倒在地。老奴大内总管宋德见过镇北王千岁。大内总管？杨巡皱起了眉头，这家伙怎么看怎么像路边的乞丐，哪里有一点大内总管的样子？该不会又是什么新型手段吧？你说你是大内总管，你就是啊？你拿什么证明？啊？这个宋德一时间也懵了。虽然他有圣旨，但杨巡既然不相信他的身份，自然也不会相信圣旨是真的。可他其他东西都被抢走了，这怎么证明啊？有了，王爷稍等，我这就掏出来给王爷看看。宋德说着就要将身上的草席扯下来。停，本王相信你，相信你还不够吗？杨巡连忙制止了宋德。他自然知道宋德要掏什么，光天化日的，成何体统？何况杨巡一个大男人，
看那玩意干什么？不怕辣眼睛吗？宋德也停了下来，毕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还真有些害羞。王爷，你相信老奴就好，嘿嘿。看着宋德猥琐的笑容，杨巡顿时一阵恶寒。你既然身为大内总管，不在皇宫待着，跑北燕来所为何事？宋德这才想起来自己此行的目的，当即面色严肃地从怀里掏出圣旨，高高举过头顶，扯着尖细的嗓音喊道：“女帝有旨，镇北王杨巡接旨。”本以为杨巡会立即下马接旨，没想到杨巡依旧高坐于战马之上。宋德顿时就尴尬了，杨巡没下马，更没下跪，这是啥意思？藐视女帝吗？王爷，陛下有旨，你念吧，本王听着呢。杨巡淡淡的说道。身为一个现代人，让杨巡对着圣旨下跪，杨巡自然不会愿意，何况区区一个女帝，杨巡还没放在眼里。虽然北燕没有公开造反，杨巡还算是大干的镇北王，但并不代表杨巡会听从他女帝的命令啊！宋德顿时给整不会了，当了这么多年的太监，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宋德也不傻，杨巡不下马，显然是不服女帝，但杨巡让他念圣旨，就代表杨巡暂时没有造反的打算。再加上杨巡的父亲杨怀是死在南疆的，杨巡必不可能和反贼平南王合作，那就等于是站在朝廷这边的。想到这，宋德也就释然了，什么礼仪不礼仪的，如今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好好哄着这位爷，让他替朝廷出兵，他即便是不下跪又能怎样？只见宋德拉开圣旨，高声念道：“大前皇帝诏曰，镇北王杨怀为国捐躯，朕甚心痛。其子杨巡天慧聪颖，文武双全，准其继任镇北王爵位，统领北燕，望其励精图治，为国尽忠。今反贼猖獗，前方战事吃紧，命其领玄甲军10万南下抗贼。钦此。”宋德念完，一脸期待地看向杨巡。没了。杨巡皱起了眉头。回王爷，没了。宋德有些莫名其妙，难道圣旨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杨巡一句话没说，策马便要离开。什么狗屁女帝，简直是在搞笑！自己的王位是真刀真枪拼来的，用得着他来册封？仅凭一句话就要让自己领10万玄甲军南下抗贼，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真以为自己像老爹杨怀那样愚忠？朝廷已经坑过北燕一次了，还想坑第二次？虽然杨巡也想杀了平南王为父报仇，但北燕距离南疆足足上千里，战线实在是太长了，中间跨越了好几个州。如今天下大乱，难保这几个州的主人没有谋反之心，万一这些人切断了杨巡的后路，那杨巡就可能和杨怀一个下场。何况仅凭10万玄甲军也打不过平南王啊！至于朝廷军，杨巡不信任他们，平南王迟早是要打的，但杨巡想靠自己的力量将其消灭，绝不可能和朝廷合作。杨巡的想法是让朝廷和平南王打个你死我活，为北燕的发展争取时间。虽然平南王势头很猛，但想要打败朝廷也得要1-2年，这1-2年的时间足够杨巡发展自己的势力了。等到朝廷和平南王分出个胜负来，杨巡再挥军南下，一举消灭平南王。宋德见杨巡走了，连忙追了上来。王爷，您等等啊！如今反贼举兵50万，已经占领了南方的穆、川、丰、康4州，几乎整个南方都落入了他们手中。王爷，您身为大干的王爷，难道不应该为大干平定叛乱吗？杨巡看了一眼宋德，好家伙，这是在道德绑架本王吗？宋公公，我想你是误会了，我的王位是我争来的，不是你们册封的。我是北燕的镇北王，不是大干的。何况我北燕已经有10万二郎战死在了南疆，我们北燕为你们朝廷做的已经够多了。杨巡冷声说道。宋德一愣，杨巡这是在为赵正雄的事生气吗？的确，当初赵正雄造反的时候，朝廷刚刚经历大败，没有功夫去管北燕的事，等于是抛弃了北燕，抛弃了他杨家。若是当初赵正雄造反成功，杨巡此时已经是一个死人了，生气也是在情理之中。突然，宋德扑通一声跪在了杨巡的战马前，老泪纵横地说道：“王爷，我知道是朝廷对不起您，但老奴求您了，帮帮陛下吧，他真的很不容易。如今朝廷大军只剩下了不到20万，据城坚守都很困难，若果您不发兵，朝廷就危险了。王爷，只要您肯发兵，老奴来生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杨巡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宋德，而是问道：“宋公公还没吃饭吧？”宋德微微一怔，随后点了点头：“来人啊，拿2个烤土豆给宋公公。”杨巡不打算发兵，不代表杨巡没有人情味。宋德能不远千里前来搬救兵，即便被弄成这个样子，也毫无怨言，甚至跪下来求杨巡，足见宋德对女帝的忠诚。忠心的人到哪都值得被尊重。姜维当即从怀里掏出了2个土豆，递给宋德。宋德看着手上被烤得黑漆漆的土豆，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这啥玩意啊？黑不拉几的能吃吗？带着疑惑的心情，宋德还是啃了一口手里的土豆，下一秒就瞪大了眼睛。这玩意虽然黑漆漆的，但挺香啊！他的确是饿坏了，当即大口大口的吃起了土豆。姜维怕他噎着，还给了他一壶水。吃饱喝足后，宋德又可怜巴巴地看向杨巡：“王爷，老奴求您了，帮帮陛下吧。对了，之前指挥战斗的大将军李铎已经被陛下砍了，如今的指挥官是您的岳丈平阳侯蓝有图。”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杨巡更是瞪大了眼睛，自己连婚都没结，什么时候有岳丈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本王尚未婚配，哪来的岳丈？啊，王爷您还不知道吗？您父亲杨怀和平阳后蓝有图是战友，2人情同手足。您出生时，您父亲就为您许下了一门婚事，正是平阳后的大女儿蓝碎碎。宋德如实说道。啥玩意？有这么一桩子事？杨巡愣住了，自己也没听老爹说过。至少从原主的记忆中，杨巡没找到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信息。可看宋德的样子，并不像在说谎。杨巡相信宋德也没胆子敢骗他。难不成是老爹还没来得及对自己说就嗝屁了？宋德，此事是否当真？若是你敢骗本王，你知道下场的。杨巡冷冷地说道。王爷放心，老奴绝不敢诓骗王爷，此事有先皇的见证。当年您父亲为您许下婚约的时候，老奴就跟在先皇身边，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宋德连忙说道。
杨巡点点头，这么说就有意思了，原来自己还有一个指腹为婚的媳妇，就是不知道这个媳妇好不好看。本王问你，这蓝穗穗你可曾见过？回王爷，老奴也不曾见过。宋德有些尴尬地说道。古代有钱人家的女儿基本上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何况宋德整日待在皇宫之中，没有见过也情有可原。那这平阳侯长得怎么样？杨巡又问道。提起平阳后，宋德当即面露钦佩之色。平阳后啊，那可是身高8尺，虎背熊腰，有得一身好力气，其相貌生得威武霸气，犹如魔神临世。杨巡的嘴角抽了抽，听起来这平阳侯又是一个人形泰坦，而且长得不怎么样。如果是长得帅，那宋德肯定不会描述的这么模棱两可。想必这样的人生出来的女儿也不会好看到哪去，说不定还是个恐龙，蔡文姬不香吗？这个月账不要也罢。想到这，杨巡当即说道：“此事是上一代的恩怨，老爹也没对本王说过，就休得再提了。宋公公，你一路劳累，就跟随我回北燕城休整一番，再启程返京吧。”听到这话，宋德自然明白杨巡这是铁了心不打算发兵了。虽然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最终还是咽了回去，悻悻地跟在队伍后面。这一路上有玄甲军的护送，可谓是畅通无阻。杨巡一行人顺利地返回了北燕城。杨巡让蔡文姬安顿好那人后，便打算睡一会，毕竟昨晚实在是太累了。就在这时，管家来报，刘正正在王府外求见。杨巡没办法，只好将他叫了进来。正好杨巡也有事情要交代于他。很快，刘正便在管家的带领下来到了杨巡面前，当即行礼道：“下官刘正见过王爷，由于政务繁忙，没来得及出城迎接王爷，还请王爷恕罪。”杨巡微微一笑：“刘大人不必多礼。刘大人，朝廷下令让我们发兵南下，此事你怎么看？”杨巡这么问，也是想试探一下刘正，看看他到底是大干的官还是北燕的官。刘正皱起了眉头，思虑再三道：“王爷，属下官直言，王爷不能发兵，原因有二：其一，平南王联合南方蛮族，势力强大，据说麾下足有50万之众。我北燕虽然强，但也不能与其硬刚。况且我北燕多骑兵，南方山林众多，并不利于骑兵进攻，贸然发兵恐有不妥。”杨巡点点头，刘正分析的还是挺到位的，继续说：“其二，这朝廷如今换了皇帝，据说是长公主李妙英登基，女人称帝，天理不容之，朝廷必败，大钱必亡。我北燕应该保存实力，招兵买马，待时机成熟，大军南下，一统天下。”此话一出，杨巡看向刘正的眼神倒是有些意味深长了。一统天下乃谋逆之言，是要诛九族的。刘正能如此毫不避讳地讲出来，显然是在向杨巡表忠心啊。看样子这家伙的心还是向着北燕的。本王知道了。对了，上次让你找的院子你找到了没有？杨巡问道。回王爷，下官已经办妥了，院子就在王府边上，之前是一个豪绅的府邸，不过这个豪绅与赵正雄有牵连，已经被抄家了，王爷可以随时使用。刘正说道。杨巡微微一笑，那个豪绅是不是真的跟赵正雄有关联，杨巡不知道，但刘正的办事效率的确让杨巡很是满意。杨巡要的就是结果，至于过程是什么不重要。不得不说，刘正这家伙头脑灵活，办事麻利，的确是个得力助手。之所以让你找院子，是因为本王打算建立一个军公司，专门搞创造发明和打造军工装备，工匠我已经找好了，下午我就让他们来报道。这个军公司就由你全权负责，这是本王最近弄出来的图纸，你看一下。说着，杨巡将武侯战车制作方法、精盐提炼方法、水泥制作方法、诸葛连弩设计图纸全都交给了刘正。刘正也是怀着好奇的心理，仔细查看起来，可越看眼睛就瞪得越大。如果真能弄出这个叫水泥的东西，那北燕的城墙将变得异常坚固，北燕的108城将全部被打造成铁城。刘正又想到，这个水泥还可以用来铺路，让官道更加平坦，这样不但能加快军队的行军速度，也能加快商旅们的运货速度，对北燕的经济提升很大。至于诸葛连弩和武侯战车，他刘正虽然是文官，但也看得出这两种武器威力的强大，而且他也听说诸葛连弩在天门关使用过，据说能连续发射10根弩箭。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在惊叹这诸葛连弩是哪个鬼才发明的，没想到这个鬼才就是王爷。最让刘正震惊的还是精盐的提炼方法，如果真能将矿盐变成精盐，那银子岂不是哗啦啦的来？有了银子就可以招兵买马，北燕还不一飞冲天。他原本还对为杨巡做事有些迟疑，可现在看到这些东西，他心中的疑虑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正如他之前所想的那样，杨巡根本不是什么文武不就的草包，而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而且刘正也知道这些东西有多么重要，杨巡就这么给了他，足见杨巡对他的信任。这份信任，即便是当初老王爷在世时也是没有的。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刘正已经暗自下定决心，他这辈子就跟定杨巡了。刘大人，这些图纸很重要，万不可泄露，除了工匠以外，不许任何人查看。杨巡吩咐道。王爷放心，下官会用生命保护这些图纸，若果这些设计泄露，王爷可以先斩下官。另外，下官这就通知各州县，封锁北燕境内所有盐矿。杨巡只是将提炼精盐的方法交给刘正，刘正就想到了要封锁所有的盐矿，果然聪明人办事就是让人舒服。刘大人，还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去办。王爷请吩咐。如今北方已经安定，匈奴割让了天狼山以南的地域给我北燕，本王打算在天狼山修建一座天狼城，与现今北燕的5座边境关隘相连。你尽快征调民夫40万前往天狼山，凡是愿意前往做工的，管吃管住，每人每月发500文钱。刘正顿时瞪大了眼睛，40万民夫倒是没问题，但管吃管住还发500文钱，北燕可没这么多钱啊！要知道，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一年的开销也就不到2000文钱，外出做工1个月能赚150文钱都顶天了。杨巡这是翻了3倍有余啊！刘大人放心，本王已经勘察过了，天狼山以南有2座大型金矿，随时可以开采。这40万民夫中有10万便是用来开采金矿的，资金方面很充足，
毕竟都是我北燕的百姓，可不能亏待了。杨巡笑道：“王爷宅心仁厚，下官佩服。下官代表北燕的百姓，先谢过王爷了。”刘正对杨巡深深的鞠了一躬，同时心中也激动不已。2座大型的金矿，恐怕足够北燕10年的开销了。先前刘正还觉得杨巡给民妇这么高的待遇是有些不知深浅了，但此时刘正才明白，王爷这是要造福百姓啊！若是民妇的待遇公布出去，恐怕前来报名的百姓头都得挤破了吧？刘大人，民妇待遇一事，你亲自把关，必须落实下去。谁要是敢打民妇待遇的主意，克扣工钱，杀无赦！杨巡冷声说道。北燕大大小小的官员足足上千，民妇如此高的待遇，难免有人会打歪心思，这可不是杨巡想看到的。另外，此次开采金矿的收入，全部用来建造天狼城以及发放民工的工钱、北燕的开支等，今年弄出来后，由今年的收入承担，到时候官员的俸禄提升3倍。对了，本王这次还从匈奴带回来了60万只羊，已经在路上了。你将这些羊全部出售掉，所赚的银两大部分投入军公司，剩余的你自行分配，务必要在1个月内给本王制作出一批武侯战车和诸葛连弩来。匈奴一共送来20万头牛和60万只羊，杨巡将牛留在了天门关，一方面是方便放养，另一方面是修建天狼城实用的上。毕竟牛力气大，利用好的话，能替民夫省去不少力气。至于羊，杨巡则是让人全部送来了北燕城，毕竟北燕现在还是很缺钱的，60万只羊就是90万两银子，足够北燕挺很长时间了。王爷放心，下官一定不辱使命。刘正连忙说道。杨巡这次可是交给了他好几件事，每一件事对于北燕来说都不算小，足见杨巡对他的看重。刘正此刻也是干劲十足，如果他将这些事全部办成了，那历史上必将留下他刘正的大名。刘正走后，张二狗匆忙跑了过来，报告王爷，府外来了一个老头，自称是平南王派来的，要见王爷。杨巡顿时皱起了眉头，平南王，让他进来。很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大步走了进来，步伐沉稳，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杀气，显然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平南王麾下平南将军，孔务见过镇北王。老者半跪在地，冲杨巡行了一礼。杨巡微微一愣，孔务的大名他听过，那可是大干名将，3朝元老，成名数十载，就连杨怀见了也得叫一声前辈，如今恐怕已经80多岁了。孔务应该是朝廷军的将领啊，为何投靠了平南王？是平南王派你来的？杨巡面无表情地说道。孔务点头道：没错，我家王爷派我来请镇北王发兵，从北方夹击大前朝廷，若是大干灭亡，我家王爷愿意与镇北王平分天下。杨巡不禁冷笑，又用忽悠赵正雄的那套来忽悠自己，真当自己是赵正雄那个吗？何况平南王与杨巡，北燕之间都有着血海深仇，杨巡怎么可能和他合作？这个先暂且不提，我倒是好奇孔将军为何会投靠平南王。孔务冷哼一声说道：朝廷昏庸无道，竟让一个女人做了皇帝，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孔务一生铁骨铮铮，岂能为一个女人效命？虽然杨巡已经想到了这个原因，但当孔务亲口说出来时，杨巡还是有些感慨。古人对女人有着天然的歧视，认为女人成不了大事，就应该相夫教子，3从4德。但天下那么大，皇帝的位置就一个，谁能当皇帝是个凭本事，没本事的人即便坐上那个位置也是个废物。就好比李谦，先皇长子，大前正统，可结果呢，还不是把大干搞得乌烟瘴气，南疆一战损兵折将，害死多少人？李妙英登上皇位，能不能做一个好皇帝，杨巡不评价，历史自会书写。但孔务这样的3朝元老，如果因为看女人的身份造反，也没多大问题。问题是他投靠的是一个勾结异族、侵吞汉人土地的大汉奸。孔将军因为女人做了皇帝，就和勾结异族、侵犯我汉人土地的汉奸为伍，果然是铁骨铮铮。杨巡说着，伸出了一根大拇指。孔务自然听出杨巡这是在嘲讽他，当即气得满脸通红。镇北王究竟发不发兵？给个痛快话。杨巡微微一笑，缓缓起身，下一秒脸上的笑容消失，整张脸阴沉无比。发兵？发兵灭了你们南疆吗？镇北王这是什么意思？孔务的脸也冷了下来。回去告诉你们平南王那个二五仔，本王不是赵正雄那个，让我和你们合作，还我父亲和10万北燕将士的命来。杨巡身上的气势陡然提升，眼中满是杀意，就连孔务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都忍不住后退了一步。镇北王这是要和我们作对了？等我们灭了朝廷，挥军北上，不知镇北王能不能保住北燕，能不能保住你这条小命？孔务冷冷地说道，语气中满是威胁之意。本王刚刚收拾了匈奴，不介意再收拾一下你们这些二五仔，回去告诉你们平南王，让他洗干净脖子，给本王等着，用不了多久，本王就来取他项上头颅。孔务刚走后不久，宋德就来了。他原本是来跟杨巡辞行的，可听到平南王的使者来了，便躲在屋外偷听。当听到杨巡拒绝和平南王合作时，他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王爷，老奴要回京复命了，特意来向王爷辞行。宋德拱手道。杨巡微微一笑，他对宋德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宋公公一路顺风，盘缠带够了吗？多谢王爷挂念，盘缠和马匹刘大人已经为老奴准备好了。宋德笑道。杨巡没再说什么，北燕做到这个份上，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见杨巡不说话，宋德又开口道：王爷，发兵的事还请您考虑一下。说完，宋德又对杨巡深行了一礼，便转身离开了。另一边，怀州怀王府门口，一个10几岁模样的少年喝得酩酊大醉，搂着2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女，摇摇晃晃地走来。此人正是怀王府世子李旦。就在这时，一名雍容华贵、面容姣好的妇人快步走了上去，一把揪住李旦的耳朵，怒道：你这不孝子，你父王都被杨巡抓了，你居然还有心思去寻花问柳。2名少女一看这架势，当即逃之夭夭。娘，你前妈呀！哎呦，你看你把我的妹妹都吓跑了。李旦皱住眉头说道。听到这话，
怀王妃气得不轻，当即一巴掌抽在李旦的脸上。李旦，你清醒一点，别忘了，你是怀王世子，你得想办法救你父王。娘，我爹那个废，哦不，我爹他和襄王把主力部队全部葬送在了北燕，如今怀州无兵可调，那玄甲军整日在我襄怀边境游荡，我能咋办吗？李旦哭丧住脸，平日里他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别说现在无兵可调，就算有兵他也不敢去救怀王啊。玄甲军在北燕边境打得襄怀联军哭爹喊娘，玄甲军的威名早就在襄怀二州传开了，现在襄怀二州为数不多的守城将士都害怕哪天玄甲军会打过来，要不我们给那个镇北王送点礼，求他把你爹给放了。怀王妃想了想说道，得了吧，咱家哪有钱啊，早就被我和我爹败光了，我在望春楼还差出一屁股账呢。李旦摆摆手说道。怀王妃差点没气个半死，他可是刚刚帮李旦还完了迎春楼的债，怎么又跑出来一个望春楼？你这小王八蛋，一天就知道寻花问柳，你爹现在身陷敌营，这该如何是好啊？怀王妃说着掩面痛哭起来。李旦看了一眼怀王妃，安慰道，娘，你别哭，我已经跟襄王世子暗中召集了一批高手，过2日便去北燕营救爹，你放心吧。一旦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不过这营救二王是襄王世子发起的，人也是襄王世子的人，跟他李旦确实没有什么关系。襄王世子不是没来邀请他，不过却被他拒绝了，他只不过是借此事来安慰怀王妃罢了。襄王世子若是能救出二王，自然是好事，到时他还能在怀王妃面前邀功，要点银子花花，要是救不出来，他李旦也没什么损失，反正想让他李旦去救人根本不可能。高手靠谱吗？怀王妃擦了擦眼泪，当然靠谱，这些高手都是江湖中人，个个能以一挑十。娘，若是我这次能成功将爹救回来，您就帮我去白家提亲呗。李旦笑道。白家？你说的是双双那丫头？之前娘不是已经去问过了吗？人家看不上你，说实话，娘也觉得你配不上人家。怀王妃没好气的说道。李旦顿时有些尴尬，这还真的是亲娘啊。娘，你不懂，这白家是我们怀州首富，如今天下大乱，我们最缺的就是钱，有了钱就能招兵买马，白家就白双双这么个独女，若是我们能跟白家联姻，等爹回来，我们便可以借白家的资金壮大自己的实力，到时候爹统一了天下，您就是皇后，而我就是太子了。李旦此话一出，怀王妃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皇后啊，那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可人家白家不同意啊。李旦冷哼一声说道，等把爹救出来，我就找人白家把白双双掳来，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白家不同意也得同意。北燕镇北王府，此时也已经深了，那人独自坐在床榻之上，听着隔壁传来的声音，脸红成了苹果。他所住的就是杨巡寝室隔壁的偏房，杨巡在寝室里做了什么，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原本他以为杨巡将他弄回来，今晚怎么着也会对他做点什么，没想到杨巡自从回到镇北王府后，连看都没来看他一眼，晚上也是将蔡文姬叫了过去。这让那人不禁有些疑惑，不是都说杨巡好色吗？为何他对自己没有想法？难道是因为自己长得太丑了？可杨巡若是对他没有想法，该如何完成父王交代的任务啊？想住，那人从袖子里掏出那把伯克尔送他的牛角刀，眼中闪过一抹惆怅。他不是没想过直接去杀了杨巡，但杨巡那一身肌肉他是见过的，他实在没把握能前掉杨巡。毕竟在他的意识里，越壮的男人也就越强大，他即便会武功，恐怕也不是杨巡的对手。只有在杨巡做那种事的时候，彻底卸下防备，他才有得手的把握。父亲说杨巡文武不就，分明就是在骗人。杨巡明明就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一方面那人又不想让杨巡对他做出过分的举动，一方面他又想完成伯克尔交代给他的任务，好纠结，我到底该怎么办？难不成自己主动送上门去？哎呀，怎么可以这样，羞死人了！与此同时，杨巡刚刚经过一场大战，正搂住怀里的蔡文姬闭目养神。你别说这项羽之力是真的强，几场大战下来，杨巡依旧精力旺盛，没有丝毫的疲惫感。蔡文姬也是被杨巡折腾的不行，心中好奇王爷怎么突然就变得那么猛了。王爷，下午我看到姜维将军带着好多军士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们是在干嘛啊？他们是在布置陷阱。陷阱？什么陷阱啊？蔡文姬顿时就来了兴趣。王爷这是要抓什么人吗？杨巡微微一笑解释道，襄王和怀王被薛仁贵抓了，你知道吧？此二人已经被押送回了北燕城，就关在王府的地牢中。我让薛仁贵密切关注襄怀二州，可这么多天过去了，襄怀二州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甚至襄王府和怀王府都没来赎人，这说明什么？蔡文姬想了想，随后眼睛一亮，他们两家肯定不会放弃自家王爷，既然没来赎人，说明他们打算来硬的，他们会派高手来救人。杨巡点点头，蔡文姬果然聪慧，一点就通。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杨巡才让姜维提前带领府中侍卫做好准备，打算来一个瓮中捉鳖，万一还能捉到什么大鱼就更好了。同时杨巡已经让薛仁贵率领8万玄甲军和5万青州军做好了准备，只要时机成熟，便可迅速占领襄怀二州。王爷，我发现你真的好厉害哦，什么时候你都能料敌先机？蔡文姬崇拜道，满眼都是小星星。本王还有更厉害的呢，这就让你尝尝。杨巡嘿嘿一笑，再次将蔡文姬压在了身下。2日的时间转瞬而逝，这2日杨巡白天处理北燕的事务，晚上和蔡文姬探讨人生，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如今整个北燕都知道杨巡在边境打了胜仗，不但击溃了襄怀联军，还打服了匈奴。百姓们都很清楚，他们现在还能在北燕安居乐业，全靠杨巡将强敌挡在了北燕之外，心中不禁对杨巡感恩戴德。整个北燕108县处处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就跟过年了一样。再加上杨家在北燕这么多年，向来公正爱民，百姓对杨巡那叫一个信任，前来报名前往天狼山的百姓络绎不绝。
杨巡在北燕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连3岁的孩童都知道北燕有一位英明贤德的镇北王。这天晚上，杨巡和蔡文姬正在寝室中探讨软件硬化工程，一行数十人却悄悄来到了王府墙外。为首的是一名面容俊俏的男子，年纪和杨巡相仿，一双星目中带住深深的坚定。此人正是襄王世子李旭。这里就是镇北王府了。待会进去后，老三你带人去寻找地牢救父王，我带着剩下的人去杀了杨巡。李旭吩咐道。世子不可呀，我们此次的目标是救出王爷，万不可节外生枝。名为老三的刀疤脸连忙劝阻道。哼，那杨巡杀了我襄州数万将士，又将我父王囚禁起来，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李旭狠狠地说道。说完，李旭便跳上围墙，翻进了镇北王府的后院之中。老三叹了口气，连忙带领身后的人跟上。一行人来到后院，发现四下无人，当即兵分两路。李旭带着10余人直奔杨巡的寝室而去，而老三让几名弓箭手爬上房顶作为掩护后，便带着剩下的人悄悄前往地牢。在来之前，他们已经派人勘察过镇北王府，自然知道地牢和杨巡寝室的位置。整个镇北王府静悄悄的，仿佛整个王府都陷入了沉睡。就在老三等人走后，一个个黑影出现在刚刚爬上房顶的弓箭手身后，干净利落的抹了他们的脖子。浑然不知的老三等人一路上畅通无阻，很快便来到了地牢的入口。就在这时，老三身边的一名剑客突然皱着眉头说道：“三哥，不对劲啊，这镇北王府怎么连个巡逻的侍卫都没有？该不会有诈吧？都说那镇北王杨巡贪图享乐，恐怕他的手下跟他一样都跑去睡觉了吧？”虽然话是这么说，但老三心中也在打鼓，这镇北王府实在静得有些可怕。可眼看地牢就在眼前，难不成还能半途而废？想到这，老三当即让一人前去打开入口处的大门。此人是江湖上的一名神偷，撬个锁什么的简直手到擒来。伴随着咔嚓一声，大门上的锁脱落，大门被缓缓打开。一行人刚打算进入通往地牢的通道，只听数道破空声传来，走在最前面的几名高手当即倒了下去。老三定睛一看，发现这几人胸口都插着数支箭矢，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不好，有埋伏！老三下意识地大喊一声，但已经晚了。身边的那名剑客突然被一根绳索吊到了半空中，紧跟着便被数支箭矢射成了刺猬。箭矢从四面八方射来，高手们四散奔逃，不少人都掉进了姜维提前挖好的深坑里。而深坑里是一排排削尖的竹片，凡是落入其中者，皆被的扎血肉模糊。转眼间，老三带来的高手便死伤过半。他这才明白，镇北王府原来早有准备。可镇北王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来救人的？难道他们中出了奸细？还不等他细想，姜维便带着一队侍卫冲杀过来。老三也不甘示弱，提刀冲了上去，和姜维站在一起。另一边，李旭也听到了地牢方向传来的喊杀声，不禁加快了步伐，终于来到了杨巡的寝室外。地牢那边已经打起来了，营救襄王的任务很有可能会失败。那么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抓到杨巡，用杨巡来换襄王。在李旭的眼神示意下，身边的2名高手当即朝寝室冲去。可刚到门口，一只42码的大脚就从里面踹了出来，一名高手当即被踹得倒飞而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狠狠地砸在地上，喷出一口鲜血，没了动静。另一人还没反应过来，只见寒光闪过，一柄唐刀就已经刺入了他的胸膛。下一秒，杨巡大步从寝室中走了出来，甩了甩唐刀上的血。杨巡早就料到这些人在救人的时候会顺便来杀他，所以特意让姜维不要在自己的院子里派遣人手，目的就是想试试自己的霸王之力有多强。这唐刀是杨巡用300积分从系统商城中兑换的，没想到这么好用。刚才那名高手身穿软甲，还是被杨巡一刀捅死了。你就是杨巡？李旭看着杨巡，面色阴冷地问道。没错，正是本王。你又是何人？杨巡问道。吾乃襄王世子李旭，今日便要取你项上人头。李旭说着，挥舞着手中的长剑，朝杨巡冲了过来。你别说，那长剑在李旭手中耍得虎虎生风，如同一条游龙般散发着阵阵寒意。啪！李旭刚冲到杨巡面前，就挨了杨巡一个大逼兜，直接被打得趴在了地上。杨巡的出手动作很快，快到李旭根本没看清楚，只感觉脸仿佛被大锤砸了一下，便失去重心摔倒在地。趴在地上的李旭面露痛苦之色，张嘴吐出一口碎牙，眼中满是惊恐。怎么会这样？他苦练功夫10余年，怎么会被杨巡一巴掌就秒杀了？而且杨巡上辈子莫不是个杀猪的，手劲也太大了吧？这一巴掌差点没把他魂抽飞了。自知不是对手的他，只能向身后一众高手喊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本世子上啊！谁要是杀了杨巡，本世子赏其千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千金的诱惑下，那些高手也纷纷大吼着冲了上来。杨巡丝毫不惧，手持唐刀便迎了上去。杨巡虽然不会武术，但凭借着一身力气，将唐刀挥舞得密不透风。那些高手一开始凭借一枪奋勇，还能跟杨巡过几招，但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只要被杨巡的唐刀劈中，轻者断手断脚，重者连带着手中兵器直接被拦腰斩断。而杨巡的唐刀又长，比他们手中的大刀足足长出1尺有余，他们根本近不了身。原本他们是来杀杨巡的，结果最后变成了杨巡追着他们砍。这一幕落到李旭眼中，李旭也是满脸震惊。他带来的可都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啊，此时却被杨巡杀得鸡飞狗跳。他也看出来杨巡的出招毫无章法，就是凭借着那股子力气。可偏偏在这股力气的加持下，杨巡的刀又快又重，根本没人能挡得住。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力降十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等那些高手被杨巡砍死了，杨巡会不会来砍他啊？想到这，李旭顿时打算找机会逃跑，就听到身后传来阵阵喊声：“世子，快跑啊，快跑！”李旭回过头，只见老三飞快地向他跑来，身后还跟着姜维和大队王府侍卫。我跑你马！李旭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前面有杨巡挡着，后面的退路又被老三这个蠢逼引姜维来截断了。
他往哪里跑？就在这时，李旭突然看到杨巡寝室旁边的偏房亮起了烛光。既然住在偏房，那想必是杨巡的妾室或者是情人，只要抓住他，自己的命就保住了。想到这，李旭顿时一脚踹开偏房的大门，冲了进去。那人原本已经睡着了，可听到外面传来喊杀声，当即穿上衣服，打算看看怎么回事。可刚刚点燃蜡烛，就看到一个满嘴是血的人冲了进来。什么人？那人怒喝一声，当即迎了上去，一拳打向李旭。哼，三脚猫的功夫也敢在本世子面前放肆！李旭顿时面露不屑之色，一个女人居然也敢跟他动手。李旭躲过那人一拳，和那人打了起来。可还过2个回合，腹部便挨了那人一脚。李旭痛苦地跪在地上，瞪大了眼睛，怎么杨巡身边的女人都这么能打？来北燕之前，李旭已经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怎么到了北燕后，除了被打还是被打呀？其实这也怪不得李旭，平日里在襄州陪李旭练武的正是那些江湖高手，这些人本就是一些口气比本事大的半吊子，况且李旭是世子，谁敢伤他？所以在比试的时候，这些人都故意让着李旭，李旭每次都能轻松胜利，这才让李旭产生了他天下无敌的错觉。而那人虽然是个女人家，却从小跟着伯克尔学习各种搏斗技巧，虽然他不敢跟杨巡动手，但本身的功夫是不弱的，收拾一个李旭还是很轻松的。那人正准备拿下李旭之时，老三突然冲了进来，挡住了那人。老三能和姜维打到现在，又从姜维手中负伤逃走，本身实力是很强悍的。那人功夫虽然不错，但也不是老三的对手，3两下便被老三给擒住了。一旁的李旭人都看傻了，自己被那人虐成狗，结果那人在老三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他明明记得昨日他和老三切磋，老三还被他一拳打翻在地。我尼玛，原来你们一直都是骗本世子！李旭很是受伤，本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原来他就是个小丑。世子，这女人是谁？老三问道。李旭现在根本不想跟老三说话，只是淡淡的回应道：应该杨巡的女人吧？那我们可以用她来威胁杨巡。老三说着，当即将刀架在了那人的脖子上，走出了偏房。此时外面的高手已经全部被杨巡砍死了，姜维也带着人围住了整个院子。看到老三挟持着那人出来，姜维的脸色十分难看。他也没想到老三的实力如此之强，居然能从他手中逃走。如今老三挟持了那人，他这个指挥官得负主要责任。与此同时，杨巡的脸色也冷了下来。那人是匈奴公主，是匈奴送来做质子的，若是那人有个闪失，匈奴必定反水。杨巡，让你的手下退后，放我和世子离开！老三大声喊道。你抓的是他，凭什么让我退后？杨巡从身边一名士兵手中拿过一把诸葛连弩，瞄准老三，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你别乱来，我真的会杀了他的！老三说着，手中的刀已经在那人的玉颈上留下了一道血印。他此时也是慌的一批，这个杨巡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啊！那人眼中满是绝望，他虽然不知道老三他们是什么人，但想来应该是杨巡的死敌，以杨巡的脾气是肯定不会与他们妥协的。若是被抓的是蔡文姬，杨巡说不定还会犹豫，但他只是个匈奴人，杨巡凭什么为了他放走自己的死敌？看样子他今日就要死在这里了。父王，那人对不起你，对不起匈奴。想到这，那人已经闭上了眼睛，准备好迎接死亡的到来。与此同时，李旭也从偏房中走了出来。突然，杨巡扣动了扳机，一支弩箭顿时射在李旭的大腿上，李旭惨叫一声，当即摔倒在地。杨巡，你钱什么？老三顿时急了，明明人质在他手中，杨巡居然还敢对李旭动手，能不能给点面子啊喂？可此时杨巡手中的诸葛连弩已经瞄准了李旭的脑袋，老三也不敢轻举妄动。放了他，乖乖投降，否则本王一箭射死你家世子！杨巡狠狠地说道。那人睁开眼睛，看着一脸阴冷的杨巡，不禁有些失神。杨巡应该算是在救他吧？不过杨巡救他，应该是怕匈奴造反吧，并不是真心救他的。想到这，那人不免又有些失落。果然他的命就是这样苦，生来就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活，从来没有人能够在乎他。杨巡见老三还不放人，又是一箭射在李旭的另一只腿上。李旭人都傻了，抓人的是老三，你射我干嘛呀？可他不敢对杨巡有什么怨言，只得对老三喊道：老三，你他妈放人啊？你难道要本世子死了才高兴吗？世子，只有放了这个女人，我们都得死！老三咬牙道。老三也不傻，若是他放了那人，杨巡可能不会杀李旭这个襄王世子，但肯定会杀了他，那人就是他保命的底牌。老三，别忘了你的家人还在襄州，本世子命令你放了他，不然本世子杀你全家！李旭狠狠地说道。这畜生老三先是害他后路被断，现在又敢违抗他的命令，李旭恨不得一刀劈死他。此话一出，老三顿时愣住了。是啊，他的全家老小还在李旭手上，他活下来了，他的全家老小怎么办？最终老三还是选择了妥协，松开了那人。姜维也瞬间带人冲了上去，将老三制服。杨巡走到那人身前，看了看那人脖子上的血痕，眉头微皱，没事吧？那人看了看杨巡，杨巡这是在关心他吗？我没事，多谢你了。杨巡没有说话，转身一刀刺入了老三的腹部，鲜血顿时就涌了出来。老三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恐惧。虽然他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但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有些无法接受。只可惜他的命运在他进入镇北王府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杨巡将唐刀从老三身体里抽出，老三也缓缓倒在地上没了动静。随即杨巡又走向李旭，李旭脸色苍白，也不知道是因为疼的还是因为害怕。杨巡，哦不，镇北王，我已经让老三放了那个女人，求你饶我一命！李旭哀求道。杨巡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没有说话，只是摸了摸李旭的脑袋。下一秒，一个麻袋就套在了李旭头上。镇北王府地牢，怀王和襄王灰头土脸地坐在角落中，犹如两个乞丐般大口大口地吃着碗里的糊糊，哪还有昔日的威风？自从他们被抓到这镇北王府，每日就只能吃一顿，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煮成的糊糊。一开始两人还很是抗拒，但饿了3天后，两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是能吃的都往嘴里塞，甚至不止一次为了争抢食物而大打出手。襄王3两口将碗里的糊糊吃完，随后看着脏兮兮的木碗，心中越想越气，直接将木碗砸在了怀王脸上。李重山，你他妈有病是不是？怀王莫名其妙被砸了一下，顿时就怒了。襄王指着怀王怒吼道：狗日的李日，本王落得这个下场全是你害的，本王当初就不该听你的，什么狗屁拿下北燕，再挥师南下杀了李妙音，占领甘京城，全是骗人的鬼话。若不是你非拉着本王造反，私自从前线撤军，本王现在还是大干的王爷。李重山，你在放什么狗屁？我叫你造反你就造反，我叫你吃屎你咋不去？怀王不甘示弱的怒对道：你以为你李重山是什么好人？你若没有反心，你会那么痛快与我合作？你个吃屎的，还怪老子这个拉屎的，脸呢？你襄王被气得整张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怎么着？没话说了？继续狗叫啊？怀王一脸得意。哼，你少得意，等会儿李旭将本王救出去，本王一定不会放过你。襄王狠狠地说道。就凭你儿子那个小屁孩能把你救出去，你简直是想屁吃。怀王没好气地说道。听到这话，襄王顿时笑了起来。我儿李旭文武双全，得知我被抓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救我，不像有的人生个儿子是废物，整天只会睡女人，你这个爹死了他恐怕比谁都高兴。你胡说！怀王猛地站起来，气得浑身都在颤抖。怀王世子李旦的废物之名可是传遍了整个大干，甚至比早年间杨巡的名头还要响亮。襄王这句话无疑是戳中了怀王的痛处。怀王也不是没想过自己那不成器的儿子会不会来救他，可怎么想怀王都觉得不可能。正如襄王所说的那样，他死了李旦才是最高兴的，毕竟这样李旦就能继承王府的家业，继续挥霍了。就在这时，地牢的大门突然打开，杨巡一脸微笑地走了进来。二位王爷，别来无恙啊！怀王立马连滚带爬来到杨巡身边，苦着脸说道：杨巡，大侄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跟你爹还喝过酒呢，你就高抬贵手，放了我吧。看着怀王这副狗腿的模样，襄王眼中闪，一抹不屑，将头扭到了一边。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叫本王大侄子？杨巡面露不悦，一脚将怀王踢开。我们北燕有一句话，叫做犯北燕者，虽远必诛。你二人领兵意图攻打我北燕时，就应该想到这个下场。就在这时，襄王突然站了起来，冷声道：杨巡，你别太嚣张，你别忘了，本王也有儿子。此话一出，顿时给杨巡整笑了。下一秒，一个被打成猪头的男子就被扔进了地牢。你儿子是谁啊？该不会就是地上这个蠢猪吧？襄王一开始还没在意，毕竟李旭已经被打成了猪头，他一时间也没认出来。可看到李旭腰间的玉佩时，顿时瞪大了眼睛。儿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打的你啊？襄王连忙将李旭扶起来，满脸的心疼。见到自己的父亲，李旭再也绷不住了，当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爹啊，孩儿好苦啊！他们把孩儿抓起来，毒打了孩儿1个时辰，把孩儿的屎都打出来了。李旭身为襄王世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虐待？此次前来镇北王府，真是遭老罪了。杨巡，本王乃是襄王，你怎敢毒打我儿？襄王死死盯着杨巡，眼中满是愤怒。杨巡面露不屑之色。襄王？什么狗屁襄王？你现在就是一条本王随时能捏死的臭虫。别说本王不给你们机会，写下降书，下令襄淮2州所有守将开关投降，否则别怪本王心狠手辣。襄王和怀王顿时瞪大了眼睛。杨巡这是要占领他们襄淮2州啊！襄淮2州是他们的封地，也是他们在这乱世中立足的根本。如果投降了，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杨巡，你别做梦了，本王是不会投降的。襄王咬牙道。杨巡一脸不在乎的模样，冷笑道：你们的精锐部队已经被本王歼灭殆尽，就算不投降，你认为襄州没了你还能坚守多长时间？此话一出，襄王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襄州的精锐已经在与玄甲军的战斗中损失殆尽了，如今襄州只有各个城池内为数不多的守军，如果北燕对襄州发起进攻的话，襄州根本不可能守得住。可要是就这么投降了，他不甘心啊。襄王想了想，说道：杨巡，襄州是朝廷给我的封地，你怎能说战就战？你还将朝廷放在眼里吗？你这个时候想起朝廷来了？当初私自从前线撤兵的时候，你咋不想想朝廷？少跟本王废话，本王只给你3天的时间，3天后你如果不写下降书，本王定让你父子2人体会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杨巡说完，又看了一眼怀王，这句话同样是说给他听的。杨巡走后，怀王无力地瘫坐在地上，襄王则是查看起了李旭身上的伤势。儿啊，你不是在襄州吗？怎么会被杨巡抓来北燕了？李旭也没有隐瞒，将自己带人前来营救襄王，结果失败的是说了出来。一旁的怀王听后不禁冷笑，我还以为你儿子有多厉害呢，还不是被杨巡抓到了，也是一个。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怀王心里还是酸酸的，至少襄王的儿子能够不顾危险亲自营救襄王，这是自己那个废物儿子做不到的。就在这时，李旭突然看向怀王，怒道：我们刚到镇北王府就中了埋伏，显然杨巡早有准备，此事我知和李旦说过，若不是李旦告密，杨巡怎么可能知道我要来营救父王？好啊，李日，原来是你家那小王八蛋出卖了我儿子。襄王也怒了，这李旦简直是畜生啊，自己不来救他爹也就算了，居然还出卖李旭，这特么是个人了。怀王一愣，以他那废物儿子的性格，还真有可能前出这种事，这分明就是不想让他回去，想让他死在北燕啊。可尽管心中有所怀疑，怀王还是嘴硬道：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儿子出卖了你们？我证明你马。李旭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脚踹在了怀王胸口上。他一晚上先是挨了杨巡一逼兜，掉了一嘴的牙，之后又被杨巡射了2箭，被抓后又被毒打了1个时辰，岂是一个惨字能够形容？他带来的人已经全部死了，
剩下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李旦，不是李旦出卖的还有谁？如今李旦的亲爹怀王就在面前，他这一肚子气自然要撒在怀王身上。挨了一脚，怀王顿时心中大怒，朝李旭扑了过来。李日，你敢斗我儿子，我干死你！见怀王想还手，襄王自然是力挺自己儿子，当即冲上去和怀王扭打在一起。怀王之前和襄王打了不止一次，各有输赢，但现在有李旭加入就不一样了。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很快怀王就被襄王父子俩按在地上一顿毒打，整个地牢都回荡着怀王的惨叫。半晌后，怀王鼻青脸肿的蜷缩在角落，眼中满是怨毒。原本他还对投降有些迟疑，但被襄王父子打了这么一顿后，他想通了，他得活着呀。儿子靠不住，甚至巴不得他死，在牢里又要被襄王欺负，这么下去他非得死在这不可。和小命比起来，地盘、王位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只要杨巡能让他活着，怎么样他都愿意。想到这，怀王连忙冲到牢外喊道：“有人吗？我要见杨巡，我投降了。”拿到怀王的降书之后，杨巡便昭告天下，怀州至此划入北燕的势力范围，并以镇北王的身份统领怀州4郡52县，让怀州所有守军立即开城投降。而杨巡也按照约定给怀王吃了顿饱饭，随后便送他上路了。怀王毕竟也是一方霸主，斩草除根的道理杨巡还是明白的。既然杨巡拿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然不会让怀王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怀王到死也没想到杨巡这么狠，他都投降了，杨巡还是不肯放过他。杨巡处理好北燕的相关事宜后，便快马加鞭赶到了襄淮边境，打算和薛仁贵一起接收怀州。一开始还有些城池负隅顽抗，结果玄甲军破城后，守城将士被全部斩杀，一个不留。而那些开城投降的城池，杨巡不但免除1年的赋税，还奖励守城士兵每人1两银子。久而久之，杨巡所到之处，守城将士纷纷开城投降。与此同时，怀州城望春楼最大的包厢内，一群身着华丽的商贾正聚集在此，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深深的愁容。听说北燕的大军已经打到松枝县了，距离我们怀州城不到20里。是啊，之前怀王在的时候，这怀州的贩盐生意都是交给我们的，如今镇北王来了，我们手中的销售权怕是要收回去喽。从古至今，当地的贩盐生意都是由当地官员交给熟识的商贾来做，说白了就是要有关系。他们和怀王的关系不错，却不认识杨巡。杨巡占领怀州，肯定是将贩盐生意交给杨巡自己的人，不可能再让他们染指。虽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是靠贩盐起家的，但没有一个生意的利润能和贩盐相比，谁也不想就这么白白将贩盐全交出去。一名胖胖的商人想了想说道：“依我看，在这件事上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们怀州是沿海地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怀州所有的盐都控制在手里。”哦，王兄此话何意？你想啊，无论是北燕还是襄州吃的盐都是我们怀州产的，若是怀州的盐都在我们手中，我们再压着不放，那北燕和整个怀州都没有盐吃，盐的价格将会飞涨。到那时杨巡不但不敢收回我们的贩盐权，还得看我们的脸色行事。胖商人笑道。此话一出，顿时赢得了周围商人的一致赞同。王兄此计妙啊，我们把所有的盐掌控在手里，就算杨巡收回我们的贩盐权又如何？最终还不是得来找我们买，我们不卖他还能杀了我们不成？就是，我这就回去让所有作坊和商铺停止售盐，将盐全部囤在仓库里，就算他杨巡是条龙，到了怀州也得给我握着。就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胖商人突然看向一名40多岁的中年商人，问道：“白老板，你是我们怀州首富，你觉得在下的这个计划怎么样？”白松林喝了口茶，淡淡的说道：“我觉得杨巡也不一定就会收回我们的贩盐权。怎么说，杨巡现在也是新的怀州之主，莫必要把事情闹得那么僵吗？”胖老板顿时急了：“老白，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你和杨巡非亲非故，杨巡怎么可能将贩盐权给你？他收回我们的贩盐权是迟早的事，我们如果不抢占先机，倒是哭都没地方哭。”听到这话，白松林也皱起了眉头。不得不说，胖老板说的挺有道理的。他白家是怀州首富没错，但如果失去了贩盐权，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别人超过。但他又不想得罪杨巡，如果杨巡气急败坏的话，很有可能会拿他白家来开刀。毕竟他白家是怀州首富，自然是这些商贾的领头人。老白，你别犹豫了，我看此事有你牵头，必能成功。胖老板连忙说道。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考虑，这件事说白了就是在赌杨巡会向他们低头。可杨巡毕竟是王爷，且兵权在握，难保不会对他们采用强硬的手段。若真是如此，有了白松林的加入，也可以将白松林推出去顶雷。可若是我们停止售盐的话，襄州的盐价就会飙升，老百姓会吃不起的。白松林皱眉摇了摇头。就在这时，一名小厮匆匆跑了进来，凑到白松林耳旁说了些什么。有这种事？白松林瞪大了眼睛，面露惊慌之色，也顾不得和其他商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望住白松林远去的背影，其他商人都是一头雾水，没有白松林牵头，他们还真有些迟疑。胖老板面露怨毒之色，没好气地对其他商人说道：“他白松林不加入就不加入吧，等我们逼得杨巡低头，到时再转过头来收拾他白家。”另一边，怀州城外，杨巡骑住高头大马，目光凛冽地看住眼前的怀州城，在他身后是蓄势待发的8万玄甲军和5万青州军。主公，如今大半的怀州都已向我们投降，只要再拿下这怀州城，怀州就基本上落入我们手中了。一旁的薛仁贵笑道。杨巡点点头问道：“姜维那边怎么说？襄王父子投降了吗？”当初杨巡只给襄王父子3天的时间，但他已经出来10多天了，襄王父子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杨巡已经没有耐心了。薛仁贵面露尴尬之色说道：“回主公，将军的信件上说，襄王父子还是没有投降的打算。另外据探子来报，襄王妃在襄州不断拉拢各级将领，似乎要和主公抗争到底。除此之外，姜维还说主公让招募的10万新兵已经满员了，随时可以开始训练。”杨巡点点头，
他离开北燕之前，就让姜维负责招募10万新兵，以备不时之需。而襄王的态度，杨巡也早就预料到了。襄王虽然和怀王一样都是个草包，但襄王妃可是将门之后，他的父兄都在襄州军中担任要职，有父兄的支持，襄王妃很轻易就能拿到襄州的军权，自然不可能这么轻易投降。既然他们不肯投降，那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让姜维把他们杀了，尸体送去襄州，让襄王妃亲自接收。那10万新兵要尽快训练，1个月后让姜维将新兵分散到北燕各郡县，替换掉各郡县原先一半的守军，并率领所有替换下来的北燕军到怀州与我会合。杨巡说完，看向一旁的李三淡，本王让你打听的消息，你打听的怎么样了？李三淡连忙上前说道：回王爷，小的打听清楚了，这怀州城称得上名门望族的，除了几个已经投降的勋贵世家以外，就剩一个白家和一个贾家了。这白家现任家主叫白松龄，有个女儿待字闺中，和王爷年纪相仿，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停！李三淡还没说完，就被杨巡打断了。本王让你打听这些名门望族的情况，不是让你打听人家的闺女，挑重要的说。杨巡都被整无语了，这家伙说的都是些啥啊？搞得好像自己惦记着人家闺女似的。我杨巡是那种人吗？是，小的多嘴。李三淡连忙甩了自己一个嘴巴子，继续说道：这白家世代从商，是怀州首富，其产业数不胜数，之前和怀王的关系不错，但后面两家突然就很少来往了。据小道消息，是因为怀王世子出言调戏白家小姐，导致两家闹得很不愉快。至于贾家，和白家一样，也是经商世家，主要产业是贩盐。贾家家主叫贾大贵，这个人可是怀王的死忠，是靠怀王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城外有一处庄子，据说家里还养了不少私兵，人数有4、5千。杨巡点点头，一个小小的商人也敢私自屯兵，真是好大的胆子。不过4、5千的私兵，杨巡还真没放在眼里。等进了怀州城，再收拾这个什么贾大贵。就在这时，怀州城的城门缓缓打开，一个身穿官服的官员快步走了过来。官员毫不犹豫就跪在了杨巡面前，恭敬道：下官怀州刺史马有忠拜见镇北王，恭迎镇北王进城。杨巡微微一笑，亲自下马将马有忠扶了起来。早在杨巡刚刚进入怀州境内时，杨巡便收到了马有忠的信件，说愿意归降于杨巡，言语之中满是对杨巡的吹捧与献媚。今日总算见到本人了，辛苦马大人了。杨巡虽然对这类阿谀奉承的小人很是鄙视，但马有忠毕竟是怀州刺史，很是了解怀州的情况，对杨巡还有用。被杨巡扶起来，马有忠顿时感激涕零，抹着眼泪说道：王爷乃千金之躯，竟如此平易近人，实在让下官敬佩，下官愿为王爷马首是瞻，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先进城吧。杨巡微微一笑，并没有将这种话放在心上。13万大军顺利地进入了怀州城，杨巡当即对薛仁贵说道：仁贵，你先和马大人去熟悉一下怀州的情况，本王亲自去一趟怀王府。薛仁贵点点头，当即叫来一名玄甲军千户，你律1000人马保护王爷的安全。就在这时，杨巡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机械的提示音：叮，触发隐藏任务，任务目标搭救白双双，屠灭怀王府。与此同时，白府门口一群甲士将一名长相清秀的少女从府中拖了出来，少女脸上满是泪痕，正不断挣扎，但她又怎会是这些甲士的对手？很快便被拖到了李旦面前。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白双双大喊道，身体因害怕而不断颤抖，眼中满是惊恐。王法？本世子就是王法！来啊，把这小娘子给本世子带回王府去。李旦嚣张地招呼着手下的甲士，嘴角上扬，一脸得意之色。他原本是想等怀王回来再将白双双掳回去的，可没想到李旭那个废物居然失败了。如今杨巡已经打了过来，用不了多久就会进入怀州城。李旦已经打算带着怀王妃逃离怀州城了，但临走之前，他得把心心念念的白双双一起带走，不然路上若是没个女人发现，他非得憋坏了不可。小姐，你们不能这样，快放开我家小姐！白府的管家匆忙跑了出来，一把抓住李旦的手臂。去你的！李旦一把将管家甩翻在地，随后拔出腰间的宝剑，刺入了管家的胸膛。李伯见管家被杀，白双双双目欲裂，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李旦丝毫不以为意，他身边的怀王府侍卫也将冲出来的白府家丁全部砍翻在地。一时间，白府门口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同修罗场一般。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就在这时，白松龄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白松龄顾不得其他，他现在想将女儿救出来，可他还没冲到白双双身边，就被一名怀王府侍卫踹倒在地。李旦，你这个畜生，有种你把我也杀了！白松龄指着李旦怒骂道：你以为本世子不敢？李旦的脾气瞬间上来了，当即手持宝剑朝白松龄走去。白双双顿时急了，他从小没了母亲，父亲就是他唯一的依靠，他岂能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在他面前？李旦，你放过我爹，只要你放我爹，我跟你走，什么我都答应你。白双双实在不愿意相信这种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但为了父亲能活命，他也别无选择了。李旦回过头看了一眼白双双，微微一笑说道：小娘子，你还真是天真啊，就算我杀你爹，你还是得跟我走。说罢，李旦一剑便朝白松龄刺去，没有丝毫地犹豫。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箭矢精准无误地命中李旦的右手，李旦惨叫一声便摔倒在地，手中的宝剑也掉落在地。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纷纷朝箭矢射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队黑甲骑兵正快速奔来，为首的是一名气质非凡、长相英俊、堪比诸位读者老爷的男子。此人正是杨巡。原本杨巡是打算去怀王府的，可系统突然颁布了搭救白双双、屠灭怀王府的任务。这屠灭怀王府很简单，可搭救白双双却让杨巡犯了难。
主要是杨巡也不认识什么白双双啊，该去哪救？杨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马有忠打听了一下，没想到这白双双就是白家的千金，于是杨巡便带着玄甲军赶往了白府。还好来的还不算晚。你是什么人，居然敢伤本世子？李旦咬着牙怒视杨巡，眼中满是杀意。在这怀州城居然还有人敢伤他，是不想活了吗？就在这时，身边一名侍卫突然认出了杨巡身后的玄甲军，颤声道：玄甲军是玄甲军，他是镇北王杨巡。啊，玄甲军！周围的侍卫一听到玄甲军3个字，顿时吓破了胆。这段时间玄甲军的威名早就传遍了整个怀州，要知道怀州的精锐就是在边境上被玄甲军屠灭的，而且自从玄甲军进入怀州后，一路上是畅通无阻，凡是敢反抗的城池皆被玄甲军攻破，城内将士无一生还，连正规军都不是玄甲军的对手，他们这些王府侍卫又算得了什么呢？杨巡！李旦顿时瞪大了眼睛，杨巡居然进城了？可怀州城城防坚固，又有守军1万，杨巡是怎么不声不响就进城的？突然李旦想到了马有忠，肯定是这个老匹夫暗中投靠了杨巡，开城投降了。可这老匹夫昨日在酒桌上还说要效忠怀王府，与杨巡决一死战，真特么是讲话如放屁。李旦怒骂一声，看向杨巡，杨巡，你放过我，我把整个怀州都给你。你看到这个女人了吗？她叫白双双，是我们怀州城远近闻名的大美女，我把她也给你。杨巡像看白痴一般看着李旦，如今怀王已死，大半个怀州都落入了杨巡手中，李旦这个世子在杨巡面前屁都不是。即便李旦死了，怀州也是杨巡的，女人同样是，嗨嗨，一不小心差点说出心里话，全部杀了，一个不留。杨巡面色冷漠，根本懒得搭理李旦。玄甲军千户领命，立马带住身后的士兵围了上去，上百名王府侍卫连同李旦坚持了不到1分钟，就被玄甲军屠戮殆尽，为杨巡贡献了100多积分。加上之前前调的那些不愿投降的怀州守军，杨巡现在又有5万多的积分了。千户将白双双和白松林带到了杨巡面前，恭敬地问道：王爷，这2人如何处置？白双双父女2人颤颤巍巍看向杨巡的眼神中满是恐惧，特别是白松林一副担忧的模样，看这情形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啊。杨巡白了千户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人家是平民百姓，又没犯法，放了。千户点点头，让手下松开了他们父女俩。2人愣了一下，随后才反应过来，白松林立马拉着白双双跪在了杨巡面前，感激道：草民白松林，多谢王爷救命之恩。说罢，白松林又给杨巡磕了3个响头，若不是杨巡出手搭救，他白家今日恐怕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他的女儿也将遭受李旦那个畜生的虐待。白双双低着头一言不发，身子还在微微颤抖，显然还没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神来。杨巡没有说话，转身便带着玄甲军离开了。白双双是救下来了，他还要去屠灭怀王府呢。杨巡走后，白双双这才抬起脑袋，看着杨巡的背影，眼中满是感激与敬畏。杨巡到达怀王府时，怀王妃正带着一堆下人将一个个箱子搬上马车，显然是想逃离怀州城。杨巡也没跟他废话，当即让玄甲军对怀王府进行围剿，一个活口都没留下。丁，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获得5星辅臣长孙无忌、青州军5万、火眼丹星号1。火眼丹服用后可以看到他人对宿主的忠诚度，善恶中间一看便知。杨巡没有犹豫，当即将火眼丹塞进了嘴里，放眼望去，周围玄甲军将士的脑袋上都顶着一个100，再看那些围观的吃瓜群众，基本上每个人的脑袋上都是0，少数几人是2或3。杨巡当即一喜，这样一来，谁对杨巡忠心，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不过最让杨巡惊喜的还是5星辅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字辅基，唐初宰相，文武双全，在任的30多年间，对大唐忠心耿耿，尽心尽力，为唐初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位列大唐凌烟阁24功臣之一。可他对大唐的忠心却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晚年被许敬宗污蔑造反，削爵流放，最终自缢而死。由于他本身性格上有些缺陷，所以在不少的小说与电视剧都是反派，但真正的长孙无忌却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将。有了长孙无忌的帮助，再加上5万青州军，用不了多久杨巡就能彻底控制怀州。杨巡当即将长孙无忌召唤了出来，这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面相刚毅，体型中等，倒是和杨巡想象中的长孙无忌有几分相似。属下长孙无忌拜见主公。长孙无忌跪在杨巡身前，对着杨巡深拜了下去。辅计不出来不到3000两银子，就连怀王妃准备搬上马车的那些箱子里，也基本上是些衣物，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最后杨巡甚至还从李旦的房间里找出了一大堆欠条，全是个大青楼、赌场的，加起来得有几万两银子。早就听说这怀王府世子是个败家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过让杨巡欣慰的是，怀王府虽然没钱，但地却有不少。辅计，你将这座王府以及怀王府的地全卖了，所得的银子全部送往北燕，交给刘正。杨巡吩咐道：王爷放心，属下这就去办。长孙无忌点点头，就带住房契和地契离开了。杨巡又带住玄甲军在怀王府搜了一圈，确定没有遗漏之处后，这才返回了州府衙门。大前皇宫御书房，女帝李妙英负手而立，面前跪着浑身污渍的宋德。宋公公，你这一去就是将近1个月，朕还以为你死了呢。李妙英面色不悦道：老奴还请陛下恕罪。宋德连忙低下了头，心里委屈到了极点。原本他有了刘正给的盘缠和战马，顺利的离开了北燕，可就在途经怀州的时候，突然遇到一伙流寇。说是流寇也不准确，应该是战败的乱军，足有上百人。这些乱军不但将他的战马和盘缠全部抢走，还要杀他。
幸好他趁这些乱军不注意，打晕了一名守卫，滚下山坡，这才得以保全了一条小命。可他身无分文，这一路上是靠要饭才活着返回了赣京城。他宋德怎么说也是大内总管，可短短1个月内，不但被抢了2次，还被迫要了2次饭。这要是给他那些干儿子知道了，非得在背后笑话他不可。宋德暗暗发誓，他再也不要离开赣京城了。赣京城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可怕了。看着宋德狼狈的样子，李妙英也不忍心再责怪他，毕竟宋德不但是先皇心腹，也是他最大的支持者。那真让你办的事，你可办成了？李妙英继续问道。宋德也没有隐瞒，将自己在北燕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当李妙英听到杨巡没有下跪接旨，还拒绝发兵后，一张俏脸顿时变得十分阴冷。杨巡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藐视朕吗？难道他也想造反不成？李妙英气得不行，额头上一条小小的疤痕微微有些发痒。他不禁想起他7岁那年的冬天，在御花园遇到了一个5、6岁流着鼻涕的小男孩。他从小没有什么玩伴，当时也是偷偷溜到御花园看雪的，见有个小男孩在堆雪人，顿时好奇地跑了过去。小孩子的友情有时候就是那么奇妙。尽管2人先前并不认识，但聊了2句后就熟络了起来，并一起堆起了雪人。雪人堆好后，小男孩又叫嚷着要打雪仗。年幼的李妙英很少有这种机会，当即就答应了。可谁知道那小男孩不讲武德，居然在雪球里面藏了一块鹅卵石。当雪球砸在他脑袋上的一瞬间，他差点看见了他太奶奶，鲜血顿时就顺住李妙英的额头流了下来，在雪花的映衬下显得那样鲜红。李妙英知觉得好疼好疼，当即哇哇大哭起来。结果那小男孩不但不道歉，还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狠狠地说道：“不许哭，我爹和皇上正在御书房谈事，我是偷溜出来的，要是被他们知道了，我就惨了。你再哭我就揍你。”李妙英委屈极了，只好忍着疼痛将眼泪憋了回去。小男孩见状顿时笑了起来：“这才对嘛，真听话，奖励你个亲亲。”说着，小男孩便在李妙英脸上亲了一口，还不等李妙英反应过来，小男孩就跑开了，一边跑还一边说道：“我是北燕世子，等你到了北燕，我请你吃烤蛤蟆。”小男孩那头也不回的模样，就像个活脱脱的渣男。原本这段记忆李妙英已经快要忘却了，直到那天宋德提起杨巡，他才又回忆了起来。那个小男孩应该就是杨巡吧？当年他是公主的时候，杨巡就不把放在眼里，不但打他，威胁他，还亲了他。如今他当了皇帝，杨巡还是没将他放在眼里，似乎在杨巡面前，他那属于皇室的尊贵便荡然无存。小坏批，从小就坏，不要让朕抓住你，不然朕非嘎了你不可。宋德并没有听见李妙英那小声的嘟囔，见李妙英生气，连忙劝解道：“陛下息怒，杨巡虽然没有答应发兵，但同样也拒绝了平南王。杨巡的父亲杨怀就是死在平南王手中，他终将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况且杨巡战胜了襄王和怀王这2个反贼，也算是帮了我们不小的忙，至少我们不用担心会有人配合平南王从北方夹击京城。”哼！李妙英冷哼一声，没有说话。就在这时，一名侍卫匆匆而来，跪到李妙英面前说道：“禀报陛下，怀州那边传来消息，镇北王杨巡已经占领了怀州城，屠灭了怀王府。朕让他发兵平乱，他一推再推，抢地盘，他倒是跑得挺快。”李妙英心中很是不爽。前方战况如何了？回陛下，最近没有战报送来，最近的一次战报是东宇的东武王出兵10万，与平阳侯在吴州拖住了平南王大军。侍卫如实说道。李妙英松了口气，没有战报送来，就说明前方没有大事发生，战局应该是稳住了。倒是一旁的宋德面露喜色，东宇的东武王居然发兵了，他不是一直反对女帝登基吗？大概有东西南北4大异姓王，除了北燕的镇北王、南疆的平南王之外，还有西海的延禧王、东宇的东武王。这东武王和镇北王一样，掌握着益州之地，手握重兵。之前平南王造反时，朝廷曾多次让东武王发兵，可东武王都称病拒绝了，这次怎么突然发兵了？李妙英显然看出了宋德的想法，平南王的大军已经打到吴州了，再往前便是他东宇，东武王若是还不发兵，等吴州陷落，战火就会蔓延到他东宇。所以东武王发兵并不是为了朝廷，而是想保住东宇，说白了也是一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家伙。陛下，既然东武王已经发兵，平南王大军都被阻挡在了吴州，不如再拟一道圣旨，命令西海的延禧王领兵10万进攻睦州，让平西王东西不能相顾，说不定能一举将其歼灭。宋德提议道：“你以为朕不想吗？可那延禧王与杨巡一样，油盐不进，显然在等朕和平南王分出个胜负，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李妙英气鼓鼓地说道。宋德顿时皱起了眉头，对于这个结果也没多少意外。自从平南王造反后，就连那些皇室的亲王都起了反心，就更别说异姓王了。唯一一个立即响应朝廷号召的就是镇北王杨怀，结果还战死在了南疆。说到底还是朝廷示弱，不足以掌控这些藩王了。只是平南王手握50万大军，又掌控了南方4州，势力庞大，恐怕东武王加上平阳侯都不是对手，只能暂缓平南王的进攻速度罢了。宋德叹了口气，不禁又想到了杨巡，他这次前往北燕可是亲眼见到了北燕的强大，就连匈奴都被北燕打得屁滚尿流的。若是杨巡能够发兵，定能战胜平南王。想到这，宋德当即又向李妙英讲述起了他在北燕的所见所闻。李妙英一开始还不以为然，但当他听到北燕有能够连续发射10支箭矢的诸葛连弩，还有能亩产30担以上的土豆时，整个人都呆若木鸡。这2样东西简直就是神物啊！如果朝廷能有这些东西，还愁不能战胜平南王吗？宋德，你确定这2样东西你都是亲眼所见？老奴不敢欺瞒陛下，的确是老奴亲眼所见。那土豆老奴还吃过呢，的确是香糯可口，吃下去后饱腹感很强。宋德连忙说道。宋德，你再去一次北燕，传朕旨意，他不是想要襄淮2州吗？朕给他，
他不发兵也没关系，只要他能上贡一部分诸葛连弩和土豆就行。李妙音吩咐道。宋德顿时就犯了难，不是他不想去北燕，而是他觉得去了也是白去，杨巡肯定不会同意的。陛下，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封赏的话，他恐怕不会答应的。宋德弱弱地说道。放肆！李妙音大怒，一巴掌拍在面前的书桌上。难道还要朕亲自去求他不成？你有没有跟他说蓝碎碎的事？这平阳侯蓝有图是李妙音的舅舅，蓝碎碎自然就是他的表妹，那杨巡也算他的表妹夫了，怎能如此无情？老奴说了，但杨巡根本没放在心上，说什么那是上一代的事，休要再提。宋德苦着脸继续说道。陛下，这杨巡就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那襄淮2州他唾手可得，想让他妥协，恐怕还得拿出点好处来。什么好处？这个宋德顿时也犯了难，如今朝廷穷得叮当响，的确没有什么好处能给杨巡。行了，此事你不用管了，让新任的丞相和6部尚书来见朕，朕要好好与他们商量一下。对了，朕记得杨巡的外公好像是前任兵部侍郎吧，如今还在京城之中。半月后，怀州城。随着怀州城被杨巡占领，怀州的其他城池也纷纷开城投降，短短半个月，整个怀州都落入了杨巡手中。这天，杨巡正在跟随薛仁贵习武，长孙无忌突然匆匆忙忙找了过来。主公不好了，整个怀州城乱作了一团，百姓怨声载道，甚至有百姓已经拖家带口离开了怀州城。怎么回事？杨巡皱起了眉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长孙无忌连忙说道，属下经过调查，整个怀州城甚至整个怀州的市面上都没有商户卖盐，百姓想买盐只能通过黑市，但黑市的价格是正常盐价的100倍，百姓们买不起盐，从而心中生怨，再这么下去，怀州城恐怕要发生动乱。主公，要不要我带兵前去镇压？薛仁贵连忙问道。杨巡才占领怀州城不久，若是怀州城发生了动乱，恐怕整个怀州都得跟着乱起来。杨巡皱着眉头摆摆手，此时去镇压只会雪上加霜。盐都掌控在那些名门望族手里，这件事的幕后主使显然就是那些名门望族，目的就是为了针对杨巡，向杨巡示威，让杨巡明白他们这些名门望族在怀州城的地位。想彻底征服一块土地，就得先征服这块土地上的有钱人。杨巡在怀州城等了这么久，就是在等那些名门望族主动跳出来，没想到这么快他们就坐不住了。这些名门望族停止贩盐，让怀州城盐价飞涨，逼得杨巡最后走投无路去求他们，不得不说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不过可惜的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杨巡手中的盐甚至要比他们手中的多得多。前2天，刘正就派人送来消息，说第一批的精盐已经全部提炼出来了，足足有3万多石，这些盐足够整个北燕和怀州的百姓吃1年。有这些盐在手，那些名门望族的计划最终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王爷，外面有个叫白松林的人，说是要见你。就在这时，张二狗跑来说道。杨巡皱起了眉头，这白松林是怀州首富，同样也是怀州名门望族的代表人物，他这个时候找来是什么意思？但既然来了，杨巡还是打算见一见，让他进来吧。很快，一袭白衣的白松林就快步走了过来，跪倒在杨巡面前，草民见过王爷。白老板请起。不知白老板前来所为何事？杨巡问道。白松林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禀告王爷，怀州城盐价飞涨之事，想必王爷已经听说了，草民前来正是为了此事。当即，白松林便将那日在望春楼中怀州商贾们的计划说了出来，这其中涉及到2个最关键的人物，王波和贾大贵。那日提出要囤盐的胖老板正是王波，而最终领头实施这个计划的则是贾大贵。毕竟怀州城就白家和贾家最大，白松林没有加入他们，他们自然要找贾大贵来给他们撑腰。而贾家虽然在财产上比不了白家，可人家养着4、5千私兵呢，算起来可比白家强大太多了。白松林原本是不打算掺和这件事的，但杨巡毕竟还是救过他们父女的命。况且白松林能够看得出来，杨巡和之前的怀王不一样，如果能让杨巡来统领怀州，一定做得比怀王更好。于情于理，白松林都应该站出来将这件事告诉杨巡。王爷，在下手中还有8000石粗盐，如果王爷不嫌弃，在下愿将其全部捐出，用于救急。白松林拱手道。听到这话，杨巡有些诧异的看了白松林一眼。虽然贾大贵他们的计划和杨巡料想的差不多，但白松林身为怀州名门望族的一员，不但将这个计划全都告诉了杨巡，还要将自己囤的盐捐出来，这是为什么？难道就因为杨巡救了他们父女俩吗？开启火眼，杨巡向白松林头上看去，竟然发现白松林的忠诚度达到了惊人的70。这段时间，杨巡已经对忠诚度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只要忠诚度达到20之人，就愿意为杨巡做事。不过前提是杨巡给他们足够的利益。忠诚度达到50之人，则是心甘情愿为杨巡做事，不过在关键时刻有背叛杨巡的可能。忠诚度达到70，已经达到了对杨巡忠心耿耿的层次。虽然不能为杨巡去死，但愿意为杨巡做任何事，轻易不会背叛杨巡。而忠诚度达到100的人，就是杨巡的死忠，愿意为杨巡奉献一切，甚至杨巡让他们去死，他们也会毫不犹豫。不过忠诚度达到100的，除了杨巡召唤出来的人物之外，杨巡到现在还没有见过。70的忠诚度已经相当高了，是值得杨巡去信任的人。想到这，杨巡当即开口说道：“白老板，依你之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次缺盐危机？”白松林想了想说道：“回王爷，草民虽然能拿出8000担粗盐，但想要解决这次危机还远远不足。依我看，想要彻底解决这次危机，只有2个办法。第一，就是王爷向怀州的名门望族妥协，让他们将手中的盐拿出来售卖。这些名门望族无非就是怕王爷会收回他们的贩盐权，从而降低他们在怀州的地位。只要王爷向他们妥协，他们也会愿意将盐拿出来的。第二，就是王爷能弄到大量的盐并投入市场，让整个怀州的百姓都能买得起盐，百姓有盐吃，自然就不会再闹事。
白松林分析的头头是道，不过在他看来，想通过第二个办法解决这次危机实在是太难了。北盐本就不产盐，所有的盐都是从怀州运过去的，杨巡手中怎么可能有大量的盐？看样子杨巡最终还是得向怀州的名门望族低头啊！就在这时，杨巡突然笑了起来，说道：“白老板，还有一个办法，你还没说呢。”白松林一愣，还有一种办法？这怎么可能？还请王爷赐教。那就是把他们全杀了，将盐抢过来。白松林，这特么叫什么办法？这和强盗土匪有什么区别？王爷，这样做恐怕有悖王法吧？大钱虽然经历了几百年，但这几百年来所有的外敌都被各路藩王抵御在了国门之外，大钱的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安逸得太久了。即便现在身处乱世，但北方的战争不算太多，即便杨巡占领怀州，也没打几次仗。他们根本不知道乱世意味着什么，下意识的就认为杨巡不会这么做。毕竟抢这个字眼往往是出现在那些土匪强盗身上的，而杨巡是官去抢百姓的东西，这算怎么回事啊？那些名门望族显然也是跟白松林同样的想法，这才胆敢和杨巡对着干。如果是盛世的话，杨巡的确拿他们没有办法，即便杨巡是镇北王，也不能随便杀人，毕竟人家囤货是人家的自由，又没有触犯大干的律法。杨巡如果随意杀人的话，也是要受到朝廷的制裁的。可现在时代变了，就连朝廷杨巡都没放在眼里，更别说几个小小的商人。听了白松林的话，杨巡顿时笑了起来：“白老板，你是不是忘了，本王是王爷，本王说的话就是王法。如今这个时代，谁的剑更锋利，谁就有话语权。就好像怀王世子光天化日杀你白家这么多人，要抢你的女儿，如果放在平时，他敢吗？但在这乱世中，他就算这么做了，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区区几个商人也敢跟本王叫板，真是寿星公上吊，嫌命太长了。”白松林愣住了，杨巡的话就如同一柄利剑，狠狠扎在他的心脏之上。是啊，李旦当初杀了他白家这么多人，要抢他女儿，他又能拿李旦怎么样呢？说到底还不是李旦手上有府兵撑腰，又是这怀州之主，他哪怕再有钱，终究也干不过人家。可眼前这位镇北王的势力不知比李旦强了多少倍，就算是将那些商人全杀了又怎么样？谁能来制裁他？朝廷？如今朝廷自身难保，还能将手伸到怀州来？显然是不可能的。说白了，在这怀州就是杨巡最大，他想让谁死，谁就得死。这么看来，那些商贾联合起来向杨巡示威，的确是在找死。想到这，白松林顿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幸好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参与这件事，不然他白家就彻底完了。既然王爷已经有了应对的方法，那草民就告辞了。白松林拱手说完就要离开，杨巡连忙叫住了白松林，笑道：“白老板别急嘛，本王这里有一桩生意想和白老板谈一下，不知白老板是否感兴趣？”生意？白松林皱起了眉头，还请王爷明示。二狗，去把咱们北燕的样品拿来。杨巡一声招呼，张二狗连忙屁颠屁颠的拿来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交给白松林。白松林好奇的将布袋打开，发现里面装的全都是盐，而且是像血一样白，像沙一样细的精盐。白松林顿时瞪大了眼睛，他卖盐卖了一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盐，当即用手指捻了一点放入口中，咸味顿时弥漫开来。好盐，好盐啊！即便是平日里上供给朝廷的贡盐，也没有这袋子里的盐品之好。王爷，不知这盐你从何而来？从何而来你就别管了，你只要知道，像这样的盐本王现在手中有3万石，本王打算全部运往怀州来，到时还麻烦白老板帮本王销售给百姓。杨巡说道。白松林一愣，杨巡打算将这些盐交给他销售，这可是价值连城的金盐啊！杨巡就不怕他卷货跑路？刹那间，白松林头上的数字70不断跳动，一直跳到80才停了下来，这倒是让杨巡有些意外。不知这金盐王爷打算卖多少钱一斗？白松林连忙问道。最便宜的粗盐也要500文钱一斗，而这金盐的价值是粗盐的数10倍甚至上百倍，如果价格太高的话，别说百姓，恐怕就连那些达官贵人都买不起。杨巡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说道：“100文。”什么？白松林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100文钱，怕是连本都回不来吧？哪怕是海水晾晒出来的粗盐，其成本也在200文一斗。杨巡的金盐成本应该更高才对，杨巡这么卖不怕亏死？杨巡显然是看出了白松林的想法，解释道：“白老板，实话告诉你吧，本王的盐一斗成本不过50文，即便是卖100文一斗，也有的赚。50文！”白松林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这种金盐的成本在50文，开玩笑呢吧？但杨巡又没有必要骗他，毕竟即便是亏钱，也是亏的杨巡的钱。白松林不知道的是，杨巡说50文的成本已经很收敛了，实际成本也就20文左右。王爷，既然如此，草民愿一试卖盐所得的利润，草民愿全部给王爷。白松林说道。杨巡救了他女儿，即便是让他白给杨巡干活，他也是愿意的。杨巡摆摆手，一副无所谓的模样，怎么能让你白干？这样吧，我9你1，这事就这么定了。杨巡直接敲定了下来，根本没给白松林拒绝的机会。白松林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身为一名商人，他岂能看不出这盐的价值？杨巡的盐定价甚至比粗盐的成本价还少了一半，只要杨巡的盐一上市，就没有那些粗盐什么事了，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即便是1成的利润，也足以赚得盆满钵满了。见白松林不说话，杨巡又继续说道：“我会让北燕那边尽快将盐送过来，这批盐只是用来解决这次危机的，后续还会有盐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本王要你将北燕的盐销售到整个大干，你能做到吗？”白松林瞪大了眼睛，这是要给他全国的独家销售权啊！恐怕用不了多久，他白家就不是怀州首富，而是大干首富了。王爷大恩大德，草民没齿难忘，
请王爷放心，草民一定不辜负王爷重托。白松林连忙跪在了地上。杨巡点点头，对白松林的态度很是满意。就在这时，白松林顿时意识到了什么。王爷刚才说要用那3万食盐来解决这次危机，难不成是不打算对那些商贾动手了？其实白松林还是不太想让那些商贾死在杨巡手中的。虽说同行是冤家，但白松林和那些商贾一起在怀州经商了这么多年，彼此间早已熟络，还真有些不忍心。王爷可是打算放过那些商贾？白松林问道。杨巡自然知道白松林在想什么，当即说道：谁说本王要放过他们了？敢跟本王作对的人，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杨巡眼神凌厉，浑身释放朱砂气。在这一瞬间，白松林知觉如芒在背，仿佛看到了那无尽的尸山血海，差点腿一软摔倒在地。下一秒，杨巡又笑了起来。不过在他们死之前，让他们亲眼看着他们的计划破碎，不是更有意思吗？听到这话，白松林心中一惊，杨巡这是要杀人诛心啊！好了，具体事宜我会让长孙无忌与你联系的，你下去吧。杨巡摆摆手，白松林拱手向杨巡行了一礼，随后便匆匆离开了。从州府衙门出来，白松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他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也见过不少大人物，但没有一人有杨巡给他带来的那种压迫感。这真的是一个少年能散发出来的气势吗？白松林走后，杨巡的眼神逐渐冰冷下来，对一旁的薛仁贵说道：仁贵，派人盯着贾家，特别是他那数千私兵，只要本王一声令下，全部绞杀，一个不留。与此同时，白双双正带着一名丫鬟穿梭在怀州城的各大布防之中。杨巡救了白双双后，白双双就在思考着怎么报答杨巡。经过几天的考虑后，白双双打算帮杨巡做一件蟒袍。毕竟她身为一个女孩子，也只会点刺绣，除了帮杨巡做衣服外，她实在想不到该怎么报答杨巡了。可白家布防的布她实在有些不满意，所以这才带着丫鬟出来转转，看能不能买到上好的绸旗。就在这时，她突然看到王波和贾大贵有说有笑的朝一家酒楼而去。白双双已经从白松林口中得知了贾大贵他们要对付杨巡，迟疑了一下便跟了上去。王波和贾大贵径直走进酒楼，直接来到顶楼的天字号包厢，见身后无人，便打开包厢门走进去。过了一会，白双双带着丫鬟出现在了包厢外，将小脑袋靠到门上，仔细地听着里面的动静。包间内，王波和贾大贵看着坐在主位上的老头，连忙抱拳笑道：马大人，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马有忠也站了起来，笑道：我也是当道。三人落座，马有忠当即问道：你们想好什么时候动手了吗？先不急，虽然已经有不少百姓因为买不到盐而怨声载道了，但怨念程度还不深，再等些时日。贾大贵说道。马有忠皱起了眉头，面露担忧之色。可是那杨巡并不信任我，最近怀州的很多事务都是让他身边那个长孙无忌去处理的，我怕时间久了会产生变故啊。马有忠一直在向杨巡表忠心，但无论他怎么表现，杨巡都对他不感冒，甚至还在特意排挤他，这让他很是想不明白。当然，他并不知道杨巡能看到他头上那铃的忠诚度，否则也不会如此苦恼。马大人放心，我们既然要将怀州抢过来，自然要得到百姓的支持，等百姓的怨念达到一个很深的层次，我们再实施我们的计划。只要杨巡一死，我马上开仓放盐，瞬间就能得到百姓的支持。贾大贵笑道。王波也点头说道：贾哥说的不错，如果我们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即便是杀了杨巡也无济于事。等到百姓因为吃不到盐变得虚弱的时候，我们再把盐拿出来，那时我们就是百姓的再生父母，他们肯定会站在我们身后支持我们。马有忠叹了口气，王波和贾大贵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还是担心。马大人，你就别担心了，你的任务就是在时机成熟时打开城门，我自会带领我的5000私兵杀入城内，钳掉杨巡，等我做了这怀州之主，保你稳坐刺史的位置。贾大贵拍拍马有忠的肩膀说道：他们不仅仅是要向杨巡示威，甚至是要钳掉杨巡，取而代之。你们真有把握吗？别忘了，杨巡在城内驻扎了5万大军，还有10余万驻扎在城外。马有忠提醒道。放心吧，只要你趁着夜色打开城门，放我的人进城，等守城的5万大军反应过来，杨巡已经是个死人了。杨巡一死，我再拿出点钱赏给那些士兵，还愁那10几万的军队不效忠于我吗？贾大贵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干掉杨巡，再用钱将杨巡的10几万大军全部收至麾下，只要自己给的钱够多，那些当兵的为谁卖命不是卖命？如今生逢乱世，他若是有了这10几万精锐部队，也未尝不能争一争这天下。贾大贵的野心很大，计划也很疯狂，马有忠第一次听时也被吓了一跳。但不得不说，贾大贵的计划也很周密，不但能在杨巡死后得到百姓的支持，又能将杨巡的兵马收至麾下。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杀杨巡。怀州城内必将驻扎了5万青州军，即便有马有忠给他们打开城门，贾大贵那5000私兵也不一定就能杀了杨巡。可看着贾大贵那信心十足的模样，马有忠又打消了心头的顾虑。传闻贾大贵那5000私军每年光训练费都高达几万两银子，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手，比皇宫内那些大内侍卫还能打。有这样一支精锐在，只要自己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杀一个毫无防备的杨巡应该没问题。这几日他一直在担心杨巡拿了他头上的乌纱帽，但只要贾大贵当了这怀州之主，他的刺史之位就无人能够撼动了，毕竟他是这次计划中最大的功臣。想到这，马有忠顿时笑了起来，当即举起酒杯，那马某就等着2位的号令，让那杨巡死无葬身之地。贾大贵和王波也举起了酒杯，祝我们马到成功，让杨巡死无葬身之地。包厢外，白双双听到3人密谋要杀杨巡，顿时瞪大了眼睛。杨巡可是个惩恶除奸的好王爷啊，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怎么能让这3个坏蛋害了杨巡？念及此处，白双双连忙对一旁的丫鬟说道：翠儿，你继续在这里看着，我去把这件事告诉王爷。说完，白双双就匆匆离开了酒楼，很快便来到了州府衙门。
这段时间杨巡都是住在这里。此时整个州府衙门的侍卫都换成了玄甲军，张二狗也被杨巡派到了门口充当门童。张二狗看到着急忙慌的白双双，连忙将其拦了下来。钱什么的，这里是州府衙门，不得擅闯。我有急事要见王爷，你就放我进去吧。白双双焦急地说道。王爷是谁都能见的吗？你谁啊？我叫白双双，白松林是我爹。张二狗上下打量了一眼白双双，这姑娘是白松林的女儿。白松林已经投靠了杨巡，那这白双双就是自己人。权衡再三，张二狗这才说道：好吧，我带你进去，不过王爷此时恐怕没空，他见不见你我就不知道了。多谢小哥。白双双面色一喜，连忙道谢。在张二狗的带领下，白双双来到了演武场，隔着老远，白双双便看到了在擂台上与薛仁贵对练的杨巡。二人此时都光着上身，杨巡的身形虽然没有薛仁贵那样壮硕，但肌肉线条却更加明显，一招一式尽显阳刚之气，再加上那英俊的脸庞，看得白双双的小心脏砰砰乱跳，一双俏脸变得通红。张二狗看了看白双双通红的脸，不禁暗叹一声，又有姑娘被王爷迷住了，看个上身就脸红成这样，要是给你看到王爷其他地方，那还不当场回家换裤子。抛开脑海中龌龊的想法，张二狗对白双双说道：王爷正在练武呢，你千万不要打扰了，就在此等候吧。白双双自然不敢打扰杨巡，就这么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薛仁贵可谓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他在教导杨巡时也是尽心尽力，没有藏私，加上杨巡天资聪慧，这段时间武艺上已经有了十足的进步。虽然在技巧上还是有些比不了薛仁贵，但杨巡的力气可比薛仁贵大多了，一时间也是跟薛仁贵打得难解难分。就在二人打得难解难分之际，杨巡突然一个鞭腿逼退了薛仁贵，薛仁贵差点脚下一滑掉下擂台。稳住身形的薛仁贵顿时面露笑意：主公，您又进步了。不远处的蔡文姬连忙给杨巡递来了毛巾，杨巡一边擦着汗一边说道：这还要多亏了仁贵你这段时间的教导。薛仁贵连忙摆手摇头道：末将其实也没教什么，都是主公天资卓绝，无论什么招式都是一看就会，末将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主公这样惊人的天赋。两人正在商业互吹着，杨巡突然看到远处观望的白双双，大步朝白双双走了过去。见杨巡朝自己走来，白双双连忙迎了上去，冲杨巡行了一礼：民女白双双拜见王爷。杨巡自然是认得白双双的，如果没有白双双，杨巡就不会触发系统的隐藏任务，自然也不会得到系统的奖励。本王认得你，你是白家的千金小姐，怎么着，找本王有事？白双双低着头，脸红得像苹果，毕竟杨巡此时还光着身子，她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到男人的身体，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白小姐，王爷问你话呢。蔡文姬见白双双不说话，开口提醒道：啊，哦，民女该死，请王爷恕罪。白双双吓了一跳，就要给杨巡跪下。杨巡连忙扶住白双双，说道：有什么事就说吧，你爹是本王的人，你也不必多礼。说着，杨巡朝白双双头上扫了一眼，发现忠诚度居然是100，这特模是什么情况？之前白松林有70的忠诚度就够让杨巡吃惊了，可白双双居然是100，难不成这父女俩都是那种受人滴水之恩就涌泉相报的人？白双双也没有隐瞒，当即将自己在酒楼听到的消息告诉了杨巡。听到贾大贵他们居然敢谋害杨巡，薛仁贵顿时怒道：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末将这就带人去屠了这些臭虫。杨巡差点没忍住笑了，就凭5000私兵也想杀他，这贾大贵把他当什么了？还有那个马有忠，他头顶上临的忠诚度就已经暴露了他是个养不熟的狗，所以杨巡一直在疏远他，结果他果然背叛了杨巡。别急，他们想要杀本王，就让他们来杀好了。仁贵派人密切注视马有忠的动向，另外通知城外的玄甲军做好准备，只要本王一声令下，就马上屠了贾大贵的庄子。末将领命。薛仁贵拱了拱手，连忙下去安排了。杨巡看向白双双，笑道：这个消息很及时，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啊，赏赐？白双双摇了摇头，红着脸说道：王爷您救过我，我不要赏赐的。她身为白家大小姐，本来也就不缺什么，何况杨巡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哪能开口问杨巡要东西？不要赏赐可不行。文姬，去拿一套本王自制的香水来送给白小姐。很快，蔡文姬便捧着一个精致的木盒子来到了白双双面前，缓缓将木盒子打开，里面静静地躺着3个白玉小瓶。霎时间，一股很好闻的香味扑鼻而来。可别小看了这3瓶香水，这可是杨巡花了5万积分才从系统商城兑换的制作方法。虽然制作方法价格不低，兑换以后杨巡的积分又见底了，但香水这玩意在这个时代是没有的，市场潜力也是巨大的。如果将香水卖给那些有钱人家的富人，肯定能赚不少钱。当然，杨巡更多的是想用来泡妞，毕竟哪个女孩子会不喜欢香香的东西呢？白小姐，这里面装的是王爷自制的香水，分别是茉莉香味、月季香味和木兰香味，每次沐浴更衣后只能在身上滴上几滴，就能让身子散发出花香。蔡文姬笑着说道。白双双刚才就闻见蔡文姬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想必也是用了这香水吧。虽然白双双实在不好意思要杨巡的东西，但看到香水后，目光顿时就被牢牢吸引住了。她自问之前是没见过这种东西的，女孩子想要身上香香的，要么用香薰，要么佩戴香包，可无论是哪一种都很麻烦，香包更是要随时更换。可这香水只能滴上2滴，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比香包和香薰好闻太多了。蔡文姬自然看出了白双双眼中的渴望，当即将小木盒塞进白双双手里。白双双心中一喜，连忙对杨巡行礼道：这赏赐如此贵重，民女实在不知要如何感谢王爷。不用客气，香水后续恐怕还要拜托你父亲来帮忙销售，白小姐就当是帮本王提前试用一下。杨巡笑着说道。王爷放心，此事我会告知我父亲的，多谢王爷赏赐，那民女就先告辞了。白双双说完就转身离开了，走之前还不忘多看了杨巡2眼。
看着白双双离开的背影，蔡文姬微微一笑，她何尝看不出来，这白双双的心早就被王爷给勾跑了。不过也是，哪个少女遇到王爷能够不心动？王爷，这怀州城的商贾实在可恶，我们为何不主动出击，将他们全部钳掉，让百姓有盐吃呢？蔡文姬问道。杨巡看了一眼蔡文姬，笑道：如今市场上没有盐，对本王来说是好事一件，本王为何要让当地的盐再次流入市场？蔡文姬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连忙说道：王爷是想趁此机会一举打响北燕今年的名号。杨巡点点头，他正是这么打算的。如果现在杀了那些商贾，那么粗盐将会再一次流入市场，百姓们还是会去购买粗盐，也不会再随时关注着盐的价格。即便后续北燕的精盐运到了怀州，百姓也不会去看一眼，毕竟那种精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到那时想将北燕精盐100文的价格传得人尽皆知，又要花费很多功夫。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百姓们买不到盐，每天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哪里有盐卖，1斗盐要多少银子，只要北燕的精盐一到，价格一打出去，就会瞬间传遍整个怀州。当然也会有人说，将那些商贾干掉，把盐抢过来后不卖不就好了吗？可如果让百姓知道杨巡手中有盐不卖，百姓会怎么看待杨巡？杨巡为何要去当这个坏人呢？就让那些商贾多活些时日去背这个锅，杨巡最后再来当救世主不香吗？又是半个月过去，怀州城的百姓已经整整1个月没有买到盐了。盐本就昂贵，普通人家里并不会准备很多，此时绝大部分普通百姓家里已经断盐了，甚至已经有百姓因长时间未摄入盐分变得浑身无力，虚弱无比。与此同时，马有忠和贾大贵正在酒楼中把酒言欢，百姓的越年越多，他们也就越开心。贾老板，一本官之见，时机已经差不多了，不如就在今夜吧。马有忠笑道：马大人，我今天叫你来正是为了此事，今夜丑时你便想办法打开城门，到时我会亲自带领5000死士杀入城中，将杨巡干掉。贾大贵狠狠地说道。听到这话，马有忠眼中也闪过一抹狠辣。这半个月以来，他这个刺史基本上是被架空了，怀州的大小事务都被杨巡交给了长孙无忌，而这个长孙无忌也很争气，除了百姓没有盐吃以外，其他事务都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若是再让杨巡占着怀州，他这个怀州刺史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得下台了。贾老板放心，虽然守城士兵都换成了杨巡的青州军，但我已经买通了一名千户，到时肯定能顺利将城门打开。马有忠笑道。此时马有忠还有些沾沾自喜，杨巡肯定不会想到他已经把杨巡的手下收买了。殊不知青州军的每一员都对杨巡有着100%的忠诚度，他之所以能买通守门的千户，完全是杨巡安排的。贾大贵也没有任何怀疑，在他看来，马有忠怎么说也是个刺史，若是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好，和废物有什么区别？两人举起手中的酒杯，相视一笑，齐声道：马到成功，共成大业。就在这时，一名小厮匆匆跑了进来，大喊道：老板，不好了，老板，白家不知从哪弄来了一批盐，正在大肆销售，百姓们都去找白家买盐去了。而且，贾大贵顿时瞪大了眼睛，一把抓住小厮。而且什么？而且白家的盐1斗只要100文，百姓都快抢疯了。小厮如实说道。100文？贾大贵皱起了眉头。100文连成本都不够，这白松林割这座慈善呢，莫不是脑子坏掉了？你确定说的都是实话？贾大贵又盯着小厮问道。小的句句属实，老板不信的话，可以亲自去白家商铺看一眼。小厮连忙说道。贾大贵有些坐不住了，白松林早不卖晚不卖，偏偏在这时候卖，总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走，去看看。贾老板，你去吧，本官就不去了，叫别人看到不好。马有忠起身说道。贾大贵点点头，和小厮一起出了酒楼，直奔白家的商铺而去。刚到商铺门口，贾大贵就看到了王波，王波也是连忙迎了过来。贾哥，不好了，这白家分明是要跟我们对着干，你看看这种精盐，他居然只卖100文钱，以后谁还买我们的粗盐啊？王波说着，从怀里掏了一把精盐出来，看着王波手中雪白的盐巴，贾大贵也是满脸的难以置信，这盐的品质甚至比他运往朝廷的贡盐还好，这怎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囤了不少的盐，这次少说也要损失几万两银子啊！王波哭丧着脸说道。王家比不上贾家，几万两银子对王家来说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而且白家有这样的精盐，还卖得如此便宜，以后谁还会买他们的粗盐？贾大贵冷笑一声，没好气地说道：你慌什么？我们的粗盐成本就得200文，这种品质的精盐，白家只卖100文，分明就是在亏本卖。他白家就算是首富，又能亏多少？以后市场还会是我们的。听了贾大贵的话，王波顿时眼睛一亮。对啊，这种精盐的成本至少也要400-500文吧，白家总不能一直亏下去。何况这种精盐本就稀少，白家手里应该也只有这么一批货，卖完就没了。想到这，王波心中的担忧顿时烟消云散。就在这时，白松林突然从商铺里走了出来，大声喊道：百姓们，你们别急，盐多的是，大家都有，而且白某在这里保证，北燕的精盐会源源不断运到怀州来，从今以后你们吃的盐都只要100文钱。百姓们顿时爆发出阵阵欢呼。这年头普通百姓的收入很少，每年除了买粮还要花不少钱来买盐，如今盐价下来，百姓们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一时间，百姓们纷纷对白松林感恩戴德，甚至有的百姓还要给白松林跪下。白松林连忙扶住要下跪的百姓，笑道：百姓们不用谢我，要谢就谢镇北王，是王爷把盐的价格压下来的。王爷说了，要让天下的百姓都吃得起便宜的好盐。镇北王真是个好王爷啊！那可不，别忘了镇北王一来就免除了我们1年的赋税。镇北王比那怀王可好多了，有镇北王坐镇我们怀州，我们百姓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在场百姓纷纷称赞起了杨巡的功绩，一些情到深处的百姓甚至朝着州府衙门的方向跪拜了下去。这一幕自然落入了贾大贵和王波眼中，二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原本他们是想用盐来博取人心，没想到被杨巡抢先一步，现在百姓都向着杨巡，即便是他杀了杨巡，想稳住民心也不是件易事。白松林刚才还说，这种精盐会源源不断从北燕运往怀州，而且统统只要100文，这简直就是在把他们这些盐贩往绝路上逼。当着这么多百姓，贾大贵自然不会去怀疑白松林说的话，除非他想砸自己的招牌。可贾大贵实在想不明白，北燕连海都没有，哪来的盐？除非是矿盐，而且这盐如此便宜，难不成杨巡和白松林找到了什么提炼矿盐的方法？如果他能得到这种提炼矿盐的方法，那成为天下首富也不是难事。想到这，贾大贵眼中浮现出一抹贪婪，更加坚定了要除掉杨巡的决心。不过在杀死杨巡之前，还要向他逼问出矿盐的提炼方法。王波，你在这盯着，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我要回去整顿兵马了。贾大贵说完，转身就走。看着贾大贵的背影，王波顿时激动起来，这是要准备动手了吗？杨巡啊杨巡，你的死期到了！另一边，州府衙门，姜维跪在杨巡面前，抱拳道：启禀主公，末将这次一共带来北燕军13万，已全部驻扎在怀州城外。白松林在卖的精盐就是姜维运来的，同时姜维还带来了13万大军。之前姜维在北燕招募了10万的新兵，经过训练后，这些新兵已经被派到北燕的各个城池充当守军，而原本的北燕守军被替换下来一半，全都被姜维带了过来。很好，府接，这13万大军本王就交给你了，你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分配到怀州的各个城池，将原本的怀州守军替换下来。杨巡看向长孙无忌说道：那些怀州军能投降杨巡，难免不会投降别人，所以为了稳妥起见，杨巡打算用北燕军来驻守怀州，替换下来的怀州军全部调往怀州城。对了，上次清点怀州守军有多少兵力来着？长孙无忌连忙上前说道：回王爷，怀州4郡52县一共有守军12万。杨巡点点头，看向姜维，伯曰：本王现在封你为2品征南将军，负责征讨襄州，这替换下来的12万怀州军就作为先锋部队，本王再给你10万青州军，有没有问题？姜维面色一喜，连忙拱手道：末将定不负王爷信任，1个月之内必拿下襄州。他这段时间在北燕练兵都快闲出屁来了，王爷总算是要派他去打仗了。你不要太轻敌，听说那怀州王妃已经调集了20万大军在襄淮边境，实力不容小觑。杨巡提醒道。杨巡占领怀州的时候基本上没打几仗，但襄州就不一样了。那襄王妃在其父兄的支持下，掌握了襄州的军权，不但收拢了残兵，还征调了整个襄州的兵马，打算和杨巡碰一碰。姜维自信一笑说道：主公不必担忧，那襄州虽然有20万大军，但不少是临时抽调来的，再加上之前的一些残兵败将，根本不堪一击。若是1月内拿不下襄州，主公可先斩我头。好，那本王就祝伯约旗开得胜，待怀州军集结完毕，你就立即率军出发。末将遵命。一旁的薛仁贵看着兴奋不已的姜维，眼中满是羡慕，他也很久没打仗了，手早就痒了。就在这时，杨巡突然看向薛仁贵说道：仁贵，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薛仁贵回过神来，连忙说道：回主公，末将已经让1万玄甲军包围了贾家庄，随时可以发动攻击。另外，城中所有参与贾大贵计划的商贾末将也让人盯着了，只要王爷一声令下，可随时将他们抓回来。行，现在就等贾大贵先动手了，你们下去吧。杨巡摆摆手。众人走后，杨巡看着系统的电子地图，嘴角微微上扬。如今自己已经占领了北燕和怀州，形势一片大好。杨巡相信姜维出马用不了多久就能打下襄州。到那时，杨巡不但能完成系统的主线任务，大干的整个东北部，除了最偏远、最贫瘠的辽州之外，也全部落入了杨巡手中。其实杨巡之前也不是没想过先拿下与北燕接壤的辽州，但辽州位于大干最偏远的东北地区，西边是北燕，南边是怀州，北部和东部与大大小小数个国家接壤，常年纷争不断，再加上辽州穷的一批，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辽州世子李平安是杨巡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两人还一起烧过黄纸。虽然两人很久没见了，但这样一位挚爱亲朋、手足兄弟，杨巡怎么忍心去抢他的地盘呢？拿下襄州后，还是进一步朝南方扩张吧。等拿下东豫和楚州，大半个大干就落入了杨巡手里，到时也能和平南王面对的干一场了。与此同时，吴州、东豫军与朝廷联军大营。东武王袁虎山看着手上的战报，不禁眉头紧皱，看向一旁的平阳侯蓝图。蓝兄，你确定杨巡那小兔崽子不会来打我东豫？本王收到消息说他已经占领了怀州全境，而且在怀州城外集结了30多万兵马，再往南就到东豫了。为了将平南王阻挡在吴州，袁虎山这次可是将东豫能调的兵马全部调来了。要是杨巡从北方背刺东豫，他东豫就没了。应该不会吧？这孩子虽然生性顽劣，但也不是不知轻重之人。他占领怀州也是因为那怀王先对他动手。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他下一步应该是打襄州才对。蓝有图想了想说道。虽然他对杨巡不发兵支援朝廷，却跑去抢地盘的行为也很生气，但杨巡毕竟是他未来女婿，他还是要替杨巡说说好话的。哎，但愿如此吧。不过本王丑话说在前面，要是这小子跑来打我东豫，我可是要撤军的。袁虎山说道。蓝有图皱起了眉头，他们好不容易才将平南王阻挡在了吴州之外，如今双方正在对峙，若是东武王撤军，那这个平衡将会被瞬间打破，朝廷军很有可能会溃败。但他也没有办法，人家东武王本就不是来帮朝廷的，只不过是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想让东豫避免战火，所以出兵吴州罢了。其实打到现在，蓝有图也有些力不从心了。南方藩王少，兵力也少，就好像吴州没有坐镇的藩王，若不是蓝有图和袁虎山在这，恐怕用不了1个月就会被平南王攻陷。南方4州会这么快落入平南王手中，也是这个原因。可以说，南方基本上没有其他藩王，只有平南王一家独大，所以他才能横扫了整个南方。但那些手握重兵的藩王又不肯发兵，
他手中这20万兵马还是朝廷好不容易凑起来的。若是东武王撤兵了，他蓝有图绝不是平南王的对手。如今蓝有图只能祈祷杨巡不要坑他这个老丈人，爱打哪打，只要不打东宇就行。想到这，蓝有图不禁暗骂道：妈的，杨巡这个小兔崽子，你爹一生忠心耿耿，怎么到了你这却一身反骨？别的藩王至少还在观望，你这小兔崽子又是抗旨又是抢地盘的，老子真是信了你的邪啊！若真是坑了老子，老子下去后非揍你爹一顿不可。夜幕降临，怀州城外贾家庄园，贾大贵身披金铠，手持一柄9环大刀，正面色严肃地看着眼前5000名全副武装的贾氏。我贾家乃将门之后，祖上曾是前朝开国将军，若不是大钱夺得了这天下，我贾也不会沦为身份低微的商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能否重铸我贾家昔日的荣光，就看今日。跟我一起杀进怀州城，斩杀杨巡。贾大贵说完，纵身上马，一马当先地冲出贾家庄园，身后的5000死士也紧随其后。可刚出庄园，贾大贵就看到不远处有一人一骑，正缓缓朝他们靠近。贾大贵定睛一看，发现此人正是杨巡身边那手持方天画戟的猛将薛仁贵。贾大贵，王爷早就料到你要造反，还不快快下马受死！薛仁贵洪亮的声音传来，惊得贾大贵胯下战马连连后退。贾大贵好不容易才将其安抚住。贾大贵眼中闪过一抹狠色，冷声道：薛仁贵，我知道你很厉害，但你一人一骑也想拦我不成？薛仁贵没有再说话，举起方天画戟就朝贾大贵疾驰而来。伴随着薛仁贵的冲锋，整个大队都开始颤抖了起来。贾大贵这才发现薛仁贵乃是一人一骑啊，在他身后黑压压的一片的全是玄甲军，只不过夜色太黑，他第一时间没看清楚罢了。听着震天的喊杀声，贾大贵不免有些心惊肉跳。杨巡这是早有准备啊，难道有人出卖了他？是马有忠还是王波？不过已经不重要了。虽然薛仁贵带来了玄甲军，但目测人数不会太多，他身后的5000甲士同样是骑兵，而且个个是以一当十的好手，未必打不过薛仁贵的玄甲军。想杀杨巡是不可能了，大不了他就杀出重围，离开怀州。他的钱大部分都存在钱庄里，票据也随身携带，只要有了钱，他到哪都能逍遥快活。想到这，贾大贵立马举起手中的大刀，大喊了一声杀！一时间，他身后的5000名甲士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与玄甲军碰撞在一起。怀州城城门处，马有忠正焦急地来回踱步，在他身旁站着一名青州军千户，正一脸玩味地看着他。怎么还不来啊？难道计划有变？马有忠喃喃道。距离约定好的时间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可贾大贵和他的死士却迟迟不见踪影。再过1个时辰，天就要亮了。马大人，你说的人到底来不来啊？再不来我就要回去睡觉了。千户打了个哈欠说道。马有忠当即又从袖子里掏出一锭金元宝，塞进千户手里，说道：小哥，麻烦你再等一下，他们肯定是要来的。千户接过金元宝，随手掂了掂，笑道：行，待会我砍你的时候用点力。小哥，你说什么？马有忠一愣，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说待会我开城门的时候用点力。千户连忙笑着解释道，看马有忠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死人。哦，马有忠不疑有他，只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继续望向贾家庄园的方向。马大人这么晚了不睡觉，难不成是在等本王？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马有忠身后响起，马有忠的汗毛顿时就竖了起来。回头看去，只见杨巡骑着高头大马，正缓缓朝城门而来，身后还跟着一队玄甲军，而每一名玄甲军的战马后面都拖着一个面容憔悴的人。这些人虽然看起来惨巴巴的，但衣着华贵，正是怀州城的那些商贾，王波也在其中。马有忠心里顿时咯噔一声，暗道坏了，转身就想跑，结果却被千户拦了下来。马大人，你等的人还没到，你这是要去哪啊？千户笑着问道。小哥，我不等了，你放我走吧。马有忠连忙说道，又拿出一个金元宝塞给千户。本以为千户会看在金元宝的份上放他离开，可千户接过金元宝后，直接抽出了腰间的战刀。马大人，想走是走不了了，我劝你还是乖乖回去，等候王爷发落。此话一出，马有忠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你他妈收了我钱还要拦我，哪有这样的？你不讲信用。我咋不讲信用了？我又没答应要放你走，是你硬要把元宝塞我手里的。我不管，你让开。马有忠也顾不得许多了，挣扎着就要跑，要是等杨巡到了，他就死定了。奉王爷之命，捉拿反贼！千户大喝一声，一刀就劈在马有忠的腿上。啊！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马有忠的右腿被直接砍断，鲜血瞬间流了一地。马有忠栽倒在地，抱着断腿惨叫着，看向千户的眼神充满了怨毒。他此时才明白过来，原来一开始千户就是在故意戏耍他，什么开城门，什么为他马首是瞻，全是骗人的。千户收起战刀，小跑到杨巡身边，将2锭金元宝呈上，说道：王爷，这是马有忠今日贿赂属下的元宝，留着给兄弟们买酒喝吧。杨巡说着跳下战马，大步走到了马有忠面前。啧，马大人，疼不疼啊？神特魔疼不疼？腿被砍断了，你说疼不疼？马有忠恨不得杀了杨巡。你听听，这问的是人话吗？自从本王来到这怀州城，没有为难过你吧？你为何要背叛本王？杨巡面无表情地问道。其实一开始杨巡是想让马有忠继续担任怀州刺史的，毕竟马有忠比杨巡和长孙无忌更加了解怀州，很多事做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可这么长时间了，马有忠头上的鳞就没变过，简直就是一身反骨。所以杨巡不得不疏远他，将长孙无忌朝怀州刺史的方向培养。结果马有忠坐不住了，居然联合贾大贵要谋害杨巡。杨巡，废话少说，有种你给我个痛快！马有忠狠狠地说道。他知道日氏必死无疑了，所以也没有求饶，只是想死得干脆一点。杨巡微微一笑，你想要痛快啊？本王偏不给。来人啊，拿盐来！
很快，数名士兵就扛着几袋盐，吭哧吭哧的跑来了。杨巡接过千户手中的战刀，直接划开了其中一袋，笑着对马有忠说道：“马大人，这可是本王从北燕运来的精盐啊，你还没吃过吧？今天就让你尝尝。”杨巡虽然是面带笑容的，但在马有忠看来，这张脸甚至比恶魔更加可怕。他已经预料到杨巡要做什么了。此时的他哪还有刚才凶狠的模样，整个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着，都快吓尿了。王爷，你杀了我吧，我求你啊！马有忠话还没说完，杨巡直接抓起一把盐就按在了马有忠的断腿处，马有忠瞬间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浑身因疼痛不断抽搐起来。杨巡眼中没有一丝怜惜，他最痛恨的就是背叛，所以也不会有丝毫的心软。很快，马有忠就因忍受不住，直接疼得晕了过去。杨巡起身擦了擦手，淡淡的说道：“来人，杀了！”当即便有数名玄甲军上前，抽出腰间的战刀，对着晕厥的马有忠就是一顿乱砍。等玄甲军停手后，马有忠已经没有人形了。这一幕落在那些商贾眼中，所有人都被吓得脸色苍白。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惹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对，这简直不是人，而是恶魔。就在这时，杨巡突然看向了这群商贾，差点把你们给忘了。你们囤这么多盐，一定是很喜欢吃盐吧？来人啊，为几位老板吃盐！商贾们顿时吓了一跳，王波更是拼命大喊道：“王爷，我不喜欢吃盐啊，我真的不！”可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玄甲军一把捏住了下巴，下一秒，一把盐就被塞进了他嘴里。王波被哭得只想吐，却被玄甲军死死按住，只得将盐往肚子里咽。可他不知道的是，人一下子摄入大量的盐也是会死的。玄甲军们不断往商贾嘴里灌盐，很快就有人顶不住，没了动静。城门外传来阵阵马蹄声，浑身是血的薛仁贵纵马而来，将五花大绑的贾大贵扔在地上，随后单膝跪地说道：“启禀主公，贾家庄园5000私兵已尽数屠灭，从贾家搜出银钱30万贯，粮食10万石，还有全国各大钱庄的票据，加起来有372万贯。”此话一出，就连杨巡都瞪大了眼睛，400万贯，那是整个北燕一年的税收了。一个贾家居然就有400万贯银钱，那江南的那些富商家里得多有钱？顿时，杨巡心中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杨巡注意到了薛仁贵身上的血渍，心中咯噔一下，连忙问道：“仁贵，你受伤了？”看着杨巡眼中那毫不做作的关心，薛仁贵心中一阵感动，多谢主公关心，这些血都是敌人的。听到这话，杨巡才松了口气。不过也是，这世间能伤到薛仁贵的人，怕是不多。那就好，这次你辛苦了，从这400万贯中拿出100万贯奖励给兄弟们吧，青州军和玄甲军都有份。多谢主公。众人面色一喜，算起来每人都能得到5贯左右的奖励，这也是笔不小的收入了。北燕急报。就在这时，一名骑着快马，头盔上顶着一根红色羽毛的信使匆匆而来。启禀王爷，800里加急，北燕东北方向狼烟滚滚，似乎是有异族正在进攻辽州。杨巡一惊，连忙问道：“北燕如何了？”回王爷，北燕无事。刘正大人询问王爷是否要发兵辽州。听到北燕无事，杨巡这才松了口气。他还真担心匈奴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反水。不过让杨巡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人在攻打辽州。要知道，辽州可谓是穷得叮当响，就算打下来也没什么油水。突然，杨巡心中一惊，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攻打辽州的想出来的银钱全部送往北燕镇北王府，把他们的尸体高挂于城楼之上，写下他们的罪状，通告整个怀州。薛仁贵，末将在，你立即整顿玄甲军，3个时辰后出发，随本王救援辽州。8万玄甲军在杨巡的带领下，马不停蹄地奔袭3日，来到了匈奴境内。杨巡顺便还从天门关带走了徐大川刚刚训练出来的4万北燕铁骑。虽然这4万北燕铁骑是刚刚组建的，但装备精良，配备的都是北燕最好的长矛与战刀，每个人背上还背着一把诸葛连弩。自从军公司成立后，诸葛连弩被大批量制作出来，如今已经成了北燕的制式武器，装备到了北燕的各个军队之中。此时杨巡正在看着地图，身旁的一名15、16岁的少年说道：“王爷，我们不是要去支持辽州吗？来匈奴境内干嘛？”少年名为徐爱，是徐大川的长子，此次负责率领4万铁骑同杨巡出征，用徐大川的话来说就是跟着杨巡历练一番。杨巡还没说话，一旁的薛仁贵就一个暴力打在徐爱的脑袋上，没好气道：“王爷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哪这么多话？”哦，徐爱委屈巴巴地捂着额头，眼泪差点就掉了下来。杨巡微微一笑，说道：“我们的确是要支持辽州，不过单单支持可不行。仁贵，我让你打听的事打听的怎么样了？”回主公，打听清楚了，这次进攻辽州的国家有鲜卑、北羌、高蚌、扶余、陈蚌5国，总兵力高达38万。薛仁贵如实说道：“书中的国家与地理位置为虚构，请勿带入现实。”杨巡点点头，辽州北方的5个小国是全部到齐了呀。这5个小国虽说是国家，但土地面积加起来还没有北燕大，杨巡还真没放在眼里。丁，触发隐藏任务，任务目标：诛灭鲜卑、北羌、高蚌、扶余、陈蚌5国。当系统提示音在杨巡脑海中响起的那一刻，杨巡顿时瞪大了眼睛。诛灭5国，系统，不得不说还是你狠啊！杨巡原本之事想从匈奴境内迂回到5国联军后方，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毕竟杨巡带的都是骑兵，总不能去帮辽州守城吧？可既然触发了隐藏任务，那杨巡就不得不重新制定计划了。这5个国家都位于匈奴东部，从匈奴境内一路向东杀过去的话，正好可以将这5个国家全部杀穿。想到这，杨巡嘴角顿时勾起一抹弧度。仁贵，你率领8万玄甲军一路向东杀过去，这5个国家的兵力都集中在了辽州边界，后方空虚，基本上是毫无抵抗力。本王只给你3天的时间，必须给本王灭了这5个弹丸小国。3天的时间灭5国，饶是薛仁贵都有些吃惊，一旁的徐爱更是惊掉了下巴。王爷也太大胆了吧！
短暂的吃惊后，薛仁贵眼中燃起了熊熊战意，连忙抱拳道：“王爷放心，末将定让那不知死活的弹丸小国看一看，什么叫北燕的兵锋。”杨巡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继续说道：“你进入这5国后，务必要将其贵族尽数歼灭，特别是皇室成员，平民百姓的话，就把男的杀死，女的抓起来，日后送到天门关外种土豆。要覆灭一个国家，自然要覆灭这个国家的皇室，而男性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比较难掌控，自然也是不能留的。主公保重，仁贵去也。”薛仁贵带着玄甲军离开后，一旁的徐爱又问道：“王爷，那我们去哪？”“我们自然是要去救援辽州，辽州兵力不足，恐怕坚持不了几天了。不过我们只有4万人，此战凶险万分啊。”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杨巡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微笑，一副轻松的模样。徐爱并没有看出杨巡的轻松，当即拍了拍胸脯说道：“王爷放心，有我徐爱在，定保王爷安然无恙。”杨巡看了一眼徐爱头上的90忠诚度，不免有些惊讶，这小子第一次见面忠诚度就那么高，肯定是受了他爹的影响。徐大川说他这个儿子虽然年纪小，却有万夫不当之勇，杨巡这次倒是要好好见识见识。1日后，辽州山潼关，天空中阴云密布，不时响起道道惊雷，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下了5日了，而5国联军的进攻也如同这小雨一般，一刻也没有停歇。山潼关的城门早已破损不堪，城门处的尸体堆成了小山，鲜血夹杂着雨水汇聚成一条条河流，将脚下的大地都浸成了红色。喊杀声、惨叫声响彻天际，整个山潼关如同一座人间炼狱，收割着双方将士鲜活的生命。城楼上，李平安手持长枪，身上的银甲早已被染成了红色，周围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尸体，有敌人的，也有辽州军的。看着通过云梯源源不断登上城楼的敌军，李平安面如死灰，眼中满是绝望。从5国联军发起进攻到现在，已经过去5日了，5个国家轮番攻城，一刻也没有停歇。而守城的辽州军经过5日的苦战，早已是疲惫不堪。一开始兵力充足的时候，辽州军还能换着休息一下，但随着伤亡越来越大，休息时间也越来越少，所有将士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若是我辽州8万郎还在，岂会落得如此下场？李平安紧紧握着拳头，眼中满是不甘。平南王开始造反的时候，辽州也响应朝廷号召，调集8万大军南下平乱。但随着镇北王战死，小皇帝被抓，前线群龙无首，朝廷的数十万大军溃败，辽州的这8万大军也不知是死是活。李平安的父亲辽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是一病不起，半个月前就不幸离世了。可李平安刚刚稳住辽州内部的动乱，就遭到了北方5国的联合进攻。辽州的兵力本就比不上北燕，即便他调集了整个辽州的兵马驰援山潼关，也只有8万余人。在城外30余万大军的轮番进攻下，这8万余人也损失过半。再加上李平安是第一次领兵，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似乎辽州陷落已经成了注定之事。此时李平安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若是父亲还在，山潼关的将士们也不至于毫无战意吧。想到这，李平安痛苦地跪到了地上，仰天长啸道：“爹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站在李平安身后的杨巡很想说一声啊，别哭，爹这不是来了吗？但想到李平安的老爹刚刚去世，这种玩笑开不得，便走到李平安身边，笑道：“别急，大哥我来救你了。”李平安回头看了一眼杨巡，有些莫名其妙，这堪比读者老爷的帅比是谁啊？你谁啊？杨巡本想看看李平安感动的模样，结果李平安这3个字一出来，杨巡的脸顿时就黑了。好你个负心汉李平安，本王辛辛苦苦从怀州赶到这里来救你，1000多公里啊，来到这是想听你说一声谢谢，结果你问我是谁，你说我特么是谁？怀州？李平安抓着脑袋，随后眼睛一亮，我知道了，你是李诞。我李诞，你个冲击波，你特么是傻逼吧？你小时候在宫里差点一脚把李诞的小儿踹断了，他能来救你？重新猜！杨巡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家伙。杨巡千里迢迢赶来支持辽州，结果这家伙认不出杨巡也就算了，还把杨巡认成李诞那个废物，可想而知杨巡的心情。李诞能有本王讲义气，最重要的是那个细狗能有本王帅吗？对哦，李诞和我有深仇大恨，他应该巴不得我死才对。那你李平安盯着杨巡看了看，还是没认出来。其实这也不怪李平安，毕竟他和杨巡已经很多年不见了，而且杨巡服用了大力丹后，体型和气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杨巡和之前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完全不沾边啊！见李平安还是没猜出来，杨巡都快无语了，当即将李平安拽了起来，随后翘起屁股和李平安的屁股碰了一下。在这一瞬间，李平安的某种记忆似乎瞬间觉醒了，当即瞪大了眼睛，这熟悉的感觉，你是杨巡？杨巡白了李平安一眼，若不是这二傻子实在认不出自己，他是真不想用这一招。两人小时候经常调皮捣蛋，每次捉弄了别人之后都会碰一下屁股以示庆祝。见杨巡没有否认，李平安当即兴奋起来，又挠了挠头说道：“你变化也太大了，要不是你的屁股，我差点没认出你来。”听到这话，杨巡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合着这么多年你就记得我的屁股了是吧？其实李平安一开始也不是没想过杨巡会来救他，可他听说杨巡刚刚和匈奴大战了一场，又和襄王怀王打起来了，应该没空顾及他才对。其实这也怪他这段时间只忙着处理父亲的后事和稳定辽州的局面了，根本不知道怀州已经落入了杨巡手中。所以在杨巡提起怀州后，他才第一时间想到了李诞。巡哥，你真是来救我的？你带了多少兵马？李平安连忙问道。4万。杨巡如实说道。啥？只有4万？李平安瞪大了眼睛，城外可是有30多万敌军啊，杨巡只带来4万，不是纯纯送死吗？完了完了，这下我们兄弟俩要共赴黄泉了。巡哥，黄泉路上可要罩着我点啊，我怕鬼。杨巡一巴掌抽在李平安脑袋上，说的什么屁话，好像老子不怕似的。放心吧，只要本王来了，你就死不了，你看呐。杨巡说着指向5国联军大营的方向。只
只见一支骑兵直接冲进了五国联军的大营之中，见人就杀，一边杀还一边点火。这4万北燕铁骑虽然刚刚组建，但都是北燕的老兵了，战场经验丰富，烧的地方都是敌军的粮草辎重。五国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了山潼关外，只有寥寥数万人守着大营，这数万人都是步兵，如何能挡得住北燕铁骑？很快，北燕铁骑就杀穿了联军大营，整个联军大营都被大火所笼罩。与此同时，联军的主力部队也注意到了后方的情况。在这五国之中，北羌国的骑兵是最多的，北羌国主这次更是将整个北羌的骑兵都带了过来，足足7万之众。这些天，其他4国轮番进攻山潼关，都没轮到他北羌国上场。北羌国主早就坐不住了，得知是一支骑兵袭击了大营，当即带领本部所有骑兵冲杀了过去。北燕铁骑冲出联军大营后，在徐爱的带领下重组阵型，原本打算再冲杀一遍，可老远就看到一支骑兵朝他们冲了过来。按照王爷教我们的方法，使用诸葛连弩风筝他们，散开。徐爱一声令下，4万骑兵顿时在各个百夫长的带领下向四周散开。在来辽州之前，杨巡就教给了他们一种叫风筝的战术，就是利用骑兵的机动性，通过不断游走的方式，用诸葛连弩远程攻击。敌军追我就跑，边跑边射；敌军撤我就追，边追边射，反正就是让敌军碰不到自己，而自己却能以手中诸葛连弩的射程优势，不断射杀敌军。总结起来，还有一个16字方针。远处的北羌国主见北燕铁骑散开了，眼中顿时闪过一丝不屑之色。骑兵靠的就是集群冲锋，散开还能有什么战斗力？一群胆小的老鼠，这是怕了吧？兄弟们，追上去，把他们全给我杀了！北羌骑兵怪叫着朝北燕铁骑追去，而北燕铁骑似乎是故意放慢了速度，眼看着双方的距离拉近到了300米左右，一支支箭矢突然朝北羌骑兵射来，伴随着声声惨叫。少北羌骑兵中箭坠马，北羌骑兵顿时加快了速度，朝北燕铁骑追去。可北燕铁骑胯下骑的都是匈奴战马，无论是速度还是体力，都比他们北羌的战马好一些。他们加速的同时，北燕铁骑也在加速，双方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在300米左右。很快，北羌国主就发现了不对劲，这北燕铁骑手中不知道拿的是什么弓箭，火力也太猛了，100人小队射出的箭矢甚至比500名弓箭手的还要多。而且他带着7万大军追着数十个百人小队跑，其他小队不知什么时候居然迂回到了他们的侧面和后面，正在从4面8方射杀着他的士兵。眼看着连敌人的毛都还没摸到，自己就损失了上千名勇士，北羌国主顿时对身边的将士们大喊道：“妈的，你们是没弓吗？给本国主拿出来射他们啊！”听到这话，北羌国主周边的将士们顿时面面相觑。国主，不是我们没弓，而是我们的弓根本够不到他们啊！他们的弓最多也就能射7、80米，可北燕铁骑在300米开外，这怎么射得到吗？可北羌国主偏不信这个邪，当即从身边士兵手中接过一把弓，弯弓搭箭，瞄准一名北燕铁骑的后背，咻，箭矢飞出，不偏不倚的刚好命中冲在最面前面的一名北羌骑兵。那北羌骑兵闷哼一声，直接摔落马下。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最终会死在自己人手里。箭射中了自己人，北羌国主当即气得龇牙咧嘴，一把将弓扔掉，怒骂道：“真特娘是把破弓！”周围的北羌将士也全都尬住了，只好将头扭到一边，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眼看着自己的将士不断落马，北羌国主意识到再追下去必将吃大亏，于是开始率军撤退。但北燕铁骑见他们撤退了，也不跑了，而是调转马头追了上来，一边追还一边用诸葛连弩射杀他们。北羌骑兵已经在全速逃跑了，奈何他们胯下的战马比不上北燕铁骑的匈奴战马，无论他们怎么跑，北燕铁骑都牢牢跟在后面，什么甩都甩不掉。我去你妈的，这些畜生！北羌国主怒骂一声，当即又抽出腰间的战刀，给我散开，分散追击，杀光他们！北羌骑兵的阵型瞬间分散开来，朝北燕铁骑的各个小队追去。北燕铁骑见状，顿时掉头就跑，追在后面的北羌骑兵连北燕铁骑的毛都碰不到，完全就是白给。这一来一回，北羌骑兵已经损失了上万人，北羌骑兵渐渐开始溃乱。啊！气死我了！这些大钱的老鼠，我要杀他们！哎呀呀！北羌国主带着数百精骑，追着一个百人小队狂奔，而在他身后还有数个百人小队追着他们不断射箭。与此同时，徐爱也注意到了正在无能狂怒的北羌国主，此人头戴皇冠，身边还有数百名精锐骑兵保护，逼格直逼王爷，身份肯定不简单。想到这，徐爱当即集结了数百人，朝北羌国主冲杀了过去。北羌国主正气得抓耳挠腮，远远看到一支骑兵朝他发起了冲锋，当即就红了眼睛。妈的，你们终于敢正面较量了，给老子上，杀光他们！说完，北羌国主也不等身后的精锐骑兵做出反应，一人一骑就冲了上去。他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恨不得将北燕铁骑抓过来咬上2口，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杀光北燕铁骑。来得好！徐爱眼中闪过一抹凌冽，举起了手中的宣花大斧。虽然徐爱只有15岁，体型也偏瘦弱，但手中这柄宣花大斧却重达100斤，挥舞起来如蛟龙过江，气势如虹。只见徐爱狂奔到北羌国主面前，先是一斧砸开北羌国主手中的长刀，随后手中宣花斧向前探出，直接勾住了北羌国主的肩膀，将其勾到马下。北羌国主拼命挣扎，但还是被徐爱拖行了数十米，好不容易挣脱开来，刚起身就看到一柄大斧在他眼前不断放大，砰！宣花斧直接砸在他的面门上，鲜血四溅，他只感觉眼前一黑，当即晕了过去。与此同时，数名精锐骑兵也杀到了徐爱面前，想要救出北羌国主，却被徐爱一斧一个全部砍于马下。在重达100斤的宣花大斧面前，这些精锐骑兵就如同草鸡瓦狗，只要被碰一下便血肉模糊。徐爱如同一个战神一般，从精锐骑兵的包围中杀出来以后，一把抓住晕厥的北羌国主，扛在肩上便朝山潼关的方向狂奔去。
很快，国主被擒的消息就传至北羌全军，原本就有溃败之势的北羌骑兵顿时再无战意，转身就跑。虽然徐爱也走了，但北燕铁骑岂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在各个百户的带领下，北燕铁骑就如同狗皮膏药一般粘在北羌骑兵身后，不断的收割着他们的性命。与此同时，正在进攻山潼关的联军也如潮水般退去，毕竟大营被烧，如果再不回去救火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剩下了。城楼上的李平安都看傻了，这就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北燕铁骑吗？也太猛了！李平安现在都有些同情襄怀两王了。你说你没事去惹杨巡干嘛？不一会，徐爱便带着北羌国主进了山潼关，来到城楼上，徐爱将北羌国主往地上一扔，拱手道：“启禀王爷，末将抓了一个挺有身份的家伙。”杨巡和李平安一愣，啥叫挺有身份的家伙？怀着好奇的心理，李平安上前抓住北羌国主的头发，将他的头抬了起来，顿时惊呼一声：“这不是北羌国主那个老登吗？不过好像已经死了，抓了个国主。”杨巡微微有些吃惊，上前探了探北羌国主的鼻息，发现的确是没气了。我下手好像有些重了，嘿嘿。徐爱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等仗打完后，本王一定给你记一功。杨巡拍了拍徐爱的肩膀，不得不说，这小子的确是让杨巡吃了一惊，小小年纪就有大将之姿，比他爹徐大川可强多了。多谢王爷，那些蛮夷正在撤退，待我再下去杀他几个回合。徐爱说完，又扛着宣花大斧，风风火火地出了城。看着徐爱的背影，李平安喃喃道：“我辽州要是有此等猛将，何至于让那些蛮夷如此嚣张？”杨巡得意一笑，说道：“咋了？羡慕了？像这样的猛将，我北燕有数千，比他猛的也有几百。怎么样？要不你投靠我北燕，我给你个辽州刺史当，把辽州封给你。”此话当真？李平安眼睛一亮。如今天下大乱，诸侯四起，他李平安甚至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杨巡兵多将广，又占有2州之地，如果能投靠杨巡，自然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杨巡还能让他当辽州刺史，甚至要把整个辽州都给他，想想就觉得美滋滋。真不愧是我李平安烧过黄纸的好兄弟，果然够义气。等等，好像哪里不对。李平安的大脑飞速运转，急得抓耳挠腮，但就是想不明白哪里不对。想不明白，索性就不想了。反正杨巡这么好，肯定不会害他。杨巡的确不会害他，以他现在的实力，恐怕连辽州都保不住。但如果投靠了杨巡，谁想动辽州也得掂量掂量。而且杨巡将辽州封给他，就是不想从他手中将辽州抢走。辽州还是他李平安的，虽然看起来什么都没改变，但李平安从今往后就是杨巡罩着的了。辽州也能划入杨巡的版图之中。我决定了，我李平安代表辽州的所有官员百姓投靠北燕，自愿听命于镇北王杨巡。如为此事，天打雷劈。李平安发完誓，随后又兴奋道：“正好我辽州刺史之位一直空缺，就让我来当这个辽州刺史吧，我保证将辽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行，你现在是辽州刺史了。杨巡淡淡的说道：“多谢主公。”李平安面色一喜，直接跪倒在地。二人的对话虽然听起来很草率，实则一点也不严谨。杨巡抬头一看，发现这家伙的忠诚度居然也达到了100。李平安从小到大就是那种能对朋友掏心掏肺的人，他既然决定了要投靠杨巡，就必定会忠于杨巡。这让杨巡不禁有些感叹，还是古人淳朴啊。换做后世，能对你掏心掏肺的只有人贩子。丁，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统御3州之地，获得奖励极品坐骑乌云踏雪，锦衣卫3万，锦衣卫4大统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锦衣卫，杨巡瞪大了眼睛。他原本想建立一支情报组织，但一直没有时间，没想到系统居然把锦衣卫给送来了。然而让杨巡惊喜的还不仅于此。丁，领地奖励已开启，领地奖励，占领或征服土地，国家即可获得积分奖励。检测到宿主目前占领的土地为北燕、怀州、辽州，获得积分5万、3万、3万。瞬间11万积分到账，再加上绞杀贾大贵司兵赚取的5000积分，以及徐爱和薛仁贵赚取的积分，杨巡现在的积分接近20万，而且还在不断上涨，瞬间就有钱了呀！杨巡心情大好，照这个势头下去，红衣大炮已经不再是梦。丁，新的主线任务已发布，任务目标：1拿下襄州，2挥师进京，掌控京城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3占领中原4州。杨巡的眉头微微皱起，这任务是不是有点离谱了？第一个任务拿下襄州还好说，毕竟姜维现在就在做这件事，可第二个和第三个是什么鬼啊？特别是第二个，好家伙，这是要杨巡当一把董卓。不过想想还是挺刺激的，人人骂董卓，但谁又不想成为董卓呢？毕竟后宫有那么多，嗨嗨。至于第三个任务嘛，杨巡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很难。中原4州乃楚、齐、春、秦4州，其中楚州没有封王，且与襄州相接，待姜维拿下襄州后，顺势就可以拿下楚州。至于春州嘛，那是大前皇室的地盘，大干国都前京城就位于春州，自己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拿下春州不过是简简单单。秦州和齐州倒是让杨巡感觉有些难度，毕竟秦王和齐王都不是善茬，同时两人都手握重兵。平南王造反后，他们虽然没有跟着造反，但也没有响应朝廷号召，全都在保存实力。而且杨巡还听说，自从李妙英登基后，这两货已经投靠了平南王，也不知是不是真的。这要是真的，杨巡恐怕就得提前面对平南王了，毕竟平南王绝不可能做事情，其2州落入杨巡手中。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大不了就跟平南王碰一碰。杨巡不再多想，当即将乌云踏雪从系统空间中召唤了出来。下一秒，一匹骏马便顺着楼梯踏上城楼，来到杨巡身边。此马全身乌黑发亮，只有4只蹄子有一圈白毛，四肢粗壮，体型比匈奴马大了整整1倍，看起来威武不凡。杨巡翻身上马，乌云踏雪便发出一阵嘶鸣，前蹄离地，隐隐有要冲出去狂奔一番的趋势。
杨巡当即骑着乌云踏雪下了城楼，在山潼关的街道上狂奔起来。跑了整整一圈，杨巡才骑着马重新回到城楼之上。好马，真是好马呀！从小在北燕长大，杨巡也骑过不少骏马，就连西域的汗血宝马恐怕都比不上这匹乌云踏雪。看着骑在马上的杨巡，李平安眼中满是敬仰之色，真不愧是巡哥呀，连骑的马都这么帅。杨巡正抚摸着乌云踏雪的鬃毛，李平安突然凑过来说道：“巡哥，你啥时候造反啊？我们杀进前京城，把李妙音那个小娘们杀了，到时候你就可以做皇帝了。”杨巡这家伙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而且杨巡没记错的话，这家伙好像也姓李吧？你就这么希望你李家江山覆灭？算起来李妙音是你堂姐吧？你居然想杀了她？杨巡问道。李平安挠了挠头，仔细的想了想，说道：“我也不是想杀了她，就是单纯想让你做皇帝。你说你要是做了皇帝了，那他不就得死吗？当然，如果现在皇位上坐的是别人，我照样砍死他。”杨巡满头黑线，好家伙，这货才刚刚投靠自己，居然就想着造反，还是造他李家的反，说是一身反骨也不为过。若不是他头上顶着100的忠诚度，杨巡真得好好考虑要不要收他当小弟了。其实系统已经发布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任务，造不造反就无所谓了。到时天子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天下到底是姓李还是姓杨还重要吗？见杨巡不说话，李平安皱眉道：“巡哥，你该不会是不想做皇帝吧？那你想要啥？”“我想要啥？”杨巡一愣，他还真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一开始杨巡只想保住北燕，替父报仇，占领更多的地盘，如果能当上皇帝似乎也不错。可现在嘛，当上皇帝对杨巡的诱惑也不是那么大了。就好像李妙音当上皇帝又如何，还不是得四处求人。想到系统电子地图里的那些国家，杨巡的眼睛变得越发明亮起来。要说杨巡真正想要什么，那就是诛灭一切外族，把前世大夏子孙没有报的仇全都报了，让汉人屹立在世界之巅。1日后，联军大营，大火总算是熄灭了，可5国的粮草被烧去大半，牛羊跑了1/3，战马和牛羊的草料更是一点都没剩下。这仗我是打不下去了，我要回北羌，你们谁爱打谁打。帅帐之内，北羌国主的弟弟托耶汉怒吼道：“北羌这次一共就只带来了7万骑兵，可结果刚刚那一仗结束，7万骑兵死的死跑的跑，回到大营的还不到2万，就连国主都被抓了去。国主没了，还有他托耶汉在，但要是这2万骑兵没了，北羌就真的完了。”其他4位国主也是一脸愁容，他们在撤退的时候也遭到了北燕铁骑的追击，同样损失不小。托耶汉，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你看看外面，敌军的箭已经瞄准了我们，现在谁出去就是死路一条。高棒国主朴国昌说道：“那怎么办？草料都被烧光了，继续留在这战马也会活活饿死。”托耶汉没好气地说道。其实他也知道朴国昌说的是事实，北燕的4万铁骑在大营外面虎视眈眈，他这2万多人出去根本就是找死。帅帐内顿时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原本再有个1-2天他们就能攻下山潼关了，谁知道半路杀出一支北燕铁骑啊！而且北燕铁骑无论是武器还是战马都比他们强，打法更是恶心至极，他们是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在场的哪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一时间都拿不出一个好的主意来。就在这时，一名浑身是血的汉子跑了进来，一下子就扑到鲜卑国主耶律真面前。国主，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耶律真一下子就懵了，一把抓住汉子的衣服，问道：“巴达尔，我不是让你留在鲜卑保护我的家眷吗？你跑这来钱什么？”“国主，没了，都没了。”巴达尔痛哭流涕道。“什么没了？”耶律真心中顿时升起了不好的预感。“你妈，你的20多个老婆，对了，你的3个儿子也全都被杀了。”啊！耶律真眼睛一黑，差点就晕了过去。什么人干的？是一支穿着黑甲的骑兵部队，他们不到1天就席卷了我们整个鲜卑，3万守军全部战死，男人被杀，女人和孩子全都被他们抓走了，男子杀死，女儿小孩抓起来作为奴隶。在场的众人都干过这种事，可他们谁也不会想，这种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一旁的托耶汉不禁冷笑，原本他北羌是此战最惨的，可没想到耶律真比北羌更惨，这是直接被灭国了呀！那黑甲骑兵只杀男人，为何会杀了我的母亲和女人？耶律真继续问道。巴达尔一愣，低着头说道：“当时那些黑甲骑兵要抓你的家眷，我想吓唬一下他们，就说你的家眷是王室成员，结果那些黑甲骑兵非但不害怕，反而把你的家眷全杀了。”噗！耶律真直接喷出一口老血，搞了半天是你这个畜生出卖了他们。其他国主也都听乐了，耶律真也是心大，居然敢把家眷交给这么个奇葩。既然他们都死了，你还活着干什么？耶律真直接抽出腰间的战刀，朝巴达尔的脑袋砍了过去。本以为巴达尔的脑袋会被耶律真砍下来，结果这家伙居然一个后撤步躲过了这一刀。众人目瞪口呆，这巴达尔还真是个奇葩呀！你他娘的还敢躲！耶律真都快气疯了，提着刀就冲向巴达尔。而巴达尔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转身就想跑，却被身后的扶余国主完颜烈一脚踹翻在地，紧接着完颜烈便一刀捅死了巴达尔。耶律真，我帮你报仇了，你不用谢我。完颜烈笑着说道。耶律真脸色铁青，这种贪生怕死的小人理应由他亲自了结，完颜烈这分明是在打他的脸。眼看耶律真要翻脸，朴国昌连忙上来打圆场道：“好了好了，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对付外面的骑兵吧，这山潼关总归是要拿下来的，不然我们也太亏了，家都没了还打个屁！我要带着我的勇士回去把我的子民救回来。”耶律真狠狠地说道。救？你连对方的人数离开的方向都不知道，你怎么救？完颜烈呵斥道。没错，你鲜卑的女人孩子怎么也有20多万吧，对方能抓走你这么多人，你带着这点人回去能打得过？托耶汉也开口说道。
显然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听到这话，耶律真也沉默了。他这次带来8万人，经过几天的苦战，还剩下6万多，对方能抓走20万人，至少得有个10来万，岂是他能够对付的？其实耶律真不知道的是，那些女人和孩子在见识到了玄甲军残忍的手段后，根本不敢反抗。薛仁贵只派了1万人，就将20万奴隶全部押到了天狼山，而薛仁贵则是带领剩余的7万玄甲军继续扫荡下一个国家。见耶律真不说话了，朴国昌连忙上前拍了拍耶律真的肩膀，说道：“耶律兄，你那贫瘠的鲜卑有什么好的？只要我们拿下辽州，就能进军怀州，甚至是大前的腹地。到时你还愁没有安身之地吗？只要你想，你可以在大前建立一个新的鲜卑。”完颜烈也附和道：“没错，我们本就是游牧民族，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山潼关眼看就要告破，留下来吧。”耶律真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吃下这个大饼。事到如今，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回去也无济于事，还不如孤注一掷拿下山潼关，不然就真的是亏到姥姥家了。其实其他国主和他的想法也都一样，他们此次费了这么大的劲来进攻辽州，若是就这么放弃了，那就太亏了。毕竟他们都是小国家，比不了匈奴，更比不了大干。为了这次战争，他们可是赌上国运，耗费了几十年的国力，若是失败了，未来的100年，他们恐怕都得在塞外吃土。殊不知，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心理，让他们错过了最佳的撤退时机，同时也导致了5个国家的覆灭。山潼关，杨巡正站在城楼上眺望远处的联军大营，见他们没有丝毫撤退的意思，嘴角顿时勾起一抹弧度。杨巡还真担心这5只老鼠被打怕了会选择撤退，他们还有将近30万大军，如果一起撤退的话，即便北燕铁骑追杀，也很难取得较大的战果。毕竟每名骑兵能够携带的箭矢都有限，一旦追杀出去，箭矢用完就无法补充了。但如果他们一直在山潼关之外的话，北燕铁骑就不用担心箭矢用完的问题。昨日杨巡就让整个山潼关的军民行动起来，开始制作诸葛连弩使用的箭矢，北燕铁骑可以随时回城补充。今天已经是杨巡和薛仁贵分别的第3天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薛仁贵至少已经灭了3个国家，最早的鲜卑应该已经将消息传回了联军大营。可联军大营还是一点要撤离的意思都没有，显然是打算孤注一掷攻下山潼关。如果杨巡没猜错的话，今日5国联军并不会发动进攻，毕竟他们刚刚打了败仗，又经历亡国之痛，士气正低落。5国首领如果不是傻子的话，今日就会杀猪宰羊，让将士们好好吃一顿，好好休息，借机调动起战士们的士气，等明日全军出击，以骑兵牵制北燕铁骑，步兵趁机拿下山潼关。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等明日他们将再无机会，因为杨巡从北燕调来的武侯战车明日就该到了。不过今天晚上杨巡也不想让他们好过，他们大吃大喝的时候，正是杨巡偷袭他们的好机会。想到这，杨巡看向了一旁的李平安，问道：“平安，山潼关能凑出多少骑兵？”李平安想了想，说道：“不多，辽州土地贫瘠，没有草场，所以马也少，应该只能凑出5、6千来。5、6千骑兵加上4万北燕铁骑，虽然是少了点，但杨巡是偷袭，打完就跑的话也够了。你马上去调集所有骑兵，今夜与本王一起杀入敌军大营。”李平安也没有多问，连忙下去安排。而杨巡也让徐爱将北燕铁骑调回了城中。一时间，整个山潼关的马匹都集中了起来，果然如同李平安所说的那样，只有5000多匹。而这5000多匹马，则是分配给了辽州军中没有受伤的一部分年轻人。毕竟这是偷袭，主打的就是一个快准狠，老弱病残肯定是上不了的。转眼间，夜幕降临。当杨巡身披金甲从城楼上下来时，不少原本就住在山潼关的年轻士兵正在跟父母告别。放眼看去，不少年轻士兵的父亲正牵着战马，面色严肃地嘱咐着什么，而母亲则为士兵们整理着盔甲，眼中满是担忧。这不禁让杨巡想起了一句话：严父压马头，慈母缝战衣。正如前世杨巡去读大学时，父母将杨巡送到车站时的依依不舍。不一样的是，读大学放假了还能回家，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却再也回不来了。原本这应该是温馨的一幕，看起来却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凄凉。不过杨巡并未多说什么，之前都是站在后方指挥，他同样是第一次上战场。从系统空间中取出刚刚花5000积分兑换的霸王枪，杨巡一个纵身跳到乌云踏雪背上，全军听令，出发！与此同时，联军大营如同杨巡所预料的那样，联军大营此时正在烹煮牛羊，5国首领甚至还拿出了各自珍藏的酒水，打算以此来提高将士们的士气。来自于5个国家的将士们围坐在一个个篝火旁，大口吃着肉，看起来是那样的和谐。就在这时，作为联军盟主的完颜烈站了出来，高声喊道：“兄弟们，勇士们，我们刚刚经历了败仗，后方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鲜卑被灭国了。”听到这话，众人并没有很意外，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有所耳闻了。在场的鲜卑将士纷纷低下了头，不少人更是当场抹起了眼泪，其他国家的将士也是一脸愁容。见所有人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完颜烈朝耶律真点了点头，耶律真当即上前喊道：“怎么了？我们鲜卑的勇士永远不会低头，都抬起你们的头颅来。家没了又怎样？我们是游牧民族，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说着，耶律真指向山潼关的方向，在你们眼前的是山潼关，更是大干的门户。大干的富饶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只要拿下山潼关，大干就是我们的了。到那时，你们就会有用不完的金银，吃不完的粮食。我们的女人被抢走了又怎么样？我们去抢大干的女人，大干的女人更漂亮。我们的土地没有了又怎么样？我们去抢大钱的土地，大干的土地更肥沃。勇士们，举起你们手中的战刀，让那些大干人颤抖，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死在你们的刀下，杀光他们，建立一个新的鲜卑。刹那间，鲜卑的将士纷纷举起手中的战刀，如野兽般嚎叫着，每个人眼中都带着无穷的杀意。是啊，女人没了又怎样？他们可以再抢，家没了又怎样？只有了女人，就有了家。
其他国家的将士虽然还不知道自己的老家也没了，但也被耶律真的这番话带动了起来。他们也想要经营，也想要女人。一时间，整个联军大营的士气达到了顶峰。见状，耶律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双手虚压，让现场安静下来，继续说道：“勇士们，今晚大家放开肚皮吃喝，酒肉管够。明日一早，我们便全军出击，拿下山潼关。拿下山潼关！”众人又吼了几声，这才坐下来开始大吃大喝。看着开怀畅饮的将士们，朴国昌不禁皱起了眉头，看向一旁的完颜烈，盟主就这么让士兵们放开来喝，会不会不太好？万一大干来袭营怎么办？听到这话，完颜烈顿时忍不住笑了：“老仆啊，你是真怂啊！你难道忘了大干才有多少兵力吗？那山潼关撑死也就3-4万人，加上4万北燕铁骑也不过8万，我们可有30万大军啊！骑兵加起来也还有7-8万，他们凭什么敢来袭营？就是，放心喝吧。那北燕铁骑再强，也只敢在大营周围骚扰一下罢了。我们这么多人，何惧之有？”托耶汉附和道。耶律真冷哼一声，说道：“他们要是真的敢来袭营，除非是我们的刀都不锋利了。”哈哈哈！众人大笑着，不断往嘴里灌酒。可下一秒，漫天的箭雨就射了下来。敌袭！敌！一名刚刚在角落里放完水的将领飞奔来，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结果话还没喊完，就中箭倒在了地上。众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完颜烈更是拔出腰间的战刀，带着一群亲卫就朝大营的入口冲去。其他国主反应过来，也连忙招呼起自家士兵，但这些士兵平日里根本没有喝酒的机会，今日好不容易可以放开喝，每个人都是大碗往嘴里灌。此时不少士兵都已经喝得头歪眼斜，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一名高棒国的猛将更是刚刚起身拿起武器，就一头栽到了地上。几名国主此时的头脑还算清醒，可看到这一幕，不禁有些后背发凉。坏了，失算了！怎么可能？大干人怎么可能敢主动进攻我们？朴国昌瞪大了眼睛，难道大干人一早就料到我们今晚会大摆宴席？不可能，大干人难道是神仙不成？陈棒国主难以置信地说道。事到如今，我们只好以死相拼了。各位国主，马上组织还能战斗的士兵吧。托耶汉说着，连忙翻身上马，带着北羌还能战斗的骑兵朝大营入口冲杀过去。剩下3人互相对视一眼，都开始敲锣打鼓的组织防御。与此同时，联军大营入口处，杨巡一马当先冲进大营，如虎入羊群，手中霸王枪不断挥舞。那些企图阻挡杨巡的敌军全都血溅当场。徐爱紧随其后，一柄宣花大斧挥舞的虎虎生风，所过之处鲜血四溅，惨叫连连。可徐爱这边刚前调数名联军士兵，杨巡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了满地的尸体。徐爱顿时傻眼了，他之前听徐大川说王爷不会武功，还想着打起来后一定要保护好王爷的安全，可这特么上哪保护去？王爷简直杀疯了好吧？而且他可是亲眼看到王爷一杆长枪瞬间将数名敌将挑于马下，就连他也自愧不如，这叫不会武功。如果这叫不会武功的话，那他爹徐大川岂不是连3岁孩童都不如？徐爱原本是很傲气的，以他的实力在同龄人中已经是巅峰的存在，可见了杨巡才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要知道杨巡也就比他大3岁而已，不愧是镇北王，不愧是他一生想要追随的人。徐爱深吸一口气，连忙朝杨巡的方向追去，在他身后是如潮水般的北燕铁骑，上万铁骑一起冲锋，犹如地龙翻身，整个大队都在颤抖，联军将士根本来不及组成防御阵型，就被瞬间冲散，紧接着就遭到了北燕铁骑的无情屠杀。完颜烈刚带着亲卫赶过来，老远就看到一个身披金甲的小将朝他冲杀而来，一个人也敢这么嚣张？给我上！完颜烈冷哼一声，一马当先就冲了过去，亲卫们紧随其后。杀得正尽兴的杨巡抬起头，看到一个如同喝了核废水的大鲶鱼骑着马朝自己冲来，顿时愣住了，这特么是什么妖魔鬼怪？塔姆！很快，杨巡发现是自己看错了，这玩意是个人，只是长得太丑，和鲶鱼差不多罢了。居然有人能长成这副模样，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杨巡差点就以为某弹丸小国的核废水也跟着穿越过来了呢。就在这时，那鲶鱼开口了：“吾乃扶余国主完颜烈，贼将受死。”说着，鲶鱼不，完颜烈举起手中的金刀就朝杨巡砍了过来。别看完颜烈长得胖，但这一刀的威势却一点也不小，且速度极快，一看就是个用刀的老手。只可惜他遇到的是杨巡。只见杨巡眼中闪过一抹不屑，轻松将完颜烈的金刀拨开，同时枪杆朝完颜烈的腹部扫去。噗！肚子上挨了杨巡这么一下，完颜烈当即喷出一口隔夜饭，臃肿的身子摔落马下。Doom！ 完颜烈摔在地上时，甚至还弹了2下，满脸的痛苦之色。与此同时，完颜烈的亲卫也冲了过来，不过杨巡在薛仁贵的教导下，实力早已突飞猛进，加上自身的霸王之力，这些亲卫根本不堪一击。不一会，上百名亲卫就被杨巡杀掉大半，剩下的也只是围住杨巡，不敢再上前送死。贼将休得猖狂！一名头上插着羽毛的将领带着一群骑兵杀了过来，正是北羌国的托耶汉。托耶汉冲到杨巡跟前，举起手中的双锤就朝杨巡砸了下去。当！杨巡横枪一挡，反震之力直接将托耶汉震飞了出去。托耶汉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稳住身形，双臂不断颤抖，虎口已经撕裂，传来阵阵剧痛。托耶汉的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身为北羌国主的弟弟，他同时也是北羌的第一勇士，手中的双锤重达100斤，要换做普通人来，刚才那一锤就得被砸得面目全非。可杨巡不但挡住了，还能将他震开，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在大干，除了那位名震塞外的镇北王杨怀外，托耶汉想不到谁还能有此等实力。可杨巡的年龄实在和杨怀有些不沾边，而且情报上说杨怀不是已经死了吗？你和杨怀是什么关系？托耶汉开口问道。哦，你认识我父王？杨巡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托耶汉。你是他儿子？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只可惜我没机会跟你父亲交手，不过跟你打也是一样的，再来。托耶汉说着，纵身跃起，又是一锤砸向杨巡。杨巡侧身躲过，同时一枪刺出，却被托耶汉用一柄大锤挡下。紧接着，托耶汉又是一锤挥出，速度极快，杨巡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连忙回枪挡在胸前。当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托耶汉又是一个跟头化解了反震之力，而乌云踏雪则是被震得后退了几步。杨巡生怕乌云踏雪会被活活震死，所以直接跳下了战马。双方再一次站在了一起，杨巡应接托耶汉几锤后，假装不敌，转身就跑。托耶汉眼中闪过一抹不屑，举着大锤就追了上来，休走，拿命来！就在这时，杨巡突然左脚向前抬起，右腿一弯，身子向后仰去，同时借助后仰的力量，迅速将霸王枪从身前朝后方刺了出去，枪出如龙，快如闪电。回马枪！托耶汉脑海中突然蹦出这3个字，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正当他举起双锤挡在胸前的时候，杨巡的身体突然向右边一翻，旋转了180度，同时回枪再刺。这一次的目标是托耶汉的腹部。托耶汉的双锤刚刚举起，腹部门户大开，还不等他反应过来，顿时感觉腹部一凉。随后杨巡用力一挑，直接将托耶汉挑飞出去。托耶汉双锤脱手，飞到了半空中，下一秒失重感传来，托耶汉迅速朝地面落去。不过杨巡的霸王枪早已对准了他，伴随着噗呲一声，托耶汉落到了霸王枪之上，枪头直接刺入了托耶汉的身体，从他的胸口穿了出来。托耶汉喷出一口鲜血，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写满了不甘。他万万没想到杨巡一个小年轻的枪法居然能如此老辣，轻敌了呀！若是他能小心一点，岂会中了杨巡的回马枪？只可惜他这辈子已经没机会了，只能下辈子注意一点。杨巡将托耶汉的尸体甩到一边，徐爱也带着人赶了过来，转眼间就将托耶汉带来的骑兵砍杀殆尽。完颜烈的那些亲卫见状，纷纷转身就跑，可他们怎么跑得过北岩铁骑？杨巡手持霸王枪朝完颜烈走了过去。完颜烈此时早已吓破了胆，同时也得知了杨巡的身份，镇北王，我错了，你放了我吧，我愿带领扶余臣服于你，土地、牛羊、女人，你要的我都给你。本以为杨巡会答应他的条件，可杨巡似乎根本没听到他的话，依然大步朝他走来。完颜烈顿时急了，我是扶余国主，你不能杀我，你……可他话还没说完，杨巡就掷出了手中的霸王枪。啊！伴随着一声惨叫，完颜烈如同一个蛤蟆一般，四脚朝天的被钉在了地上。杨巡拔出霸王枪，翻身上马，大喊道：北燕的儿郎们，随我一路冲杀过去，砍帅旗，杀穿敌军大营！杀！北燕铁骑紧随杨巡之后，朝联军大营中心无情地碾压了过去。另一边，李平安带领辽州的5000骑兵绕到了联军大营东边的围墙，用诸葛连弩将围墙上的敌军射杀后，李平安用战马拉倒了木栅围墙，带领5000骑兵冲了进去。杨巡负责从正面进攻，而他的任务则是烧光联军剩下的粮草。大部分敌军都被杨巡吸引了过去。李平安杀进大营后，并没有遇到太多的反抗。只见辽州骑兵人手一个火把，四处放火，顺便还打开了牛羊的栅栏，将牛羊全部放了出来。很快，大火就朝四周蔓延开来，联军的粮草所在地更是被大火所覆盖，火焰甚至蹿起了数十米。一些醉倒在附近的联军将士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睡梦中被大火活活烧死。那些清醒的将士们也顾不得去抓四散奔逃的牛羊，连忙打来一桶桶水开始灭火。但在这样的大火面前，他们打来的那点水根本微不足道，整个联军大营乱作了一团，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恐惧。荀哥说了，不要恋战，兄弟们，我们撤！箭烧的差不多了，李平安大手一挥，带着辽州骑兵迅速退出了联军大营。与此同时，杨巡也带着北燕铁骑从联军大营的后门杀了出来。看着身后的熊熊大火以及系统里不断上涨的积分，杨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早晨，天空泛起一抹鱼肚白，联军大营的火总算是灭了。不过大火不是他们扑灭的，而是没有东西可烧了自己熄灭的。朴国昌、耶律真还有陈蚌国主3人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废墟，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惆怅。在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的士兵，此时所有人的酒都醒了，所有人的脸也都跟从煤堆里爬出来似的，黢黑，没了，啥都没了。耶律真面如死灰，此时他除了手底下这几万人之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老金，我们还有多少人？朴国昌看向一旁的陈蚌国主，如果算上北羌和扶余剩下的人，我们还有19万。金泰全如实说道，一晚上就折损了10万人。朴国昌瞪大了眼睛，心中都在滴血。早知道就不听完颜烈那个犊子的了，摆个勾巴的宴席，这下好了，士气没提起来，还被人打得跟孙子似的。要不我们还是撤军吧，这些大前人太恐怖了。金大全说道，他已经被吓破胆了。昨晚要不是他聪明，找了几个死人压在他身上，躲过了北燕铁骑的追杀，他现在恐怕也是一个死人了。撤个屁！你现在要是撤了，你就会在你们陈蚌遗臭万年。耶律真没好气地说道，他的鲜卑已经灭亡了，他知有拿下山潼关这一条路，自然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撤军。你的鲜卑没了，但老子的陈蚌还在啊！你休想让我陪你送死！金大全怒吼道：“你妈的！”耶律真怒骂一声，直接拔出战刀，一刀劈在了金大全的身上，顿时鲜血四溅。啊！你这个疯子！金大全捂住伤口，栽倒在地，满脸惊恐。老子杀了你！耶律真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打算，手中的刀再次刺进了金大全的胸口。与此同时，鲜卑的将士们也将战刀对准了陈蚌士兵，个个凶神恶煞的模样。国没了，家没了，物资也没了，他们都和耶律真一样别无选择，进攻山潼关是他们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耶律真甩了甩刀上的血，狠狠地踹了金大全的尸体一脚，又用刀指向卜国昌，厉色道：“卜国昌，要么你跟老子一起进攻山潼关，要么老子现在就送你去见你祖宗。耶律兄，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我又没说不打山潼关不是。”卜国昌连忙陪笑道。就在这时，一名高棒人打扮的骑兵匆匆而来，一看到卜国昌就绷不住了，当即哇哇大哭起来：“国主啊，我们高棒遭遇了一支骑兵袭击，国内守军全军覆没，男人被杀，女人孩子都被抓走了。在我们之前，鲜卑、北羌、扶余、陈棒都遭遇了袭击，下场和我们一样。阿西巴，那些黑甲骑兵简直就跟西巴恶魔一样，国主你要为我们做主啊！”卜国昌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差点就栽倒在地。距离鲜卑国被灭才过去几天啊，他高棒子啊也惨遭毒手了。几天之内5个国家被灭，难道真是恶魔给他们的惩罚？耶律真看到卜国昌这个样子，不知为何心中一阵暗爽，原来倒霉的不止他一个呀。想到这，耶律真拍了拍卜国昌的肩膀说道：“卜兄别难过了，至少我们鲜卑和你们高棒还不是最惨的，起码还有个报信的人，你说对吧？”卜国昌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神特么还有个报信的。不过想想也是，其他3个国家连个报信的都没有，看来真是全军覆没呀。如今我们已经走到了绝路，只有拿下眼前的山潼关，你愿意帮我吗？耶律真满眼真诚地看向卜国昌。卜国昌犹豫了一下，说道：“那就干吧，不过拿下山潼关之后，我要1半的战利品。”没问题。耶律真很爽快地答应了，随后举起战刀，高声喊道：“列阵，盾牌兵上前，准备进攻。”北羌和扶余的将士都是游牧民族，没有太多的国家归属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自然选择了听从耶律真的命令。而陈棒是高棒的兄弟国，此时也都纷纷站到了卜国昌这一边。一时间，5国联军开始行动起来，5个国家的数万盾牌兵全部集中在了一起，摆成一个个方阵。看到这一幕，耶律真满意的点点头，他还是很有自信拿下山潼关的。毕竟山潼关经过之前的战斗，剩下的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而他手中这将近20万兵马都是经历大战后活下来的精锐。虽然还有4万北燕铁骑要对付，但只需要集中所有骑兵牵制住北燕铁骑几个时辰，他就能拿下山潼关。想到这，耶律真刚想开口让卜国昌带领骑兵去牵制北燕铁骑，卜国昌就抢先一步开口道：“耶律兄，攻城的任务就交给我了，你负责牵制北燕铁骑吧。”说住，怕耶律真不同意，又补充道：“你也知道我们高棒是农耕民族，骑马打仗比不上你们游牧民族，我也不会指挥骑兵，万一牵制不住北燕铁骑，会误了大事的。”耶律真皱起眉头，他总觉得这小子在算计自己，但这小子说的确实有道理。陈棒和高棒的骑兵加起来才几千，让这小子指挥骑兵作战，他还真不放心。好吧，那我尽力牵制北燕铁骑，你尽快拿下山潼关。耶律真说完，翻身上马，带着所有的骑兵离开了联军队伍，直奔北燕铁骑的驻地而去。看着耶律真离去的背影，卜国昌眼中闪过一抹狡黠。等拿下了山潼关，让不让耶律真进城还不是他说了算。耶律真带走的骑兵不过5、6万，被北燕铁骑损耗一波，还能剩下多少？如今10几万步兵全都在他手中，而且这些步兵大部分都是高棒和陈棒的人。他攻城的时候，再把其他3个国家的士兵先消耗掉，这样一来，他就能彻底掌控这支军队。到那时，他不让耶律真进城又怎样？耶律真还能咬他不成？想到这，卜国昌心情大好，当即拔出战刀，指向山潼关的方向大喊道：“勇士们，准备进攻！”一时间，10几万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朝山潼关前进。就在这时，卜国昌看到山潼关打开了城门，卜国昌连忙让部队停了下来，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难不成山潼关这是打算投降？就在这时，卜国昌看到上百辆马车从山潼关驶出，在城墙下一字排开，随后掉头用屁股对着他们，而在那马车之上安装着一架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紧接着又是一队手持盾牌的士兵从山潼关内小跑出来，分散护卫在每辆马车周围。这是在搞什么？卜国昌皱起了眉头，看起来这也不像要投降啊！管他的，给老子冲，杀光他们！卜国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声令下，身后的士兵顿时如潮水般朝山潼关涌去，而他自己也骑着战马小跑着跟在后面。距离山潼关还有4、500米的时候，卜国昌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再往前就要到大干的射程范围了。既然北燕铁骑有那种能射得很远的弓弩，山潼关的守军说不定也配备上了，他可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虽然他停了下来，但那些普通士兵却依然不要命地朝山潼关冲去，边跑边发出阵阵野兽般的嘶吼。咻咻咻！突然，阵阵破空声传来，只见一排黑点从山潼关那边飞了过来，黑点越来越大，卜国昌这才看清楚，这竟然是一根根1米多长、手腕那么粗的巨箭。阿西巴！卜国昌的冷汗瞬间就冒了出来，想要跑，巨箭却转瞬而至，噗呲！巨箭直接射穿了数名士兵的身体，将卜国昌胯下的战马射翻在地，所过之处带起浓浓的血雾。一些士兵还想用盾牌抵挡巨箭的冲击，却连人带盾被巨箭穿透，只要被这巨箭碰一下，不死也是重伤。仅仅一瞬间，跑在最前面的上千名士兵就如稻草般倒了下去，整个战场弥漫出血雾，空气中浓浓的血腥味让人作呕。幸存的士兵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还在前赴后继地往前冲，可武侯战车的第2轮骑射接踵而至，又是上千名士兵倒下。这下其他人终于反应了过来，箭，好大的箭！巨箭穿透友军的身体，带出的那一抹鲜红深深地震撼着他们的内心。不少人甚至看见一名士兵只是被那巨箭蹭了一下，一条胳膊就飞了出去。一时间，来自死亡的恐惧在他们心里蔓延，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跑。随着一名扶余士兵掉头逃跑，其他士兵就好像被传染了一样，纷纷转身就跑。但他们身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士兵又举着盾牌冲了上来，联军的阵型顿时乱作一团，士兵们紧紧地挤在了一起，进不得也退不得，完全就成了武侯战车的活靶子。与此同时，耶律真带着骑兵也冲到了距离北燕铁骑驻地不到500米的地方。整个北燕铁骑的大营如同死了一般寂静。站在瞭望塔上的2名士兵见到耶律真带人冲了过来，顿时吹起了号角。听到号声，耶律真一愣，北燕铁骑这是现在才发现他们？不过想想也是，北燕铁骑这些天一直在日以继夜的骚扰他们，根本没时间休息。昨天晚上又打了这么大一个胜仗，此时肯定放松了下来，恐怕全都在睡觉。何况那瞭望塔修得那么高，甚至能看到他们联军大营，应该早就发现了他们才对。可偏偏哨兵此时才吹响号角，说不定也是困惨了，在打瞌睡呢。想到这，耶律真心中顿时大喜。他距离北燕铁骑的大营不过500米，若是杀入大营中去，即便北燕铁骑反应过来也来不及了。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北燕铁骑不过是手中有那射得很远的弓弩罢了，若是面对面的肉搏，他就不信干不翻北燕铁骑。哈哈，昨日你们偷袭了老子的大营，今日轮到我了，兄弟们，随我冲杀进去！耶律真战刀一挥，一马当先的冲进北燕铁骑大营，眼中满是兴奋。刚进入大营，耶律真就看到几个面色惊慌、穿着大干服饰的男子，耶律真毫不犹豫，一刀就砍了过去。其中一名男子的脑袋顿时飞了起来，鲜血四溅。耶律真没有停留，继续向前冲杀，一路上犹如战神附体，砍瓜切菜般将一名大干人砍死在地。其他穿着大前服饰的男子也全被后面冲来的骑兵前掉。很快，耶律真的数万骑兵就全部冲进了大营之中。瞭望塔上的士兵见状，微微一笑，举起手中的红旗朝远方挥了挥，随后爬下瞭望塔，悄悄地离开了大营。不远处的山头上，徐爱正拿出一个望远镜看住大营这边的情况。当看到红旗时，徐爱顿时笑了起来：“王爷真是料事如神啊！那些傻子果然上当了。你别说，王爷这玩意是真好用，隔那么远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杨巡在这，肯定会说上一句好用吧，500积分换的。”徐爱如是珍宝的收起望远镜，翻身上马，大喊道：“兄弟们，前活！”刹那间，4万北燕铁骑从山头冲了下来。与此同时，耶律真已经带住人冲到了中军大帐，可心中越发觉得不对劲。这一路上虽然他们前掉了一些穿着大前服饰的人，但这些人都没有武器，也没佩戴盔甲，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并不多，加起来顶多也就几百。国主，好像不对劲啊，这是北燕铁骑的大营，怎么一匹马都没有？而且空气中好像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耶律真身边的一名将领说道。耶律真也皱起了眉头，勒马停了下来，仔细嗅了嗅，发现空气中的确有一股很熟悉的味道，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东西散发出来的。耶律真又看向一旁一名大干人的尸体，发现这家伙怎么长得这么眼熟。还不等耶律真做出反应，一旁将领就惊呼道：“国主，这个大干人怎么长得这么像马鞭儿？”耶律真顿时瞪大了眼睛，这才想起马鞭儿是他的亲卫军之一，昨夜敌军袭营时不知所踪了。一股不好的预感从耶律真心头升起，耶律真连忙上前翻开了那名大干人的衣服，发现他胸口上有一个狼头的刺青，正是他亲卫军的标志。这乃是长得像，分明就是马鞭儿本人，好吧？耶律真又仔细地查看了一番，发现马鞭儿的舌头被人割了。突然，耶律真反应了过来，他们杀的这些哪是什么大干人，全是昨夜被大干俘虏走的5国联军。这些人的舌头被割了，所以说不出话来，从营帐里向他们跑来是为了求助，甚至是报信，结果却被他们当作大干人宰了。整个大营里全是这些俘虏，那北燕铁骑去哪了？坏了，上当了！耶律真终于反应了过来，这些俘虏就是留在大营里引他上串的，防止他进入大营后发现没人转身逃跑。有这些穿着大干服饰的俘虏给他杀，他就不会怀疑这是个圈套，所以才一路杀到了大营的中央。可北燕铁骑将他引到这大营中来，又是想做什么呢？耶律真仔细地分析着，如果他是大干人的话，就来个火烧大营，将他这几万骑兵全部烧死在这大营之中。轰！耶律真仿佛被雷劈了一下，愣在原地，随后又一把抓起地上湿润的泥土放在鼻子闻了闻，眼中满是惊恐之色。此时此刻，他终于明白空气中那股奇怪的味道是什么了，是火油。整个大营里全是火油，这是要把他火烤了呀！上当了，快撤！耶律真来不及考虑，连忙上马就要逃跑。就这时，漫天的火箭从天而降，轰的一声，大火冲天起，整个大营瞬间被火海所吞没。战马受惊后不再受控制，开始四散奔逃，大部分人都被甩到了马下。一时间，战马和士兵乱作了一团，到处都是惨叫声。杨巡为了这个计划可是下了血本，将整个大营都被泼满了火油，大火一起，他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不少人身上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在地上不断打滚，可越滚火越旺，在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这些人渐渐没了动静。啊！大干人，你们这些玩阴谋的脏人，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耶律真不甘地大喊道，随后拔出战刀抹了自己的脖子。这种程度的大火，战马已经不受控制，想要靠双腿跑出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身为国主，他不想在大火中痛苦的死去，只有这样才能保留他最后的体面。耶律真的身体刚刚倒下，大火就瞬间将其吞没。与此同时，徐爱看着被火海吞没的大营，暗自咂舌：王爷是真狠啊！这几万骑兵就这么被活活烧死了，可惜了这几万匹战马呀！徐爱说着，将宣花大斧扛在肩上，眼中没有任何怜惜。战争就是这样残酷。兄弟们，这批老鼠解决了，随我去山潼关解决另一批老鼠。山潼关内，杨巡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涮羊肉。羊是刚杀的，佐料是系统商城里兑换的，锅是军队里的行军锅，
简简单单，杨巡却吃得不亦乐乎。大干的烹饪技术很落后，基本上以蒸煮为主，佐料更是单一，要放在前世，就连狗看了都摇头。自从穿越以来，杨巡想这一口可是很久了。从滚红的汤锅里夹起一片刚刚烫熟的羊肉，放进蘸料里滚2圈，便塞进嘴里，随后喷出一口热气。杨巡只想高呼一声爽。就在这时，李平安满脸兴奋地冲了进来：“巡哥，你那什么武侯战车真是太猛了！你在吃啥好吃的？居然不带我！”李平安也不客气，当即让人拿来了碗筷，坐在杨巡对面，也不顾烫不烫，夹起羊肉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来，蘸这个吃。杨巡给李平安弄了一碗蘸料，又放了些羊肉进锅里，随后问道：“战况如何？”李平安被辣得吭哧吭哧地吐着舌头，擦着额头上的汗说道：“卧槽，哥，你这也太辣了！”说着又往嘴里塞了一筷子羊肉。跟着杨巡几天，李平安也学会了杨巡的现代口语，什么卧槽、牛逼之类的词汇张口就来。杨巡没好气地说道：“你吃慢点，又没人跟你抢，本王问你战况如何了？”“哦，战况啊，直接起飞了。巡哥你是不知道，那些异族蛮子被武侯战车射了几波后，直接就吓破了胆，哪还有攻城的心思，全都跑了。后面徐爱带着北燕铁骑赶到，一路追杀，我也派出城内的5000名骑兵去助阵，此时应该还追着呢吧？”李平安笑着说道：“之前他被这些异族蛮子打的那叫一个惨，此时看着这些异族蛮子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的模样，他心中那叫一个舒爽。”杨巡点点头，五国联军的骑兵已被全部消灭，剩下的步兵士气全无，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就在这时，2名士兵押着一个肥头大耳、满脸惊恐的男子走了进来，正是朴国昌。被武侯战车射翻后，朴国昌就钻进了死人堆里，本以为躲过一劫，没想到还是被抓到了。报告王爷，我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这个家伙。本以为只是个普通小兵，杀了就算了，可杨巡抬起头一看，才发现这家伙穿的是黄袍，上面还绣着一只龙。杨巡，李平安。朴国昌看到杨巡后，连忙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满脸的焦急之色。杨巡当即走上前去，看了看朴国昌，随后一个大嘴巴子就甩在了朴国昌的脸上。说的什么鸟语？本王听不懂，肯由斯比克拆逆兹。巡哥我听懂了，这狗日的说他不想活了，让我们剁了他。李平安凑上前说道。朴国昌顿时急了，连忙用蹩脚的汉语说道：“我会说你们的语言，我是高棒国主，别杀我。”原来是国主啊！杨巡微微一笑，随后又是一个大嘴巴子甩在朴国昌脸上。你一个弹丸小国的国主也敢穿龙袍？朴国昌顿时愣住了，他们国家的历任国主都是这么穿的啊，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过朴国昌的反应还是很快的，连忙将身上的龙袍脱了下来，不断给杨巡磕头：“放了我吧，只要你放了我，我愿意带领高棒国臣服于大干。”听到这话，杨巡顿时笑了：“你不会还不知道你们高棒已经被本王从这个世界上抹除了吧？”朴国昌原本只是想暂时稳住杨巡，让杨巡放过他，可杨巡此话一出，他顿时愣住了。这什么意思？难不成屠灭高棒的那支黑甲骑兵就是杨巡派去的？朴国昌此时才开始认真打量起了杨巡，一个看起来不到20岁的年轻人，怎会有如此手段？还不等朴国昌再次开口，杨巡已经重新坐到板凳上吃起了羊肉，边吃还边说道：“这个年头，什么猫猫狗狗都敢称国主了，明明是屁大点地方上面住了几个鸟人，也敢自称国家？就是，什么档次也想臣服我们王爷？”李平安也附和道，眼中满是对朴国昌的鄙视。“来人啊，把这家伙押到大街上去，让山潼关的百姓自行处置吧。”杨巡淡淡的说道。朴国昌面如死灰，他是侵略者，把他交给山潼关的百姓，他还能有活路？可即便不甘心又如何？兵败如山倒，朴国昌也只能认命，何况就连他的国家都没了，他有什么理由让杨巡放过他？就在这时，浑身是血的徐爱也回来了，狐疑的看了一眼被嫁出去的朴国昌，又看了看地上的龙袍，若有所思，随后拱手对杨巡说道：“启禀王爷，五国联军大败，北燕铁骑和辽州骑兵追杀20余里，已将败军斩杀的七七八八了。末将派了1万人继续追杀剩下的人，其他3万兵马已经返回山潼关。”说着，徐爱闻着空气中的香味，不禁咽了咽口水。杨巡又弄了一份蘸水放在桌上，说道：“不错，坐下来一起吃吧。来人，添一副碗筷。”徐爱面色一喜，连忙坐到杨巡身旁，笑靥如花地看着杨巡：“王爷咋知道他饿了，居然还让他一起吃饭，怪好嘞。”碗筷刚上来，徐爱就迫不及待地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顿时眼睛就亮了起来。滴个亲娘狂，这是什么玩意？也太好吃了吧！羊肉他也吃过不少，可还没吃过这么香的。虽然有点辣，但越吃越上头，越吃越想吃。原来父亲没骗人，跟着王爷真的能吃香的喝辣的，真是又香又辣啊！一时间，徐爱头上的90忠诚度直接跳成了100。看着徐爱大快朵颐的模样，杨巡对这个小伙子真是越看越喜欢。虽然徐爱的实力还比不上薛仁贵等人，但他才15岁啊！最重要的是，他对杨巡足够忠心，如果好好培养的话，他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徐爱啊，如今5国已灭，本王有件事要交给你办。一听到有差事，徐爱连忙放下碗筷，单膝跪下拱手道：“王爷请吩咐。本王明日将会返回北燕，本王要你留在辽州，稳住辽州局势。在这期间，你可以随意调动这4万兵马，等什么时候本王让你回北燕，你再回来。”杨巡说道。辽州刚刚打败外敌，百废待兴，难免会有宵小之辈跳出来作乱，靠李平安手中这几万老弱病残，显然是震慑不住那些宵小的。但如果4万北燕铁骑也留在辽州，即便是有宵小之辈想跳出来，也得掂量掂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北边可不只有这5个国家，在匈奴和此次被灭的5个国家以北，盘踞着一个强大的帝国。如今匈奴已定，5个小国家也被杨巡所灭，杨巡和这个帝国之间再无缓冲地带，迟早是要碰一碰的。
到时留在辽州的4万北燕铁骑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支骑兵。末将遵命。徐爱连忙应道。虽然他不想干这种无聊的事，但既然是杨巡让他去做的，他只会无条件服从。巡哥，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李平安也开口说道。他知道以他目前的势力，恐怕镇不住辽州。杨巡此举无疑是在帮他。有啥好谢的？辽州现在我的地盘不是？不过辽州的事情你先别管了，交给徐爱吧。你跟我回北燕，不久之后我打算进京，你跟我一起。杨巡说道。杨巡毕竟从小在北燕长大，对京城不太熟悉，但李平安就不一样了。之前他和杨巡没有见面的那几年，都是在京城的国子监里读书，对京城还算了解。有李平安在身边，杨巡进京也会更方便一些。听到杨巡要进京，李平安顿时瞪大了眼睛。巡哥，你可是要去沙里妙音那个小娘们啊？杨巡满头黑线，这家伙咋天天就惦记着沙里妙音呢？这是有多大的仇啊？再说吧，他要是不听话，那就杀了。哈哈，两人说着大逆不道的话，相视一笑，继续吃着火锅。三人一共消灭了10多斤羊肉，当然，这其中大部分都被徐爱吃掉的。别看徐爱个子不大，但饭量却不小。吃饱喝足后，杨巡返回了李平安给他安排的住处。明日就要返回北燕了，北燕铁骑又被留在辽州，所以杨巡打算让锦衣卫护送自己回北燕。意念一动，3男1女4个人就出现在了杨巡面前。其实这个系统召唤挺牛逼的，只要杨巡想，随时都可以将系统空间里的人物或兵马召唤出来。杨巡也不是没想过攒个几10万大军，然后在敌人腹地直接召唤，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可这个想法刚一出来，就被系统否决了。系统告知杨巡只能在自己的地盘内召唤，而且距离杨巡不能超过10公里。锦衣卫指挥使青龙见过主公。锦衣卫白虎堂堂主白虎见过主公。锦衣卫玄武堂堂主玄武见过主公。锦衣卫朱雀堂堂主朱雀见过主公。青龙主刺杀，白虎主审查，玄武主护卫，朱雀主情报。杨巡看向青龙，这是一个身高8尺、相貌堂堂的男子，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势，眼神冷漠，似乎没有一丝感情。青龙、玄武，你2人带领各自军士随本王回北燕。属下遵命。2人应道。青龙的声音还是那么冷酷，莫得感情。朱雀，你将你朱雀堂的兄弟分散至大干各地，以及周边国家，着重收集京城方面和南疆的情报，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遵命。朱雀是一个约莫30多岁的女子，面容姣好，身材高挑，就是和青龙一样，莫得感情。白虎，你带领白虎堂的兄弟配合徐爱留下来，稳定辽州局面，于1个月后返回北燕，听从刘正大人调遣。遵命。好了，下去吧。挥挥手打发走4人后，杨巡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这一天，山潼关内突然多了许多身穿锦衣、摇挎战刀、来去匆匆的身影，同时也有不少山潼关的官员被抄家灭门。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平日里鱼肉百姓的货色，引得山潼关内的百姓一阵叫好。第2日，杨巡骑着乌云踏雪和李平安离开了山潼关。徐爱原本还想派一队骑兵护送，但看到杨巡身边散发着肃杀气势的锦衣卫时，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又是5日过去，杨巡终于到达了北燕城，同时薛仁贵也带着8万玄甲军从天狼山返回了北燕。整个北燕都流传着薛仁贵3日灭5国的事迹，同时歌颂着杨巡的千古功绩。回到王府后，杨巡第一时间见了刘正，了解了这段时间北燕的发展。军公司现在已经走上了正轨，且经费充裕，每天都有不少武侯战车和诸葛连弩被制作出来。这些武侯战车和诸葛连弩除了调往辽州以外，还有一部分被送到襄州前线，交给了姜维。另外，水泥也制作了出来。刘正这边正在着手安排人加固北燕的所有城池的城墙。至于盐矿和金矿，都在正常开采，提炼出来的盐被白家派人来运走。北燕每日都有不少银子进账。1个多月不见，刘正比原来消瘦了不少，但眼中满是金芒，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笑容。最让杨巡诧异的还是刘正头上的100忠诚度。杨巡离开北燕的时候还没得到火眼丹的能力，所以不知道那时候刘正的忠诚度是多少，但绝不可能是100。在杨巡看来，刘正后面虽然被自己所征服，但忠诚度最多也就70、80，没想到居然这么高。这1个多月，刘正虽然忙了许多，但每天都过得无比充实。北燕就像是刘正的孩子一样，眼看着北燕一天天强大起来，刘正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同时庆幸跟着杨巡是一件多么明智的决定。如今整个北燕甚至已经有百姓家里供奉起了杨巡和他的长生牌，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要是跟着杨巡干到死，说不定百姓还会给他立庙呢。杨巡嘱咐让他对天狼山那边多上点心，毕竟薛仁贵这次抓回来了100多，奴隶得好好利用。种土豆简直就是改善百姓生活的头等大事，刘正一直很上心，得知杨巡抓了100多万人回来种土豆，心中更是对杨巡佩服的不得了。刘正走后，管家杨三进来说道：“王爷，外面有个老太监想见您，说是叫宋德。”得到杨巡的应允后，杨三将宋德领了进来。恭贺王爷凯旋，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宋德行了一礼，满脸笑意。宋德早几日便到了北燕，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宋德没有再去辽州寻找杨巡，而是选择在这北燕城等候。没想到杨巡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而且还诛灭了辽州以北的5个国家。这一仗可谓是打出了大干的天威，身为大干最忠实的奴才，宋德心中也是欣喜万分。宋公公有事？杨巡瞥了一眼宋德，这家伙不会又来劝自己出兵吧？宋德眼中闪过一抹伤感，连忙说道：“回王爷，下月18便是先皇忌日，女帝邀请王爷进京一同祭拜。”先皇忌日？杨巡皱起了眉头，这个先皇说的自然不是李谦那个小屁孩，而是李妙音的老爹。从小到大，杨巡对于这个先皇都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听父亲说过先皇对杨家确实不错。
先皇曾经救过杨怀的性命，每当朝中大臣提议削弱镇北王兵权时，也是先皇力排众议，力保杨怀，且每年都在增加北燕的军费开支。如果没有先皇，就没有强大的北燕。就连藩邦每次进贡什么好东西时，先皇也会拿出一部分先送到北燕与杨怀分享。二人虽是一君一臣，却恰似亲兄弟。据说二人年轻时还结拜过，至于是不是真的，恐怕只有2个当事人才清楚。也正是因为如此，杨怀当初才会毫不犹豫领兵出征，以报先皇厚恩。想到这，杨巡又有些黯然神伤。这么长时间了，父亲杨怀的尸身还是没有找到，杨巡也只能在杨家的祖墓里给杨怀立了一个衣冠冢。如今杨巡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朱雀身上了，但愿朱雀能打探到父亲尸身的下落吧。杨巡看了一眼宋德，点头道：行，等本王休整2日便出发。反正杨巡接下来也是打算进京完成系统任务的，顺便祭拜一下这个父亲的老兄弟也好。啊，王爷您答应了？宋德愣住了，差点激动地哭出来。他原本还担心杨巡不会同意，准备了一大堆说辞，结果没想到杨巡这么轻易就答应了。其实女帝这次邀请杨巡进京，除了祭拜先皇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撮合杨巡和蓝穗穗的婚事。只要杨巡和蓝穗穗完婚，平阳侯兰有图就成了杨巡的老丈人。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即便杨巡不想为朝廷出兵，也不至于眼睁睁看着他老丈人在前线浴血奋战吧？怎么，本王不应该答应吗？杨巡冷声问道。宋德浑身一震，连忙躬身道：王爷恕罪，老奴不是这个意思。对了，老奴这里还有一封信，是您外公写给您的。我外公？杨巡皱起了眉头。杨巡的母亲柳氏在杨巡出生的时候就没了，外公杨巡也就是小时候见过几面。印象里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人，家风严厉，为人刚正，曾在朝中担任兵部侍郎，不过应该已经退休多年了。毕竟是自己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杨巡迫不及待地拆开了信件。杨巡无孙，前经一别已是多年，吾闻尔父死讯，心甚痛，又闻尔大破匈奴，甚未知今天下大乱，南王谋逆，各路诸侯虎视眈眈，今受女帝所托，以信劝尔入京，柳族世受皇恩，莫敢不从。但庙堂飘摇，无恐尔父怀之后尘，故望尔深谋在定，切勿为难。信纸用的是很粗糙的草纸，只有短短3页，但整体规整清秀，笔锋苍劲有力，寥寥几句便将要交代的话写得一清二楚。看样子这封信是李妙音那个小娘们让外公写的，目的就是要让杨巡领兵进京支持前线，而外公家里是受皇恩，只能照办。但外公又觉得朝廷不太行，怕杨巡负了杨怀的后尘，所以让杨巡仔细思考后再决定要不要进京，千万不要因为他的信而感到为难。外公一家都住在京城，李妙音可以随意拿捏。尽管如此，外公还是在信中劝杨巡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足见外公还是站在杨巡这一边的。想到这，杨巡心里流过一阵暖意，将信件小心翼翼地收好，笑着对宋德说道：有劳公公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先下去吧，等本王整顿好兵马，到时你与本王一同返回京城。老奴谢过王爷。宋德朝杨巡行了一礼，随后连忙退下。从镇北王府出来时，宋德直接激动地哭了起来。为了防止杨巡看出什么端倪，他和女帝都没有看杨巡外公的信件，还真担心信中会说什么不好的话，但现在看来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杨巡终于答应进京了，大干有救了。丁，恭喜宿主成功诛灭鲜卑、北羌、高蚌、扶余、陈蚌5国，完成隐藏任务，奖励火药的制作与配置比例，星号1，万灵丹星号3。宋德走后不久，杨巡脑海中就出现了一道机械的提示音。杨巡顿时满头黑线，什么垃圾系统，自己都回北燕了，奖励才到账，这延迟简直是没谁了。这么难的任务才给这么点奖励，系统你是真黑啊！正想着，提示音再次传来，万灵丹可以延年益寿，治愈一切疾病。卧槽！杨巡瞬间收回自己刚才的想法，能治愈一切疾病的药，别说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就算是放在现代医学界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这简直就是保命的神药啊！杨巡瞬间感觉这一仗打得值了。丁，检测到宿主成功征服鲜卑、北羌、高蚌、扶余、陈蚌5国，获得领地奖励5万积分。还有领地奖励？杨巡瞪大了眼睛，原来系统之前说的占领或征服土地中的征服是这个意思。而且杨巡发现这个领地奖励似乎是根据土地的大小来发放的，比如杨巡之前占领北燕的奖励是5万积分，而这次征服了5国的土地同样也是5万积分。这是因为这5个国家的面积加起来才和北燕差不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杨巡诛灭5国，加上之前的领地奖励，此时的积分已经达到了60万。这还是因为薛仁贵在诛灭5国时屠杀的平民不能换算成积分，否则积分将会更多。杨巡当即打开系统商城，看向了红衣大炮的制作方法。当初觉得25万积分的红衣大炮制作方法遥不可及，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丁，兑换红衣大炮的制作方法需要25万积分，是否兑换？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杨巡点击了确定。丁，检测到宿主不符合兑换条件，占领大干全境后可以解锁兑换。啊！杨巡这才注意到所有的技能书下面都出现了兑换条件4个字，杨巡记得之前是没有的。像红衣大炮和火铳这样的热武器制作方法都要等统一大干全境以后才能兑换，难不成就因为他说系统延迟高，所以系统故意搞他？杨巡顿时僵住了，这跟老子把药吃了，裤子脱了，你跟老子说你来世了有什么区别？杨巡本来还想炮轰平南王，枪打李妙音呢，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泡汤了。系统，还是你小子狠啊！既然炮换不了，那就增兵吧。除了系统的任务奖励外，抽奖满100次送的军队就是目前获得兵马的唯一方法。系统，给本王来30次10连抽。丁，30次10连抽需要消耗积分30万，是否确定？确定。
丁，恭喜宿主获得土豆一担星号100，玉米4星武将化熊。丁，恭喜宿主获得极品侍女貂蝉，土豆一担星号50。丁，恭喜宿主获得卧龙凤雏大礼包。丁，恭喜宿主抽奖次数达到100次，获得系统赠送军队西凉铁骑5万。卧槽，这就是30次10连抽吗？也太爽了！最让杨巡期待的还是那个貂蝉，不是，是那个卧龙凤雏大礼包。谁都知道卧龙是诸葛亮，凤雏是庞统，这两位都是三国时期的大能啊，这是打包被杨巡抽中了。杨巡初步清点了一下，除了玉米和土豆外，此次抽到的技能书有纸张制作大全、专类烧制大全，加上系统奖励的火药的制作与配置比例，此次一共得到了3本技能书。人物则是有侍女貂蝉、4星武将化熊，还有个卧龙凤雏大礼包。其他物品除了几个望远镜外，还有一把碎发的短枪，杨巡打算留下来防身。最让杨巡惊喜的还是300次抽奖后系统赠送的3支军队：西凉铁骑5万、大济士5万、青州军5万。杨巡当即看向了系统空间里的那个卧龙凤雏大礼包，不会真是诸葛亮和庞统吧？丁，是否开启卧龙凤雏大礼包？开启。丞相，本王终于要见到你了。随着白光一闪，2个胖子出现在了杨巡面前。末将邢道荣、潘凤拜见主公。杨巡，我去你妈个 X！ 系统，你给老子滚出来！你是这么理解卧龙凤雏的吗？你开出2头猪来，至少还能吃吧？这两货是什么玩意？再看看系统里抽到的东西，瞬间就不香了。这30万积分花的，看似不赚，实则血亏啊！主公，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邢道荣见杨巡的脸一阵青一阵白，连忙开口问道：难道主公是在为北燕的未来发展而担心？潘凤也凑了过来。还不等杨巡开口，邢道荣又继续道：主公不必担忧，有我北燕上将军邢道荣在，加上无双上将潘将军，一定能让主公一飞冲天，统一天下。统尼玛！杨巡一巴掌就抽在了邢道荣脸上，他看见这货就来气，一点本事没有，只会吹牛逼。00上将军邢道荣前世差点被赵云、张飞打出屎来，见到诸葛亮后马上投降，答应诸葛亮的条件，回到00后还自作聪明跟主子说是诈降，结果被诸葛亮耍得团团转，最终丢了00。这种人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个250。主公，为何啊？邢道荣捂着脸瘫坐在地，满脸不解，头上的100忠诚度倒是一点没变。他寻思着他也没什么地方得罪杨巡啊，杨巡为何发这么大的火？难道是嫉妒他的才华？可是他即便才华出众，武艺超群，也是忠于杨巡的，杨巡有什么好嫉妒的？来人啊，把这两货拖出去打！刹那间，数名锦衣卫冲了进来，将邢道荣和潘凤2人如同拖死猪般拖了出去。很快，外面就传来了2人的惨叫：妈的，居然抽到了这两货！今天莫不是踩到屎了？杨巡平复了一下心情，又把华雄召唤了出来。在看到华雄的那一刻，杨巡心中总算是有了些许安慰。虽然华雄不是关羽的对手，但身为西凉名将的他，绝不是邢道荣那种酒囊饭袋能比的。一身的肃杀之气以及眼中的凌厉之色，无不彰显着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悍将。杨巡交代了华雄一些事项，让华雄去协助薛仁贵整顿兵马后，就返回了寝室。他必须要让貂蝉出来抚慰一下他那受伤的心灵。锦衣卫下手可是很重的，此时邢道荣和潘凤已经被打成了猪头，二人是怎么也想不通，为何杨巡一见他们就发火？以他们的本事，不应该被如此对待啊！就在这时，潘凤看到威风凛凛的华雄走了出来，不知怎的，突然浑身一颤，直接尿了出来。邢道荣闻到尿骚，顿时惊讶地看向潘凤：潘将军，亏你还说自己是无双上将，居然如此不堪！你看看我邢某，就算被打成猪头又怎样？我能忍着？哎呦！说着，邢道荣又挨了锦衣卫一脚，发出一声惨叫，一张脸涨得通红。潘凤也有些尴尬，连忙解释道：我也不想啊，只是我看到刚刚走出来那个人不知怎的，心中就是一阵害怕。邢道荣眼中闪过一抹鄙视，不就是个得志小人吗？有什么好怕的？在我看来，不过是土鸡草狗，我一刀就能劈死他。若是把我的名字说与他听，他非得吓傻了不可。我告诉你，这都是主公给我们的考验，如果连这都忍受不了，还如何成就一番大业？你看着，等主公打完我，一定会封我为大将军。邢道荣话音刚落，一名锦衣卫就走了过来，往地上扔了2块抹布。邢道荣、潘凤，遵王爷指令，你们两个以后就在王府做杂工，后续如何安排？等王爷命令，现在马上去干活。寝室中，一个18、19岁的少女出现在杨巡面前。少女身着浅蓝色的轻纱罗裙，纤细腰肢盈盈一握，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垂至腰间，头挽飞云髻，云髻里插着一只翠玉梅花簪，玉颜雅致，肤若白玉，樱桃小嘴不点翅，长长的睫毛下，一双如琉璃般璀璨的眼眸透露出丝丝妩媚，往那一站如仙女般高雅尊贵，又如邻家少女般温婉如水。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杨巡，此时也不禁咽了咽口水，真不愧是4大美女之一，这颜值，这气质，简直吊打前世的一众明星。恐怕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倾国倾城，闭月羞花这8个字。奴婢貂蝉见过王爷。貂蝉行了一礼，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免礼免礼。嘿嘿。杨巡的嘴角都咧到了耳根，连忙扶住貂蝉。一股淡淡的清香从貂蝉身上传来，让杨巡一时间心猿意马。感受到杨巡双手传来的温热，貂蝉俏脸一红，连忙低下头，下巴都快埋进了胸里。今后奴婢就是王爷的侍女了，若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王爷海涵。就在这时，杨巡突然收敛起了笑容，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的侍女的，你都会些什么啊？貂蝉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连忙说道：王爷，奴婢精通琴棋书画、纺织刺绣，还有洗衣做饭。哦对，奴婢还会跳舞，还有……貂蝉还没说完，杨巡就打断道：那只会暖床吗？暖床？这个倒是不曾试过，不过奴婢可以学的。貂蝉红着脸说道，声音细若蚊蝇。
本王就喜欢你这样好学的女子，哎，本王这就好好教你。杨巡嘿嘿一笑，锁上了寝室大门。此处省略2万个字。一觉醒来，已是第2天中午。看着怀里因劳累过度还在熟睡的家人，杨巡昨日的怒火已经消了大半，蹑手蹑脚地下了床，又给貂蝉盖好被子。杨巡这才穿好衣服离开了寝室。刚出门就看到了满脸笑意的蔡文姬。昨夜整个院子里都回荡着少儿不宜的声音，蔡文姬也住在院子之中，自然是听得一清二楚。杨巡拥有霸王之力，体格强健。自从蔡文姬和杨巡有了肌肤之亲后，几乎每晚都被杨巡折腾得不轻。这下好了，终于有一个姐妹来替他分担一下了。杨巡自然知道蔡文姬在笑什么，刚想开口调戏她一番，蔡文姬就先开口了：“王爷，奴婢给王爷炖了虎鞭汤，请王爷稍等，奴婢这就去端来。”说完，蔡文姬一溜烟就跑了。虎鞭汤？杨巡一愣，本王需要那种东西，这是瞧不起本王？好吗？今晚上就让你知道本王的厉害。看着蔡文姬离去的背影，杨巡已经想好要怎么收拾她了，整理了一下衣装。杨巡敲响了隔壁偏房的门，过了一会，房门打开，顶着黑眼圈的那人看到杨巡时，顿时俏脸一红。昨夜的动静那么大，他就住在旁边，怎么可能听不到？之前杨巡和蔡文姬动静不小，但他还能勉强睡着，现在又来了个貂蝉，动静更大，他是一晚上都没睡。真不知道王府这么多房间，杨巡为啥偏要让他住在隔壁？难不成是故意折磨他？想到这，那人嘟起了嘴，但还是让开一条道路，将杨巡迎了进来，对杨巡行了一礼。见过王爷。杨巡摆摆手问道：“怎么样，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那人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谁能习惯啊？当然，杨巡不在镇北王府的那段时间倒是挺习惯的，不过他一个质子，有的挑吗？那人当即点头说道：“还是挺习惯的。听闻王爷诛灭了辽州以北的5个国家，恭喜王爷。”杨巡凯旋的事，那人也听说了。说实话，他还是挺震惊的。虽然这5个国家加起来也不如匈奴强大，但杨巡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其诛灭，足见杨巡的实力有多么恐怖。那人不禁在心中发问：如果杨巡想灭了匈奴，匈奴能挡得住吗？你也知道这事，怎么样？本王牛逼吧？杨巡一脸得意之色，随后话锋一转：你们匈奴的小心思该收一收了，还有你，不要做蠢事。那人愣了一下，他知道杨巡这是在警告他，也是在警告匈奴。王爷放心，匈奴人永远忠于王爷，不敢有二心。自从他看到杨巡那一身肌肉后，他便打消了刺杀杨巡的想法。毕竟他是真没把握能干掉杨巡，若是失败了，杨巡一怒之下肯定会举兵进攻匈奴，这是他不想看到的。而且在北燕这么长时间，他亲眼见证了北燕的繁华与强大，也见证了杨巡那战无不胜的王者之师。匈奴靠什么打败北燕？靠捡不完的牛粪，还是布满缺口的弯刀？即便再给匈奴发展50年，匈奴也不可能是北燕的对手。而且自从匈奴臣服北燕后，北燕在天狼山设立了护市贸易点，牧民们可以用皮毛和牛羊来跟大干人交换盐、粮食、生活器具，匈奴人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对双方百姓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而大干作为宗主国，除了每天要他们上贡的牛羊皮毛外，也没有奴役或者压迫他们。和贸易点给匈奴带来的收益外，这点牛羊和毛皮根本不算什么。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发动战争呢？那人不知道他父亲的想法有没有改变，至少他现在是这样想的。想到这，那人也不禁在心中祈祷，希望伯克尔跟他的想法一样，千万不要给匈奴带来灭顶之灾。杨巡对那人的态度还算满意，如今杨巡的战略目标还是在统一大干上，只要匈奴老老实实的，杨巡暂时也不会去动他们。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嘈杂声，一股黑烟从杂工的院子里窜上天空。发生什么事了？杨巡顿时皱起了眉头。一名锦衣卫匆匆赶来，启禀王爷，下人的院子里走水了，火势很大，已经蔓延到其他院子了。火势蔓延得很快，整个王府都被黑烟所笼罩。一时间，王府侍卫、锦衣卫、伙计、丫鬟全都行动了起来，就连杨巡和那人也赶了过去，一起帮忙灭火。附近的百姓收到消息后，也自发赶来，加入灭火队伍之中。古代的灭火条件比较落后，这场大火足足烧了2个时辰。随着上千人的不懈努力，大火渐渐熄灭，但大半个王府都被烧没了。杨巡的脸都黑了，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烟熏的，反正就是黑。在他身后是同样一脸黢黑的蔡文姬、貂蝉和那人。一众下人跪在一旁瑟瑟发抖，下人住的偏院失火，导致整个王府被烧了一半，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下人都难逃其咎，理应处死。即便杨巡还没有发话，但这些下人的脸色已经苍白到了极点，眼中满是绝望，似乎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王爷，查清楚了，是一个低等下人在茅厕里用火烧飞廉、蟑螂，所以导致了失火。青龙走到杨巡身旁说道。随后邢道荣和潘凤就被带了过来。看到邢道荣的那一刻，杨巡的脸更黑了。原本杨巡消气后还为自己不分青红皂白打了邢道荣和潘凤一顿有些愧疚，毕竟前世怎么样是前世的事，这一世他俩没犯什么错，但现在看来邢道荣这一顿是真没白挨啊。主公，末将对不起你啊。邢道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将整件事交代了出来。原来两人被贬为低等下人后，就被发配到了下人住的偏院。邢道荣在院子里的茅厕上厕所时，发现厕所里有很多飞廉。毕竟古代卫生条件差，即便是皇宫中也难免会有匪廉这种让人讨厌的昆虫。邢道荣煞是恶心，用脚踩不进，便想到了用火烧的办法。可没想到一不小心火油倒多了，把茅房给引燃了。加上这段时间气候干燥，大火很快便蔓延开来。杨巡听后直摇头，系统啊，你这次可是把本王坑惨了，就给本王一个貂蝉，怕是有些不得行啊。邢道荣跪在地上抱头痛哭，潘凤在一旁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他可是什么都没干啊，不会又要挨顿打吧？潘凤，你去西凉铁骑军营找华雄报道吧，以后你就听从华雄调遣。
杨巡突然开口道：“啊！”潘凤有些不知所措，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吧。末将遵命，多谢王爷。反应过来的潘凤连忙谢恩，嘴都咧到了耳根。杨巡算是想明白了，把这两货留在身边就是个错误。潘凤前世虽然被华雄一刀斩了，但既然是韩服的上将，应该还是有点本事，索性就让他去华雄帐下当个小军官，眼不见心不烦。见杨巡让潘凤进了军营，邢道荣顿时急了，似乎忘了自己烧掉王府这回事，连忙问道：“主公，那我呢？”“来人啊，把这货拖出去，再打一顿。”邢道荣。半个时辰过后，被打得半死的邢道荣再次被拖到杨巡面前。邢道荣不甘心啊，他明明一身本事，怎么就无处发挥啊？“主公，道荣对你的忠心日月可见，恳请主公给道荣一支兵马，道荣定为主公打下一片江山。领兵还是算了，你的猪脑我另作他用。”杨巡淡淡的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就在我身边当个侍卫吧。玄武，他以后就跟你。”“王爷放心，属下会看好他的。”玄武连忙说道：“多谢王爷。”虽然和预期的差了许多，但邢道荣还是很开心的，至少能摸刀了，比什么低等下人好多了不是？邢道荣始终相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杨巡给他的考验，总有一天杨巡会让他当大将军。在邢道荣美滋滋的同时，杨巡也在思考着邢道荣的能力和性格，若是利用好了，说不定能起到奇效。让人将邢道荣带走后，杨巡又看向一旁跪着的下人，此事非尔等之罪，不过却有疏忽之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所有人罚半年的月钱，起来吧。杨巡继承王位以后，这些下人每个月都能领到1贯钱，这个月的月钱前几日也刚发放过，有之前的月钱在，半年没收入，这些人也饿不死，顶多就是日子过得紧一点，也算是给他们的惩戒。多谢王爷。众人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甚至有的人直接激动地哭了起来，对着杨巡连连磕头。这要是换做任何一家的老爷，他们这些人都必死无疑了，可杨巡居然放过了他们。相比于自身的性命，半年的月钱又算得了什么呢？王爷还是仁慈啊。蔡文姬感慨道：“是啊，若是换做别家主子，这些人恐怕都得被处死。”貂蝉也点头道：“那人看着杨巡的背影，眉头微皱，要说杨巡是个善人吧，他打起仗来心狠手辣，辽州以北的5个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哪怕是他们匈奴，提起杨巡也就只有2个字：恶魔。可要说杨巡是个恶人吧，他又颁布了一项利民的政策，让北燕的百姓对他感恩戴德，平日里他对下人也从不打骂，甚至吃饭时也允许他们这些女人上桌。杨巡啊杨巡，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正当那人想得入神的时候，杨巡突然回过头来，看着如同黑炭头一般的三女，杨巡不禁好笑。这要是放在前世，拍个短视频以组合出道一定能火，组合名杨巡都想好了，就叫黑玫瑰组合。那人，你在王府也白吃白喝1个多月了，王府不养闲人，从今天开始你就和文姬他们一样，做我的侍女吧。突然被杨巡点名，那人吓了一跳，这才回过神来，不禁愣住了。怎么说她也是个公主，杨巡居然让她做侍女，可不愿意又怎么办？就连整个匈奴都臣服在了杨巡的脚下，她这个匈奴公主在杨巡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她是被父亲送来做人质的，杨巡让她做侍女都是给她面子，没把她当奴隶就算是好的了。那人咬着嘴唇，眼中不免有些委屈，半晌才憋出一句话：“做侍女要帮你暖床吗？做侍女要帮你暖床吗？”那人这一句话差点没将杨巡噎死，刚想说也不是不可以，身后就传来了李平安的声音：“卧槽，发生啥了这是？王府被袭击了。”刚逛完回来的李平安看着破败不堪的王府，瞪大了眼睛。就在这时，李平安注意到了杨巡身后满脸黢黑的三女，顿时一脸坏笑：“巡哥，怪不得我叫去你不去呢，原来是口味变了，喜欢昆仑奴了。昆仑奴，古代对黑人的称呼。”杨巡，三女又羞又怒，那人更是狠狠地瞪了李平安一眼，居然说他们是昆仑奴，年纪轻轻的，眼睛是真瞎。你们3个先下去洗漱一下吧，待会过来吃饭。杨巡看出了三女脸上的不悦，对三女吩咐道。三女行了一礼，随后退下。三女走后，杨巡一巴掌抽在李平安脑袋上，又踹了李平安屁股一脚。你看娘死哪去了？一天不见人，什么狗屁昆仑奴，那是烟熏的看不出来，本王的品味有那么差？李平安捂着脑袋讪讪笑道：“我这不是去抚慰北燕的失足少女了吗？嘿嘿，走去吃饭。”杨巡对这个好色之徒也是无语了，随便用旁边水桶里的水洗了把脸，又踹了李平安一脚，大步朝正厅走去。李平安屁颠屁颠的跟在杨巡后面：“巡哥，刚才那3个真的不是昆仑奴。”此时正厅已经摆了一桌子饭菜，王府的厨子在杨巡的调教下已经会做一些家常的炒菜了，虽然简单，但看起来也都色香味俱全。李平安看着满桌的菜肴，哈喇子差点流出来，但见杨巡没开动，他也只好悻悻地坐着，眼睛在满桌子的菜肴上挪都挪不开。过了一会，薛仁贵和华雄并肩而来，在他们身后还跟着娇小的刘正。吾等见过王爷，都坐，让你们过来也没啥事，就是一起吃个饭。杨巡笑道。刘正大惊，连忙说道：“王爷乃千金之躯，吾等卑贱，岂敢与王爷一同用餐？”薛仁贵和华雄没有说话，也是一脸的惶恐。杨巡是主，他们是臣，让他们和杨巡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这不是对杨巡的大不敬吗？杨巡面色一肃，在本王面前没有身份贵贱一说，今天是家宴，没那么多规矩，让你们坐就坐。三人对视一眼，这才诚惶诚恐地坐下，但每个人都挺直了身子，一副坐立不安的模样。就在这时，梳洗过后的三女也来了。见过王爷，见过李公子、刘大人、薛将军、华将军。三女对诸人行礼，刘正等人也纷纷起身回礼。只有李平安的眼睛都看直了，这天下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和这3位一比，他以前见过的女人简直都是庸脂俗粉。特别是在看到貂蝉的那一刹那，李平安还以为是仙女下凡了。巡哥，这3位姐姐是？
他们就是你说的昆仑奴。杨巡淡淡的说道。啊，原来是嫂嫂啊，多有得罪，还望嫂嫂们海涵。李平安连忙起身赔礼。听到嫂嫂二字时，貂蝉和蔡文姬都是俏脸一红，那人则是冷哼一声，将头扭到了一旁。公子可不敢乱叫，我们只是王爷的侍女，身份低微，没有那个福分。貂蝉连忙说道。他和蔡文姬何尝不希望能有个名分，但他们心里也清楚，他们只是杨巡的侍女，杨巡能临幸他们是他们的福分，岂敢还有别的非分之想。二女眼中的落寞，杨巡尽收眼底，但杨巡没有说话，有的时候光嘴上说没用，得用行动来表达。都一样，都一样。李平安笑了笑，随后目光再次回到桌上的菜肴上，不再多看三女一眼。坐吧。杨巡指了指旁边的2个位置，蔡文姬和貂蝉会意，连忙坐下。此时那人不禁尬住了，因为杨巡根本没给他留位置。平日里杨巡在王府时，他也是和杨巡一起用餐的，今日这般是为何？但很快杨巡就解答了他心中的疑惑。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为本王和诸位大人添饭？一点眼力见都没有。那人这才反应过来，之前她是匈奴公主，但现在她只是杨巡身边的一个侍女。可同样为侍女，为何蔡文姬和貂蝉能和杨巡坐在一起吃饭？难道就因为他们比我长得好看吗？那人心中不服，但还是只能乖乖去添饭。大家就当是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吃。杨巡说着，夹了一块回锅肉塞进嘴里。见杨巡动筷，众人这才端起碗筷，桌上的菜玉很多，他们都没见过，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吃啥，只好学着杨巡，一人夹了一块回锅肉。当他们吃下回锅肉的那一刻，眼睛顿时亮了。好吃，真好吃啊！他们这一辈子还没吃过如此美味的佳肴。特别是薛仁贵，当即就着回锅肉在嘴里的余香，扒了2大口饭。别光吃一个菜啊，尝尝别的，都给我吃饱了。谁要是饿着肚子回去，以后就别跟着我杨巡混了。杨巡随和的笑道。知道薛仁贵饭量大，每个菜都是用盆装的，分量绝对足。就是，巡哥财大气粗的，你们怕啥？还能吃穷他不成？李平安附和道。此时的他已经吃得满嘴是油，一点形象都不顾了。听到这话，众人一笑，也逐渐放松下来。风卷残云的嫂嫂当着桌上的菜，就连刘正也撸起了袖子，夹了一筷子鱼香肉丝，大口扒拉着碗里的饭。当然，蔡文姬和貂蝉例外，俩人捂着嘴小口的将饭菜送进嘴里，时不时还给杨巡夹着菜。见状，杨巡顿时说道：“你俩再不放开来吃，可就要被他们吃没了。”二女听到这话，只是对着杨巡甜甜一笑，依旧细嚼慢咽。一旁的那人看着众人大快朵颐的样子，不禁咽了咽口水，肚子咕噜噜的叫着。而杨巡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这一点，依旧跟众人谈笑风生，时不时还让他添饭倒酒。这顿饭吃得很开心。饭后李平安叼着个牙签，哼着小曲就离开了镇北王府，而杨巡则是将刘正3人叫到了书房之中。王爷，您叫我们来可是为了进京一事？刘正开口问道。杨巡点点头，说道：没错，刘大人，本王离开北燕后，北燕以及漠北的大小事务还是由你全权处理，辽州那边你也照看着点，毕竟徐爱还年轻，经验不够。对了，这王府也找人来修缮一下吧，钱就从北燕的银库里出。不是杨巡要挪用公款，而是杨巡真的没钱啊。之前王府的钱都用来补贴北燕的财政了，盐和金矿所得的收入也全在建设和军费上了，没有落入杨巡手中。王爷放心，臣一定竭尽所能。刘正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钱庄的票据交给杨巡。杨巡接过一看，上面写着钱100万贯。这么多？杨巡瞪大了眼睛，100万贯相当于北燕1个季度的税收了，而且税收并不全是银钱，其中还有不少粮食和布匹，可这100万贯全都是现钱啊，只要有票据就能在全国各地的钱庄将钱取出来。王爷，这段时间金矿开采和贩卖金盐让北燕的经济飞速增长，如今银库充裕，这点钱不足1/10，况且这些钱本就应该是王爷您的。刘正连忙说道。杨巡一愣，他没有这么关注北燕的财政，没想到短短1个月赚了这么多钱。其实贩盐的钱只是一部分，金矿的开采才占了北燕收入的大头。杨巡没有限制开采量，2座金矿都是没日没夜的开采，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即便是天狼城的建设开销很大，每天也还有不少剩余。杨巡当即将票据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此次去京城难免有用钱的地方，这100万足够了。本王这次进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过2个月第一批土豆就应该成熟了，这次成熟的土豆就全部当做种子，把天门关到天狼山之间的区域全部开垦种满，那100万奴隶你要好好利用。王爷放心，臣定不让王爷失望。刘正连忙说道。杨巡将土豆给他了，人也给他了，如果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他这个北燕刺史也不用当了。华雄，末将在。华雄连忙单膝跪地。你率领5万西凉铁骑和5万青州军，明日一早出发，经怀州到达楚州边境，随后等我命令。此次进京除了完成系统的任务外，更重要的是抢地盘，等姜维拿下襄州后，便可与华雄分2路，同时对楚州发动进攻，势必以雷霆之势拿下楚州。末将领命。薛仁贵，末将在。你率领8万玄甲军，后日一早随本王前往京城。末将领命。这一次杨巡可谓是倾巢而出，至于刚刚抽到的5万大戟士，杨巡已经让他们前往天狼山了。一方面是与之前的5万大戟士合兵一处，震慑匈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日后向北进军。不过提起襄州来，杨巡还真有些疑惑，这已经快过去半个月了，为何姜维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来自于姜维那边的积分也只增长了1-2万，双方加起来有数十万大军，这1-2万的积分进账简直就是小打小闹嘛！难道姜维真的遇到对手了？从北燕进京最短的路线就是穿过襄州境内，进入赣京城所在的春州，否则就要从北燕以西的鲁州绕路，或者从怀州绕到楚州，再前往京城。可鲁州和楚州现在都不是杨巡的地盘，想要通过会有一点困难。
原本杨巡以为姜维能在他进京之前拿下襄州，但现在看来自己必须从北燕夹击襄州，助姜维一臂之力了。正想着，青龙的声音从书房外传来：“报告王爷，匈奴王子来了，说是要拜见您。”杨巡皱起了眉头，匈奴和北燕现在相安无事，匈奴王子拜见自己是假，想见那人才是真的吧？何况若是要夹击襄州的话，必须和薛仁贵制定一下行军计划，哪有时间见什么匈奴王子？不见就说我不在，让他见完他妹妹后赶紧滚。虽然杨巡不打算见他，但让他们兄妹短暂的团聚一下也是可以的，顺便也是让伯克尔那老家伙放心，他女儿在北燕好得很。房间内刚洗完碗的那人无力地坐在床上，不断揉搓着自己的胳膊，肚子咕咕乱叫。直到现在他都还没吃上饭，难道这就是侍女的生活吗？也太苦了吧！臭杨巡，让我添饭，让我洗碗，我明明是匈奴公主好不好？那人气愤地捶打着床铺，心中满是委屈。王府用的碗很小，一碗饭几口就没了，特别是那个薛仁贵，他就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全程他都在不停地给薛仁贵添饭，添饭添的他手都酸了。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了，那人嘟着嘴打开了房门，这才发现门外站着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王兄，你怎么来了？那人眼中满是惊喜，连忙将来人迎了进来。来人正是匈奴王子查西亚乌恩，父王让我到天狼山用牛羊换取盐和布匹，顺便来看看你。乌恩笑道：怎么样，在北燕还习惯吗？那镇北王没对你做什么吧？王兄放心，杨巡没对我做什么，我在这里有吃有穿，挺好的。为了不让父兄担心，那人选择将委屈全部咽进肚子里。乌恩点点头道：那就好。那人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父亲把你救出来。此话一出，那人顿时皱起了眉头。王兄，你和父亲难道还打算与北燕为敌？乌恩顿时面露严肃，有些愤慨道：不是我和父亲，只有我而已。自从天狼山设立了护市后，父亲整日就琢磨着用牛羊换取大钱的盐、茶叶、布匹，然后再卖给一些偏远的部落赚取差价。部落里的族人也是如此，整个部落的勇士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商人，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赚钱。有了钱，族人的生活就会好起来，这不挺好的吗？那人疑惑地问道：好什么？那人，你是不知道，那杨巡为何要侵占天狼山？因为天狼山有2座大型的金矿。乌恩突然变得激动起来，2座金矿啊，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恐怕整个匈奴100年都吃不完。北燕为什么要设立护市？就是为了让我们匈奴人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变得麻木不仁，从而放下战刀。我们匈奴人世世代代都是靠战争、靠掠夺活下来的，如果没有战争，没有掠夺，我们还是匈奴人吗？乌恩越说越激动，殊不知在房间外面的房顶上，数名锦衣卫已经缓缓抽出了腰间的战刀。王兄，慎言！那人吓了一跳，连忙起身将窗户关起来。王兄，你不要乱说，匈奴世世代代因战争死了多少人，如今族人有饭吃有钱赚，我觉得挺好的，不要再起战事了。听到这话，乌恩顿时皱起了眉头。那人，你难道也被那镇北王迷了心智不成？我们从小学习的就是骑马打仗，明明可以从那些奸商手中把东西抢过来，为何要拿牛羊去换？父王战败丢了整个匈奴的尊严，但我和父王不一样，总有一天我会联合草原上的所有部族，马踏北燕，将北燕的金钱、女人全都抢过来。王兄，你不要乱说，王府里全是杨巡的人，你这话若是被别人听了去，会惹大祸的。那人劝阻道：这个王兄简直是无可救药了。乌恩年少气盛，在部落的年轻一辈中也是佼佼者。上一次伯克尔出征时，他并没有跟随，所以根本不知道大干军队的可怕。在他看来，匈奴和北燕打了几百年，互有胜负，可到了他父王，这却选择向北燕臣服，简直就是软弱无能，有辱先祖。他这次来，除了看望那人以外，也是想见见杨巡，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能让他父亲低头。结果杨巡根本不见他，这让乌恩仿佛受到了侮辱。怎么说他也是匈奴王子，杨巡此举无疑是在轻视他，轻视匈奴。总的说来，乌恩心中就2个字：不服。我堂堂草原汉子，有什么好怕的？就算杨巡在这我也敢这么说，有本事就把我杀了。乌恩话音刚落，房间大门顿时被一脚踹开，玄武直接带着5名锦衣卫冲了进来。玄武死死盯着乌恩，眼中满是杀气，区区附属国也敢大放厥词，对王爷不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给我拿下！玄武一声令下，锦衣卫顿时抽出战刀围了上来。那人心中一惊，连忙挡在乌恩身前，看向玄武祈求道：大人，我王兄一时糊涂说错了话，还请大人网开。可还不等那人说完，乌恩就一把推开了那人，朝前冲去，想拿下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锦衣卫顿时一拥而上，5柄钢刀同时朝乌恩砍去。乌恩闪身躲过迎面而来的3柄钢刀，又连忙侧身，双手探出，抓住2名锦衣卫握刀的手臂，眼中闪过一抹不屑。哼，杨巡身边的人也不过如此。可他还没得意多久，另外3名锦衣卫的攻击又接踵而至。乌恩连忙放开双手，躬身躲过，可刚准备起身，腹部就挨了一脚。吃痛之下，乌恩的动作慢了半拍，背上顿时挨了一刀，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后背。乌恩刚转身，一个拳头又砸在他脸上，2颗牙齿顿时飞了出来。身后的2名锦衣卫又是砰砰2脚，直接将乌恩踹翻在地，还不等他爬起来，2柄钢刀就架了在他脖子上。趴在地上的乌恩满脸不服，怒吼道：群殴算什么本事，有种跟我单挑！听到这话，玄武顿时笑了，就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还不配跟本堂主单挑？来啊，将此人押入地牢，听候王爷发落。锦衣卫刚要带走乌恩，那人就一下子跪到玄武脚边，抓着玄武的裤腿哀求道：玄武大人，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匈奴的王子，求你看在我父王的面子上，放他一马吧。那人，你起来，别求他，大丈夫死又何惧？乌恩怒吼道。
玄武眼神冰冷，冷哼一声对那人说道：“此等狂妄之徒该怎么处置，王爷自会决定。另外，本堂主要提醒你，这里是北燕，不是匈奴，什么狗屁王子公主，本堂主没放在眼里，王爷更不会放在眼里，搞清楚你自己的地位。”说完，玄武抽脚便走，头也不回。那人愣愣地坐在原地，眼泪忍不住涌了出来。明明王兄来北燕看望他是一件喜事，可为何会搞成这样？以杨巡的性格，肯定会杀了王兄的。他该怎么办？王兄从小对他宠爱有加，他绝不能看着王兄死在北燕。对，去求杨巡。想到这，那人连忙朝书房跑去。刚到书房外，那人就看到玄武走了进去。不一会，书房里就传来了嘲笑之声：“马踏北燕！”哈哈，笑死我了！书房中，薛仁贵和华雄放声大笑着，眼中都是对匈奴满满的不屑。薛仁贵更是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当初姜维战败匈奴后，可是在他面前炫耀了好久。若是这次匈奴真有不臣之心，说什么他也要第一个请战。反正已经灭了5个国家，也不差匈奴一个。王爷，我看匈奴是皮痒了，末将愿率领5万西凉铁骑，把那匈奴单于抓来给王爷下酒。华雄抱拳说道。薛仁贵的笑声戛然而止，狠狠地瞪了华雄一眼。可恶啊，居然被这小子抢了先！奶奶的，就你西凉铁骑能是吧？我玄甲军不比你西凉铁骑吗？王爷，末将愿率领8万玄甲军，7天之内屠光整个匈奴。薛仁贵连忙说道。听到这话，华雄苦着脸看向薛仁贵：“薛将军，你都灭5国了，总得留口汤给我喝吧。”他初来乍到，自然是想在杨巡面前表现一番，结果没想到薛仁贵居然要跟他抢。去，我饭量大，汤也是我的。薛仁贵没好气地说道。那人在门外听得一阵心惊肉跳，这薛仁贵连灭5国，已经成了当世名将。那华雄他虽是第一次见，但威武不凡，肯定也不好对付。如果杨巡真的发兵匈奴，匈奴挡得住这2位的进攻吗？王兄啊，王兄，你可是把咱匈奴害惨了。书房中，杨巡微微一笑，没有接薛仁贵和华雄2人的话，而是看向玄武问道：“和这个乌恩一起来的匈奴人有多少？”回禀王爷，一共有100多人，全都驻扎在城外的树林里。玄武如实说道：“给他们留个回去报信的人，其他全部杀了。”杨巡说着，又看向刘正：“刘大人，你说这次我找伯克尔那老家伙要多少东西才合适？”杨巡正愁着怎么再找匈奴薅点羊毛，这个乌恩就送上门来了。一个匈奴王子，怎么着也值2个金矿吧？至于说杀了乌恩，暂时先不急。根据锦衣卫的情报，匈奴百姓对于臣服大干并没有过多的排斥，就连伯克尔也天天带着他部落的人蹲在天狼山的护士和大干百姓做这交易，活脱脱一个商人的模样。这说明伯克尔暂时是没有反心的。乌恩对那人说的那些话，只不过是乌恩自个的想法。如果乌恩死在北燕，这一切就不一样了。匈奴和北燕将会立刻兵戎相见，不是说杨巡怕了匈奴，即便是灭了匈奴，杨巡也能做到。可一旦开战，之前的所有计划都将会打乱，天狼山那上百万的民夫和奴隶也会乱作一团。杨巡接下来的主战场将会放在南方，以统一大干为目标。这个时候，为了一个愣头青和匈奴开战不划算，用乌恩换取更多的利益，还是杀了乌恩和匈奴开战，延后进京的时间，相信只要个正常人都会选择前者。况且匈奴以北还有一个比大干地域还广阔的强大帝国，如果匈奴没了，北燕甚至整个大干都将面对这个帝国的威胁，这可不是杨巡想看到的。乌恩现在还不能杀，至少不能在北燕境内杀。王爷，臣以为乌恩这厮简直狂妄至极，丝毫没有畏惧我们北燕的天威。臣暂时没有想好要让匈奴拿什么来赎人，但若是不能让我们满意，他们就休想再见到他们的王子。刘正开口说道。杨巡微微一笑，道：“天狼山以北50公里处和东北30公里处还有2个金矿，你懂本王的意思吧？”刘正眼睛一亮，连忙说道：“王爷放心，臣会亲自跟伯克尔谈的。”杨巡点点头，对玄武说道：“告诉那个活口，让伯克尔亲自来北燕赎他儿子。”属下遵命。玄武说完，转身退出了书房。杨巡又看向薛仁贵和华雄：“你们2个的行军计划不变，另外传令高顺、廖化和徐爱大几事集结向前推进20里，2万玄甲军推进至伯克尔的部落附近。辽州徐爱派2万北燕铁骑进入匈奴境内。既然要让匈奴出血，自然得亮亮剑。杨巡此举无疑就是在告诉伯克尔，你来赎你儿子可以，但你要不答应本王的条件，本王就干你。”众人退下后，杨巡这才走出书房，看向外面跪着的那人。他自然知道那人在外面，他就是要让那人听听，本王没有攻打你匈奴，不是因为本王没实力，而是因为本王仁慈。你真的不杀我王兄？那人连忙问道。他刚才已经想好了，只要杨巡能放过乌恩，杨巡想要他怎样，他都答应。杨巡面色冷峻，开口道：“后日本王就要进京了，等你父王来了以后，好好劝劝你父王，管好那个愣头青，不要妄图与北燕作对。要是再有下一次，本王可不会这么好说话。”说完，杨巡转身就走，只留下那人呆呆地跪在原地。城外的树林中，上百名披着兽皮的匈奴人正围坐在火堆旁，吃着带来的肉。拉拓看了看天色，有些疑惑道：“王子去看望公主，咋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想必是他们兄妹俩太久没见面了，有很多话要说吧？”身边的一名族人说道。拉拓皱起了眉头，王子去的可是镇北王府啊，他真怕这个祖宗会说出什么对杨巡不敬的话。身为伯克尔身边最忠实的将领，他对乌恩再了解不过，这个王子可不是个安分的主。自从匈奴臣服于北燕后，他就天天叫嚷着要和北燕开战，对北燕设立的护士也是不屑一顾，为此没少挨伯克尔的揍。这次若不是伯克尔一再要求乌恩跟随商队前来见识一下北燕的繁华，顺便探望一下公主，乌恩是绝不会离开部落的。要他说，北燕设立的这个护士是真好啊，伯克尔的部落又离天狼山不远，他们可以用牛羊和毛皮换来很多草原上没有的东西，还可以将这些东西卖到偏远的部落赚取差价。
这才1个月不到，他就赚了几10贯钱，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赚钱如此简单，为何还要活出性命去打仗，去掠夺呢？即便是伯克尔，也是一心扑在赚钱上，不断用赚来的钱找其他部落的首领购买人口，壮大自己的部族。至于他壮大部族后要干什么，拉托不知道，但目前伯克尔肯定是不想与北燕为敌的。当然，拉托更是紧紧抱住北燕的大腿。他已经想好了，等到钱赚够了，他就在北燕买一个宅子，带着老婆孩子来北燕居住。那荒凉苦寒的草原他已经待够了。正当拉托憧憬之际，突然传来了阵阵马蹄声。北燕上将军邢道荣在此，尔等蛮夷受死。拉托循声望去，只见一身穿锦衣的胖子手持一柄梨花开山斧，骑着战马疾驰而来，正是邢道荣。自从杨巡将他交给玄武后，他就被编入了锦衣卫之中。刚才得知玄武要派人袭击城外的一伙匈奴人，他怎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当即主动请命出战。玄武虽然有所迟疑，但最终还是给了他150人，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此时邢道荣高举梨花开山斧，眼中满是坚定，好不容易才有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一定不能错过。拉托都懵了，这什么情况？他们就是在这里歇歇脚而已，招谁惹谁了？自从北燕设立护市后，匈奴人经过盘查后也是能进入北燕境内的，商队来北燕城换取更好的货物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何这支骑兵要攻击他们？可还不等拉托细想，邢道荣就一斧子砍下了一名匈奴人的头颅，鲜血和头颅同时飞起，匈奴人慌作一团。由于没有武器，很快他们就被锦衣卫打得抱头鼠窜。来真的？拉托瞪大了眼睛，身经百战的他什么场面没见过，此时倒不至于很慌。当邢道荣冲到他面前时，拉托一咬牙，心一横，瞬间跪在了地上。官爷，我投降，别杀我。镇北王府地牢外，杨巡刚从地牢出来，地牢里的乌恩已经被锦衣卫打得不成样子了。锦衣卫甚至用2个铁串穿透了乌恩的琵琶骨，用铁链将他锁在了墙上。等伯克尔来赎走乌恩回到部落以后，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杨巡看向身边的青龙，王爷放心，属下会让这个匈奴王子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青龙拱手道。杨巡刚才从书房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回答那人那句你真的不杀我王兄，因为杨巡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乌恩。一个好战的匈奴王子对北燕始终是个威胁，乌恩不是叫嚣着让杨巡有本事杀了他吗？那杨巡就遂了他的愿。只不过杨巡不在北燕境内杀他，而是在伯克尔将他赎回部落后再动手。赎金我要，票我也要撕。只要乌恩不是死在北燕，匈奴就不敢和北燕开战，即便伯克尔有所怀疑，也得憋着。做得干净一点，最好是能嫁祸给其他部落，如果能引起匈奴内部的动乱就更好了。杨巡笑道。属下明白。青龙点点头，随后叫来一名千户，凑到千户耳旁吩咐了几句。就在这时，玄武缓缓走到杨巡身边，拱手道：启禀王爷，城外的匈奴人除了一个报信的活口外，已全部诛杀。邢道荣带人去的？杨巡问道。是。玄武点头。这个邢道荣爱吹牛，爱表现，但也是因为他爱表现这一点，钱活倒是卖力，就是本事差了点，脑袋蠢了点。不过他那颗猪脑，杨巡已经想好怎么用了。与此同时，拉拓看着四周横七竖八的尸体，无奈地叹了口气。此时邢道荣已经带着锦衣卫离开，而他就是那个留下的活口。他娘的，还好我机灵，不然就被乌恩那小子害死了。敢去镇北王府闹事，这不是虎口拔牙吗？拉拓没好气地说道。原先他认为乌恩之势勇，知识年少气盛，但现在看来是真蠢啊。伯克尔要是知道这小子被抓，肯定会来赎他，而伯克尔那老家伙40几个老婆，肯定不偿命，这小子迟早得继承单于之位。妈的，老子要赶紧赚钱，离开部落，跟着那父子俩混老子的小命，迟早得丢。拉拓一边说着，一边从周围死士的身上摸钱，随后连行李货物都不要了，一溜烟就消失在树林中。2日的时间转瞬而过，昨日华雄便带领5万西凉铁骑和5万青州军先行前往了楚州边境。一觉醒来，系统里突然多出了15万的积分，此时杨巡的积分已经达到了45万。这什么情况？杨巡一愣，这才意识到肯定是姜维那边取得了不错的战果。襄王妃撑死也就凑出20万的军队，姜维一夜灭了15万，襄州岂不是成了囊中之物？杨巡心情顿时大好，真不愧是姜维，果然没让本王失望啊！王爷因何事如此开心？身旁的貂蝉和蔡文姬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不解地看着杨巡。杨巡嘿嘿一笑，在二女的脸上分别亲了一口，快起床洗漱，随本王进京。二女这才意识到今日是出发进京的大日子，连忙起床侍奉杨巡洗漱穿衣。半个时辰后，杨巡从望春楼找到了李平安，便带着队伍浩浩荡荡从北雁城出发了。薛仁贵率领8万玄甲军在前方开路，杨巡慢悠悠地跟在后面，5000锦衣卫担任起了护卫之责。杨巡还是选择从北雁到襄州，再前往赣京城这条路线。官道上逃荒的难民随处可见，难民们看到杨巡的队伍后，纷纷站到路边，双眼空洞无神，脸上写满了麻木。自从平南王造反后，从南方北上而来的难民就络绎不绝。这段时间更是听闻北燕百姓的日子好过，大量的难民涌入北燕怀州之地。不过杨巡已经找到了应对的方法。辽州地广人稀，杨巡已经派人让刘正和长孙无忌将难民统一送至辽州，还给他们分发了土地，让他们在那里安家。整个辽州境内有着大量的黑土地，只不过之前的君王和领主都不懂得利用，认为辽州苦寒乃贫瘠之地。可如果将这些黑土地全部开垦出来，大干的粮食储备量会大大增加，而这些难民就是开垦土地的最好人手。越靠近襄州，难民就越多。姜维正在进攻襄州，这些难民还有不少是从襄州跑出来的。不过这些难民见杨巡带着这么多军士，都不敢在官道上走，成群结队的走在官道旁的草地上。大娘，大娘，你的钱带掉了！就在这时，一个稚嫩的喊声吸引了杨巡等人的注意。只见一个11、12岁、
穿着破麻衣，脸上脏兮兮的小女孩从草丛里捡起一个钱袋子，喊着追上了前面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那中年妇女错愕地转过身，发现女孩手中拿着的正是自己的钱袋子，顿时面色一喜。哎呀，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中年妇女接过钱袋，从里面为数不多的铜板中取出一枚，塞到小女孩手里。谢谢你了，小姑娘。大娘，我不能要。小女孩还想推脱。拿着，买2个馒头吃。中年妇女笑着揉了揉小女孩的头。多谢大娘。小女孩对中年妇女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一蹦一跳地跑到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身边。爷爷您看，一文钱，等进了成孙女就给你买馒头吃。小女孩举着铜钱，兴奋地喊道：好好好，青儿乖。老者笑眯眯地揉着小女孩的头，满脸欣慰。看到这一幕，李平安摇摇头说道：这小姑娘真傻，那袋子里至少也有7、8文钱，要是我就自己揣着了。这小女孩年纪不大，却能做到拾金不昧，虽然穷，但有骨气。青龙很是赞赏地说道：都没钱吃饭了，还要骨气钱啥？李平安再次摇头。杨巡点点头，李平安说的也并无道理，但小女孩身上的这种品质同样让人敬佩。就在这时，一个5大3粗的汉子突然走到小女孩身边，一把就抢过了小女孩手上的铜钱。你干嘛？还我的钱！小女孩顿时就急了，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本来就脏兮兮的小脸此时就像个小花猫似的。老者见状也要上前去理论。死开！汉子一把推开小女孩，又一脚踹翻老者，将铜钱收进怀里。卧槽，这个畜生，老子要砍了他！李平安见状怒骂一声，就抽出了腰间的战刀。那是我给爷爷买馒头的钱，你还我！还我！被推倒在地的小女孩连忙起身，抓住汉子的衣角喊道：那么大的人抢小女孩的钱！要！中年妇女指着汉子骂道：那1文钱本来就是他为了感谢小女孩拾金不昧才给小女孩的，可现在却被这个汉子抢了去，当即把他气得不轻。咋地？你要出头啊？汉子狠狠地瞪了中年妇女一眼，一时间他身后又冒出来2个贼眉鼠眼的青年，面露不善地盯着中年妇女。汉子脸上写满了嚣张，丝毫没有在乎围观人群那鄙视的眼神，更没有在乎官道上还有杨巡等人的存在。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官道上见到军队和官员是常事，这些贵人可没闲工夫来管他这点破事。在他们的淫威下，中年妇女最终还是选择忍气吞声，将头扭到了一边。汉子不屑一笑，恶狠狠地瞪着小女孩：你再哭，老子弄死你！说着，汉子还扬起了他那比小女孩脑袋还大的手。不行，我忍不了了！李平安见状就要策马冲上去，杨巡也正准备让锦衣卫上去拿人。就在这时，一名身上裹着白布的和尚一把抓住了汉子的手。阿弥陀佛，施主，抢钱本来就是你不对，你为何还要打人呢？哪来的和尚？你管得倒宽？你是皇帝老子吗？汉子皱起眉头，想将手抽回，却发现怎么也抽不动。和尚微微一笑，说道：身为出家人，路见不平又岂能袖手旁观？妈的，老子就拿了他1文钱，咋蹦出来这么多不知死活的东西？赶紧滚，不然老子连你一起打！说着，汉子的另一只手已经戳到了和尚的脑袋上。和尚无奈地摇摇头，闭上眼睛，双手合十道：施主戾气太重，还是让贫僧来度化你吧。听到这话，汉子顿时笑了起来：度化老子？难不成你要对着老子念经？汉子身后的2名青年也大笑起来，看和尚的眼神仿佛在看傻子一般。阿弥陀佛！忽然，和尚猛地睁开眼睛，手臂青筋暴露，一拳就砸在了汉子脸上。汉子毫无防备，被一拳砸翻在地，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血中还夹杂着不少碎牙。操你奶奶的！你敢打老子，给我上，弄死他！汉子捂着嘴，对身后的2名青年咆哮道。2名青年大吼一声，就朝和尚冲了过去。就在这时，和尚一把扯掉了身上的白布，露出了浑身健壮的肌肉，前胸和后背是一条又一条的刀疤，看起来狰狞无比。在他左肩之上还刺着一条过肩龙，不过这条过肩龙却没有现代的精美，黑黑的一坨，只是勉强能看出是一条龙的形状。2名青年见状，顿时吓得一阵腿软，还没冲到和尚面前，便掉头就跑。想跑？李平安顿时纵马追了上去，咵咵2刀，结果了2名青年的性命。和尚仿佛没看到这一幕，双手再次合十，走到了汉子面前。佛祖，弟子有罪。说完，和尚低下头，就这么盯着汉子。四目相对，汉子呆愣在原地。半晌，和尚一个大嘴巴子抽在他脸上，随后伸手将他怀里的那枚铜钱掏了出来。爷爷，你怎么了？就在这时，小女孩的哭声从他身后传来。和尚回过头，发现小女孩正蹲在老者身边，不断地晃着老者的身体。老者静静地躺在草地上，面色苍白，脑袋旁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还有阵阵血迹。另一边，杨巡眼神冰冷，居然出了人命，不杀那汉子不足以泄愤。青龙，你知道该怎么做？你……青龙刚准备上前拿人，那和尚突然大喝一声，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回头一掌拍在汉子的脑袋上。汉子闷哼一声，顿时七窍流血，一命呜呼。随后和尚走到小女孩身边，蹲下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又将那1文钱塞进小女孩的手里。施主，你爷爷已经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向前看吧，莫要再哭了。为什么？青儿已经没有了爹爹和娘亲，为什么连爷爷也不要青儿了？小女孩一下子扑到和尚身上，放声大哭起来。和尚神色复杂，一边任由女孩在他身前痛哭，一边闭眼默念经文，超度着亡魂。看到这一幕，杨巡无奈地摇摇头，又是一个可怜的人啊！只可惜那汉子死得太痛快了，真便宜他了。和尚再次睁开眼时，突然看到了不远处官道上的杨巡等人，抱起小女孩便朝杨巡走去。小女孩似乎是哭累了，就这么在和尚怀里睡着了。站住！王爷驾前，休得放肆！
青龙、玄武连忙上前拦住了和尚的去路。俗话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刚才和尚那一掌，他们都看见了，无论是力度还是速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足见和尚是个高手。即便是他二人也不敢轻视。身为锦衣卫，他们可不敢拿杨巡的生命开玩笑。原来是镇北王驾临，贫僧普法见过王爷。普法和尚并不认识杨巡，但在这北燕怀州一地，也只有镇北王这么一位王爷了。王爷来了，快跪下！百姓中不知谁惊呼了一句，一时间成千上万的百姓齐刷刷的跪倒了一片。杨巡立即策马上前，朗声喊道：“本王之事路过此地，百姓们不必多礼，快快请起。”青龙和玄武护卫在杨巡两侧，警惕地盯着普法和尚。邢道荣，末将在。邢道荣连忙从队伍中小跑着上前：“你去安抚一下百姓，告诉他们朝北燕城或辽州城去，那里会有人安排他们，给他们住处和食物。”杨巡吩咐道：“王爷放心，交给末将吧。”邢道荣说着，连忙跑进百姓之中，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唾沫星子横飞。周围的百姓听得一愣一愣的，不时齐声称赞杨巡的仁德。杨巡随后看向普法和尚，问道：“你可是有事？”大师二字实在是没说出口，主要是杨巡看着这普法实在不像和尚，更像是社会大哥，特别是那一身肌肉，堪比各位猛男读者，这是一个吃斋念佛的和尚能练出来的。王爷，这丫头实在可怜，若是放任不管，恐怕难活于世。贫僧云游四海，孑然一身，实在不方便将其带在身边。王爷财大气粗，又有爱民之心，还请王爷收留这丫头吧。普法说着，眼中满是恳切。杨巡皱起了眉头，这天下身世悲惨的人多了去了，要是都要他收留，他哪收得过来？见杨巡似乎不愿，普法又连忙说道：“贫僧已经算过了，这丫头命格不凡，日后一定能成为王爷的一大助力，还请王爷发发慈悲，收下她吧。”说着，普法竟是抱着女孩跪了下来。成为一大助力？就这柔柔弱弱的小丫头？见普法的样子，不像是在忽悠他，杨巡顿时来了兴趣。既然如此，我倒要看看这小丫头日后能如何助本王。青龙，将这丫头抱到后方貂蝉他们的马车里吧。遵命。青龙连忙上前接过女孩，朝后方的马车走去。玄武，派人把老人家葬了。是。玄武拱拱手：“王爷，老人家的尸身就不劳烦诸位大人了，贫僧自会妥善安葬。王爷的善心日月可见，愿王爷吉祥安康，阿弥陀佛。”普法双手合十，朝杨巡鞠了一躬，随后捡起地上的白布裹在身上，背起老人便朝远处走去。看着普法离去的背影，杨巡摇头一笑，真是个有趣的和尚。就在这时，李平安拿着一个小册子，跟个似的跑了过来。巡哥，你猜我从那两个泼皮身上发现了什么？那个和尚呢？走了，你手里的是啥？杨巡有些嫌弃的看着李平安手里的小册子，小册子是用上好的草纸做的，封面上满是黄印，显然是什么东西干涸后留下的。嘿嘿，这可是好宝贝，我在辽州都没有看过这一版本的。李平安神秘一笑，又四处张望起来，随后看见一片林子，眼睛一亮。巡哥，你们先走，我去解决一下，3分钟，很快的。说完，李平安骑着马头也不回的冲进了林子里。杨巡，队伍继续前进，马车中貂蝉和蔡文姬正用手绢擦拭着小女孩脏兮兮的脸蛋，没有丝毫的嫌弃。就在这时，小女孩长长的睫毛动了动，缓缓醒了过来。小女孩见面前有2个陌生姐姐，下意识的问道：“这是啊，我爷爷呢？”随后，小女孩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悲伤和落寞。貂蝉和蔡文姬对视一眼，无奈的叹了口气：“小妹妹，你别害怕，王爷已经收留了你，以后你就是镇北王府的人，我们都是王爷的侍女，你以后跟着我们就行了。”蔡文姬说道：“王爷是镇北王吗？爷爷说镇北王是好人，我们到了北燕后就不用饿肚子，不会被人欺负了。”小女孩眨着大眼睛问道。听到这话，貂蝉微微一笑，道：“你爷爷说的没错，王爷是天下最好的人，你以后都不会饿肚子了，也没人敢欺负你，没人敢再欺负我。”小女孩看了看貂蝉，又看了看蔡文姬，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紧紧攥起了拳头。另一边，普法和尚背着老人的尸身已经走出了很远的距离。就在这时，他缓缓停了下来，回过头看向杨巡等人离开的方向。镇北王诛灭异族，扩充疆域，又收留难民，分发土地，可谓功盖千秋。若是由这样一位贤德的君主做皇帝，天下百姓就不会过得那么苦了。师父说，出家之人要心怀天下百姓，为了天下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贫僧得去助镇北王一臂之力。不如先去度化平南王吧。没错，就这么办。大军行进5日，已经进入了襄州境内。早2日，姜维便派人来报，襄州5郡74县已经全部拿下，且从怀州带来的12万大军已经完成了襄州各城池的换防工作。襄州剩下的军队不过数万，已经全部打散，分至北燕、辽州、怀州各郡县，整个襄州已经完全由杨巡掌控。而杨巡也获得了3万积分的领地奖励，此时系统积分已经接近50万，补充了姜维帐下青州军的消耗，杨巡也还有45万积分。不过杨巡没着急用，有这些积分在手，杨巡可以瞬间弄出至少20万的军队，这样一来，此次进京也就有了一张最后的底牌。当杨巡等人到达襄州城时，姜维已经率领10万青州军再次等候多时了。一进襄王府，杨巡就看到了满院子的金银珠宝，还有被抓起来绑成一串的女眷。王爷，姜维没有辜负您的期望，襄州拿下了。姜维正在清点王府资产，一看到杨巡，连忙迎了上来。伯约，此战打得漂亮，等进京后，本王会论功行赏。杨巡笑道。杨巡虽然不知道襄州战役的细节，但也知道姜维是在一夜之间大破襄州军，能做到这一点，显然是襄王妃中了姜维的计，不然不可能输得那么惨。多谢王爷。姜维再次拱手，随后走到那些女眷旁边，笑道：王爷，这些都是襄王那小子的女眷，有他的妃子、小妾还有女儿，除了襄王妃被杀之外，其他都在这了，
个个都是难得的美人，是末将特意给您留着的。杨巡，擦了个 DJ， 本王在你姜维心中就是这样的人吗？本王让你抢地盘，你却给本王抢女人，本王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姜维。杨巡又看了看女眷中最前面的那几个，都是些40多岁的妇女，虽然风韵犹存，但对于杨巡来说，年纪未免有些大了。本王的品味难道就这么差吗？年轻的留下，这几个老的送去天狼山挖洋芋吧。杨巡正色说道。姜维嘿嘿一笑，还是他了解王爷，知道王爷就好这一口。你薛仁贵灭了5国又怎样？也不知道抓几个漂亮的女人来给王爷，就凭这一点，你拿什么跟我较劲？哼哼，来人啊，把这几个老的压下去，年轻的今晚全部送到王爷的房间里去。就在这时，李平安突然跳了出来，一把抓住杨巡，满脸的痛心疾首。巡哥，别呀，一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这几个老的我喜欢，赏给我呗。对，还有那边那个扫地的嬷嬷，我也要。说着，李平安还很是夸张的舔了舔嘴唇。扫地的嬷嬷听到这话，脸上顿时飞上一坨红霞，虎躯一震，惊恐的朝这边看来。他原以为是听错了，可接触到的却是李平安那如狼似虎的眼神，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这可把嬷嬷吓得不轻。原本姜维攻入襄王府时，并没有为难于他，他还有些庆幸，可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一劫在等着他。这位公子实在是品味独特，末将佩服啊。姜维拱手道：“那是，都是自己人，我也不怕告诉你，葱还是老的香。”李平安嘿嘿笑道。杨巡都有些无语了，这李平安好歹也是皇室成员，将门之后咋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癖好？但看着李平安那如饥似渴的眼神，杨巡实在不忍心拒绝他。行吧，你要喜欢的话，你带走便是。好耶，巡哥万岁！李平安欢呼一声，一边用手指着人群中的女人，一边对旁边的侍卫吩咐道：“去，把年轻的留下给王爷，其他的全部送本公子房间里去，别忘了那个嬷嬷。”很快，李平安就带着人心满意足的走了。姜维连忙凑到杨巡身边，小声说道：“王爷请先行下去休息，稍后末将就派人把姑娘送过去。”嘿嘿，你看着办吧。杨巡老脸一红，负手离去。看着杨巡离开的背影，姜维心中一喜，王爷这是默许了。哼哼，等这次本将军让王爷满意了，下一次抢地盘肯定还是本将军领兵出征。老薛啊，打仗咱俩不相上下，但在讨王爷欢心上，姜某已经遥遥领先了。姜维如今已经学会了揣摩杨巡的心思，性格也变得圆滑起来。姜维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尽管他知道杨巡是个明君，不会因为他的圆滑而重用他，也不会因为他的耿直而疏远他，但他还是忍不住去讨好杨巡。军功重要，讨主子欢心同样重要。仿佛上辈子就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吃过亏，所以这辈子才将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就在这时，一旁的玄武突然凑了过来，搓着手笑问道：“那个姜将军，刚才那种嬷嬷王府里还有吗？”赣京城御书房，李妙英端坐在书桌前，桌上摆放着一封信件，是从怀州传来的消息。如今整个怀州都落入了杨巡的掌控。据探子来报，杨巡此次进京只带了8万玄甲军，两位爱卿对此有何看法？李妙英说着，看向对面2个恭恭敬敬低着头的老者，2位老者便是大干的新任丞相骆永之以及兵部尚书崔伯文。书中官职与真实历史不同，请不要带入现实。崔伯文上前一步，恭敬道：“启禀女帝，杨巡进入襄州就是为了与他的大将姜维会合。据臣所知，这姜维帐下有10万青州军和12万怀州军，怀州军已分散到襄州各地，作为襄州的守军。但10万青州军想必会跟随杨巡进京，再加上杨巡从北燕带出来的8万玄甲军，乃足足18万大军。除此之外，探子来报，还有一支军队从北燕出发，经过怀州，正在前往楚州的路上，具体人数不详，但应该在10万左右，其中还有数万骑兵。依臣愚见，这支军队的目的应该是攻打楚州，所以这支军队会在襄淮楚3州的交界处停下，距离赣京城也不过200里路程。只要杨巡一声令下，那数万骑兵可以朝发夕至，所以杨巡此次进京的总兵力应该在20余万。此子短短2个月内，先是占领了怀州、辽州，后又占领襄州，光论领地面积，甚至已经超过了平南王。如今又打楚州的主意，野心不可谓不大。若是就这样让他进京，恐怕赣京城甚至整个春州都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臣恳请女帝收回皇命，让杨巡返回北燕，莫要引狼入室。崔伯文脸上带着深深的苦涩，如今整个赣京城的官员都盼望着杨巡进京，唯独他一人反对，为此他已经被整个赣京城的官员孤立了。身为兵部尚书，他崔伯文也是能文能武的全才，他何尝看不出来杨巡是在一步步蚕食朝廷的领土？如果说之前杨巡占领辽州是为了抵御外族，占领襄淮2州是为了消灭反王，那他进军楚州又怎么解释？尽管杨巡现在还没有真正造反，但身为王爷，不经过朝廷而扩充自己的地盘，已经和反贼无异，真是一派胡言。崔伯文话音刚落，丞相骆永之就站了出来。吴州战事吃紧，东武王屡战屡败，田阳侯又缺少补给，退兵已经成了迟早的事。一旦吴州失守，齐州也坚持不了多久，那时平南王的50万大军便可直接推进至我前京城下。镇北王杨巡扩充领土不假，但他至少还是我大前的镇北王，那些领土都还是我大前的。如果不让镇北王领兵进京拱卫京师，等平南王打到前京城时如何抵挡？那可以让杨巡领兵奔赴吴州前线与平南王作战啊，总比让他进京好吧？崔伯文反驳道。骆永之冷哼一声说道：杨巡虽然没有反心，但他也不是傻子，整个赣京城以南到处都是土匪，朝廷的补给运送到吴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哪有这么好的事？没有补给，杨巡怎么可能发兵到吴州去作战？杨巡进京，至少能保证京城的安全，保证我大干的传承。骆永之何尝看不出杨巡的野心，但国库空虚，兵力不足，大干已经无力与平南王抗争了，就连田阳侯也多次请旨撤兵，
那东域的东武王更是屎都被打出来了。平南王迟早是要打到京城的，杨巡领兵进京后，至少能让京城的防御得到加强。以杨巡目前的实力，平南王想拿下京城和北方几乎不可能。到时，即便大半个大干都落入平南王之手，至少北方还是大干的领土，大干就还有翻盘的机会。那要是杨巡在京城造反呢？崔博文又继续问道。此话一出，骆永之恨不得上去给崔博文2巴掌。他真不知道崔博文是耿直还是没脑子，这种问题怎么能当着女帝问出来？可当骆永之看到面无表情的女帝时，他明白了，这句话就是女帝让崔博文问出来的。他们2个虽然都是女帝的心腹大臣，但也代表了不同的观点。崔博文不希望杨巡进京，就是怕杨巡鸠占鹊巢，弑君夺位。骆永之支持杨巡进京，是为了拱卫京师的防御，让杨巡和平南王分庭抗争，给大干争取苟延残喘的机会。双方的观点看似都没错，但崔博文代表的是女帝，而骆永之代表的是京城的文武百官和百姓。但很显然，女帝是站在崔博文那边的，因为她同样担心杨巡会造反。一开始，女帝只是在想办法让杨巡发兵支援前线，但随着前线战事糜烂，京城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官员向女帝施压，女帝才同意退而求其次，找借口召杨巡领兵进京。她内心其实是不愿意的，可没有办法，她以女人的身份称帝，本就冒天下之大不韪，若是再失去这些臣子的支持，她的地位同样不保。幸好还有一个兵部尚书崔博文能站在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所以她今日将崔博文和骆永之叫来，就是希望崔博文能说服骆永之这个百官之首，顺便看看他亲手提拔起来的这个丞相到底还算不算他的人。骆永之深深地皱起了眉头，他不知道其他支持杨巡进京的人怎么想，但他之所以支持杨巡进京，不仅仅是为了大干，更是为了百姓，为了民族大义。退一万步说，如果杨巡真的造反了，也总比平南王那个勾结异族、肆意屠杀百姓的败类要好。杨巡造反，无非就是皇室覆灭，大钱灭亡，天下换姓杨的做皇帝，但天下还在汉家儿郎手中。杨巡虽然一次又一次违抗女帝的命令，有不臣之心，但他在面对外族时从不手软，这一点骆永之就佩服他。骆永之也相信杨巡会清除异族，光复汉人河山。而且杨巡在北燕颁布的一系列利民政策，他也有所耳闻。这样一位能治国平天下的大才来做皇帝，对天下百姓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要是平南王夺得了天下，这天下最后究竟是他平南王的，还是蛮族的，谁又能知道？若是天下落入蛮族手中，以蛮族的残忍，汉人势必会被屠杀殆尽。他是女帝提拔起来的不假，他自问也是绝对忠诚于女帝的，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骆永之无论如何也要让杨巡进京，只有来生再报女帝的恩德。见骆永之不说话，崔博文冷哼一声，连忙。李妙英拱手道，还请女帝即刻下旨，让杨巡返回北燕。哼，女帝金口玉言，岂可朝令夕改？何况杨巡已至半路，怎可轻易返回？骆永之冷哼一声，缓缓跪下，将头埋到了地上。女帝，杨巡乃忠烈之后，只要女帝真心待之，相信其不会辱没其杨家忠烈之名，定会为女帝所用。杨巡不但要进京，而且我们还要让文武百官和全城百姓列队相迎。如若杨巡真的造反，女帝可先砍臣头颅。荒谬，荒谬！崔博文气得吹胡子瞪眼，这杨巡到底给了骆永之什么好处，居然能让骆永之把人头压上？李妙英此时也皱起了眉头，骆永之说的也并无道理，杨巡已经行至半路，贸然让他回去，反而会弄巧成拙。事已至此，即便他心中千百个不愿意，此时也只能认命。骆永之说的也不无道理，那杨巡虽然桀骜不驯，但杨家世受皇恩，真不一定会造反，何况他还有蓝穗穗这张底牌，只要让蓝穗穗和杨巡尽快完婚，有自己和庭阳侯这份关系在，应该能稳住杨巡。若是杨巡能为他所用，何愁霸业不成？想到这，李妙英连忙吩咐道，传朕口谕，前线大军撤至齐州休整，庭阳侯速回京城，大军暂时由香伯侯吴起掌管，文武百官与全城百姓5日后与朕一起出城迎接镇北王，让庭阳侯之女蓝穗穗进宫，朕要见她。表妹啊表妹，姐姐这个皇位可全看你的了。5日的时间眨眼而过，杨巡坐在马背上，看着系统里的电子地图，心中盘算着进京后该怎么迎乱后把持朝政。距离甘京城不过7、8里地，最多再有半个时辰就到了。5日前，姜维将怀王府年轻的女子都送进了杨巡的房间。杨巡驰骋1夜后，又赶了5天的路，休息得很少。此时杨巡也有些乏了，没办法，即便杨巡有霸王之力，也实在比不上屏幕前龙精虎猛的读者老爷。一旁的李平安更是趴在马背上，脸色苍白，四肢疲软，眼中满是生无可恋，2个重重的黑眼圈就像被人打了似的。原本每路过一座城池休整之时，这家伙都是要去青楼逛逛的，可从襄王府出来后，他就再也没去过青楼。杨巡每次问他为什么，他只会淡淡的说一句戒了。姜维、薛仁贵、末将在，2人同时策马上前。姜维率领10万青州军于前京城外5里处扎营，薛仁贵率领8万玄甲军随本王进城，都给本王精神点，莫要辱没了我北燕的威名。遵命。青龙，属下在。朱雀那边有什么消息？杨巡问道。回禀王爷，朱雀发来消息说，女帝亲自带领前京城的文武百官和全城百姓都出城等待王爷的到来。除此之外，赣京城内的凤凰卫和羽林卫都没有任何动静。哼，羽林卫，一群酒囊饭袋，他们敢有啥动静？等等，凤凰卫是啥？以前没听过啊。李平安疑惑地说道。凤凰卫是李妙英登基后组建的军队，全部由妙龄女子组成，是李妙英的亲卫军。青龙解释道。听到这话，杨巡顿时笑了起来。妙龄女子组成的亲卫军，杨巡就想问一句，是想猛死敌人吗？张二狗，去报个信，既然李妙英那个小娘们想迎接本王，就让她来这里迎吧，本王在这等着她。赣京城外，一名和杨巡年纪相仿的少女
正踮着脚尖，朝远处不住地张望着。少女身着淡紫色的衣衫，腰间系着一块青色玉佩，乌黑的长发披于双肩之上，精致的脸蛋上略施粉黛，更给少女增添了几分清秀与娇嫩。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满是期盼。看到少女这副翘首以盼的模样，一旁的丫鬟莞尔一笑，说道：“小姐这是迫不及待想见到姑爷了。”少女俏脸一红：“你这丫头胡说些什么？什么姑爷？本小姐还没嫁人呢。”丫鬟捂嘴一笑：“嘻嘻，快了快了，现在全府上下都知道小姐和那镇北王氏从小定下的娃娃亲。镇北王此次进京就是为了和小姐完婚，这不连老爷都风风火火从前线赶回来了。”听到这话，少女的脸更红了。没错，她就是庭阳侯蓝有图之女蓝碎碎。她已经从蓝有图和女帝口中得知了这门亲事的存在。赣京城的百姓都说镇北王杨巡是大破匈奴、屠灭五国的英雄。自古美女爱英雄，她又生在将门之家，得知自己的未来夫婿居然是杨巡后，也是喜不自胜。就是不知道姑爷长得帅不帅？丫鬟继续嘟囔道：“你这丫头，镇北王功盖千秋，怎么可能不帅？”蓝碎碎连忙反驳道。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蓝碎碎心中也不禁担忧起来，就和杨巡没见过蓝碎碎一样，蓝碎碎同样没见过杨巡。从小跟随父亲在军营长大，蓝碎碎深知那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个个都是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的汉子，长相英俊的几乎是凤毛麟角。杨巡打仗这么厉害，不会也是个歪瓜裂枣吧？若是杨巡生得奇丑无比，即便他崇拜杨巡的功绩，也是不愿嫁给杨巡为妻的。蓝碎碎不禁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流金凤年，可他若是不嫁，女帝是绝不会放过他的。正想住，一个书生打扮、长相俊秀的男子从人群中挤了过来。“碎碎，原来你在这啊，真让我好找。这是我娘亲手做的糯米糕，我怕凉了，就一直放在怀里，你尝尝。”男子说住，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块块糯米做成的甜点，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男子满怀期待地看住蓝碎碎，可蓝碎碎却看都没有看那糯米糕一眼。“洛公子，我不饿，还请你收起来吧，女帝价钱成何体统？”男子嘿嘿一笑，说道：“放心吧，我爹就是当朝丞相，女帝也得给几分面子。碎碎，你悄悄地吃，我给你挡着，不会有人看到的。”蓝碎碎看了男子一眼，眼中的厌恶一闪而逝，默然道：“我说了我不饿，落堂鸡，你要是闲得慌，就多多看看书，别老在我身边晃悠。”落堂鸡刚想说什么，就听到远处传来阵阵马蹄声。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过去。马蹄声越来越近，众人这才看见远处一支骑兵正疾驰而来。这些骑兵身着黑袍黑甲，腰挎黑色战刀，胯下的黑色战马膘肥体壮，疾驰之下带起阵阵烟尘，虽只有百骑，但声势浩大，马蹄声如同惊雷，肃杀之气如同黑云蔽日，让人不禁心生凉意。烟尘之中，一杆洋字大旗傲然竖立，威严肃穆。距离赣京城越来越近，战马的速度逐渐减慢，终于在距离凤辇还有数十米的地方，骑兵们纷纷拉住缰绳停了下来。众人这才发现为首的竟是一身穿布衣的小厮，虽是小厮，但腰板却挺得笔直，高昂头颅，上下打量了一眼凤辇，眼中满是不屑之色。张二狗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北燕镇北王驾临，请女帝于7里外的白龙亭相迎。”说完，张二狗也不等女帝做出反应，又带着数百精骑调转马头，迅速离去。一时间，全场哗然。女帝是君，镇北王是臣，女帝能带着文武百官和全城百姓出城迎接，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镇北王居然还要让女帝到7里之外去迎他，在场的一部分官员不禁皱起了眉头，却无一人发声。他们都不想得罪女帝，但也不想得罪镇北王，这个时候还是不说话的好。真是岂有此理！女帝崔伯文勃然大怒，刚想说话，就被一旁早有准备的骆永之让人捂住嘴巴拖了下去。呜！崔伯文瞪大了眼睛，拼命挣扎，似乎在骂着什么，但因为被捂住嘴巴，只能发出声声闷哼。一旁的庭阳侯兰有图一愣，有些怪异的看了骆永之一眼。丞相把兵部尚书捂着嘴巴拖下去了，这是弄啥嘞？骆永之一直目送着崔伯文被拖进城内，这才躬身对凤辇里的李妙音说道：“女帝，小不忍则乱大谋啊，还请女帝即刻动身。”凤辇里的李妙音咬住嘴唇，紧紧攥住拳头，因为太过用力，指甲已经嵌入了手心里。杨巡这不仅仅是向他示威了，而是在侮辱他。可偏偏在场的文武百官一言不发，显然都是在看他这个女帝的笑话。李妙音眼中浮现出浓浓的杀意，君辱臣死，你们就这么对朕？见凤辇中的李妙音不说话，骆永之又说道：“还请女帝隐忍，律领吾等文武百官前去迎接镇北王。”李妙音咬咬牙，强忍住心中的怒气，冷声道：“不用了，给朕备马，朕一个人去。既然你们不合朕一条心，带你们去有何用？”此话一出，一旁的红甲女将顿时一惊，连忙拱手道：“女帝不可呀！若是那杨巡有不臣之心，此番前去岂不是羊入虎口？朕心意已决。”话音刚落，身着凤呢华裳、头戴紫金玉冠的李妙音缓缓走下凤辇，没有看周围的文武百官一眼，竟是翻身上马，扬长而去。红甲女将眉头紧锁，连忙骑上战马追了过去。骆永之一愣，随后无奈地摇摇头。杨巡兵强马壮，即便他知道杨巡这是对女帝的大不敬，又能怎样呢？受辱总比亡国好吧？那些站在文武百官之后的百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全都是一脸茫然。不是要迎接镇北王吗？女帝咋骑马跑了？马上的李妙音见红甲女将追了上来，微微一笑说道：“朕此番前去可能危机重重，你跟上来干什么？你不怕死吗？”红甲女将也笑了起来：“臣这条命都是女帝给的，若是要死，臣也要死在女帝前面。”很快，李妙音和红甲女将就到了白龙亭。
李妙英一眼就看到了正在亭里喝茶的杨巡，顿时气得牙痒痒。他顶着太阳等了一上午，现在又骑马赶过来，可杨巡却在这里悠闲的喝茶，究竟谁才是皇上？见杨巡依旧坐在亭子里，一旁的洪家女将面露怒色，朗声道：“女帝驾到！”喊什么？本王又没下，过来喝茶。杨巡头也不抬地说道：“你！”洪家女将刚想发作，却被李妙英阻止了。李妙英翻身下马，强忍着怒气，缓缓走进凉亭之中，坐在杨巡的对面，死死盯着杨巡。小坏批，长大了还是一副坏批样。你嚣张吧，总有一天朕要诛你九族。你就是李妙英。就在这时，杨巡抬起头来，一副颇为赞赏的模样。不错不错，长得倒是挺漂亮，胆子也大，居然敢孤身前来。你不怕本王宰了你自己做皇帝？大胆！李妙英还未开口，一旁的洪家女将连忙呵斥道：“区区藩王竟敢出言轻薄女帝，你有几个脑袋？妈的，臭婆娘，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大哥说话？信不信老子砍死你？”一旁的李平安指着洪家女将怒骂道。此话一出，青龙玄武和薛仁贵顿时抽出了腰间的战刀，恶狠狠地盯着洪家女将。钱什么钱什么，我们都是文明人，不要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把刀给本王收起来。杨巡呵斥一声，又看向洪家女将：“不好意思，你哪位？”“本将乃是凤凰卫统领，负责率领1万凤凰卫甲士护卫皇城安全。”洪家女将冷哼一声说道。听到这话，杨巡顿时笑了起来，对一旁的李平安说道：“你看看他这么大的官，手底下还有1万兵马，真是了不得。”说到这，杨巡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突然变得冰冷。“来人啊，拖下去砍了！”青龙和玄武立即上前，洪家女将还想反抗，却被二人瞬间制服。眼看住洪家女将就要被拖走，李妙英终于坐不住了：“住手！杨巡，有什么冲朕来？你放过他！你是在命令本王吗？”杨巡有些诧异地问道。李妙英脸色涨红，咬着牙说道：“朕是在求你。”杨巡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对吗？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既然女帝开口了，那就给女帝个面子，20军棍，掌嘴100下。”还不等李妙英开口，青龙玄武就将洪家女将拖了下去，霎时便有一名锦衣卫上前，用手中厚牛皮制作的掌嘴刑具，一下又一下的抽在洪家女将脸上，一时间鲜血横飞，惨叫连连。看着自己的心腹被打成这样，李妙英怒视杨巡道：“杨巡，你别太过分了，你一次又一次违抗圣旨也就算了，你让朕来迎接你，朕也来了，你到底还有没有把朕这个女帝放在眼里？你杨家世代忠良，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父亲吗？你还有一点忠义之心吗？拿我父亲来压我！”杨巡眼神一冷，一把将面前用大理石雕刻的石桌掀开。若不是你李家，我父亲怎么会到现在就尸首都找不到？若不是你李家，我北燕12郎怎么会血染南疆？若不是你李家，我北燕8郡108县怎么会村村皆带孝，家家闻哭声？我北燕世世代代有多少郎为了你李家的天下客死他乡？你跟本王说忠义，你说本王违抗圣旨，可我爹战死，赵正雄大兵压境的时候，朝廷在哪？北燕动荡，匈奴趁机南下的时候，朝廷又在哪？朝廷既然放弃了本王，放弃了北燕，本王为何还要听命于朝廷？看着双眼血红的杨巡，李妙英一时间哑口无言。的确，若不是李谦昏庸无道，不听劝阻，戎马一生的镇北王杨怀怎么会兵败身亡？10万北燕铁骑怎么会白白殉国？赵正雄大军和匈奴压境时，若不是杨巡有底牌，恐怕早已是一个死人了。朝廷有难的时候，镇北王毫不犹豫发兵出征，而北燕有难，镇北王府有难的时候，朝廷却冷眼旁观。是李家对不起杨家，对不起北燕，而杨巡却没有任何对不起他李妙英的地方，甚至还帮他灭了襄王和怀王这2个心腹大患。对不起，朕代表朝廷，代表朕的弟弟，向你北燕和战死的镇北王道歉。李妙英低下了头，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看着低头道歉的李妙英，杨巡心中没有任何涟漪，他可不会因为一句道歉而动容。若不是系统发布的任务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杨巡就算灭了他李氏自己做皇帝又怎样？此时洪家女将的100个嘴巴子已经打完了，他的双脸肿得跟馒头似的，鲜血夹杂着口水不断从嘴巴里流出来，早已经疼得晕了过去。青龙和玄武将他往地上一扔，又接过军棍，毫不犹豫地朝他身后打去。砰砰砰，每打一下，洪家女将就会发出一声闷哼，李妙英的心也会跟着颤一下。杨巡不仅仅是在打洪家女将，也是在将李妙英的尊严和高傲一棍棍打散。20军棍打完，洪家女将已经是进气多出气少，身后一片血肉模糊。杨巡没说话，李妙英就一直低着头。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向父亲以外的人低头，但他知道他必须这么做。抬起头来吧。就在这时，杨巡开口了：“你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你的皇位本王暂时不会动，你还继续当着你的女帝。至于平南王，你也不必担心，本王自然会收拾他。不过你心里要清楚，这干京城，这天下到底是谁说了算？”李妙英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杨巡。巡这是要将他弄成傀儡皇帝，似乎是看出了李妙英的想法。杨巡冷笑道：“怎么了？傀儡皇帝委屈你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本王不介意换个人来当皇帝。反正系统的任务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谁是天子重要吗？挟谁不是挟？等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杨巡就把这个天子宰了，自己做皇帝。”赣京城外，文武百官和百姓们又等了1个时辰，才看到镇北王的队伍缓缓而来。杨巡身着黑金蟒袍，和李妙英骑着马并肩而行，身后跟着5000腰挎战刀、身着飞鱼服的锦衣卫。锦衣卫之后，则是不计其数，如同潮水般的黑甲骑兵。看到这些骑兵，骆永之和蓝有图眼中都闪烁着难以掩饰的兴奋。有如此精锐之师在，何惧他平南王啊？
臣等拜见女帝，拜见镇北王，女帝万岁万岁万万岁！镇北王千岁千岁千千岁！骆永之和蓝有图一马当先，跪倒在地，身后的文武百官也是齐刷刷跪了一片，拜见女帝，拜见镇北王。百姓们见状也是纷纷跪拜，呼声如同山崩海啸，震耳欲聋。李妙音还未开口，杨巡便策马上前，朗声道：“本王受女帝所召，领兵南下，拱卫京师，以拒反贼。众将听令，随本王进城。”杨巡是个怕麻烦的人，百姓们也在此等候多时了，杨巡也懒得多说废话，大手一挥，8万玄甲军在数十万人的跪拜之中，跟随杨巡缓缓进入赣京城。赣京城是大赣300多年的国都，占地广阔，城防坚固，容纳8万人简直绰绰有余。当最后一名骑兵进入城门时，李妙音眼中浮现出一抹苦涩，从今往后这赣京城再也不是他李家说了算了。驾！叹了口气，李妙音一抽马鞭，骑着战马冲入城中，直奔皇城而去。直到此刻，文武百官和百姓们才缓缓起身，有些心悸地看着城门方向。玄甲军带给他们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特别是跪在最前面的那一批人，战马从他们头顶疾驰而过的时候，他们整个身子都是颤抖着的，差点没尿了。蓝碎碎此时也站了起来，揉了揉又酸又痛的膝盖，脸上是难以掩饰的欣喜。他刚才可是亲眼看到了，杨巡非但不是歪瓜裂枣，反而长得英俊绝伦，一表人才，堪比屏幕前的读者老爷，更有着睥睨天下的气势，仿佛在他眼中，天下的一切都是蝼蚁一般。一想到如此才貌双全的男子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夫君，他心里就乐开了花。姑爷真是太帅了，我要得此夫君，死而无憾啊！一旁的丫鬟闭着眼睛，双脸潮红，仿佛幻想着什么，美滋滋地说道：“去去去，不嫌害臊。”蓝碎碎瞪了丫鬟一眼，心中却得意万分。不知多少王公贵族家的女儿，今日见到杨巡后，恐怕都会芳心暗许吧？可有什么用呢？杨巡是属于他的，他蓝碎碎才是未来的镇北王妃。女人都是爱攀比的，一想到他那些小姐们知道她即将嫁给杨巡时那惊讶的表情，他心里就一阵暗爽。碎碎，你们在说什么啊？什么姑爷，什么夫君的？我怎么听不懂啊？洛唐基疑惑地问道，心中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蓝碎碎冷哼一声，将头扭到一边，根本懒得理会洛唐基。洛唐基虽然是丞相之子，身世显赫，但和杨巡一比，简直如同臭鱼烂虾。他蓝碎碎自然不会多看一眼。丫鬟不屑一笑，瞥了一眼洛唐基，说道：“洛公子，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家小姐已经和镇北王有了婚约，而且还是指腹为婚的那种。你还是死了那条心吧。你与他说这是做甚？”蓝碎碎责怪地看了丫鬟一眼，心中却很是满意。说完，看也不看洛唐基，转身就走。洛唐基脸色苍白，呆呆地站在原地，一脸的难以置信。不可能，杨巡远在北燕，他们怎么会有婚约？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啊！洛唐基哀嚎一声，无助地跪在了地上。来往官员和百姓皆以奇怪的目光打量着他。洛唐基仰望着天空，眼眶红红的，他只感觉心好痛好痛，仿佛有什么心爱的东西被抢走了一般。就在这时，一滴眼泪从他眼角划过，紧随而来的却是一个大嘴巴子。哎呦！洛唐基捂着脸，委屈地看着眼前的老者：“爹，你打我干啥啊？你特娘又喊又叫的，抽什么风？”骆永之说着，还看了看四周，发现不少路人都憋着笑，顿时气得老脸通红。洛唐基眼中闪过一丝落寞，低头叹了口气，用沧桑的嗓音说道：“哎，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老子打死你这个小畜生！”骆永之直接脱下官靴，朝洛唐基的脸上就是一顿抽。皇宫养心殿，李妙音坐在龙椅之上，看着在殿中东摸摸西看看的杨巡，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就在这时，杨巡摸着柱子上的金龙说道：“修这样一座皇宫要多少钱啊？本王也想在北燕修一座。”听到这话，坐在龙椅上的李妙音脸色难看，一旁低着头的宋德更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在北燕修皇宫，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他是跟着杨巡一起进京的，虽然没亲眼见到白龙亭杨巡是如何对待李妙音的，但也有些许耳闻。这位镇北王是一点没把自家女帝放在眼里啊！虽然心中有些许愤怒，但他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否则那凤凰卫统领就是他的下场。李妙音没有说话，杨巡又开口了：“这皇宫本王真是喜欢的紧，不如本王今日就在这皇宫住下吧。”此话一出，宋德顿时浑身一个机灵，不禁悄悄看了李妙音一眼。这皇宫之中到处都是宫女，还有前任小皇帝李谦留下来的一众妃子。杨巡身为异姓藩王，住在皇宫之中，成何体统？况且世人都知道杨巡好色，连打仗的时候都要带着女人。若是在这皇宫中住下，身为大内总管，他这个时候若不开口，他这条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想到这，宋德硬着头皮说道：“王爷，此事恐怕有所不妥。”宋德话还没说完，就接触到杨巡那冰冷的眼神，顿时吓得跪到了地上，浑身如筛糠一般颤抖着。“你这奴才，好大的胆子！咋地？是你们求着本王来的？本王来了想住皇宫，你们又不让，这是何道理？本王在京城中又没有府邸，不住皇宫，难道让本王去睡大街吗？镇北王是镇守边疆的异姓王，没有传诏不得入京，所以在京城之中并未修建府邸。”说着，杨巡又看向李妙音：“女帝，本王想住在皇宫之中，你有意见吗？”“没意见。”李妙音咬咬牙，强忍着怒意说道：“镇北王功高盖世，想在哪住都可以，那就把你的寝宫让给本王住吧。”杨巡笑道：“你……”李妙音双脸通红，她虽是女帝，但也是尚未出嫁的女子，她的寝宫怎么能让一个男人居住？你住朕的寝宫，那朕住哪？”杨巡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那么大的皇宫，你不会随便找个地方睡吗？那么大的人了，这还要本王教你？”哼！李妙音气得不行，冷哼一声，将头扭到了一边。
就在这时，杨巡突然大步朝李妙音走来，李妙音还是扭着头不看杨巡，但心里却在打鼓。他要干嘛？不会要杀了朕吧？一旁跪着的宋德见状，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一咬牙挡在了杨巡面前。王爷，不可，滚一边去！杨巡随手一巴掌抽在宋德脸上，当即将宋德抽飞，落在5、6米外的柱子旁，直接晕死了过去。杨巡来到李妙音面前，一把抓住李妙音的小脸，盯着她的眼睛说道：“本王现在要你帮本王做2件事，你可愿意？”我敢说不愿意吗？李妙音愤愤道：“真乖，待会奖励你和本王一起用餐。”听到这话，李妙音心中连呸几声，谁想跟你一起用餐？看住李妙音幽怨的眼神，杨巡不禁笑了起来。这2件事也很简单，第一，把你的凤凰卫全部撤走，本王不喜欢，皇宫的安全由本王的锦衣卫和玄甲军负责。第二，发出圣旨，让楚州各地守将投降，放我北燕大军入城。李妙音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杨巡这才放开他，又理了理他的发丝，笑道：“本王现在要去外公家看看外公，记得把寝宫给本王收拾好。”说完，杨巡头也不回地走出大殿，望住杨巡离开的背影，2滴眼泪顿时从李妙音眼角滑落。骆永之说杨巡不会有反心，结果呢？刚来就要入住皇宫，还把皇宫侍卫都换成了他的人，这和造反有什么区别？可偏偏他还不敢违抗杨巡的命令，否则等待他的就是死路一条。在杨巡的虎狼之师面前，他京城的这点兵力根本不够看，杨巡随时能杀了他取而代之。再看看那些文武百官，在杨巡面前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好不容易有个崔伯文站在他这边，还被骆永之压得死死的。其实这也怪他，当初登基之时，那些站出来反对他的大臣都被他杀了个精光，可偏偏他当初留下的那些亲信和心腹也跟着骆永之站在了他这个女帝的对面，导致现在连个敢站出来说话的人都没有。原以为杨巡就算有不臣之心也不会太过分，等杨巡和蓝穗穗结婚了就能稳住杨巡，现在他才明白他当初的想法有多天真，恐怕还不等杨巡和蓝穗穗结婚，他就去见先帝了。另一边，杨巡在玄武的护卫下骑马出了宫，好不容易进京一次，杨巡自然是要第一时间去看一看外公。就在这时，在宫门外等候的蓝穗穗看到杨巡骑着马出来后，连忙迎了上去，却被玄武拦住。什么人？蓝穗穗不屑地瞥了玄武一眼，满脸笑容地对杨巡行礼道：“奴家蓝穗穗见过王爷。”蓝穗穗，杨巡一愣，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啊，不过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姑娘可是有事啊？王爷不认识奴家？蓝穗穗愣住了，她可是这干京城1等1的美女，她原本还想看看杨巡在得知她就是蓝穗穗后脸上的惊喜，毕竟能有这么漂亮一个未婚妻，杨巡不得笑得合不拢嘴。可不曾想杨巡居然没听过她的名字，难道杨巡不知道这门婚事的存在？杨巡被蓝穗穗这一句话问懵了，我他妈初来乍到的，去哪认识你？而且这姑娘眼中那难以掩饰的优越感是怎么回事啊？就好像她能跟杨巡说话是杨巡莫大的荣幸一样。不知为啥，杨巡心中一股无名火窜了出来，妈的，在我镇北王面前还给你整出优越感了，难不成你比我镇北王还大？本王又不是你爹，为啥会认识你？蓝穗穗。还不等蓝穗穗反应过来，杨巡已经策马离去，玄武则是看了一眼蓝穗穗，将她的名字记在心中。刘府，一名15、16岁的少女匆匆跑进院子，一边跑一边喊道：“爹，爷爷，表哥来了，表哥来了！”院子里，一名40多岁的壮硕男子正在磨刀，见少女风风火火的模样，顿时呵斥道：“姑娘家遇点事情，忙忙慌慌的，成何体统？我不是让你去买菜吗？菜呢？爹，我看到表哥出宫了，朝咱家来了。”少女兴奋道，随后发现菜篮子里空空如也，顿时挠挠头，嘿嘿的憨笑住。等等，什么表哥？你说的可是镇北王千岁？男子连忙问道。不然还能有谁？快随我去接驾！男子大惊，将手中的刀丢在一旁，风风火火朝大门跑去，同时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喜悦。大外甥来了，他还是没忘记咱柳家。刚冲出刘府大门，就看到一队锦衣卫小跑住过来，在锦衣卫身后是骑住高头大马、身着蟒袍的杨巡。真是大外甥来了啊！男子不敢怠慢，连忙跪了下来，朗声道：“草民柳天锡拜见镇北王，镇北王千岁，千岁，千岁。”说着，柳天锡见一旁的少女还傻愣愣地站着，连忙拽了他一把，呵斥道：“还不跪下？”哦，少女这才反应过来，跪到柳天锡身旁，还不住地偷看着杨巡。舅舅！杨巡心中一喜，虽然他已经不记得舅舅长什么样了，但舅舅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忘记的，连忙翻身下马，将柳天锡扶了起来。舅舅，咱都是一家人，何必如此多礼？外公还好吧？好，这是你表妹柳瑶。柳天锡不住地点着头，介绍了一下旁边的少女。表哥。柳瑶叫了杨巡一声，很是亲密。柳天锡盯着杨巡俊俏的脸庞，顿时热泪盈眶。长大了，和你娘简直一模一样。听舅舅提起娘亲，杨巡眼中也闪过一丝落寞，眼角不禁一热。你这混不吝，大喜的日子，你说这些干啥？就在这时，一名头发全白的老者杵着拐杖从刘府中走出，狠狠地瞪了柳天锡后，就要给杨巡跪下。老朽柳驼拜见王爷。杨巡连忙上前扶住即将跪下的老者，笑道：“外公不必多礼，外公身体可还好？好着哩，别在这站着，进屋，晚上留下来吃饭。”老爷子咧嘴一笑，看着杨巡的眼神中满是慈祥。我去买菜。柳瑶说完，提着菜篮子一溜烟就跑了。这丫头总是风风火火的。柳天锡没好气地说道。杨巡笑笑没说话，和外公舅舅一起进了刘府。刚到正厅，老爷子便回头看了一眼柳天锡，说道：“去，把轿子里那2坛好酒拿出来。”
柳天熙应了一声，转身离去。柳天熙走后，老爷子抓着杨巡的手，神神秘秘地将杨巡拉到了一旁。外孙啊，你这次带来了多少兵马？老爷子小声地问道。加上8万玄甲军，应该有30来万吧，不过有10万在楚州。杨巡如实说道。这么多？老爷子有些惊讶，看来是我多虑了。30万兵马已经足以和平南王掰掰手腕了，怪不得杨巡敢肆无忌惮地挥师进京。外公可是在担心那平南王？杨巡问道。老爷子点点头，道：原本老朽还想助平南王势大，你最佳的选择就是在北燕继续积蓄力量，北方多军事重镇，那平南王即便拿下京城，也无法北上，等发展个几年，再挥师南下统一中原。但现在看来，你的势力已经和平南王相差无几，老朽的想法还是太过保守了。说住，老爷子又叹了口气，外孙啊，有句话老朽不知当讲不当讲。外公请说。老爷子突然面色一肃，说道：平南王勾结南方蛮族，屠我汉人江山，实为国贼，蛮族生性残暴，所过之处，我汉家百姓被屠戮殆尽，南方4州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已然沦为人间炼狱。朝廷昏庸，中原百姓怨声载道，今又让一女子称帝，大感气数已尽，若此刻能灭国贼，拯救苍生，天下百姓归心，则霸业可成。老朽恳请王爷发兵南下，阻止平南王入主中原，一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不受外族欺辱屠杀，二是一统江山，成就霸业。老爷子说着，对着杨巡深深一礼。外公，你这是作甚？杨巡连忙扶住老爷子，眼角不禁跳了跳。老爷子这是让他灭了平南王，自己当皇帝啊？钱老爷子不建议杨巡南下，是觉得杨巡的实力还不够，不是平南王的对手，又怕杨巡受到朝廷的制约，步了杨怀的后尘。但今日他也亲眼见到了，杨巡根本没把女帝放在眼里，何来的制约之说？现在又得知杨巡手上有30万兵马，老爷子哪还坐得住？身为前任兵部尚书，老爷子也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之人，虽已告老罢官，但依然心系百姓。眼看着平南王逐渐向北推进，朝廷大军却屡战屡败，老爷子整晚急得睡不着。他并不是担心李家的江山，而是不忍看着汉人百姓被那些南方蛮族屠杀蹂躏。那平南王为了自己的野心，为了蛮族能给他卖命，对蛮族一再放纵，任凭那些魔鬼烧杀抢掠。据南方逃难来的百姓所说，蛮族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南方4州已经成了尸山血海，江里流的水都是红的。老爷子只恨自己年老体衰，不能提刀上马杀尽一族。但现在他的外孙有这个能力，若是杨巡真能灭了这些蛮子，光复汉家河山，就算自己当皇帝又怎样？天下谁敢说个不字？外公放心，孙儿与那平南王有杀父之仇，这次进京，孙儿也正打算和平南王碰一碰。杨巡冷冷地说道，眼中满是杀意。当真？老爷子眼睛一亮，有些激动。孙儿自不敢欺蒙外公，不过在这之前，孙儿打算先拿下中原4州，防止孙儿与平南王交战时有跳梁小丑从背后偷袭。杨巡所说的跳梁小丑，自然是指齐王和秦王。这两货从平南王造反开始就一直在积蓄力量。之前杨巡曾派人去探过两人的口风，两人对北燕都很不友好。如果不先将他们拿下，杨巡很有可能会被两面夹击。不过现在朝廷大军已经从吴州撤至齐州境内，平南王下一步肯定要拿下齐州和东域。东域的东武王被打残了，但有齐王和朝廷大军在齐州帮杨巡拖住平南王，杨巡便可以腾出手来收拾秦王。老爷子摸着胡子想了想，很快便也想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点头道：自当如此，是老朽心急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只是苦了南方的百姓。杨巡叹了口气，有些无奈道：外公，事已至此，忧心也无用，只要齐王和朝廷联手，至少齐州百姓无忧。等孙儿拿下秦州后，便发兵齐州，到时一定给那些南方蛮子一记重击。说到这，杨巡心里也不禁担忧起来，若是那齐王与平南王联手怎么办？到时不仅是朝廷军有覆灭的危险，齐州一破，就连前京城都将暴露在南方蛮族的刀斧之下。看来掌控中原4州必须提速了，自己还有45万积分，回去以后就报兵吧，先把楚、秦、春3州拿下来再说。只希望齐王那货不要做蠢事吧。就在这时，柳瑶左手提着一篮子菜，右手抓着一只鸡，一蹦一跳的走进院子。表哥，菜买回来了，一会给你弄个小鸡炖蘑菇，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对，尝尝你妹子的手艺，她做的菜可好吃了。看到柳瑶，老爷子顿时收敛了脸上的锋芒，又变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辛苦表妹了。杨巡笑道。不辛苦不辛苦。柳瑶嘿嘿一笑，似乎想起来什么，说道：对了表哥，外面来了好多达官贵人，说是要给你送礼。平阳侯府，京城里的官员们得知杨巡去了刘府后，都纷纷赶了过去，要给杨巡送礼。蓝有图自然也不会落后，虽然他是杨巡未来的老丈人，但该有的礼数还得有，礼多人不怪嘛。此时蓝有图正抱着用礼盒包着的金貔貅打算出门，就看见咱家女儿梨花带雨的哭着跑进了家门。姑娘家的，一天在外面瞎逛，成何体统？距离杨巡进城已经数个时辰了，女儿却迟迟不见回家。蓝有图正想呵斥几句，却发现蓝碎碎根本没理他，径直就跑进了他自己的闺房。咋了这是？蓝有图一愣，又看向姗姗来迟的丫鬟，问道：小姐咋了？回老爷，小姐在姑爷那受了委屈。丫鬟如实说道。她去见杨巡了。蓝有图瞪大了眼睛，下一秒怒气顿时窜上心头，这个的玩意，看我不抽死他！哪有未出嫁的大闺女悄悄去见未婚夫的？这不是让别人说闲话吗？丫鬟大惊，连忙抱住蓝有图的大腿，跪了下来。老爷，小姐已经在姑爷那受了委屈，还请老爷您开开恩，放过小姐吧。蓝有图看了看丫鬟，又听着屋里女儿的哭声，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虽然嘴上说着抽死蓝碎碎，但她就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到大是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
他哪舍得动蓝碎碎一根汗毛啊？杨巡那小王八蛋怎么欺负我女儿了？蓝有图又问道。姑爷说他不认识小姐。丫鬟如实说道。就这？蓝有图愣住了，这有什么好哭的？他俩从小都没见过面，不认识不是很正常吗？蓝有图又看了看天色，已经不早了，他还得去给杨巡送礼呢。于是连忙甩开丫鬟，说道：你去安慰一下小姐吧，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她再出门。房间中，蓝碎碎还在不停抽泣。他父亲是侯爷，姑姑是先皇皇后，从小到大，谁见了她不是把她像公主一样捧着？就连那丞相之子落堂鸡见了她，也如同一条哈巴狗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何况她从小文武双全，天生丽质，是这前京城中一等一的美人，不知多少王公贵族的公子哥惦记着她。杨巡居然在皇宫之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不认识她，还给她脸色看。杨巡不过是从北地来的一粗野之人，凭什么给她脸色看？难道就因为他是王爵？王爵又咋了？还不是从他爹那世袭过来的？他蓝碎碎的表姐还是女帝呢。就在这时，丫鬟蹑手蹑脚的来到蓝碎碎身边，轻拍着蓝碎碎的后背说道：小姐别哭了，姑爷或许是不知道这门婚事，所以一时间没认出小姐来。女帝说宋德跟他提过这门婚事，他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我都主动去找他了，主动跟他说话了，他还要这样对我，故意让我出丑，故意让别人看我的笑话。蓝碎碎委屈的抹着眼泪。丫鬟想了想，说道：小姐，你说姑爷会不会是生气了，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生气了？什么意思啊？蓝碎碎一愣。你想啊，今天姑爷进城的时候，那落堂鸡不是在你旁边献殷勤吗？会不会是被姑爷看到了，所以姑爷生气了？此话一出，蓝碎碎顿时觉得有道理，不然他主动去找杨巡，杨巡应该笑脸相迎才是，没必要给他脸色看。看来杨巡就是因为看到落堂鸡和他在一起，吃醋了，所以才故意说那些重话。没错，一定是这样的，都怪这个落堂鸡，杨巡这下肯定误会我了，要是搅黄了我和杨巡的婚事，我一定不放过他。蓝碎碎眼中的阴毒一闪而逝。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个小厮的喊声：小姐，门外有个叫落堂鸡的公子想见您。不见。蓝碎碎皱起眉头，心中对落堂鸡的厌恶更深。小姐，还是见一见吧，跟他说清楚也好，免得他总是纠缠你。丫鬟提议道。蓝碎碎仔细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便和丫鬟一起出了门。侯府外，落堂鸡拿着一盒胭脂，正在不住的来回踱步，见蓝碎碎出来，连忙迎了上去。碎碎，这是我在女宫斋给你买的上好的胭脂，全甘京城就这一盒，你看看喜不喜欢？突然，落堂鸡发现蓝碎碎眼睛红红的，眼神顿时冰冷了起来。碎碎，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杀了他。听到这话，蓝碎碎撇撇嘴，眼中满是不屑。杀杨巡，你落堂鸡敢吗？谁欺负我都和你没关系。蓝碎碎冷冷地说道。怎么没关系？欺负你就是欺负我落堂鸡，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你告诉我是谁，我去帮你出头。落堂鸡狠狠地说道。是杨巡，你敢去找他麻烦吗？啊，杨巡？落堂鸡顿时愣住了。杨巡手握重兵，前不久刚刚灭了5国，这样一位活阎王，谁敢去惹呀？杨巡进京之前，骆永之就一再嘱咐过他，千万不要得罪杨巡。怕了？蓝碎碎眼中满是嫌弃之色。不怕，杨巡他敢欺负你，我就去揍他。落堂鸡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拍胸脯说道：落堂鸡，你能不能别搞笑了？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纨绔，能打得过杨巡？何况杨巡是我的未婚夫，我们两个闹矛盾跟你有什么关系？蓝碎碎没好气地说道。碎碎，落堂鸡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和杨巡已经有婚约了，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怕杨巡误会。说完，蓝碎碎头也不回地走进侯府，砰的一声关上大门。望着冷冰冰的红漆大门，落堂鸡手中的胭脂掉落在地，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眼泪喷涌而出。不，为什么？老天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碎碎。一个时辰后，女帝望着满桌已经凉透的饭菜，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这个坏批，不是说要跟朕一起用餐吗？朕都让人准备好了，结果天都黑了，这个坏批还没回来。小时候还说要请朕吃烤蛤蟆，呸，骗子，从小就骗人，朕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在柳家吃过饭，杨巡又应付了一会那些大臣，这些大臣无一例外都是来巴结杨巡的。不得不说，这些大臣出手还真是阔绰，不是金银器具，就是上好的翡翠玉石，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真不知道这些大臣背地里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这些东西杨巡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还特意让张二狗连夜买了2个大箱子，封存在柳家的地窖之中。让杨巡诧异的是，平阳侯蓝有图也来了，还送了杨巡一只金貔貅。看到蓝有图，杨巡才想起来，刚才那个自称蓝碎碎的女子，不就是他蓝有图的女儿吗？那姑娘长得倒是漂亮，但眼神中满是狂傲，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让杨巡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不过蓝有图只是和其他大臣一样，同杨巡寒暄了几句，并未提及婚约之事。他不提，杨巡自然也不会提。等杨巡应付完那些大臣，回到皇宫时已经是丑时了。整个皇宫静悄悄的，侍卫已经全部换成了锦衣卫，原先的凤凰卫已经被全部赶出了皇城。宋德早早便等候在宫门外，一路领着杨巡来到了李妙音的寝宫。当然，李妙音并不在里面。王爷，女帝说了，从今以后这里就是您的寝宫。宋德恭敬道。那李妙音那小娘们住哪去了？你领本王去认个门迪。杨巡问道。宋德一愣，王爷这么问是啥意思？该不会要去爬女帝的墙头吧？但他又不敢不回答，回王爷，女帝搬去了延禧宫，和妃子们住在一起。小皇帝李谦虽然被擒，但他留下了不少妃子。李妙音登基后并未难为这些妃子，他们依旧住在皇宫之中。杨巡点点头，一个皇帝搬去和妃子们一起住，这个李妙音倒也能忍。行，有机会带本王去转转，你下去吧。杨巡随意的摆摆手。王爷，
貂蝉和蔡文姬都已经帮王爷接进宫里来了，就在寝室之中，老奴告退。宋德说完，弓着身子匆匆离开。杨巡看着宋德的背影，微微一笑。原本进城后，貂蝉和蔡文姬都被安排在了客栈之中，这老东西还挺会来事。其实不是宋德会来事，而是若不把蔡文姬和貂蝉接进宫来，宫里的妃子宫女岂不要遭老罪了吗？推开寝室大门，果然看见蔡文姬和貂蝉正在整理着床铺。二女见到杨巡，连忙行礼道：“见过王爷。”不必多礼。杨巡微微一笑，发现这屋子里有一股很好闻的香味，这种香味杨巡在李妙音身上也闻见过，难不成是体香？想到这，杨巡顿时一阵心猿意马，如狼似虎的眼神从二女身上扫过，怒吼一声，朝二女扑去。此处省略10万个字。第二日，杨巡是被貂蝉叫醒的。王爷，王爷醒醒，今日还要参加朝会呢。貂蝉趴在杨巡身边，小脸红扑扑的，煞是美艳。杨巡翻身起身，摇了摇脑袋，昨夜闻着这屋子里的香味，杨巡格外勇猛，一直折腾到半夜，此时着实有些困。蔡文姬已经准备好了热水和毛巾，为杨巡洗漱后，又侍奉杨巡穿上蟒袍，挎上战刀。看着眼前英武不凡的杨巡，蔡文姬小脸一红，说道：“今日王爷英姿勃发，定能威震朝堂。”与此同时，金銮殿上，李妙音高坐于龙椅之上，脚下站着大干的文武百官，文官在左，武官在右。杨巡怎么还没来？李妙音看向一旁的宋德，小声的问道：“回女帝，镇北王还在睡觉。”宋德有些尴尬的说道：“岂有此理！”李妙音咬了咬牙，杨巡昨天放他鸽子也就算了，今日朝会居然也不来，真是太过分了。最可恶的是，这家伙睡的还是他的寝宫。一想到这，李妙音的脸就有些发红。就在这时，礼部侍郎站出来说道：“启禀女帝，尼国国派使者求见。”尼国？李妙音皱起了眉头。这个国家位于大干东海之外，大干和这个国家并无往来，他们派人来干什么？宣尼国使者觐见。宋德扯着嗓子喊道。不一会，两个留着小辫子、身高4尺左右的小矮子迈步走上了大殿。见过大前女帝陛下。二人微微躬身行礼，随后眼睛不住地在李妙音身上扫视着。李妙音眉头紧皱，强忍着心中怒意，开口道：“不知尼国使者来我大前，所谓何事？”其中一人微微一笑，开口道：“回大前女帝陛下，我国天皇陛下听闻大前物产丰富，国土辽阔，所以特派我等前来与大前交好，与大前建立海上贸易，并希望大前能在怀州割让一郡给我尼国，用作晾晒海货。”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不少大臣面露怒色，怒斥尼国使者这是在挑战大前天威。蓝有图直接忍不住了，捞起袖子开骂道：“放你娘的屁！我大前的国土岂能说让就让？你尼国不过是一弹丸小国，岂敢蔑视我大国天威？”崔伯文也怒道：“尔等挑衅女帝，挑衅大前，贪婪狂妄，真是岂有此理！想让大前割让一郡之地给你们，简直是痴人说梦。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朕也不为难你们，你们可以走了。”李妙音开口道。听到这话，尼国使臣顿时笑了起来。女帝陛下，据我所知，你们大前现在正处于内乱之中，南方平南王势大，朝廷军节节败退，大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若是我霓虹派出数万大军从东域登陆，夹击大前，不知阁下将如何应对？你在威胁朕？李妙音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眼中满是杀意。外臣不是在威胁女帝陛下，而是在跟女帝陛下谈条件。若是女帝陛下肯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可以保持中立，否则我们将站在平南王那一边。孰轻孰重，陛下不会不知道吧？尼国使臣笑道，一副吃定了李妙音的模样。蓝有图沉默了，崔伯文也沉了，文武百官都沉默了。李妙音紧紧握着拳头，气得全身都在发抖。如今大干面对平南王已是力不从心，若是再加上一个尼国，大干真有灭国之危。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正当李妙音一筹莫展之际，一道威严的声音从大殿上响起：“尔等跳梁小丑也敢在此大言不惭，是我大干见不利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只见杨巡昂首挺胸，手按腰间战刀，大步流星地走上大殿，浑身散发着浓重的杀气。不知道为什么，李妙音在看到杨巡的那一刻，有一种莫名的安心，就连嘴角都不住勾起了一抹弧度。杨巡走到两名尼国使臣面前，冷冷地盯着眼前的两个小矬子，原本的困意一扫而空，眼中只有无尽的冰冷和仇恨。之前杨巡就从系统地图上看到了尼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位于大干东海之外，四面环海，是一个岛国，在地图上的形状就像一只小虫。原本杨巡还在想，这个尼国会不会和前世某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一样，现在看来还真是这群小矬子。尼国使臣梅川枯子仰起头看了一眼威武不凡的杨巡，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但很快眼中又浮现出了不屑之色。他们这次千里迢迢出使大干，就是吃准了大干已经千疮百孔，不敢再与尼国为敌。他昨日进城比较晚，并没有见到玄甲军的军威，在他看来，杨巡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大前的见利不利，我相信在场的诸位比我更清楚吧？梅川枯子笑道，笑容满是轻蔑。话音刚落，梅川枯子就只见寒光一闪，身旁另一名尼国使臣的胳膊顿时飞了出去，鲜血喷涌而出，洒了一地。啊！伴随着那名使臣的惨叫，梅川枯子不禁后退一步，脸上的不屑转换成了惊恐。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整个大殿鸦雀无声，大臣们看向杨巡的眼神中满是敬畏。我大干的剑够力吗？杨巡手握战刀，如同地狱中走出来的恶魔，用轻蔑而又冰冷的目光从梅川枯子身上扫过。八嘎！你怎敢伤害我尼国使臣？你！梅川枯子话还没说完，杨巡又是一刀，一旁尼国使臣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头颅伴随着鲜血高高飞起，失去了头颅的身子砰的一声倒在地上。现在够力了吗？杨巡继续问道。你！梅川枯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指着颤抖着说道：“你这是在和我们倪国宣战？哼，区区弹丸小国，本王覆手可灭，宣战又如何？”杨巡说着，看着梅川窟子身下流出来的不明液体，眼中的不屑之色更甚。就这点胆子也敢大言不惭，杀你都脏了本王的刀！听到这话，梅川窟子还以为杨巡打算放过他，刚松了口气，就听到杨巡的声音再次传来：“来人啊，将此人拖下去，施以油烹之刑！”梅川窟子人都傻了，这是要把他活活用油炸死啊！我是倪国使臣，你不能这样，天皇陛下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梅川窟子话还没说完，就被玄武像提小鸡一般提了下去。丁，触发隐藏任务，任务目标：屠灭赣京城中的倪国人。杨巡微微一笑，系统真是甚合本王心意。此等跳梁小丑，千百年来亡我汉家之心不死。先不说前世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光是这一世中，他们趁火打劫，图谋汉家江山，就已经有了取死之道。既然要做，就要把事情做绝，不就是开战吗？本王不怕。此时此刻，文武百官这才回过神来，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觉得杨巡手段太过残忍，倪国使臣对女帝不敬，稍加惩戒便是，没意思哦。啊，官爷怎么会呢？你们的人怎么会在我会馆之中呢？今日我会馆中有贵客，还请诸位官爷行个方便吧。酒井小次郎笑着，连忙从怀里摸出一个金锭子，塞进青龙手里。今日会馆里可有不少从倪国来的使臣，那些人对他来说都是大人物，他可怠慢不得。青龙掂了掂手里的金锭子，拍了拍酒井小次郎的肩膀，笑道：“你这小矬子还挺有钱的嘛。”小矬子，这是什么称呼？酒井小次郎心中恼怒，但还是陪笑道：“官爷可是嫌不够。”说着，酒井小次郎又摸出一个金锭子，正要塞给青龙，青龙突然一巴掌就甩在了他的脸上。嗨！酒井小次郎下意识的立正鞠躬，但很快就脑子发懵，好好的打他干嘛？你看他还真跟王爷说的一样，就喜欢吃大嘴巴子。青龙指着立正站好的酒井小次郎，嘲笑道。身后的锦衣卫也是笑声一片，眼中满是对酒井小次郎的嘲讽。酒井小次郎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但还不等他发作，青龙就大手一挥：“兄弟们，进去搜！”酒井小次郎心中大急，连忙挡住了青龙的去路。官爷，真的不行啊，要不我让户部尚书曹大人来跟您。话还没说完，青龙便一脚踹在酒井小次郎脸上，将他踹飞进会馆里。青龙一马当先走进会馆，锦衣卫顿时鱼贯而入。就在这时，一名锦衣卫突然扛着一袋盐小跑过来，对青龙说道：“大人，在会馆里发现一袋精盐，倪国会馆私贩精盐，触犯大前律法，遵王爷指令，全部绞杀，一个不留。”随着青龙一声令下，门口的2名锦衣卫顿时关上了会馆大门，其余锦衣卫向四周散开，见人就杀。一时间，会馆里人头滚滚，惨叫四起，不时有衣衫不整的倪国人从房间内跑出来，却又被锦衣卫一刀砍倒。八嘎，你们这是诬陷！酒井小次郎满脸是血的坐在地上，眼中满是不甘与愤慨。青龙不屑一笑，对一旁的白虎堂千户说道：“这人就交给你们白虎堂了，指挥使放心，属下一定让他把他知道全吐出来。”千户说着，向身后挥挥手，当即便有2名锦衣卫将酒井小次郎打晕扛走。傍晚时分，用过扇的杨巡端坐在书桌前，李妙音则是站在一旁，用扇子替杨巡扇着风，就差把不爽2字写在脸上了。杨巡看了一眼李妙音，笑道：“让皇帝替本王扇风，从古至今本王也是头一遭了。”看着杨巡嘚瑟的模样，李妙音撇撇嘴，将头扭到了一旁。就在这时，青龙敲了敲门，得到杨巡的应允后，大步走了进来，跪到杨巡面前：“事办的怎么样了？”杨巡开口，一旁的李妙音很识趣的要离开，却被杨巡一把拉住：“别走，你也听着。”青龙抬头看了看杨巡，又看了看李妙音，说道：“回禀王爷，赣京城的倪国人已全部清剿完毕，这是暗中与倪国人有染的大臣名单。”青龙说着，将一本小折子呈给杨巡。杨巡随意的看了2眼，将折子丢给李妙音。李妙音连忙打开，越看脸色越差，看到最后更是握紧了拳头。这些卖国贼居然收了你国人这么多好处！李妙音咬着后槽牙说道：“你接着说。”杨巡又看向青龙。怀州那边也传来消息，在沿海的一座荒山上发现1万倪红氏族。另外，此次从倪国会馆里查抄出大量金银玉器、布匹丝绸，折算成白银共170万两。这么多！饶是杨巡都吃了一惊。正好要打仗了，这些钱就留作军饷吧。你派人告诉长孙无忌，立即调集人马，围剿这群倪国士族，务必全歼。杨巡当初可是在怀州留了10多万守军，而且这些守军都是从北燕调过去的老兵，围剿1万倪国人简直绰绰有余。至于这些官员吗？杨巡摸了摸下巴，看了一眼李妙音：“你有什么想法？”李妙音一愣，没想到杨巡居然会询问他的意见。不过李妙音还是很聪明的，即便心中有想法，他也不会说出来。朕没有想法，听你的。杨巡白了他一眼说道：“你还真是不管事，怪不得大干能乱成这样。”李妙音顿时气得满脸通红，朕倒是想管，可你让吗？何况大钱乱不乱跟朕有什么关系？朕当皇帝时，大钱已经乱了好吧？杨巡突然面色一肃，说道：“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没有留的必要了，这是锦衣卫去办吧，抄其家，灭其族，所抄财产先收入大钱国库。反正现在大钱是杨巡说了算，户部尚书也在抄家的名单之中，即便是收入国库，这些钱也还是杨巡的，杨巡想用随时能用。”倒是一旁的李妙音诧异的看了一眼杨巡，他原以为杨巡会将这些钱运回北燕，但很快他也明白了，杨巡这是将前京城当成他的大本营了。这个坏屁！正当李妙音气愤之时，杨巡突然开口说道：“行了，你该听的也听完了，剩下的你听了对你不好，出去吧。”杨巡说的很是随意，好像他才是这御书房的主人一般。走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李妙音将扇子往桌上一放，
嘟着嘴大步走出了御书房。李妙英走后，杨巡又看向青龙，匈奴那边怎么样了？回王爷，刘大人已经拿下了2座金矿，乌恩属下也派人做掉了，在匈奴境内做的干净利落，属下还让人嫁祸给了兽皮部落，伯克尔正厉兵秣马，打算和兽皮部落开战呢。青龙如实禀报道。杨巡点点头，匈奴内乱闹得越凶，杨巡就越放心。做得不错，回头从尼国会馆抄没的银子中领5000两，算是本王给你的奖励。多谢王爷。青龙大喜，连忙给杨巡磕头。行了，你下去吧。青龙走后，杨巡脑海中突然传来一道机械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成功屠灭赣京城中的尼国人，完成隐藏任务，奖励防度大礼包型号1。卧槽！杨巡直接坐正了身子。防度？难道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此2人共同位列大唐凌烟阁24功臣。大唐初建之时，2人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由2人所定。又因杜如晦擅长于断，房玄龄擅长于谋，有着防谋杜断之称。后世说起大唐的良相，首推防度。若是大礼包内真是这2位，简直是赚翻了。但很快，杨巡又警惕起来，毕竟卧龙凤雏大礼包的教训还历历在目。系统，这次求你当人吧。杨巡在心中祈祷着，鼓起勇气点下了开启的按钮。霎时间白光一闪，2位身着长袍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杨巡面前。房玄龄、杜如晦，拜见王爷，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系统，老子爱死你了！若是系统站在自己面前，杨巡非抱着他亲2口不可。2位快快请起。杨巡连忙上前将2人扶起。今后本王还要多多仰仗2位。王爷这是哪里的话？能为王爷做事，是我2人的福分。房玄龄拱手道：启禀王爷，前皇后卢氏求见。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玄武的声音。卢氏？杨巡一愣，这个卢氏是小皇帝李谦的皇后，乃京城望族卢家长女。李妙英登基后，因为卢家的关系，也并未为难此人，而是让他和李谦的其他妃子继续住在皇宫之中，由朝廷供养。杨巡和这个卢氏并无交集，他来找自己钱吗？想了想，杨巡还是打算见一见，于是开口道：2位先下去休息，明日与本王一同上朝。吾等告退。2人朝杨巡行了礼，退出御书房。过了一会，玄武带着一名身着华服、头戴金冠、面容姣好的女子缓缓走了进来。妾身卢氏见过王爷。卢氏微微躬身，行礼道：跪下。玄武在身后呵斥道。卢氏被吓了一跳，身子微微一颤，看向杨巡，而杨巡依旧是坐在书桌前，闭着眼睛，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一般。身为皇后，她的身份何等尊贵，而杨巡只不过是个王爷，哪有皇后跪王爷的道理？可一想到自己今夜前来的目的，卢氏还是轻咬红唇，还是跪了下去，再次喊道：妾身卢氏见过王爷。杨巡这才悠悠睁开眼睛，对玄武摆摆手，等玄武退出御书房后，才开口道：你来找本王所为何事？妾身恳请王爷发兵，迎回大前真正的皇帝。卢氏匍匐下去。真正的皇帝？杨巡不禁冷笑，你说的可是李谦？见杨巡竟敢直呼李谦的大名，卢氏虽有不悦，但还是点头道：正是。本王为何要这么做？杨巡笑道：只要王爷同意发兵，妾身愿意为王爷做任何事。卢氏说着，眼泪从眼角滑落。虽然李妙英登基后并未为难他，但他的地位却大不如前，衣食起居再无人伺候，甚至平日间还要像个宫女似的干活。同时，李妙英还不断打压卢家，卢家的势力越来越弱。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不仅是他，就连卢家也得灭亡。只有迎回李谦，她才是真正的皇后，才能再次母仪天下。任何事。就在这时，杨巡突然起身，走到卢氏身旁。本王还没试过皇后是什么滋味呢。此话一出，卢氏顿时娇躯一颤，但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缓缓起身，开始褪去身上的华服。这下轮到杨巡懵逼了，原本他只是想调戏一下卢氏，没想到卢氏一上来就开始脱衣服。妈的，妹子都如此主动了，咱爷们能怂？至于救不救李谦回来重要吗？先睡了再说。想到这，杨巡当即一把将卢氏按在了书桌上。过了一会，杨巡看着那一抹鲜红，有些惊讶，对卢氏问道：李谦没碰过你？听到这话，卢氏原本潮红的脸更是红到了脖梗，弱弱的开口道：李谦从小被太监宫女弄坏了，失去了那个的能力。李谦不行。听到这话，杨巡顿时笑了起来，李谦的年纪比自己还小，居然就不行了，真是白瞎了这后宫3000佳丽。等等，那岂不是说后宫的妃子们全都还是完璧之身？李谦害死了杨巡的父王和北燕15二郎，杨巡睡他婆娘，很合理吧？本王今天就让你做一回真正的女人。此处省略10万个字。后宫中，李妙英负手而立，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宋德弓着身子站在一旁。陛下，卢氏去找杨巡了。宋德小声地说道。这个贱人，当初就不应该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李妙英冷声说道，眼中满是杀意。他去找杨巡做什么？李妙英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而杨巡那个坏胚会对卢氏做什么？李妙英也心知肚明。再怎么说，卢氏也是他弟弟的皇后，这么做简直就是在让皇室蒙羞。同时，李妙英也暗暗担心起来，若是杨巡真被那卢氏所迷惑，将李谦从平南王手中救回来怎么办？毕竟当初杨巡可是说过，不介意换个人做皇帝。想到这，李妙英不禁叹了口气，对未来感到一阵迷茫。陛下，要老奴说，陛下不必担忧，镇北王必定不会受那卢氏所蛊惑。宋德看出了李妙英的心思，说道：此话怎讲？您想，虽说废帝是被平南王所擒，但这么久了都没露过面，平南王也没用他和朝廷换取什么好处，说不定废帝已经死了。大胆！李妙英一声呵斥，这种话也是你一个奴才能说的？老奴死罪！宋德连忙跪在了地上。李妙英看了一眼宋德，叹了口气，罢了，你继续说。宋德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
再者，镇北王杨怀就是被李谦害死的，就算李谦还活着，杨巡也不会容他。听到这，李妙音顿时轻松了不少。是啊，自己怎么忘了这一茬？以杨巡的脾气，怎么可能会站到害死他父亲的李谦那边？兰家那边怎么说？没有任何动静。宋德如实说道。李妙音又叹了口气，看着天空不再说话。看着李妙音的背影，宋德有些无奈地摇摇头：“陛下呀，陛下，你怎么还想着靠兰家啊？兰家虽是皇亲，又有助您登基之功，但始终姓兰啊。就算兰岁岁和杨巡完婚，杨巡也不会看在兰家的面子上对您有任何的恭敬。靠人不如靠己，与其撮合兰岁岁和杨巡，不如您自己嫁给杨巡，那您的地位才是无人可以撼动。”不过这话宋德也是想想，根本不敢说出口，只希望女帝有朝一日能想明白这一点吧。这一夜，无数锦衣卫在赣京城中来回穿梭。这一夜，不知多少王公大臣家里哀嚎连连，血流成河。第二日上朝的官员足足少了1/3，直到朝廷公布出那些官员的罪状，百官这才反应过来，那些官员之所以没来上朝，是因为勾结逆国人，被连夜抄家灭族了。这其中就包括户部尚书曹波、吏部尚书徐清，而杨巡也以李妙音的名义发布诏书，封杜如晦为户部尚书，房玄龄为吏部尚书。虽然百官不认识这二人，但也知道他们是杨巡的人。在锦衣卫和玄甲军的震慑下，杜如晦和房玄龄顺利接管了户部和吏部。如今6部之中，已经有2部完全掌握在了杨巡手中。二品大员说杀就杀，说封就封，一时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对杨巡的惧怕之心更甚。当然，也有不少官员对杨巡心生不满。赣京城天仙楼作为赣京城最大的酒楼，天仙楼的老板向来是眼高于顶，但此时此刻，他也不得不像个小厮一般，恭恭敬敬地站在天字1号房之外，等待着客人的召唤。原因无他，就因为今日天字1号房中聚集的都是朝廷中3品以上的大员，光6部的尚书就来了4位。包间中，骆永之坐在首位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手指不住地敲着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丞相，你倒是说句话，难道就让杨巡这么猖狂下去？他今日杀的是曹波，明日就有可能杀你我。工部尚书说道。督察院左都御史点点头，附和道：没错，这个杨巡为人心狠手辣，一点都不像他爹那样尊重我们这些老臣，说不定哪天刀就架在我们脖子上了。这2位之前也是一心想让杨巡领兵进京的，但现在他们怕了，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杨巡如此狠辣。杨巡这才进京几天啊，就杀了这么多朝中大臣，手下的那群锦衣卫更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一开始他们还有意巴结杨巡，但现在他们才明白，杨巡根本就看不上他们，即便他们再怎么摇尾乞怜，再怎么给杨巡送金银珠宝，杨巡对他们还是说杀就杀。一旁的兵部尚书崔伯文冷笑一声，不屑道：当初本官就一再反对杨巡进京，可你们这些人视本官为仇敌，处处打压本官，现在知道怕了。哎，崔伯文，你少说风凉话，就你这又臭又硬的性格，我要是杨巡，第一个先宰了你。礼部尚书没好气地说道。崔伯文冷哼一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了，别吵了。刑部尚书开口打起了圆场。崔兄，要不由你兵部发文，让香伯侯吴起领大军回京，与杨巡抗衡，或者给秦王、齐王写信，让他们进京擒王。此话一出，骆永之不禁暗自摇头，这些大臣为了自身的利益，还真是昏招尽出，荒谬！崔伯文怒斥一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先不说兵部私自发文乃是诛九族的大罪，若是香伯侯领兵回京，谁来抵挡平南王？你一句话撤了，受苦受难的都是老百姓。至于秦王和齐王，你以为他们2个是什么好东西？你是嫌有杨巡这个爹还不够，要给你再找2个爹？你刑部尚书气得满脸通红，却一时间无言反驳。丞相，你说句话啊！工部尚书看向骆永之，有什么好说的？曹伯等人是什么性子，在座的各位难道不清楚？这些年他在户部贪了多少银子，如今又和你国人有染，一本相看，杀得好！骆永之说着，冷冽的目光从在场所有人身上扫过，想保住自己的小命，就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少搞这些歪门邪道。只要你们一心为国为民，我就不信那杨巡吃撑了要杀你们。听到这话，在场众人顿时沉默下来。就在这时，一个七旬老汉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怒道：杨巡杀了那么多人，难道就这么算了？看到此人，在场众人都没有接话。此人是晋川侯，虽已不问朝政，但军中颇有威望。谁都知道曹伯当初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曹伯这些年背地里也没少给他好处。那羽林卫统领是老夫的侄儿，诸位就看好老夫的手段吧，老夫定要让那杨巡……话还没说完，包间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同时一颗人头飞了进来，落在圆桌之上。这不是羽林卫统领吗？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晋川侯这才看清楚，眼前的人头不正是自己那侄儿的吗？晋川侯大惊失色，朝门外看去，只见青龙带着一队锦衣卫冷笑着走了进来，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晋川侯，昨夜的抄家名单中没有你，是本指挥使的失误。这不，刚才我就去你府中把你全家杀了个干净。你说要让我家王爷怎样？大点声，本指挥使没听清。你……晋川侯又惊又怒，不禁又看了桌上的头颅一眼。青龙说把他全家杀了，恐怕是真的。青龙笑住，走到晋川侯身后，按住晋川侯的肩膀，将其按在座位上，凑到他耳边说道：亏你还是3朝元老，怎么就看不清形势呢？晋川侯，本指挥使送你上路。说住，青龙一把抓住晋川侯的头发，同时手中多了一把匕首，干净利落地抹了晋川侯的脖子，鲜血瞬间喷涌出，坐在对面的官员顿时被喷了一脸。但这种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动弹，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崔伯文看着一幕，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巴。青龙擦拭着匕首，目光从在场官员身上扫过，笑道：我们家王爷说了，诸位只要乖乖听话，王爷是不会为难诸位的。
但如果谁敢在背后玩小动作，他们两个就是你们的下场。说着，青龙手上匕首猛地掷出，直接插在了刑部尚书的脑袋上。此人刚刚说要让香伯侯回京，还要让秦王、齐王进京，秦王就已经上了青龙的死亡名单。好了，本指挥使还有公务要忙，就不打扰诸位大人了。诸位大人吃好喝好。说完，青龙带着锦衣卫退出了包间，顺便还关上了包间大门。包间内，众官员看了看桌上的头颅，又看了看已经死透的两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青龙从天仙楼出来后，来到一辆马车旁，拱手道：“王爷，事情都办妥了。”杨巡在车内点点头，身边的蔡文姬连忙用刀切了一块桃肉喂到杨巡嘴里。桃肉甘甜可口，杨巡微微一笑，问道：“我舅舅那边怎么样了？”属下来报，柳统领已经顺利接管了羽林卫，军中不服之人已全部就地正法。青龙如实说道。杨巡点点头，自己那舅舅也是将门之后，有着一身好武艺，但自从外公退休后，他也一并辞官回家了。这么多年，舅舅虽在家中无所事事，但武艺却不曾懈怠。此次正好让他出来掌管羽林卫。羽林卫虽然战斗力不强，但好歹也有2-3万人，还是要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对了，李平安那小子在干嘛？杨巡问道。自从进京后，杨巡就没见过这家伙。回王爷，李公子从进京后，整日混迹于各大青楼，和一群世家公子们吃喝玩乐。听到这话，杨巡颇有些无语。这家伙不是说他戒了吗？不过杨巡很清楚，这家伙看似是跟那些公子哥吃喝玩乐，其实背地里承担起了交际花的责任，在帮杨巡笼络这些干京城中的世家。可别小看了这些世家，真要打起仗来，这些世家就是钱啊。但这小子整日住在青楼中，就这么个玩法，迟早要死在女人床上。派几个人保护住，莫要让他被别人欺负了。杨巡吩咐道。属下明白。青龙连忙应道，这事即便杨巡不说，他也早就安排下去了。杨巡又看向蔡文姬，说道：“你说貂蝉出宫给本王买布做衣服了，索性我们去找他，与他一同回宫吧。”前京城最大的一家布庄，貂蝉正仔细地抚摸住面前的绸缎。夫人，宫中什么布没有？为何要来外面买啊？邢道荣站在貂蝉身后，手按腰间战刀，正一脸警惕地四处张望住。他现在是锦衣卫中的一员，得知貂蝉要出宫后，便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护卫。毕竟貂蝉表面上是侍女，实则是杨巡的女人，如此巴结貂蝉的好机会，他怎么能放过？莫要乱说，我只是王爷的侍女，哪是什么夫人？貂蝉眼中闪过一抹幽怨，连忙解释道：“宫中的都是贡布，很多是以次充好糊弄人的，既然是给王爷做衣服，自然是要买最好的。夫人真是事事为王爷着想，以在下看来，王妃的位置迟早是您的。”邢道荣一记马屁就拍了过去。貂蝉微微一笑，这种事他也只敢想想，不敢奢望。掌柜的，帮我把这卷绸飞包起来吧。好嘞，请稍等。掌柜满脸笑意，这卷上好的绸飞足有5丈有余，可值不少银子。没想到眼前这位年纪不大，却如此爽快。就在这时，貂蝉身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呀，这绸启用来给王爷做蟒袍，再合适不过了。”只见蓝碎碎带着丫鬟走进店中，目光始终停留在掌柜手中的绸启上。掌柜的，这卷绸启帮我包起来，本小姐要了。蓝碎碎兴奋地说道。她今日出来也是为了买布给杨巡做衣服，可逛了很多家都没遇到满意的，刚一进门就被掌柜手中的这卷绸缨吸引住了。身为大户人家的小姐，她一眼就看出这是南方来的上好绸启，这种品质的绸启怕是宫中也没有。如今南方在打仗，这绸启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小姐，不好意思啊，这绸启已经被这位小姐定下了。掌柜看了一眼蓝碎碎，又看了看貂蝉，一时有些为难。蓝碎碎打量了一下貂蝉，心中不禁暗暗惊讶，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姑娘，这绸启我喜欢的紧，你就让给我吧。蓝碎碎开口说道。貂蝉皱起眉头，犹豫起来，这绸启她同样十分喜欢，若是她自己用也就罢了，但这绸启是用来给杨巡做衣服的，她实在不想让。不好意思啊，这位姑娘，这绸启我也很喜欢，实在是。貂蝉话还没说完，蓝碎碎一旁的丫鬟就说道：“好好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你知道我们小姐是谁吗？”这话实在是有些嚣张了，但蓝碎碎也并未制止，反而一脸笑意地看着貂蝉。一旁的邢道荣顿时就来了脾气：“管你是谁呢？这不是我们先看上的？妈的，你再大还能大得过王爷？”邢道荣此话一出，外面听到动静的数十名锦衣卫也冲了进来，虎视眈眈地看着蓝碎碎。布庄掌柜直接被吓得将绸缎往桌上一扔，就蹲在了柜台底下。蓝碎碎也吓了一跳，但当他认出锦衣卫身上的飞鱼符后，脸上的笑容更甚了。“你是杨巡的人？”蓝碎碎看向貂蝉，大胆，竟敢直呼王爷的名字！邢道荣刚要发作，就被貂蝉制止了。貂蝉同样看住蓝碎碎，点头道：“没错，我是王爷的侍女。”听到侍女2字，蓝碎碎顿时不屑一笑：“一个小小的侍女也敢跟本小姐抢东西？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本小姐是杨巡未来的王妃，是你的主子。”此话一出，不仅是貂蝉愣住了，就连邢道荣也是一脸懵逼。貂蝉很快反应过来，他听蔡文姬说过，杨巡在京城有一门婚事。“你是平阳侯兰有图之女，蓝碎碎？”貂蝉试探性地问道。“大胆，竟敢直呼小姐的名字，还不跪下给小姐磕头！”蓝碎碎身边的丫鬟呵斥道。“奴婢不敢。”貂蝉连忙低下头，毕竟她只是侍女，眼前这位可是侯爷家的大小姐，还跟杨巡有婚约，她实在是得罪不起。正如蓝碎碎所说，若是她嫁到杨家，便是她貂蝉的主子。让你跪下，听不到吗？丫鬟咄咄逼人，蓝碎碎也是一脸得意。长得漂亮又怎么样？还不是个贱婢，本小姐才是你的主子。奴婢恕难从命。貂蝉紧咬红唇，
若是蓝穗穗嫁过来，让她跪下也就罢了，可现在蓝穗穗还不是王妃，她若是在这里跪了，丢的是杨巡的脸。你这贱婢！蓝穗穗大怒，扬起手就要打下去。住手！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暴喝，还莫等蓝穗穗反应过来，她的脸上就多了一个巴掌印。蓝穗穗懵了，从小到大，她都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居然有人敢打她。当她看青来人时，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杨巡，你打我！杨巡此时正抓着貂蝉的手，柔声问道：“你没事吧？”貂蝉看了看杨巡，又看了看蓝穗穗，连忙说道：“奴婢，你别说话。”杨巡制止了貂蝉，随后看向蓝穗穗：“本王打你了，又如何？你居然为了一个贱婢打我，现在又跟这个贱婢在这里卿卿我我，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蓝穗穗怒吼道。杨巡顿时气笑了：“本王凭什么要把你放在眼里？就凭那什么狗屁婚约？若是你贤良淑德，本王或许还会考虑婚约之事。可是你看看你，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哪有一点贤妻的样子？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你是未来王妃？我呸！”说着，杨巡指向貂蝉和蔡文姬：“就算本王真要娶，本王娶的也是他们，不是你蓝穗穗。”你蓝穗穗气得满脸涨红，她长这么大哪受过这种气？你宁愿娶一个贱婢，也不娶我。话音刚落，杨巡又是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贱婢也是你教的，论才华你比不上他们，论相貌他们更是甩你几条街。这么长时间来都是他们在照顾本王的衣食起居，你呢？你做了什么？一上来就要当王妃，你配吗？”王爷，貂蝉和蔡文姬此刻都是眼眶红红的，就凭杨巡这句话，即便是让他们当一辈子的侍女，他们也心甘情愿。杨巡又看向蓝穗穗身边的丫鬟，冷声道：“狗仗人势的东西，锦衣卫何在？把这贱人的舌头给本王割了，打断他的四肢，让他再狗仗人势。”丫鬟顿时吓得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不停给杨巡磕头：“王爷，奴婢知道错了，你放过奴婢吧，王爷。”青龙等人可不给他求饶的机会，直接上前将他按在地上，用脚踩断了他的四肢，撬开嘴巴，拉出舌头来就是一刀。蓝穗穗原本还想反驳杨巡几句，可看到血腥的一幕，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突然，杨巡的布满杀意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了他的身上。龙之逆鳞，触之必死。他怎么打着杨巡的旗号在外面横行霸道都无所谓，但他敢欺负杨巡身边的人就是不行。就在这时，收到消息的平阳侯蓝有图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直接跪在了杨巡面前：“王爷，小女不懂事，冲撞了王爷，还请王爷高抬贵手，放过小女吧。”杨巡看着蓝有图，皱起了眉头。他进京后也让锦衣卫调查过蓝有图，此人是父亲的故交，老战友，为人义薄云天，忠肝义胆，当了这么多年的官，一直都是两袖清风，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见杨巡不说话，蓝有图又继续说道：“子不教父之过，是下官宠坏了他，只求王爷看着下官与令尊昔日的情分上，能饶小女一命，给我蓝家留个后。”蓝有图老泪纵横，他的女儿什么脾气他很清楚，从小娇生惯养，什么人都没放在眼里。其实从杨巡进京开始，他就有退婚的想法，因为就凭蓝穗穗那臭脾气，早晚会惹得杨巡不悦。但若是他主动退婚，不就是打杨巡的脸吗？他可不敢这么做，所以他一直在等杨巡主动退婚，却不曾想到自己女儿居然嚣张到了如此程度，这还没过门呢，就敢打杨巡的人。杨巡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昨夜更是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可不会因为一纸婚约就对蓝穗穗有所纵容。可是到如今，蓝有图也不得不豁出自己这张老脸，求杨巡放过蓝穗穗。杨巡叹了口气，火已经消了大半，亲手将蓝有图扶起来：“伯父不必担心，本王是不会杀他的，不过该有的成绩还是得有，他不是看不起侍女吗？就让他进宫给貂蝉当侍女，你看怎么样？”王爷，貂蝉顿时有些错愕，哪有侍女还要人伺候的道理？蓝有图哪敢说个不字，连忙躬身道：“多谢王爷开恩，穗穗还不谢谢王爷。”蓝穗穗现在已经吓傻了，木愣地跪在地上，一句话说不出来。看到女儿这副模样，蓝有图是痛心疾首，但有什么办法呢？要怪就怪杨巡这小王八蛋太过狠辣，就连他这个驰骋疆场半辈子的老沙才都感觉到了恐惧。来人，将蓝小姐带进宫。杨巡吩咐完，又看向貂蝉：“从今往后她就是你的侍女，你想怎么使唤都可以。”奴家遵命。貂蝉连忙行礼应道。他虽有些惶恐，但也知道杨巡一旦决定的就无法改变。蓝有图站在布庄门口，目送杨巡一行人远去，叹了口气，随后又气又怒：“死鬼老杨，你这儿子还真是狠啊！今天差点把我女儿宰了，你等我下去，非把仇全报在你身上不可！妈的，老子还要跟你绝交！”回宫的路上，杨巡看着朱雀传来的密报，微微一笑：“蓝穗穗的姨娘是秦王妃，有意思了。邢道荣何在？”听到杨巡叫自己，邢道荣顿时一激灵，他今天可是差点就让貂蝉被打了，杨巡不会要找他算账吧？王爷，我在这。邢道荣低着头来到马车旁：“本王有件事要交给你去办。”马车里传来杨巡的声音：“啊！”邢道荣大喜，原来不是要找他算账，而是有任务啊！哈哈，王爷总算发现他的才华了。王爷请说，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末将定不负王爷重托。你收拾一下，去梧州吧。”杨巡说道。听到这话，邢道荣更兴奋了。那平南王不就在梧州吗？难道王爷要让他领兵去打平南王？王爷，不知王爷给末将多少兵马？邢道荣连忙问道。你一个人去？啊！邢道荣懵了，一个人去，那不是找死吗？实话跟你说吧，本王用不了多久就会兵发梧州，你带够盘缠，到梧州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等本王要用你时，会派人联系你的。啊，好吧，末将遵命。邢道荣有些失落的应道。马车里，杨巡的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
邢道荣啊，邢道荣，能不能干翻平南王，就看你的了。蓝穗穗木木讷讷地回到宫中，直到傍晚，他回过神来，这才发现面前站着2个嬷嬷。这2个嬷嬷是杨巡派来教他宫中规矩和洗衣做饭的。蓝穗穗心中虽然不悦，但也只能跟着2个嬷嬷认真学习。转眼间数个时辰过去，2位嬷嬷眼看到了深夜，这才离去。一直在学礼仪的蓝穗穗早已是腰酸背痛，小腿都在发抖。2位嬷嬷走后，蓝穗穗再也坚持不住，瘫软在地，捂着脸无声地痛哭起来。为什么杨巡要打她？为什么杨巡宁愿娶一个侍女都不愿意娶她？为什么杨巡要当众羞辱她？蓝穗穗委屈的同时，心中也涌现出了无限的恨意。杨巡，你只不过是北方来的一个粗鄙之人，竟然敢如此羞辱于我！你手握重兵又怎样？你怎么也不会想到，我有一个远房姨娘是秦王妃吧？等找到机会，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我要让你后悔欺辱我，我要让你不得好死！蓝穗穗狠狠地说着，殊不知屏风后面一道人影缓缓消失在黑暗之中。御书房，朱雀跪在杨巡面前，将蓝穗穗所说的一切如实禀报。杨巡身旁正在包龙眼的貂蝉越听越是心惊，连忙对杨巡说道：“王爷，这女子如此歹毒，可千万不能留啊！只要王爷一声令下，属下保证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朱雀也附和道：“别急。”杨巡笑着拿起一颗貂蝉包好的龙眼塞进嘴里：“你们把她杀了，本王用什么钓大鱼？若是不利用一下蓝穗穗秦王妃外甥女的身份，岂不是太可惜了？不过在这之前，杨巡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楚州那边怎么样了？”杨巡看向朱雀：“回王爷，楚州各地守军在得到朝廷的命令后并未反抗，华雄将军已经成功接管了楚州。”朱雀如实说道：“传令楚州，让潘凤翎5万青州军暂管楚州，华雄率5万西凉铁骑行至前京城以南50里外的南丰镇待命。”属下遵命。朱雀行了一礼，退出御书房。貂蝉，王爷。貂蝉连忙上前：“蓝穗穗，那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每日有什么粗活累活都交给他，不过你还是要防着他点，小心他给你下毒。”杨巡笑道。貂蝉也是捂嘴一笑：“王爷放心，奴家精着呢，岂会让他害到？好了，你先下去吧，在寝宫等着本王。”奴家告退。貂蝉走后，杨巡打开了系统版，是时候报兵了。系统，给本王来40次10连抽。丁，40次10连抽需要消耗积分40万，是否确定？确定。刹那间，杨巡的积分就只剩下了可怜的5万。丁，恭喜宿主获得工匠星号500，土豆1担星号100。丁，恭喜宿主获得颜良文丑大礼包星号1，辣椒1担星号50。丁，恭喜宿主获得5星辅臣萧何，5星上将赵云。丁，恭喜宿主获得工匠星号10，玉米1担。丁，恭喜宿主抽奖次数达到100次，获得系统赠送军队现阵营2万。丁，恭喜宿主抽奖次数达到100次，获得系统赠送军队白耳军5万。杨巡，卧槽！系统，你真是我钦点。40次10连抽完，杨巡的系统空间中多了一大堆东西，但最让杨巡激动的还是那些文臣武将和军队。萧何，汉初3杰之一，秦朝末年辅佐刘邦起义，立下汗马功劳。刘邦为汉王时，他便是丞相。汉朝建立，以萧何功劳最高，被封为赞侯。后又协助刘邦消灭韩信等一众异姓诸侯王，再次被刘邦拜为相国。可以说，没有萧何，就没有后来的汉高祖。刘邦能建立大汉，萧何功不可没。至于常胜将军赵云，相信没人不认识，三国时期蜀国五虎大将之一，长坂坡单骑救主，在100万曹军中杀了个7进7出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再说颜良文丑，此2人都为袁绍帐下上将，袁绍家大业大，麾下战将无数，此2人能为袁绍将领中的翘楚，足见其实力之强。除此之外，40次10连抽一共给杨巡赠送了4支军队，分别是现阵营2万，白耳军5万 x2，西凉铁骑5万。西凉铁骑就不说了，白耳军又名白耳卫，是三国时期蜀汉的精锐部队，由跟随刘备征战多年的老兵组成，是刘备的贴身卫队，战力强悍。而现阵营是东汉末年一支极为勇猛的军队，指挥官正是吕布帐下大将高顺，虽不过700余人，但陷阵之志有死无生，所攻无不破者。这样的精锐步兵系统一给就给了2万，杨巡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只可惜高顺不在，不然让高顺来指挥现阵营，正好专业对口。除了这些文臣武将和17万大军，其他并没有抽到什么好东西，但杨巡已经很满足了。杨巡的召唤范围有方圆10公里，也就是20里地。杨巡看了看地图，直接将17万大军召唤在了西边20里外的荒山上。随后意念一动，赵云、颜良、文丑纷纷出现在杨巡面前。吾等见过主公。3人行礼，免礼。3人起身后，杨巡盯着地图沉思片刻，吩咐道：“你3人连夜赶往赣京城以西20里外的荒山，那里驻扎着本王的17万大军。赵云，你负责领10万白耳军在荒山原地扎营待命，不可竖军旗，封锁荒山，不许任何人靠近。颜良，你负责率领2万县阵营赶往秦州和春州的交界处，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本王的命令。文丑，你率领5万西凉铁骑至前京城以南50里外的南丰镇，准备与华雄会合。吾等遵命。”3人应了一声，匆匆离去。看着3人的背影，杨巡微微一笑：“王已经知好了，等本王准备好鱼饵，本王就不信你秦王不往里钻。”转眼间1周过去，这天晚上，御书房内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声若惊雷，惊天动地，将宫中上万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杨巡浑身是血的站在书桌前，手里还握着那把之前抽到的碎发短枪。杨巡麻利的装填好弹药，又冲着窗外打了一枪。砰！又是一声巨响，在这寂静的宫中格外响亮。杨巡看向不远处的青龙白虎：“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哎呀，本王受伤了！哎呀呀呀！”
说完，杨巡眼睛一闭，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地上。青龙和白虎对视一眼，王爷这演技未免太过拙劣了点，但还是扯着嗓子喊道：“来人啊，有刺客！王爷受伤了，快来抓刺客啊！传太医，太医在哪？”听到喊声，御书房周围的锦衣卫全都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一来就看到白虎满身是血的提着刀从御书房中冲出来，大喊道：“奶奶的，刺客跑了！兄弟们，封锁整个皇宫，跟老子去抓刺客！”紧跟着赶来的是太医院当值的几个老太医，几人都是60-70岁的年纪，此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小心绊倒了，在地上滚一圈，又起身接着跑，连鞋掉了都顾不上捡。谁都知道这皇宫现在是杨巡当家，这位要是出了什么事，他们太医院从上到下都得死。几人匆匆跑进御书房，看到满身是血的杨巡时，都是心中一惊，其中为首一人连忙就要上前给杨巡把脉。就在这时，青龙的刀突然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老太医，王爷没事，但等会你见到别人就这么说。青龙凑到太医耳边说着什么，太医越听脸越白，但还是跪在地上说道：“臣遵命，臣一定配合。”青龙点点头，又看向其他太医：“还有你们，谁要是泄露半点消息，抄家灭族，从今天开始，你们吃住都在这御书房中，不得离开半步。”很快，收到消息的貂蝉和蔡文姬也赶了过来。二人看到已经被太医包成粽子的杨巡，直接扑到杨巡身边就哭了起来，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泣不成声。跟着貂蝉一同前来的蓝碎碎看到这一幕，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欣喜。杨巡被刺杀了，报应啊！最好死了才好呢。貂蝉哭着看向一旁的老太医，问道：“大人，我家王爷怎么样？”太医看了一眼青龙，随后用上了毕生的演技，面露惆怅之色，叹了口气道：“王爷的情况不大乐观，但我们已经给王爷止血了，还用了最好的药材。王爷的身子骨结实，能挺过去，但短时间内应该醒不过来。”听到这话，貂蝉和蔡文姬顿时松了口气，说道：“多谢大人了，这是微臣的本分。”太医连忙诚惶诚恐地说道。一旁的蓝碎碎顿时急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杨巡死不了？可恶啊！这些狗太医，杨巡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这么尽心竭力的救治他干嘛？要是等杨巡过段时间醒过来，他报仇又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就在这时，柳天熙也赶了过来，看向一旁的青龙问道：“王爷怎么样？”青龙叹了口气，又将杨巡的情况给柳天熙说了一遍，随后问道：“薛仁贵和姜维怎么没来？”柳天熙突然面露愤怒之色：“别提了，薛仁贵知道王爷生死未卜后，就带着8万玄甲军出城了，姜维也立即返回了青州军大营，这俩厮肯定是要回北燕夺权。”夺权？那他们怎么不杀了王爷占领京城？青龙疑惑地问道。柳天熙叹了口气，解释道：“北燕现在是全天下最富足的地方，京城有啥？何况玄甲军和青州军都是王爷一手培养的，如果他们知道要杀的人是王爷，还会听薛仁贵和姜维的吗？这两货肯定是要打着王爷的旗号，领兵返回北燕，掌握北燕的话语权。妈的，这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青龙怒道。不过我已经让羽林卫接管城池，封锁了城门，只要王爷能醒来，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柳天熙说道。做得好。青龙说着看向一旁的千户，传令下去，锦衣卫封锁皇城，不许任何人出入，违者格杀勿论。二人对话的声音很大，所有信息一字不落地落在了蓝碎碎的耳中。杨巡受伤昏迷，手中大将调兵返回北燕夺权，也就是说，如今干京城只剩下了羽林卫和锦衣卫。若是自己能将这个消息传到秦州，让姨娘撺掇一副领兵来攻干京城，那杨巡不就死定了？就在这时，御书房外传来一道声音：“杨巡怎么样了？”下一秒，李妙英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脸上就掩盖不住的惊慌。看着被包成粽子的杨巡，李妙英整个人都呆住了。昨日杨巡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虽然他是最痛恨杨巡的那个人，但他同样也是最不希望杨巡死的人，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杨巡能救大钱，也只有杨巡才能控制北燕的那数十万大军。杨巡虽然嚣张了点，过分了点，但至少没造反，没杀他，他还是女帝，大钱也还在。可其他那些反王一旦进京，他李妙英必死无疑，大钱也将不复存在。他可是将所有筹码都压在了杨巡身上，若是杨巡死了，他怎么办？他拿什么去应对那些反王？想到这，两滴无助的泪水从李妙英眼中划过。李妙英走到杨巡身边，摇晃着杨巡的身，说道：“杨巡，你起来，朕不许你死！你起来，听见没有？”正在装晕的杨巡听到李妙英的声音，颇有些惊讶，没想到这娘们平日里对他咬牙切齿的，但关键时候居然不希望他死。杨巡之所以搞这一出，一是为了引诱秦王，二也是为了看看李妙英在这种时候会如何选择。如果李妙英趁火打劫，想要除掉杨巡的话，杨巡不介意换个人来当皇帝。但现在看来，杨巡颇有些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感觉。见杨巡一点动静都没有，李妙英再也抑制不住，趴在地上哭了起来。杨巡，要是你死了，大干就完了，你不能死，朕不许你死。你说过，等朕到了北燕，你还要请朕吃烤蛤蟆呢。你不能食言，欺君可是要灭九族的。看到李妙英真情流露的样子，在场众人都不禁有些动容，但没有一人上前提醒李妙英，杨巡的命已经保住了，只是还在昏迷而已。听着李妙英的哭声，杨巡心中嘿嘿一笑，小娘们，算你有点良心。不过烤蛤蟆是什么鬼？本王有说过这种话吗？就在这时，那太医突然开口道：“对了，太医院有一株百年人参，能够补充王爷缺失的元气，麻烦派个人去取一下吧。”奴婢这就去取。蓝碎碎连忙开口道，随后匆匆跑出了御书房。他正愁找个什么借口开溜呢，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出了御书房后，蓝碎碎连忙加快了脚步，不过他并没有去太医院，而是直奔皇宫东边的围墙而去。与此同时，骆唐基正鬼鬼祟祟地蹲在宫墙之外，警惕地看着四周。自从蓝碎碎被抓进宫里后，
他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给蓝碎碎送一些好吃的。毕竟蓝碎碎进宫是当下人，肯定吃不上什么好的，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讨好蓝碎碎的好机会。只是今晚不知怎么了，从皇宫里传来2声巨响，紧接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和锦衣卫。洛堂基刚来没一会，就已经遇到好几波了，幸亏他机灵，前几日提前在墙边挖了一个土坑，一来人他就钻进土坑里，这才没被发现。宫里肯定出事了，碎碎肯定忙坏了，也不知道吃饭没有，幸亏今晚多准备了一些。碎碎肯定会被我感动的吧。洛堂基看着怀里的包裹傻笑起来。就在这时，一队羽林卫小跑而来，但洛堂基一时想的失神，居然没有发现。不远处的树上，朱雀顿时皱起了眉头，这傻小子还不赶紧躲，搁那傻乐什么呢？眼看着羽林卫距离洛堂基越来越近，朱雀突然大叫一声，随后翻身下树，消失在黑暗中。洛堂基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叫吓了一跳，这才看见街道上的羽林卫，于是连忙钻进土坑躲了起来，而羽林卫也被叫声吸引了过去。半晌，洛堂基才心有余悸地从土坑里钻出来，见四下无人，连忙拍了拍胸脯，吓死本公子了！咦，碎碎怎么还没来？洛堂基，洛堂基你在吗？就在这时，宫墙内传来蓝碎碎小声的呼唤：“碎碎，我在。”洛堂基大喜，连忙将耳朵贴到了墙上。碎碎，我今天给你准备了烤鸭，你把绳子扔一头扔出来，我挂上包裹后，你再拉进去。我不要吃的，洛堂基，我有件事要你帮忙。蓝碎碎的声音再次传来。碎碎，你说，不管刀山火海，我都给你办。洛堂基连忙拍着胸脯说道。蓝碎碎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小声道：“现在城门应该已经戒严了，你想办法出城，去秦州找秦王妃，她是我远房姨娘，告诉她杨巡要不行了。”啊，杨巡不行了？洛堂基惊呼出声。你小声点！蓝碎碎的心脏都差点被洛堂基吓得跳了出来，继续说道：“杨巡手下的那些大将已经带着兵马回北燕夺权了，赣京城只有2-3万羽林卫和1万凤凰卫，让秦王带兵前来攻占赣京城。”此话一出，洛堂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这是要造反啊！这事要是传扬出去，他洛家上千口子人都得人头落地啊！碎碎胆子也太大了。见洛堂基不说话，蓝碎碎顿时急了：“洛堂基，你是不是怕了？”碎碎，我没有，可是你都说城门戒严了，我咋出去啊？洛堂基为难道：“你洛家那几百死士是养着干什么的？你杀出去啊！”蓝碎碎没好气地说道。啊，杀出去！洛堂基大惊，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不远处，重新跳到树上的朱雀看到这一幕，心中不禁暗自祈祷道：“小子，你可千万不能怂啊！你要是怂了，王爷这么多天的谋划就白费了。洛堂基，你要是怕了你就直说，我蓝碎碎就当是看错人了。”蓝碎碎不悦的声音从墙后传来。碎碎，我不是怕，关键洛堂基没有再说下去，心中也是犹豫万分。见洛堂基犹豫，蓝碎碎咬牙道：“你想，秦王是我姨父，若是秦王占了这赣京城，对你洛家和我蓝家都有莫大的好处。再者你不是喜欢我吗？等秦王进京杀了杨巡，我就嫁给你。”碎碎，此话当真？洛堂基顿时眼睛一亮，脏砰砰乱跳。他等这句话不知等了多久，蓝碎碎终于给他这个机会了。婆婆妈妈的，你还是不是男人？我蓝碎碎怎么说也是大家闺秀，岂会骗你？此话一出，洛堂基心中仿佛生出了无限的勇气，拍着胸脯说道：“这是包在我身上，碎碎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说完，洛堂基转身就走，眼中满是坚定。冲冠一怒为红颜，我洛堂基今夜也要爷们一回。宫墙内，蓝碎碎眼中浮现出一抹得意之色。杨巡，看见了吧？你不待见我，有的是人捧着我，这回你死定了。与此同时，朱雀看着洛堂基远去的背影，喃喃道：“也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杀出去，我还是去看看吧。”洛堂基一路上躲着巡逻的士兵，好不容易回到了丞相府，一进门就看到自己老爹洛永之拿着一根棒子，面色阴沉地看着他，身后还跟着管家。爹，洛堂基就像个双打的茄子，蹑手蹑脚地走到洛永之身边。你还知道回来？洛永之用手中的棒子指着洛堂基怒道：“今晚皇宫中肯定是出了大事，你这个时候瞎跑就不怕掉脑袋？”爹，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洛堂基笑眯眯地伸手接过洛永之手上的棒子。洛永之刚想开口，洛堂基突然跳起来，一棒子就敲在了洛永之的脑袋上。洛永之当即眼睛一翻，晕倒在地。一旁的管家人都傻了，一脸惊恐地看着洛堂基：“少爷，您……爹，对不起了。”洛堂基说着，看向管家：“去集合府中所有死士，本公子今日要干一件大事。”管家愣了愣：“少爷这是要闹哪一出啊？”见管家还在犹豫，洛堂基又说道：“我是洛家少爷，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父亲那里等他醒后我自会解释。若是此事成功了，我洛家将会一步登天，还不快去？”老奴这就去。虽然不知道洛堂基要干什么，但管家也不敢违抗洛堂基的命令，连忙朝后院跑去。洛堂基看着管家的背影，大手一挥：“来人啊，给少爷我披甲！”半个时辰后，洛堂基带着上百名骑着马的死士从丞相府中冲出，直奔城门而去。他虽然是个书生，但从小也练过一些拳脚功夫，此时身披战甲，手持长刀，倒有几分英气。上百人在赣京城的街道上一路狂奔，很快便看见了远处的城门。兄弟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放心，本少爷会善待你们家人的。杀呀！洛堂基手中长刀一指，身后的上百名死士顿时加快了速度，朝城门冲去。此时城门处守着数十名羽林卫，见有人要硬闯城门，立刻列阵迎敌。双方碰撞在一起，瞬间血肉横飞。洛家养的这群死士全都是边疆退下来的百战老兵，作战经验丰富，很快便突破了羽林卫的防线。其中几人连忙下马，打算推开城门。城墙上，一名千户注意到下方的动静，
正要带着城墙上的守军下去支持，却被柳天锡给拦住了。将军，有人要突破城门，随他去吧，装作没看见便是。柳天锡背着手淡淡的说道。千户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统领都这么说了，他还能咋办？当即将头扭到了一边。与此同时，城门被几个汉子缓缓推开，骆唐基看准机会，纵马飞奔而去，直接冲出甘京城。骆唐基走远后，那几个汉子又将城门关上，随后背靠城门，和剩余的羽林卫厮杀起来。骆唐基狂奔着，心脏砰砰乱跳，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他冲出来了，碎碎，你等着吧，等我回来娶你。驾！心中幻想着，骆唐基再次加快了速度。柳天锡见骆唐基出城了，突然对一旁的千户说道：“去，把这些人都杀了。”千户一愣，但随后反应过来，大手一挥，带着数百羽林卫杀了过去，将那上百死士团团包围。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朱雀在看到这一幕后，也是松了口气，悄悄地消失在夜色之中。梧州刺史府内，平南王正坐在主位之上，怀里搂着两个一丝不挂的美人。不远处躺着一具尸体，正是梧州刺史萧洛。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但在场众人却丝毫感觉不到一般，依旧在大吃大喝。平南王的双手不停在怀里美人的身上揉捏着，随后将面前的一大碗酒一饮而尽。在他左右两侧坐着10余位威风凛凛的将领。王爷海量。坐在右侧首位上一位蓬头垢面、皮肤黝黑、满脸横肉的汉子拱手恭维道。平南王哈哈一笑，又倒了一碗酒，站起来对汉子说道：“阿朵罗，这次拿下梧州，你蛮族勇士功不可没，本王敬你。”说完，仰头一饮而尽。阿朵罗也不甘示弱，将碗里的小2两酒一口闷下肚，用手一抹胡子，大笑道：“痛快，痛快啊！还是你们汉人的酒好喝。”就在这时，坐在左侧守卫的孔悟突然起身，拱手对平南王说道：“王爷，蛮族士兵进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如今整个梧州城四处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城中女人大批大批被掳入蛮族大营之中，还请王爷下令将蛮族士兵驱逐出城。”此话一出，阿朵罗顿时不乐意了，将酒碗狠狠地摔在地上，指着孔悟骂道：“老匹夫，我们蛮族勇士替你们流血流汗，杀几个人，抢几个娘们，怎么了？”孔悟怒目圆睁，狠狠地瞪着阿朵罗说道：“我们是来争天下的，若是都馅儿等一路屠杀过去，万里无人，这天下争下来有何用？尔等蛮夷之辈，此等行径简直猪狗不如！我日你娘！你敢骂老子？老子劈了你！”阿朵罗大怒，一把抄起身边的巨斧就朝孔悟冲去。够了！就在这时，平南王一拍桌子，阿朵罗顿时停了下来，愤愤不平地看向平南王：“你们还有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平南王冷冽的目光从在场众人身上扫过。自从朝廷军撤退后，东域的东武王也跑了，他率领大军进入梧州城已经数日，蛮族人的行径他都看在眼中。不得不说，孔悟说的有道理，但现在平南王还指望着这群蛮族人帮他打江山，所以对他们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知道，阿朵罗带来的蛮族人足有20万之多，且个个悍不畏死，如野兽般凶猛，是他这50万大军中的主力。百姓是杀不完的，只要他们能为自己卖命，放纵他们一点又何妨？阿朵罗，把你那斧子收起来，在本王面前打打杀杀的，像什么话？说着，平南王又看向孔悟：“孔将军，休要伤了军中和气。”阿朵罗犹豫一下，将斧子扔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但目光始终停留在孔悟的身上，满脸杀意，恨不得将孔悟生吞活剥。而孔悟则是冷哼一声，心中虽然不满，但他也知道平南王这是要护着蛮族，所以便不再说话。平南王微微一笑，说道：“好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接下来本王还要仰仗各位。”哼，一个7老80的老匹夫，怕是都立不起来，要他何用？给他个娘们，他也只能前看着。阿朵罗出言嘲讽道：“哈哈哈！”一时间，蛮族将领们纷纷大笑起来，眼中满是对孔悟的不屑之色。而以孔悟为首的汉人将领们，则是个个气得面红耳赤，却又拿这些蛮子没有一点办法。闭嘴！你屁话怎么这么多？平南王狠狠地瞪了阿朵罗一眼。阿朵罗这才悻悻地闭上了嘴巴。虽然他很嚣张，但他也不敢得罪平南王，因为他很清楚，只有跟着平南王，他蛮族的勇士们才能有抢不完的金银珠宝，睡不完的女人。平南王对阿朵罗的态度还算满意，继续说道：“如今梧州已经在我们手中，接下来就是灭了东域和拿下齐州。你们谁去灭了东武王啊？”咚咚咚，孔悟刚想开口，外面突然传来敲击木鱼的声音。阿朵罗突然跳了起来，抄起斧子怒吼道：“妈的，又是这个狗日的和尚，天天敲，老子忍不了，老子要去劈了他！你逮得到那和尚吗？”平南王瞪着阿朵罗，没好气地说道。其实他心中也颇为恼火，自从他进入这刺史府以来，每天晚上都有和尚在里面敲木鱼，一敲就是一整夜，搞得他整晚睡不着觉，可谓是身心俱疲。他不止一次派人去捉拿这个和尚，但这个和尚就跟个鬼一样，根本抓不到。他也曾派人在刺史府周围守着，打算守株待兔，但木鱼声还是会准时响起。第二天一看，他派在刺史府周围的人全都被一击毙命。阿朵罗一时语塞，他也去抓过那和尚，但那和尚比耗子还滑，3两步就跳到房顶上，消失不见。行了，你给本王坐下，他爱敲就让他敲去吧。平南王揉了揉太阳穴：“王爷，末将愿意领兵征伐东域。”孔悟看起来说道：“凭啥让你去啊？”“王爷，我去，我保证把东武王那小子给你抓回来。”阿朵罗狠狠地说道。谁都知道朝廷军的10几万残军已经退到了齐州，而齐州还有一个齐王，手上还有不少兵马，双方加在一起，人数不比平南王少多少，拿下齐州可不是一件易事。而东域的东武王已经被打残了，手中最多还剩几万兵马，和齐州相比，灭掉东域显然更容易一点。平南王沉吟片刻，对孔悟说道：“孔将军，本王给你10万兵马进攻东域，
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东域，把东武王那孙子的头颅给本王弄来下酒。王爷，你就瞧好老夫的吧。孔物连忙说道。平南王点点头，又看向阿朵罗。阿朵罗，你率领蛮族勇士随本王一起进攻齐州，等拿下齐州，所有的战利品都归你。原本平南王将进攻东域的任务交给孔物，阿朵罗心中还不太高兴，但此时听到平南王这句话，顿时兴奋起来。齐州乃中原大州，物产丰富，百姓富足，战利品都归他，岂不是想怎么抢就怎么抢？而且齐州还有齐王这么个年轻的王爷，想必他的妃子也很亲吧。他阿朵罗自从进入大前以来，普通百姓家的闺女睡过了，名门望族家的小姐也睡过了，就是还没试过王爷家的婆娘是什么滋味。王爷，一言为定。阿朵罗想着，用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眼中满是狂热之色。从刺史府中出来，阿朵罗喝得有些醉醺醺的，在亲卫的搀扶下朝军营走去。就在这时，几个蛮族士兵从他身边跑过，肩上还扛着一个拼命挣扎的女人。回来！瞎了你们的狗眼，没看到老子在这？阿朵罗怒声呵斥道。几人一愣，随后认出阿朵罗来，连忙跪在了地上，见过蛮王。阿朵罗大步上前，一把抓住那个女人的头发，将脸凑到了女人面前。顿时，扑面而来的恶臭熏得女人一阵干呕，眼中充满了恐惧。长得倒是不错，正好昨日那几个女人都被老子弄死了，这个女人老子要了。那几名蛮族士兵对视一眼，虽心中不满，但蛮王都发话了，谁敢不从？突然，几名士兵闷哼一声，倒在了地上。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后脑勺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小血洞。阿朵罗一愣，朝前方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白袍的和尚正缓缓走来，手中还拿着一个木鱼，不断敲击着。阿朵罗甩了甩脑袋，顿时清醒了不少，指着和尚怒道：“好你个和尚，老子抓了你这么久，你居然敢送上门来！”普法走到阿朵罗面前，缓缓停住，随后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阿朵罗：“阿弥陀佛，你这孽畜，还要杀多少人才罢休？我杀你娘！”阿朵罗二话不说，伸出大手就朝普法抓去。普法侧身躲过，同时抓起手中木鱼，狠狠地砸在阿朵罗的脑袋上。一时间，木鱼被砸得粉碎，阿朵罗庞大的身躯竟被砸翻在地。阿朵罗身边的亲卫见状，一窝蜂地朝普法冲了过来。只见普法右手往前一挥，数颗佛珠瞬间飞出，亲卫顿时成片倒下。仔细一看，这些人的喉咙上都多了一个血洞。妈的，老子杀你！阿朵罗捂着脑袋，从身后拔出一把匕首，朝普法刺了过来。普法伸出三指，一把牵住阿朵罗握住匕首的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同时发力，只听咔嚓一声，阿朵罗手中的匕首顿时掉在地上。阿朵罗惨叫一声，他能感觉到他的骨头都碎了。突然，普法将他往回一拉，另外一只手的三根手指也牵住了他的胳膊，又听咔嚓一声，他的胳膊被普法的三根手指硬生生捏断。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普法右手画掌，从下往上一抬，一掌打在他的下巴上。噗！阿朵罗喷出一口鲜血，狠狠地摔在地上，吐出满口碎牙。普法立即上前，骑在阿朵罗身上，将阿朵罗的四肢一一捏断。你作恶多端，虐杀了无数无辜百姓，今日贫僧就让你也尝尝他们死亡前的那种痛苦。说着，普法朝着阿朵罗下身，一把就抓了下去。噗呲，鸡飞蛋打！阿朵罗惨叫着，整张脸都扭曲在了一起，但他四肢都被折断，根本动弹不得，眼睛瞪得那么大。普法随后双指探出，直接戳瞎了阿朵罗的眼睛，又硬生生将他的两只耳朵撕了下来。等平南王收到消息，带着一群军士赶来时，阿朵罗已经躺在地上，进气多，出气少了。此时的他完全成了一个废人，哪还有往日那嚣张跋扈的模样？报应！孔物看着地上惨不忍睹的阿朵罗，眼中没有丝毫怜悯。来人啊，拉过去杀了！平南王语气冰冷，又看向一旁一名披着头发的蛮族人乌图，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新的蛮族之王。谢平南王！乌图心中一喜，他本就是蛮族中一大部落的首领，如今又得到了平南王的支持，坐稳蛮王之位不是轻而易举。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众人头顶传来：“你就是卖国贼平南王？”众人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白袍和尚正站在房顶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孔物等人下意识地就挡在了平南王面前，虎视眈眈地看着那和尚。没错，正是本王。你就是那个天天吵得本王睡不着觉的秃驴。平南王冷声道，眼中满是杀意。没错，正是贫僧。普法回应道，没有丝毫惧意。你居然敢杀本王的人，是要和本王作对吗？听到这话，普法微微一笑，念了一句佛号，随后说道：贫僧只不过是度化了一个畜生，何况人是你杀的，你怎么能怪在贫僧头上呢？王爷不必担心，用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了。贫僧要将你手下的畜生一个个收拾，哦不，度化掉，以告为万千百姓的在天之灵。此话一出，平南王顿时气得咬牙切齿，身边的孔物立即开口道：给我放箭射死他！一时间，周围军士的弓箭纷纷对准了普法，数十支箭矢朝普法射去。普法纵身一跃，跳到另一边的房顶上，随后又是几个跳跃，消失在夜色之中。妈的，又给这狗日的跑了！平南王气得不行，他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样的气，人家把他的人杀了，还大摇大摆的跑了，这不妥妥在打他的脸吗？可偏偏这和尚的功夫好得离谱，几次交锋下来，他的人甚至连碰都没碰到对方。这死秃驴，真以为本王治不了他吗？平南王咬着牙，对身边一名亲兵说道：去南疆，把黑蛟山人给本王请来。那亲兵一愣，随后哆哆嗦嗦地说道：王爷，您忘了，那黑蛟山人全族去年就被您给屠了。我特么！平南王爆了一句粗口，他还真忘了这一茬。这黑蛟山人是南疆传承千年之大族的族长，身手了得，即便是他手下的5、6名大将，都不是那黑蛟山人的对手。
去年他认为黑蛟山人一族的存在对南疆始终是个威胁，所以就用计杀了黑蛟山人，灭了黑蛟山人一族，给本王广目天下高手。本王就不信没人能治得了这和尚。另一边，刚刚离开的普法和尚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此时他脸色苍白，气息有些不稳，鲜血已经染红了僧袍，右胸靠近肩膀的位置还插着一支剑矢。普法扯开僧袍，露出那布满疤痕的上身，捡起一根木棍咬在嘴里。普法闷哼着，头上青筋暴起，浑身已经被冷汗湿透。剑矢有倒钩，且射得太深，若是直接拔出，势必要带出一大块肉。只见他握住那支剑矢，一用力，硬生生将剑头从背后穿了出来，随后折断剑尾，将剑从后背拔出。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普法连忙拿出一个药瓶，将里面的粉末倒在伤口之上，随后用僧袍捂住。吐掉口中的木棍，普法无力地靠在树下，自嘲一笑，还是学艺不精啊，早知道就不拖大了，幸好没有射中要害，不然恐怕贫僧就要去见佛祖了。随后普法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伤疤，笑道：真丑，若是我能学会师叔那一身横练气功，也不会受那么多伤，只可惜师叔死得早。哎，早先就听说平南王残暴不仁，那些蛮子更是嗜血成性，等贫僧来到这梧州城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人间炼狱。希望镇北王能早日发兵收复失地，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贫僧也会略尽绵薄之力。行了，我看你还是先养好伤吧。一个黑衣人缓缓走来，看到黑衣人，普法顿时眼睛一亮，问道：你怎会在这？你也是来杀平南王的？你一个和尚，整日把打打杀杀挂在嘴边，真的好吗？黑衣人在普法身边坐下，拿出一个酒壶递给普法。普法接过来喝了一口，笑道：酒喝的，那些畜生如何杀不得？你还没回答贫僧，你为何在这？受人所托，北上就一个人，恰巧路过此地。谁？普法连忙问道。黑衣人扭过头来看了普法一眼，问那么多作甚？知道的多了对你没好处。神神秘秘，不如你我联手杀了平南王，我再陪你去救人如何？普法也没多想，提议道：平南王暂时杀不得。黑衣人摇头，为何？普法皱了眉头。平南王一死，那20万蛮子更无人约束，南方将会更乱。平南王不能死，至少在那位镇北王发兵之前还不能死。听黑衣人提起镇北王，普法连忙说道：你也想帮镇北王？黑衣人摇摇头道：我又不认识他，帮他做甚？说着，黑衣人起身伸了个懒腰，行了，我要继续赶路了，记住我说的话，自己小心一点，别被人抓起来剐了。哼，贫僧可没那么短命。普法话音刚落，黑衣人已经再次消失在了黑夜之中。普法捂着伤口，又喝了一口酒，看向黑衣人离开的方向，微微皱起了眉头。奇怪，说什么受人所托，这家伙从军中退出来后，就一直在山林中修行，无欲无求，谁能请得动他？另一边，骆唐基一路快马加鞭，终于在2日后赶到了秦州城，并凭借自己丞相之子的身份，成功进入秦王府中。此时秦王府后花园内，秦王正手持利剑，发了疯似的砍着面前的花花草草。凭什么？他杨巡只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凭什么能入主前京城？秦王怒吼着，似乎要将心中滔天的怒意发泄出来。自从他得知杨巡领兵进京后，就气得整夜睡不着。他何尝不想挥师进京，自己坐上那个位置？但之前他实力不够，又有齐王这家伙在虎视眈眈，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就怕进京时被齐王偷袭。当然，相信齐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2王都十分有默契的，谁也没动静。可偏偏中途跑出来个杨巡，二话不说，直接领兵进了京城。他谋划了这么久，却让杨巡摘了桃子，他怎么能不气？就在这时，一个衣着华贵的妇人领着一个年轻人缓缓而来。王爷，别气了，妾身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个节骨眼上还能有什么好消息？秦王随意的将剑往地上一扔，这才注意到秦王妃身后跟着的年轻人，这是在下骆唐基，见过王爷。骆唐基连忙上前行礼道：王爷，这位可是丞相骆永之的嫡长子。秦王妃笑着说道：原来是骆公子。秦王颇有些诧异，骆永之他自然认识，可他跟这个大干的新任丞相没啥交集啊。啥公子不公子的，王爷就叫晚辈小鸡吧。晚辈这次来是有一件天大的好事要告诉王爷，杨巡他被刺杀了。骆唐基当即将干京城如今的情况全说了一遍，又把蓝穗穗是如何被杨巡羞辱一事也说了出来。王爷，穗穗请求王爷立刻发兵进攻干京城。你说的都是真的？听到这话，秦王顿时皱起了眉头。骆唐基还没开口，秦王妃就抢先说道：王爷，这消息可是妾身的外甥女传来的，还能有假不成？王爷不是一直都想挥师进京吗？现在可是绝佳的好机会啊！秦王摸着下巴，仔细地沉思起来。杨巡遭遇刺杀，陷入昏迷，手中大将领兵返回北燕夺权，京师防卫空虚。而平南王下一步就要进攻齐州，齐王也分身乏术，根本不可能在他进攻京城时来偷袭他。这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但是，秦王又看了看骆唐基，他应该相信这小子吗？就在这时，一名身穿铁甲的汉子匆匆跑了过来，正是秦王的亲卫统领。王爷，前京城的消息。铁甲汉子说着，又看了看骆唐基。秦王会意，连忙对秦王妃说道：骆公子这一路也辛苦了，你先带他下去休息，妾身告退。骆唐基也知道此事急不得，对秦王拱拱手后，跟随秦王妃离开了。二人走后，秦王才看向那汉子，快说。那汉子连忙开口道：王爷，京城附近的兄弟传来密报说，前京城内似乎出了大事，此事已经完全封锁了起来，他们甚至联系不到城里的兄弟，而且他们看到前京城内的玄甲军出城了，前京城外的青州军也开拔了，都是往北边去的。妈的，真是天助我也！秦王一拍大腿，眼中满是狂热之色。看来骆唐基那小子说的都是真的，这可是入主干京城的最佳时机，
搞不好他还能坐上那个不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子。传令众将，立刻来王府议事。那汉子从王府出来后，七拐八弯地走进一个小巷子里，见四下无人，开口说道：“你们让我做的事，我已经做了，可以放人了吧？”就在这时，数名蒙面人出现在汉子身后，为首的一名男子笑道：“别急，等秦王正式攻打甘京城时，我们自然会放了你妻儿。”说着，男子往地上扔了一个袋子，继续道：“这些是给你的赏钱，既然你是在帮我们做事，自然不会亏待你。不过，若是你有什么歪心思，我保证你的妻儿会死得很惨。”汉子回过头，死死盯着眼前这些蒙面人，他根本没收到什么赣京城来的消息，他对秦王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些蒙面人逼他说的。汉子将袋子捡起，发现里面装的满满的全是金饼子。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汉子问道。这你就不用管了，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现在你可以走了。男子淡淡的说道。汉子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袋子塞进怀里，随后低着头走出了巷子。汉子走后，为首的男子对身后的蒙面人说道：“飞鸽传书给指挥使，事情办妥，秦王已经打算发兵了。5日后，齐吴边界，一名中年男子身披银甲，腰挎战刀，冷冷地看着前方漫山遍野如潮水般涌来的蛮族人。此人正是齐州之主齐王李丰，在他身后是10余万厉兵秣马，严阵以待的齐州儿郎。香伯侯那边怎么说？”李丰看向一旁的副将问道。回王爷，香伯侯吴起那边率领8万精兵，已经抵达敌军侧翼。副将如实道。听到这话，李丰暗自松了口气。之前他没有相助朝廷军，生怕吴起会以牙还牙，但现在看来是他多虑了。不过李丰心中却没有丝毫对朝廷军的感激之情，若不是朝廷军一味的撤退，平南王怎会那么快就打到齐州？他原本的谋划全都被朝廷军这些酒囊饭袋给打乱了。无奈的叹息一声，李丰抽出腰间战刀，目光如炬，朗声大喊道：“齐州的儿郎们，看见那些张牙舞爪流着口水的蛮子了吗？这些畜生毫无人性可言，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今他们到了我齐州大地之上，他们要屠杀我们的父母兄弟，糟蹋我们的妻女姐妹，我们该怎么办？死战！死战！10余万将士齐声呐喊，喊声震耳欲聋，惊天动地。说得好，身后就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别无选择，拔出你们腰间的战刀，杀光这些凶残的野兽，绝不让他们前进半步。杀！杀！杀！将士们再次齐声呐喊。儿郎们，马革裹尸，就在今日，给本王冲杀过去！杀！杀！李丰战刀一挥，身边的将领们顿时一马当先，纵马冲杀而去。其他将士也紧随其后，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视死如归的坚决。就在这时，族阵营中巨大的牛角号被吹响。勇士们，碾碎你们看到的一切！乌图大吼一声，蛮子们顿时发起了冲锋。他们嘶吼着，咆哮着，双目猩红，流着口水，挥舞着手中的刀斧，仿佛陷入了癫狂一般。突然，漫天的箭雨席卷而来，箭矢如雨点般落入蛮族阵营之中。有的蛮子被射中要害，倒在了地上，而有的蛮子却如同感受不到疼痛般，即便身中数箭，也在怒吼着向前冲锋。那如野兽般的嚎叫在整个战场上回荡，让正在冲锋的齐州将士不免心悸，眼中流露出了恐惧之色。双方距离越来越近，突然，老虎、豹子、野狼等各种凶兽从蛮族阵营中窜出，嘶吼着冲进齐州军阵中，扑向齐州将士。这些凶兽的眼中仿佛只有杀戮，将扑倒的士兵撕得粉碎后，又扑向另一人。齐州将士身居中原，乃见过这种场面，一时间惊慌失措，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恐。一名将领胯下的战马被老虎一下，顿时如疯了般四处乱窜，将那将领甩飞出去。将领在地上滚了一圈，连忙起身，一刀劈死一匹扑过来的野狼，大吼道：“不要乱，先解决这些野兽！”说着，将领指向一只正在撕咬着士兵的老虎：“长枪兵，给我捅死他！”一时间，将领周围手握长枪的士兵蜂拥而上，将老虎团团围住，随后手中长枪纷纷朝老虎刺去。那老虎察觉到危险，想要冲出包围，长枪却从四面八方捅了过来，一瞬间他身上就多了10余个血洞。老虎哀嚎着，还在张牙舞爪的反抗，但长枪一次又一次的刺在他身上，终于他再也坚持不住，栽倒在地。亲手杀了一只老虎，士兵们脸上满是兴奋，似乎对这些野兽的恐惧也消失了大半。很快，其他将士也反应了过来，纷纷利用人数优势，将这些冲进来的野兽围而杀之。与此同时，那些如同疯子般的蛮族人也冲了过来，手中的刀斧疯狂地朝齐州将士身上砍去。双方瞬间厮杀在一起，一时间血肉横飞。蛮子仿佛不知道疼痛，即便身中数刀，只要还没死，就不断对齐州将士发动着攻击。有的蛮子即便是被捅到了要害，也要在死之前将手中的斧头狠狠砍在齐州将士的脑袋上。很快，齐州将士就被蛮子这疯子般的打法给镇住了，前军逐渐有了溃败的迹象。站在山坡上指挥战斗的李丰见状，连忙对身边的副将说道：“给香伯侯那边发信号，让他们发动进攻。”副将连忙举起手中的旗子，朝不远处的山峰挥舞着。山峰上的士兵见状，连忙用火折子点燃了面前的草垛，狼烟袅袅升起。侯爷，有狼烟！山林中，一名年轻将领指着山峰的黑烟喊道：“这是齐王给我们发的信号，他们已经缠住蛮族主力了，此刻正是我们袭击蛮族侧翼的好时机。”说着，吴起抽出腰间战刀：“兄弟们，跟我冲杀过去！冲啊！杀蛮子！”朝廷军的将士们吼叫着，从山林中冲出，朝蛮族侧翼杀去。有了朝廷军的加入，正面战场的压力骤减，齐州将士也展开了反击，将不断前退的蛮子大军又挡了回去。李丰见状，嘴角顿时勾起一抹弧度，这些蛮子也不过如此。但很快，李丰就察觉到了不对，怎么战场上只有蛮族人？平南王的军队到哪去了？正想着，
李峰突然看到蛮族大军的后方，一个个整齐的军阵悄然出现，直奔朝廷军而去。平南王的步兵出现了。平南王打败了北燕的10万铁骑后，缴获了不少战马，除了这些步兵之外，应该还有数万骑兵。这些骑兵又在哪里？还不等李峰做出反应，一名斥候就匆忙赶来。王爷，不好了，有数万精骑朝我们杀过来了，冲本王来了。李峰心中一惊，他身边现在也就数千亲卫，怕是挡不住平南王的骑兵啊。而他现在在山坡之上，主动下山就是找死。如今之计，只有将大军撤回来，拱卫他的王帐。鸣金收兵，齐州大军开始缓缓撤退。正在山坡下徘徊的骑兵见状，没有丝毫逗留，转身离去。李峰松了口气，看向正在撤退的正面战场，顿时心中一惊，中计了。只见那些如狼似虎的蛮子并未追击撤退的齐州军，而是调转方向，朝吴起的朝廷军围了过去。平南王那支骑兵的目的，只是为了逼迫李峰撤军，从而将朝廷军的数万精锐一口吃掉。想明白这一点，李峰顿时气得咬牙切齿，他居然被平南王算计了。他现在和朝廷军相依相存，无论哪一方被吃掉，齐州的防御都将大打折扣。可现在若是去救援朝廷军，蛮族和平南王已经对朝廷军展开了合围，李峰还看到数万蛮子已经摆好了阵势，就是在防着他。况且他刚刚下令收兵，此时若是再次发起进攻，将士们的士气将会大打折扣，到时恐怕朝廷军救不出来，他齐州军也得付出惨重的代价。身后就是蒲城，蒲城中还驻扎着10万左右的朝廷军，虽然都是些老弱病残、乌合之众，但若是香伯侯死在这，他便可以接管那10万大军，这对他的势力也是个不小的提升。反正战败已经成了定局，死朝廷军总好过死他齐州军。权衡再三后，李峰对一旁的副将说道：“传令全军撤回蒲城休整。”王爷，那香伯侯……副将话还没说完，接触到李峰那冰冷的眼神后，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齐州军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和平南王硬碰硬，就是不想让这些蛮子进入齐州地界。这要是撤了，他们倒是可以据城坚守，那城外那些村庄百姓怎么办啊？而且香伯侯那数万精兵若是全死在这……唉，副将暗叹一声，虽心中不愿，但军令如山，他也只得传令撤退。另一边，香伯侯吴起带领朝廷军还在浴血奋战，老远就看到李峰的王旗不见了。吴起顿时心中一惊，李峰这孙子该不会把他卖了吧？就在这时，一名千户匆匆跑来，边跑边喊道：“侯爷，不好了，齐州军撤了，我们侧翼后方都有敌人，我们被包围了！”妈的，李峰这个畜生！吴起怒骂一声，举刀喊道：“传令下去，全军向后方突围，杀出去！”这不是历史上那个吴起哈，只是名字相同。吴起很清楚，此时若不突围，等敌军的合围完成，他便是插翅难逃。不远处的山峰上，平南王站在乌屠身边，看着被逐渐包围的朝廷军，脸上满是笑意。王爷果然用兵如神，在下佩服。乌屠拱手道：“他原本还认为齐州是一块硬骨头，但现在看来，似乎这块硬骨头也不是那么难啃。哼，本王打仗的时候，这些个什么齐王、香伯侯还在吃奶呢。”平南王不屑一笑：“齐州军已经撤了，乌屠，让你的人压上去，务必要把这几万朝廷军一举吃掉。”很快，李峰就带着大军撤到了蒲城之下。此时整个蒲城城门紧闭，死气沉沉，仿佛整座城池都睡着了一般。城楼上有活着的没有？副将上前高声喊道。虽然朝廷军撤到齐州后，李峰就将蒲城让给了朝廷军休整，但城中也有上万齐州军。此时城墙上居然连个放哨的没有，也太离谱了。就在这时，城墙上突然探出一颗脑袋，此人正是李峰的心腹，同时也是这蒲城的守将，名为蔡隼。蔡隼，为何城墙上连个放哨的士兵都没有？李峰喝问道。蔡隼循声望去，见说话的是李峰，小小的眼睛顿时张得大大的。王爷，您咋回来了？您有所不知啊，这几日大量百姓涌入城中，兄弟们都去维持秩序了，人手不够啊。少废话，快打开城门，等本王进城后再收拾你。李峰懒得听他狡辩，没好气的喊道。是，小的这就打开城门。蔡隼说着，又看向李峰身后的大军。不过王爷，百姓太多，这城中已经乱作一团了，实在是没地方，还请兄弟们委屈一下，先暂时在城外扎营吧。蔡隼话落，城门缓缓打开。李峰也没多想，沉吟片刻，对副将说道：“你通知各营将领，在城外扎营，本王带5000清军先进城。”末将遵命。副将也没意见，反正城中那10万朝廷的残兵败将群龙无首，王爷应该很轻松就能接管。大军在城外扎营的话，还能与蒲城互为犄角之势，等平南王打过来，也多了一份灵活性。很快，李峰就带着5000清军进了城。蔡隼连忙从城墙上下来，将李峰迎到了自己府邸之中，顺便让手下军士领着李峰的5000清军下去休息。李峰只带着数十名护卫便走进蔡隼府邸，一边走还一边呵斥道：“你这个守将是怎么当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城墙上居然连个放哨的士兵都没有！末将之罪，还请王爷责罚。”蔡隼连忙说道：“等会自己去领20板子，本王看你真是嫌糊涂了。”李峰没好气地说道，大步走进了大堂之中。然而下一秒他就愣住了，因为此时大堂的主位上正坐着一名身披银甲、相貌英俊的年轻人。那年轻人手上端着一杯茶，正笑盈盈地看着他。李峰心中的火气顿时就上来了。本王来了，你不行礼，看着本王笑个屁啊！你就是齐王李峰？那年轻人开口了：“你是何人？”李峰冷声问道，看向一旁的蔡隼，而蔡隼则是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顿时，一股不好的预感从李峰心中升起。那年轻人微微一笑，将手中的茶杯放下，说道：“吾乃姜维，是北燕镇北王麾下2品征南将军。”镇北王？李峰顿时瞪大了眼睛，镇北王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蔡隼，这是怎么回事？李峰刚想回头寻找蔡隼，
却发现身后哪里还有蔡隼的影子。操！李峰怒骂一声，又看向姜维，冷声道：“你想怎样？”姜维嘿嘿一笑，没有说话，拍了拍手，顿时上百甲卫手持诸葛连弩冲入府邸，将李峰带来的人团团围住。你敢杀本王？李峰死死地盯着姜维，此情此景，他哪还不明白姜维要干什么？奉镇北王令，诛杀国贼！杀！姜维一声令下，上百支箭矢便朝李峰等人射去。李峰等人甚至都没来得及反抗，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姜维冷笑一声，从今天开始，这齐州也姓杨了。当初黔京城被封锁后，玄甲军和青州军就一同开拔了，只不过玄甲军的确是朝北去了，而他姜维则是率领10万青州军到楚州，与潘凤的5万大军会合后，沿着楚州边界绕到了齐州蒲城。而锦衣卫一早便潜入蒲城，威逼利诱下买通了蒲城守将蔡隼。趁着李丰与香伯侯领兵阻击平南王之际，蔡隼给姜维打开了城门。姜维领15万大军入城，又用杨巡给的圣旨，顺利的接管了城内的10万朝廷军，随后便在城中等着李丰回来。只是没想到李丰这么废物，姜维屁股都还没坐热，李丰就败退回来了。就在这时，蔡隼从一根柱子后面探出了脑袋，笑眯眯的来到了姜维身边。将军，末将做的还可以吧？姜维微微一笑，拍了拍蔡隼的肩膀说道：“听说你是李丰的心腹，你姐姐还是那李丰的侧妃，恐怕李丰到死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在小舅子手中吧？”听到这话，蔡隼尴尬的笑了笑，他也不想背叛李丰的，可那锦衣卫一出手就是1万两黄金，他蔡隼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有了1万两黄金，他完全可以到黔京城当个富家翁，何必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况且那锦衣卫还说了，若是他不合作，便要杀他全家，他有的选吗？见蔡隼不说话，姜维又继续说道：“现在出城帮本将招降城外的那10余万大军，有问题吗？”“没问题，这李丰身边的好几个将领都是我拜把子的好兄弟，绝对没问题。”蔡隼连忙拍着胸脯说道。姜维满意地点点头，也不知道锦衣卫是从哪发现这么个人才的，还真省了他不少事。潘凤，末将在，你跟他一块去吧，招降后让那10余万人就地扎营。姜维吩咐道。这蒲城虽然也算大城，但也比不上边疆那些军事重镇，此时城中已经驻扎了15万青州军和10万朝廷军，有些拥挤了。末将遵命。潘凤二人离去，姜维又招招手，换来一名军士，派人回黔京城禀报王爷，就说齐州已经拿下，末将不日便可与那平南王交锋，末将会将平南王死死拖在蒲城城下，等王爷拿下秦州后，请派一路骑兵从秦州绕路偷袭平南王后方。得令。等等，回来！那军士刚要走，又被姜维叫了回来，派2万人拿上李丰的令牌，接管齐州城，屠了齐王府，只留齐王年轻的妃子和女儿，到时给王爷送去。算了，老的也留下吧，给李平安。干京城，李妙英身披鎏金凤铠，傲然屹立于城墙之上，目光冷冽地看着城外的秦王李霸和他身后那20余万大军。果然，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秦王真的趁杨巡受伤之际前来攻打干京城了。李妙英握了握拳头，看向一旁的宋德问道：“杨巡还是没有醒过来吗？”“陛下，镇北王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宋德摇摇头。李妙英咬了咬牙，又问道：“凤凰卫和羽林卫就位了吗？”“羽林卫已全部登上城墙，平阳后率领凤凰卫随时做好了支持的准备。”宋德如实说道。李妙英点点头，前2日他已经派人去传令香伯侯吴起回京了，只要香伯侯大军一到，李霸只有乖乖撤军的份。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香伯侯赶回来之前，拼死守住干京城。就在这时，李霸突然策马上前，高声喊道：“大侄女，叔叔也不想为难你，快快打开城门，放叔叔进城，莫要伤了自家人的和气。”“李霸，你身为李氏子孙，大干的王爷居然公开造反，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李妙英冷声道。果然是长大了，连叔叔都不叫了。李霸冷笑着继续说道：“你一女流之辈，居然私自称帝，还召异姓王杨巡入京祸乱朝纲，对不起列祖列宗的是你，本王要替先帝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不孝女，将我大干的江山重新掌握在我李家人手里。”“哼，说得好听，朕一心想平定叛乱，稳固我大黔基业，对内朕每日兢兢业业收拾着皇帝留下来的烂摊子，对外朕从未与那平南王妥协，朕有何对不起列祖列宗的地方？朕召杨巡入京不假，但朕当初苦苦哀求你们发兵的时候，你们谁理会过朕？若是你们能够发兵支援朝廷，朕何苦低三下四去求镇北王？杨巡虽然跋扈，但他能征善战，先破匈奴，后灭五国，从未向外族低头，打出了我大黔的天威。他比起你们这些胆小如鼠、只会窝里斗的亲王要强无数倍。只要能灭了平南王和蛮族，还我汉家河山，让百姓不再受那些蛮子的蹂躏，即便有一天杨巡杀了朕，自己做皇帝，朕也无怨无悔。大黔落入杨巡手中，总比落入你们这些草包软蛋手中强。外有国贼你李霸不敢去打，一有机会大军压境，打算弑君夺位，还说什么教训朕？我呸！你李霸也配！”李妙英目光如炬，虽是女儿身，声音却铿锵有力，中气十足。李霸被气得不轻，一时说不出话来。李妙英的话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插在他的心中，特别是那句大干落入杨巡手中，总比落入你们这些草包软蛋手中强，更是让李霸差点没气得喷血。再怎么说他李霸也姓李啊，可李妙英居然将大干拱手送给外人，也不便宜他这个亲叔叔。但很快李霸就又笑了起来，就算如此，那又怎样？杨巡生死未知，李妙英手中不过3、4万人马，就如同待宰的羔羊，这甘京城始终是他的，皇位也始终属于他。大侄女，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呢？那杨巡已经废了，你很快也是个死人了，最后的赢家不还是本王吗？哈哈哈！李霸得意的大笑着。哟，你咋就知道你赢定了？突然，李妙英身旁响起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只见杨巡掏着耳朵，满脸微笑的看着城外的李霸。李妙音愣住了，杨巡不是昏迷了吗？而且之前他可是亲眼见到杨巡浑身是血，被包成了粽子，怎么现在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不知为何，此时看到杨巡站在自己面前，李妙音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喜悦与安心。你是什么人？李霸皱起眉头，死死盯着杨巡。你不是整日念叨着爷爷我吗？怎会连你爷爷都不认识？你是杨巡？话一出口，李霸顿时感觉到了不对。对了，正是你爷爷我，乖孙。杨巡笑道。李霸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冷声道：哼，黄口小儿，逞口舌之力，你的玄甲军和青州军都弃你而去了，不知道你在嚣张什么？等本王破了城，定要让你生不如死。听到这话，杨巡顿时乐了。本王如果不把他们调走，你这条老狗又怎会往套里钻呢？什么意思啊？李霸一惊，心中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你看那边。杨巡说着指向南方。李霸犹豫一下，朝南边望去，可什么都没看到。正当李霸以为杨巡在耍他的时候，只见远处荒山山顶与天空交接的地方突然烟尘滚滚，紧接着李霸就看到一个庞大的军阵翻过山顶，正朝他的方向缓缓而来。紧接着是第2个方阵，第3个，第4个，一连出现了10个方阵。根据他多年带兵的经验，如此大规模的方阵应该由万人组成，也就是说那山坡上足有10万大军。而且随着方阵越来越近，他这才发现这10万人似乎都是骑兵。一时间，一股凉意从李霸的脚底直冲天灵盖。他虽然凑齐了26万大军，但中原地区不比边境，这26万大军基本上都是步兵，骑兵只有不到1万。那荒山到赣京城之间的一大片土地都是平原，若是骑兵发起冲锋，他手下这些步兵必将损失惨重。你再看那边。杨巡又指向了北方。李霸再次看去，只见远处的地平线飞起遮天蔽日的黄沙，滚滚烟尘之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杆杆黑色的军旗。玄甲军。李霸心中一惊，玄甲军在大前已经出了名，整个大赣只有这一支军队用的是黑色军旗，他怎会认不出来？直到此时此刻，李霸才明白杨巡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一切真的都是杨巡给他设的套。左右两边都有骑兵，若是他身后再有一支军队拦住退路，那他就真成那瓮中的大王八了。正想着，一名斥候匆匆来报：王爷，我们后面的山道上出现了一支白衣军队，把我们来的路完全封死了。完了！李霸此时哪还看不清这是个什么局面？身处开阔地带，左右两边都是骑兵，后路又被堵住，而且还不知道后面有多少敌军，这搞不好就是全军覆没的下场啊！传令下去，收拢全军，枪盾兵在外围，弓箭手在中心，准备防御。在秦州军开始变阵的同时，距离李霸大军最近的西凉铁骑已经发起了冲锋。当西凉铁骑即将与秦州军碰撞在一起之时，一个个罐子突然从西凉铁骑军阵中抛出，罐子砸在地上，秦州士兵的身上、盾牌上，里面的火油顿时四溅开来。下一秒，又是上百支火箭射入秦州军阵中，火光四起，惨叫连连。那些站在最前面的枪盾兵纷纷丢下武器，要么在地上滚来滚去，拍打着身上的火焰，要么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秦州军刚刚用枪盾兵组建起来的防线瞬间被大火击溃。儿郎们，跟老子冲！华雄手持大刀，骑着蒙住眼睛的战马，一马当先冲入敌阵，见人便砍，所过之处，一个个头颅飞上天空。伴随着大量骑兵冲入秦州军阵，秦州士兵顿时被撞得血肉模糊。这些常年生活在中原地区，连仗都没打过几次的士兵，哪见过这种阵仗？看着那奔腾而来的战马，一个个被吓得浑身发抖，甚至都忘记了反抗。一些胆子小的更是跪在地上求饶起来，可下一秒就被飞奔而来的战马撞飞。妈的，此等军功可不能被华雄那小子抢了！兄弟们，跟我冲！薛仁贵大吼着，带领玄甲军发起了冲锋。比起西凉铁骑，玄甲军这些武装到牙齿的重骑兵更是如同绞肉机般，轻轻松松便撕开了秦州军的防线。据说西凉铁骑也是身着重甲的重骑兵，但小的以为西凉铁骑没有像玄甲军武装到牙齿那么夸张，应该是介于轻骑兵和重骑兵之间，这里就这样设定吧，勿喷。此时战场已经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城墙上的李妙音看到这一幕，脸上满是兴奋。就在这时，杨巡突然凑了过来，说道：没想到你这女人对本王还算是有情有义，御书房那一番话说的本王都感动了。你说要不我真把你杀了，自己当皇帝？听到这话，李妙音顿时身子一僵，人都傻了。你感动了还要杀我？你还是人吗？见李妙音被自己吓到了，杨巡微微一笑，又拍了拍李妙音的后背，放心，你这次的表现本王很满意，本王暂时是不会杀你的。李妙音白了杨巡一眼，说道：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你受伤什么的也是故意演戏？不然呢？本王英明神武，天下无敌，怎么可能被刺杀？杨巡没好气地说道：本王若不这么做，那怎会替本王把李霸这从秦州引出来？李霸怎么说也有20多万大军，若是他死守秦州，杨巡即便想拿下他，也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杨巡一直在想着怎么把李霸从秦州引出来。直到杨巡看到锦衣卫的密报，说蓝碎碎有一个姨娘是秦王妃时，心中便有一个大概的计划。正好那蓝碎碎又做出了让杨巡讨厌的事来，杨巡干脆就狠狠地踩他一脚，利用他的复仇心理给秦王通风报信。为了让秦王彻底相信，杨巡还让锦衣卫威逼利诱，买通了秦王身边的亲卫统领，谎称接到了前京城方面的情报，这才让秦王下定决心出兵赣京城。而杨巡早已用玄甲军、白耳军、西凉铁骑在赣京城周围编织出了一张大网，就等着秦王往里钻呢。不止如此，杨巡还让颜良率领县阵营赶到了秦州与春州的交界处，等赣京城这边打起来，县阵营便可攻打秦州的秦邺城。
秦邺城是秦州的军事重镇，城防甚至比秦州城还要坚固，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时候会有人去攻打他们。现阵营的出现，绝对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一旦攻下秦邺城，杨巡的大军便可长驱直入，拿下整个秦州。李妙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虽然他不知道杨巡的整个计划是如何布置的，但这一招引蛇出洞的确是奏效了。李霸一直都是他的心腹大患，如今终于除掉了，他心中也很是开心。就在这时，李妙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回过头看向杨巡，等等，你刚才说的是谁？还能有谁？来人啊，把那个拖上来。杨巡笑着拍了拍手，下一秒青龙就拖住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走来。虽然那女人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了，但李妙英还是能认出来，这个女人正是她的表妹蓝碎碎。蓝碎碎一看到李妙英，顿时用尽浑身力气爬到了李妙英脚下，哭着哀求道：陛下，表姐，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碎碎，这是怎么回事啊？李妙英愣住了，难道那个给秦王报信的人就是蓝碎碎？杨巡也没有隐瞒，当即将蓝碎碎如何利用落堂鸡前去报信一事说了出来。李妙英的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蓝碎碎此举不但是想害杨巡，还连他一块害了。若是杨巡受伤是真的，那么他李妙英能不能坚持到香伯侯回来还是个未知数。一旦干京城破，他李妙英将会死得很惨。想到这，李妙英顿时一巴掌抽在了蓝碎碎的脸上，怒道：蓝碎碎，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种蠢事，你还有脸来求我？表姐，我错了，求求你救救我吧，我真的不想死。蓝碎碎痛哭道。他原本还在幻想着等秦王进城后，他便求秦王把杨巡给他，让他好好将杨巡折磨致死。可当锦衣卫将他抓起来，他看到杨巡活蹦乱跳的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怕了。李妙英看了看地上的蓝碎碎，眉头微皱，又看了杨巡一眼，见杨巡冷着脸，李妙英随后也将头扭了过去，说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做出这种事来就应该会想到有这么一天。随后李妙英犹豫一下，还是对杨巡开口道：给他一个痛快吧。碎碎。就在这时，一身铁甲的蓝有图匆匆赶来，却被杨巡身后的锦衣卫直接拦下。蓝有图跪在地上，眼眶红红的看向杨巡，说道：王爷，我蓝有图这辈子就这么一个丫头，求您放过她吧，我愿替她去死。杨巡摇摇头说道：蓝将军，本王已经给过她机会了，是她自己不珍惜，怪不得本王。蓝有图看着地上已经不成样子的宝贝女儿，早已是老泪纵横，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要怪就怪他从小太过放纵蓝碎碎，从而养成了他这嚣张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性格。突然，蓝有图面露凶光，死死盯着杨巡。杨巡，你真要杀我女儿不成？杨巡毫不示弱地盯着蓝有图的眼睛，冷声道：他出卖本王，难道不该杀吗？我和你老子怎么说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你就一点情分不讲？蓝有图又问道。不讲。杨巡依旧面无表情。他虽然敬重蓝有图这个老将，但蓝碎碎这种人为了达成目的能不择手段，杨巡若不杀他，他迟早有一天还会害到杨巡头上来。蓝有图紧握双拳，突然抱起撞开了身边的一名锦衣卫，随后超出了腰间战刀。青龙早有准备，在蓝有图抽刀的一瞬间就到了蓝有图身边，一刀挥出。下一秒，蓝有图脖子上就多了一道口子，鲜血瞬间涌出，而蓝有图手中的刀也刺进了蓝碎碎的胸膛。蓝碎碎不可置信地看住自己的父亲，意识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而蓝有图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缓缓倒在了地上。青龙见状，这才意识到蓝有图的目标不是杨巡，而是躺在地上的蓝碎碎。杨巡依旧站在原地，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蓝有图要钱什么了，之所以没有阻止，也是想给这个大钱老将一点面子。只是杨巡没想到青龙这家伙的刀那么快，几乎是在蓝有图拔刀的一瞬间，青龙就抹了他的脖子。大前的一代名将平阳侯蓝有图就这么死了，实在是有些憋屈。李妙英将头扭过去，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但他心中也清楚，蓝碎碎不死不足以平人心。当然，平阳后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打了半辈子的仗，自然明白叛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他这么做只是想给女儿一个痛快，一个体面，把他们父女俩好生安葬了吧。杨巡对青龙吩咐道，这么做也算是给这位战功赫赫的平阳侯最后一点尊重。对了，那个什么落堂鸡也是时候抓回来了。说完，杨巡又背起手看向城外的战场。秦州军此时已经被杀得溃不成军，战场完全成了一边倒的屠杀。就在这时，一队数千人的骑兵从秦州军阵中杀出，凭借以命换命的打法，硬生生从西凉铁骑的包围中撕开一条口子。而这支数千人的骑兵队最后也只剩下了数十骑，保护着李霸朝南边逃去。一边跑，这些人还一边将身上的装备全部扔掉，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战马的速度。果然，这一招很管用，很快他们就甩开了身后追逐的西凉铁骑。李霸一马当先，回头看了看被甩开的西凉铁骑，眼中顿时浮现出一抹得意。妈的，想抓老子，下辈子吧！此时他已经爬上了南边的荒山，翻过这座山就进入了密林，到时谁也别想再抓到他。只要回到秦州，他李霸就能东山再起。很快，李霸就顺利的翻过荒山，眼看着密林就在眼前。哈哈，老子跑出来了！李霸大笑着，眼中满是兴奋，丝毫没有在意自己的20多万大军已经葬送在了赣京城外。突然，一柄长枪从密林中飞出，瞬间穿透了李霸的胸口，将他整个身子带飞出去，狠狠地摔在地上。噗！李霸喷出一口鲜血，胸口传来剧烈的疼痛，感觉全身的骨头都要碎了。与此同时，李霸身后的那数十骑也纷纷被蓝马绳绊倒，数百人就从密林中冲了出来，为首的一人正是文丑。文丑嘿嘿笑道：
满脸激动，随后大手一挥，身后的军士顿时朝李霸的人围了过去。那数十人本就摔了个七荤八素，战斗力大打折扣，很快便被文丑的人乱刀砍死。娘的，王爷真是料事如神！文丑摸着小胡子，嘴都快笑歪了。为了防止李霸逃跑，除了白耳军被用作截断后路之外，南方和北方杨巡都特意留了几百人作为埋伏。原本被杨巡中在这树林中埋伏，文丑心中还有些怨言，毕竟他也想和华雄去正面战场争战功。毕竟谁知道那李霸能不能跑出来，又会不会往他这边跑？可没想到李霸居然真的跑出来了，而且还是冲着他文丑来的。杀了李霸可是首功，文丑岂能不激动？娘的，没想到我文丑往地上一趴也能趴个首功来。文丑说着，大步走到李霸身前，一把将长枪从李霸身上拔了出来，又看了看李霸身上的金甲和金甲下的五爪龙袍，这应该就是李霸，不会错了吧？喂，你小子是不是李霸？文丑说着踹了李霸两脚。李霸此时正在大口大口吐着鲜血，哪还说得出话来？看向文丑的眼神中满是怨毒。他明明已经跑出来了，为什么这里还有个老阴币啊？娘的，不说话还敢瞪老子？管你是不是，先宰了再说。下一秒，文丑再次将手中长枪刺入李霸的胸口，见李霸死透后，又将李霸的脑袋割了。小东西长得还挺别致。文丑弹了弹李霸的鼻子，随后将李霸的脑袋别在腰带上。就在这时，华雄带人匆匆赶来，见文丑已经割下了李霸的脑袋，顿时痛心疾首。就慢了一步啊！王爷可说了，杀死李霸者赏万金，封二品将军。娘的，这泼天的富贵咋就轮到这小子头上了？文丑看到华雄，嘿嘿一笑，大喊道：兄弟们，走，跟老子去找王爷领赏。赣京城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随着赵云率领10万白耳军从后方合围而来，秦州军再无抵抗之力。此时整个赣京城外已经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秦王带来的26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不到2万人被俘虏。补充完玄甲军和西凉铁骑的消耗后，杨巡足足赚了22万积分。而此战文丑斩李霸，获得首功，被杨巡封为2品征南将军，负责率领5万西凉铁骑支援姜维。华雄则是封为3品安南将军，负责率5万西凉铁骑支援东域，抵挡恐怖的10万大军。原先的征南将军姜维则是晋升为1品大将军、征南大都督，总领15万青州军、10万西凉铁骑、10万朝廷军、15万齐州军，共50万大军征伐平南王。李妙英在得知香伯侯生死未卜，姜维掌管了剩下的朝廷军后，除了有些伤感外，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反正赣京城都是杨巡说了算，那10万人再不在杨巡手中都没啥区别，只要杨巡能灭掉平南王就行。除此之外，赵云封为3品安西将军，薛仁贵也晋升为1品大将军，以赵云为先锋，率8万玄甲军和10万白耳军以及颜良的县阵营攻占秦州。至此，系统发布的主线任务杨巡基本上完成了，就等薛仁贵他们彻底占领秦州后，杨巡便可获得系统奖励。可能有的人会说，秦州主力已灭，这么多人攻占秦州，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杨巡要说的是，他的目标可不仅仅是拿下秦州这么简单。秦州乃战略要地，西边与西部4州中的松、齐、晋3州相连，向南又可直接进攻南方4州中的睦、川2州。杨巡在这里屯兵，不但可以进攻南方，还能随时向西部进军。要知道，西部4州有4位亲王，再加上一个西海的延禧王，这5个家伙牢牢地抱成了一团，并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老实。杨巡灭掉平南王后，下一步就是和这5个老登碰一碰。2天后，数名锦衣卫正快马加鞭地赶往赣京城，其中一匹马的马背上驮着被五花大绑的落汤鸡。此时落汤鸡面如死灰，眼中满是绝望。锦衣卫能到秦州去抓他，说明秦王可能已经失败了，而秦王失败意味着蓝穗穗很可能也。一想到蓝穗穗可能已经香消玉殒，落汤鸡就感觉整个人生都失去了希望，所以锦衣卫来抓他时，他甚至都没有反抗，此时也表现得十分平静。兄弟们，加快速度，务必在天黑前赶到赣京城。领头的百户高声喊道。就在这时，密密麻麻的箭矢突然从道路两边的树林中射出，这些箭矢全是奔着锦衣卫胯下的战马去的。一时间，战马们发出阵阵嘶鸣，栽倒在地，战马背上的锦衣卫也全都跌落在地。下一秒，两边的树林中冲出上百名手持各种武器的汉子，2名锦衣卫还没来得及起身，就被乱刀砍死。百户在地上翻滚一圈，抽出腰间战刀，干净利索的解决朝他冲来的2名汉子，随后朝落堂鸡冲了过去。王爷有令，若路上有变故，便将落堂鸡就地正法。但那些汉子似乎就是为了救落堂鸡而来，一瞬间便有数十人挡在了百户面前。同时有一名汉子扛起摔得七荤八素的落堂鸡就跑。百户眼神一冷，其余锦衣卫也纷纷杀出一条血路，来到百户身边与其会合。锦衣卫一共就8个人，其中有2人已经被乱刀砍死了，而这些汉子却足有1670人，几乎是瞬间就将幸存的锦衣卫包围。兄弟们，恐怕不能带你们回去了，可惜没能完成王爷交代的任务。百户冷声说道，眼中满是决绝。身边一名锦衣卫说道，任务没完成，我们本就应该以死向王爷谢罪，何况人死鸟朝天，有啥好怕的？头儿，下辈子我还要跟着你，跟着王爷。好汉子，那就让咱兄弟几个痛痛快快杀一场吧。百户说着大喝一声，带领众人便冲了上去，和那些汉子厮杀在一起。另一边，那汉子扛着落堂鸡一路跑出去数里地，见四下无人，这才停了下来。汉子连忙给落堂鸡松绑，落堂鸡有些疑惑地看着眼前的汉子，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何要救本公子？汉子一脸献媚地笑着说道，骆少爷，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金牛山大当家王富贵啊。金牛山？落堂鸡一愣，随后便想了起来。金牛山距离赣京城不远，山上有一伙土匪，大概100几十号人，专门打劫过往客商。
而这群土匪之所以在天子脚下还没被围剿，背后完全是他骆家在撑腰。土匪每打劫一批商人，都要交7成的所得给骆家。我爹让你来救我的，我爹现在怎么样了？骆唐基连忙问道。王富贵摇摇头，说道：我也不清楚，骆府已经被锦衣卫围了，什么消息都打探不到。那你咋知道本公子被抓的？骆唐基疑惑道。这不昨晚锦衣卫住宿的那家客栈有咱们的人认出您来了，所以今天我才带人在这里埋伏，结果还真是骆少爷您。算你忠心。骆唐基点点头，这王富贵能在这时候来救他，可见他对骆家的确是忠心耿耿。也幸亏昨晚他吃坏肚子一路拉稀，锦衣卫怕他在路上拉死，才找了个客栈住下，不然以那些锦衣卫的德性，非抓着他连夜赶路不可。你知道骆唐基刚想问蓝碎碎的情况，但知道问了也是白问，这王富贵肯定啥也不知道。我要回家。骆唐基挣扎着站起来，就要往赣京城的方向走。王富贵连忙拦住骆唐基，说道：哎呦，我的小祖宗哦，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你为何还要回去找死？那锦衣卫把骆府围起来了，老爷恐怕是凶多吉少，你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再回去了。不回家我还能去哪？骆唐基有些自嘲地说道。大丈夫行走江湖，四海为家。对了，我有个远房舅舅在西海阎锡王手下当千户，我们可以去投奔他。骆唐基犹豫起来，他很想回前京城打听蓝碎碎的消息，可王富贵说的没错，现在回前京城就是找死。而且他心中也很清楚，蓝碎碎多半是。见骆唐基皱着眉头，王富贵还以为骆唐基是在担心骆永之，连忙劝解道：少爷，事已至此，若是老爷能度过这一劫，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老爷没了，你就是骆家的希望，你要好好活着，为老爷报仇。此话一出，骆唐基仿佛是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喃喃道：对，我要好好活着，杀了杨巡，给碎碎报仇。一旁的王富贵听得有些摸不着头脑，碎碎是谁？行，听你的，我们就去西海。骆唐基说着转身就走。少爷，走反了，那边才是西。少爷，别走大路，我们钻林子。1个时辰后，当青龙带着人赶到，只看到官道上遍地的尸体，而一名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正半跪在地上，用战刀支撑着身体，正是那名百户。那160多名山贼竟都被他们6名锦衣卫解决了，而6人中也只活下来了百户1人。此时百户也浑身是血，进气多出气少，完全是靠一口气在撑着。青龙走到百户身前，那百户微微抬头，伸出沾满鲜血的右手，指向骆唐基被带走的方向，随后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兄弟，走好！青龙眼中闪过一抹伤感，随后带着上百名锦衣卫朝百户所指的方向追了过去。夜幕降临，前京城，皇后寝宫，卢氏正坐在铜镜前化着妆，而他身后跪着一名戴着斗笠的黑衣人。如果普法在这，一定能够认出这黑衣人正是当日给他酒的那家伙。你是杨巡派来的，还是李妙英派来的？卢氏淡淡的问道。黑衣人一愣，解释道：都不是，在下是受陛下所托，来将娘娘救出皇宫的。陛下！卢氏瞪大了眼睛，猛地回头，陛下在何处？他可还好？陛下很好。黑衣人也没有隐瞒，当即将李谦的情况说了出来。原来当日李谦兵败后，被清兵护送着杀出了重围，一路向南逃到了一个名为红沙的国家，后又出海逃到了一座岛屿之上。平南王之所以说活捉了李谦，其实是为了打压朝廷军的士气。李谦在海岛上站稳脚跟后，便派人联系了黑衣人，让他到皇宫将卢氏救出来，并护送其南下到海岛上与李谦会合。听完后，卢氏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李谦居然是自由之身，而且居然会派人来接他。臣妾何德何能让陛下如此挂念？可是卢氏犹豫了，不是他不想去见李谦，而是现在的他已经没脸去见李谦了。自从杨巡拿走了他的第一次后，隔3差5就让他过去侍寝，而且杨巡对他说的那些话始终在他脑海中萦绕。你想救回李谦，无非是想保住性命，不被别人欺负，那不如做本王的女人，有本王罩着你，没人敢给你脸色看。那李谦有什么好的？中看不中用，跟着本王，让你做真正的女人。的确，李谦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她13岁便嫁给了李谦，如今已经5年过去，李谦别说没碰过她，就连手都没有牵过。李谦由于自身的缺陷，所以对他和其他妃子都是敬而远之。有几次他想主动，可刚想脱衣服，就遭到了李谦的打骂。他在这宫中和守活寡没有任何区别，直到遇到杨巡，他才做了一回真正的女人。这2天，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想到杨巡已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杨巡长相英俊，高大威猛，那方面又强，堪比读者老爷。年纪轻轻，战功赫赫，麾下大军近100万，这样一位郎君，哪个女人能不爱？杨巡说的也没错，他若是能做杨巡的女人，有杨巡罩着，即便是李妙英也得让他3分。他为何还要去那小岛之上守活寡？而且李谦一个不需要女人的人，为何要将他带到那海岛上？要说李谦跟他有什么感情，思念他，那完全就是扯淡。当初李谦在宫里时，宁愿和太监一起玩，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哪来的什么感情？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把卢氏捆在身边，然后借助卢家的财力东山再起。见卢氏犹豫，黑衣人连忙说道：娘娘可是在担心出不去这皇宫？这一点娘娘完全不必多虑，就外面那些锦衣卫，我还没放在眼里，何况这皇宫我再熟悉不过，就娘娘出去，完全是小菜一碟。卢氏摇摇头说道：不，我不走，壮士请回吧。为何？难道娘娘不相信在下？黑衣人顿时急了。就在这时，寝宫外顿时传来了宫女的声音：娘娘，王爷传您过去侍寝。好的，我知道了。卢氏应了一声，随后看向黑衣人：你也听到了，我现在是杨巡的女人，请你回去告诉陛下，臣妾对不起他，只有来是在为他做牛做马。卢氏俏脸微红，低下头，紧紧拽着手中的手帕。他能说出这番话，是付出了莫大的勇气的。这黑衣人顿时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皇后被别人睡了，这可咋整？
他咋跟李谦交代？去把杨巡做掉？不行，杨巡若是死了，就没人能对付平南王了。把皇后强行掳走也不行，卢氏已经被杨巡睡了，再带到李谦面前，不是打李谦的脸吗？正当黑衣人犹豫不决时，身后突然响起一个清冷的声音：“朋友，擅闯皇宫可是死罪。”黑衣人心中一惊，随后右手画爪，朝身后抓去。朱雀脚尖轻点，瞬间跳出去3米远，面色凝重地看着黑衣人：“好快的速度啊！”张统领，你认识我？黑衣人一愣，前羽林卫统领张岩，13岁参军，先帝身边的贴身护卫，武艺高强，对先帝忠心耿耿，于41岁时称病辞官，到山中隐居修行。我说的可对？朱雀笑道：“我已经离开皇宫隐居了10余年，你们还能查到我的身份，锦衣卫果然厉害。”张岩说着，摘掉了脸上的面罩，露出一张布满刀疤的狰狞面容。你长得真丑，先帝每天看着你不膈应吗？朱雀眉头微皱，此话一出，张岩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怒吼道：“你这女人懂什么？这些刀疤都是我荣誉的象征。我每杀掉一名江湖中的高手，就在脸上划一刀。我25岁时便已经天下无敌了。”朱雀撇撇嘴，显然不能理解。用王爷的话来说，你这人多少有点。你就算要划，也可以划手臂啊。平时还可以把手臂露出来显摆显摆。你划在脸上，把自己弄得那么丑，又戴着面具，谁能看得见你这些荣誉啊？一旁的卢氏听到这话，顿时捂嘴笑了起来。张岩，他娘的，这女人说的好有道理啊！我咋就没想到可以划手臂？你这女人少在这里唧唧歪歪的，你究竟要做甚？张岩气急败坏道：“你擅闯皇宫，当然是来抓你啊！”朱雀冷淡地说道。张岩冷哼一声：“就凭你，恐怕你没有这个本事。”话音刚落，一道人影突然从窗外跳了进来，挡在朱雀身前。白虎看了看张岩，拱手道：“前辈，他不行，我来讨教前辈的功夫。”谁说我不行？朱雀的脾气瞬间就上来了，正要上前，却被大步走进来的杨巡一把抓住后领：“让他们打，你来帮本王捶捶腿。”杨巡说着，找了把椅子坐下，将腿搭在桌子上，随手掏出一把瓜子磕了起来。朱雀幽怨地看了杨巡一眼，还是蹲到杨巡身边，举起小拳头敲着杨巡的大腿：“你前妈每天装作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你不累吗？”杨巡问道。朱雀嘟了嘟嘴，说道：“我好歹也是朱雀堂的堂主，若是不装得冰冷一点，哪有威严啊？”杨巡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这么说我就懂了，在家是旺财，在外面得叫你丧彪对吧？”朱雀满脸疑惑：“啥旺财丧彪的？王爷又在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了。不过丧彪这个外号还挺好听的，要不以后我就叫丧彪。”杨巡又看向卢氏，招招手道：“你也别闲着，来帮本王捏捏肩。”是。卢氏微微行礼，来到杨巡身后，帮杨巡按摩起来。杨巡瞥了一眼卢氏，发现卢氏头上的忠诚度已经达到了60，不禁会心一笑：“哼，又是一个被本王征服的女人。”与此同时，白虎已经抽出腰间绣春刀，和张岩站了起来。白虎刀法凛冽，大开大合，而张岩手持一柄长剑，虽在一味防守，却显得有游刃有余。白虎竟一时间拿他毫无办法。杨巡看到这一幕，眼睛微微眯起，此人真不愧是20年前天下无敌的存在，若是不能为己所用，必将成为心腹大患。就在这时，张岩看准白虎挥刀的时机，侧身躲闪后，一剑刺在白虎的肩膀上。白虎吃痛之下，一记撩刀逼退了张岩。张岩连退3步，稳住身形，身前的衣服已经被割开一条口子，隐隐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丝鲜红。哈哈，痛快！多少年没人可以伤得到我了，再来！张岩说着，主动朝白虎攻去。杨巡知道张岩这是要拿出全力了，想必白虎不会是他的对手，于是冲窗外使了个眼色。下一秒，玄武从窗户跳了进来，一刀劈向张岩后脑。白虎，我来助你！张岩心中一惊，连忙躲避，随后与二人拉开身位，看向杨巡：“镇北王，2打1未免有些不讲武德了。本王是来抓你的，又不是跟你比武招亲，讲什么武德？”杨巡没好气地说道。张岩一愣：“是啊，杨巡是来抓他的，差点就以为这是比武现场了。”与此同时，白虎和玄武也再次朝张岩冲了过来，二人一攻一守，配合得极为默契，很快便压制住了张岩。见张岩节节败退，玄武也转守为攻，且专攻张岩下3路。张岩虽一次又一次挡住了两人的攻击，但年纪毕竟50多了，体力比不上这两个小伙子，在两人密不透风的攻势下，很快便气喘吁吁。看到这一幕，杨巡微微一笑，对身旁的卢氏说道：“他来接你走，你为何不愿离去？”卢氏一愣，随后连忙说道：“王爷，妾身愿侍奉在王爷身边，不敢有二心。你是个聪明人，等会本王会好好疼爱你的。”杨巡笑道。听到这话，卢氏脸上飞上一抹红霞。王爷有齐州的战报。这时，一名锦衣卫呈来一本小折子，杨巡顿时来了精神，坐直身子，拿起折子看了起来。上面写着姜维大军已经和平南王展开了第一次交锋，并取得了不错的战果。文丑率西凉铁骑抢了平南王的粮草，潘凤更是在蒲城外连斩平南王7员大将。卧槽！杨巡顿时懵逼了，潘凤这么猛的吗？前世潘凤战华雄时，那袁绍莫不是在潘凤酒里下了毒？潘凤已经崭露头角了，你邢道荣也不能落后啊！想到这，杨巡连忙吩咐道：“派人去通知邢道荣，该他登场了。”另一边，张岩再次与白虎、玄武二人拉开身位，上接不接下气地对杨巡说道：“王爷，我只是来接娘娘离开，并无恶意。难道王爷要赶尽杀绝吗？”他怕了。杨巡不屑一笑，说道：“你来抢本王的女人，还说没有恶意？”啊！张岩人傻了，那明明是大前的皇后，是皇帝李谦的女人，咋能说是你镇北王的呢？张岩看了看面前的白虎、玄武，若是他再年轻10岁，这二人绝不是他的对手，但现在是真的打不过。此时窗外全是手持军弩的锦衣卫，
他想冲出去几乎不太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挟持杨巡，然后逼迫锦衣卫放他离开。想到这，张岩突然朝白虎和玄武撒出一把石灰，趁着二人躲避之际，毫不犹豫地朝杨巡冲了过去。找死！朱雀目光一冷，连忙挡在杨巡身前，同时手中多了2把匕首。砰！突然一声巨响从朱雀身后传来，张岩突然栽倒，手中长剑也掉落在地，腿上多了一个血洞，镇不住往外冒着鲜血。张岩愣住了，他都没看清杨巡是如何出手的，只听见一声巨响，随后右腿就突然使不上力了。这是什么功夫？张岩直到被锦衣卫押进大牢都没想明白，杨巡手中那个玩意是什么。当天晚上，杨巡在卢氏的寝宫中杀了个7进7出，伴随着卢氏的惨叫，他头顶的忠诚度也在一下下往上涨。清晨，一名长相可爱的少女被朱雀领到了卢氏的寝室外。朱雀见寝室大门还在紧紧关着，于是对少女说道：“双双姑娘，王爷还在睡着，要不我们去御书房等候吧？”“不用麻烦了，就在这里等吧，时辰也不早了，王爷应该很快就醒了。”白双双连忙说道。“好吧，那你在这等着，我去让人给你弄点水果糕点什么的。”朱雀捂嘴一笑，也没多说什么，匆匆离开了。看着朱雀远去，白双双开始不住地打量起周围的景色。她还是第一次来这皇宫之中呢，不过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这皇后寝宫的院子和他们家的也差不多嘛。寝室中，床榻上的杨巡缓缓睁开眼睛，此时卢氏正趴在杨巡胸膛之上酣睡，小脸红扑扑的，很是诱人。小溪潺潺流水，紧紧贴在杨巡身上，与杨巡的冰封紧紧相靠。卢氏突然感觉到一股力量把他往上一推，悠悠转醒，便看到杨巡正一脸坏笑的看着他。卢氏俏脸一红，似乎是预感到了杨巡要做什么，脸上顿时露出为难之色。“王爷，臣妾受不住了。”可杨巡哪肯放过他，冰封所至，卢氏只能流住眼泪，连连求饶。寝室外的白双双正在闻住院子里的花香，突然听到寝室内传来奇怪的声音。好奇之下，白双双蹑手蹑脚地来到寝室边，将耳朵贴到了门缝上。下一秒，白双双的脸就红到了耳根，双腿不自觉地夹紧。日上三竿，卢氏早已溃不成军，无力地瘫软在床榻之上。此时他终于明白了那句话：清晨洒在脸上的不一定是阳光。杨巡独自穿好衣服，神清气爽地走出寝室，一眼就看到了俏脸通红、呼吸急促的白双双。白双双也看到杨巡，连忙低下头行礼道：“民女见过王爷。”“免礼，你咋来了？你父亲呢？”杨巡问道。“回王爷，家父听闻王爷拿下了楚州，于是去楚州谈生意了，派民女来京城给王爷请安，顺便照看一下京城的生意。”白双双说着，声音有些颤抖。杨巡点点头，也没多想，白家现在是北燕今年的总代理，在杨巡的支持下，今年生意早就做到了干京城，白双双来看一下也没什么。香水生意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杨巡继续问道。家父已经准备完毕，并在北燕和乡、怀二州都建立了销售试点，反响很不错，那些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很喜欢。白双双如实说道。香水生意要尽快提上日程，特别是干京城这边。是。白双双连忙应道。就在这时，杨巡突然凑到了白双双面前。你刚才都听到了什么？民女什么都没有听到。白双双又惊又羞，双手紧紧地抓着衣角。真的吗？说谎的人可是要受惩罚的。杨巡坏笑道。怎么惩罚？白双双低着头，不敢去看杨巡。杨巡看了看白双双头上那100的忠诚度，又看了看她红彤彤的脸蛋。惩罚你吃一个东西。下一秒，院子周围的锦衣卫悄然退去，而白双双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青筋暴露的不一定是手臂。东海之外，霓虹国，一名40-50岁的小矬子正高坐于大殿之上，撇着嘴，目光凛冽地从在场所有人身上扫过。此人正是霓虹国现任天皇犬养村夫。纯为调侃，请勿带入现实。景上君，梅川窟子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吗？一名身穿铁甲、将军模样的小矬子站了出来，说道：“回陛下，梅川窟子那边没有任何动静，而且我们在怀州驻扎的1万士卒也联系不上了。”此话一出，全场哗然。那可是1万士卒啊，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骁勇猛士，怎么会突然就联系不上了？景上峰犹豫了一下，又继续说道：“而且据那边回来的商人所说，我们在干京城内的会馆也消失了，现在整个大干到处都在抓我们的商人。”八嘎！犬养村夫大怒，景上峰更是吓得跪在了地上。大钱难道要与我们为敌不成？就在这时，一名文官打扮的小矬子开口说道：“陛下，大前人狂妄至极，不给他们一点教训，他们是不会妥协的。依臣所见，不如派出10万大军袭击怀州、东隅等沿海地区，让大前人看看我们上朝的天威。”臣等附议。其他大臣连忙附和道。犬养村夫目光如炬，冷声道：“说的没错，是时候让大干人知道我们的厉害了。景上君，臣在，统领全国，凑集10万大军，由你率领，踏平怀州，给那些大前人一点颜色看看。臣定不辱使命。”父皇。就在这时，一名身穿盔甲、浓妆艳抹的女子走了出来，还请父皇开恩，让木鱼子一同前往。听到这话，犬养村夫顿时皱起了眉头，说道：“打仗是男人的事，你跟着掺和什么？父皇，我已经不小了，而且我还是最年轻的剑道8段高手。我虽然是女子，但也想为父皇打下一片天下来。”犬养木鱼子狠狠地说道，又给景上峰使了个眼色。那边的剑道是隋唐时期传过去的，但这个世界没有隋唐，就当是大前汉人传过去的吧，勿喷。景上峰会意，连忙劝解道：“陛下，公主的剑道造诣已经登峰造极，就连臣下都不是对手，况且不过是个小小的怀州而已，臣下副手可灭，请陛下允许公主带陛下您亲征，这样也能提高武士们的士气。”听到这话，犬养村夫很是欣慰，点头道：“
好吧，木鱼子你就作为监军一起去吧，一定要打出我们尼国的天威，让那些大干人为他们的狂妄付出代价。前京城皇宫御书房外，下朝后的李妙英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但迟迟不见杨巡前来。自从秦王战败后，杨巡便掌控了朝政大权，特别是吏部尚书房玄龄更是配合锦衣卫清洗了朝中的一批大臣。如今朝廷的文武百官，除了兵部尚书崔伯文，其他人都投靠了杨巡。他这个女帝已经完全被架空了，就连丞相骆永之都以谋反的罪名被打入大牢，由一个叫萧何的人来担任丞相之职，骆家上下1000多口人更是被锦衣卫全部剿灭。虽然每日他还是照常上朝，但朝中事务全都是杨巡和萧何在处理。他每日下朝后还要来这御书房给批阅奏折的杨巡端茶倒水，就跟个宫女一样。用杨巡的话来说，就是有个皇帝伺候他，他心里得劲。可今日他在这御书房外等了足足1个时辰，还是不见杨巡，眼看着马上就快中午了。杨巡昨夜是不是又去卢氏那了？李妙英看向一旁的宋德，宋德连忙躬身答道：“回陛下，镇北王昨夜的确是在娘娘那过的夜。”李妙英冷哼一声，脸色变得冰冷。这个卢氏还真把自己当成杨巡的女人了，真是把皇室的脸都丢尽了。幸亏后宫其他妃子不像她这样。宋德张了张嘴，其实李谦留下那些妃子早就被杨巡睡了个遍了，现在那些妃子都争着抢着往杨巡床上爬。不过话到嘴边，宋德最终还是没开口，这事还是不让女帝知道的好。就在这时，李妙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杨巡自己当了皇帝，该不会要立卢氏当皇后吧？一想到既然是卢氏笑到了最后，李妙英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她卢氏何德何能，不就是会点床上功夫吗？李妙英心里顿时升起了无尽的杀意，但现在她却不敢再动卢氏了。一旁的宋德见李妙英的脸一阵红一阵青的，连忙岔开话题道：“启禀陛下，孙统领刚刚派人来说凤凰卫已经断饷了，请陛下能拨些银钱给凤凰卫的军士们发军饷。”孙统领就是当初那个被杨巡掌了嘴又打了军棍的凤凰卫统领。大钱的军饷都是1月一发，断饷可不是一件小事，弄不好就要哗变。虽然李妙英相信凤凰卫对自己的忠心，就算断饷他们也会为自己卖命，但凤凰卫中都是一些身世凄苦的女子，李妙英实在不想苦了他们。可如今户部尚书杜如会是杨巡的人，大干的财政大权掌握在杨巡手中，他的凤凰卫甚至都不在大干的兵部的名单上，杜如会自然不会给凤凰卫拨钱。想到这，李妙英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也罢，你去朕的内堂中取些银钱送去吧。”宋德犹豫了一下，开口道：“陛下，内堂的银钱早已用光了。”用光了？李妙英一愣，这才意识到之前大干入不敷出，国库早已空虚，他的钱都用来填补朝廷军的粮饷了。那你看看朕的寝宫中还有什么值钱的，拿出宫去卖了换钱。李妙英无奈道。这宋德面露为难之色，那寝宫现在是杨巡的，里面的东西他敢动吗？他有几个脑袋？李妙英也意识到了不对，于是说道：“朕说的是朕现在住的寝宫。”话说的一半，李妙英就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现在住的地方之前已经闲置了很多年，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此时李妙英才意识到，他虽然名义上是大干的皇帝，兜里却比脸还干净，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啊。似乎是看到了李妙英脸上的落寞，宋德连忙说道：“陛下不必担忧，老奴这辈子也攒下一点银子，再不济老奴去要饭，也要把凤凰卫的军饷凑足。”李妙英叹了口气，不免被宋德的忠心所打动。可他也是李妙英登基后才被升为大内总管的，之前在宫中小心翼翼地活着，到处是人情世故，到处需要打点，他能攒下几个钱？就算凑齐了这个月的军饷，那下个月的呢？不必了，你那些钱留着给自己养老吧。若是朕死了，你就出宫去买一处宅子，几亩良田，再娶个带孩子的寡妇，倒也美满。李妙英摇摇头说道。听到这话，宋德顿时老泪纵横，扑通一声跪在李妙英面前：“若真有那一天，老奴定随陛下而去，到下面继续跟随陛下左右。”你们这主仆2人是在闹哪一出？就在这时，刚刚教导完白双双，口技的杨巡大步朝御书房走来，疑惑地看着这一幕，身后还跟着嘴角挂着白字的白双双。宋德连忙擦了擦眼泪，对杨巡行礼道：“拜见镇北王千岁，免礼。”杨巡看了看眼中还有泪花的宋德，又看了看一脸落寞的李妙英，心中虽有疑惑，但也没多问。那啥，妙英，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双双，这几日就住在宫中。双双，这是李妙英，大前女帝。杨巡说的很是随意。白双双一开始还以为李妙英也是杨巡的女人，可听到大前女帝4个字时，顿时吓得娇躯一颤，连忙跪在了地上。民女见过陛下。她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天生是畏惧皇权的，可没有杨巡那样的底气，此时有些诚惶诚恐。起来吧。李妙英看了一眼白双双，这坏批，身边有貂蝉蔡文姬还不够，这是又从哪骗来这么个我见犹怜的小姑娘？白双双起身，连忙站到了杨巡身后。杨巡看到白双双这副模样，微微一笑，这还是在宫中住的日子少了，胆子小。不过没事，多多练练口技，慢慢的胆子就大了。杨巡，我有事情跟你说。李妙英犹豫了一下，开口道。见李妙英吞吞吐吐的模样，杨巡会意，招招手让锦衣卫先带白双双下去休息，随后和李妙英走进了御书房。有啥事说吧。杨巡往龙椅上一坐，翘着2郎腿说道。李妙英低着头，死死握着拳头，双脸涨得通红，半晌才憋出一句：“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就这？杨巡愣住了，他看李妙英的模样，还以为李妙英要吃了自己呢，结果就这么一件小事。杨巡不知道的是，李妙英说出这句话可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气，忍受了莫大的屈辱。你在宫里不愁吃不愁穿的，你要钱干啥？杨巡问道。李妙英犹豫了一下，还是红着脸将凤凰卫断饷一事说了出来。杨巡听后微微一笑，凤凰卫普通士兵1个月的饷银也就200文，
这笔钱对于如今的杨巡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先不说北燕那边的金矿，以及白家替杨巡卖盐赚的钱，光是这些日子抄没那些贪官污吏的家产，所得银钱加起来就超过了大概10年的税收。大干国库现在前所未有的充裕，而这些钱全都牢牢握在杨巡手中。按理说钱粮充裕，军队是不该断饷的。只不过凤凰卫是李妙英的私军，从建立开始就没在兵部登记造册。李妙英登上皇位后，也没来得及做这件事，反正国家也没钱，登不登记都是他这个女帝私人拨钱拨粮，这就造成了户部不承认有这么一支军队，所以不给凤凰卫拨款。当然，这支军队是李妙英的私军，杜如晦也有自己的想法。杨巡自然不能辜负杜如晦的苦心，于是开口道：“你这凤凰卫又没啥战斗力，何况女人当兵总有不便之处，没有军饷好办，就地解散吧。”不行！杨巡话音刚落，李妙英就连忙厉声拒绝，随后又意识到有些不妥，连忙缓和了语气：“谁说他们没有战斗力？他们都是我秘密训练出来的精锐，上了战场，他们照样能杀敌。”精锐？杨巡顿时乐了，精锐都是一场又一场的硬仗打出来的，一支没打过仗的军队也能叫精锐？如果本王非要解散呢？杨巡默然道。李妙英顿时急了：“不要！凤凰卫的女子不是被家里人卖掉的贱奴，就是家里男人战死的寡妇，她们都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苦命之人，解散的话，他们会活不下去的。”李妙英这话可不是夸张，大多数被家人卖掉的贱奴，最终的归宿只会是青楼，只有少部分幸运儿能进入有钱人家做丫鬟，但同样会被家中的老爷少爷疯狂蹂躏，说不定哪一天惹得主子不悦，就是个乱棍打死的下场。那些寡妇就更不用说了，朝廷虽然有抚恤金，但经过层层剥削，发到他们手中的很少很少，而且终有用完的一天，家中没有男人，就等于没有劳动力，等待他们的只会是饥寒交迫的死去。而在军中，他们至少不需要用身体去讨好男人，至少能吃饱饭，至少能将军饷攒起来，让晚年有个保障。杨巡现在算是明白那些凤凰卫为什么都对李妙英死心塌地了，因为是李妙英将他们从绝望中拯救了出来，让他们未来的生活有了希望。见杨巡不说话，李妙英再次开口道：“杨巡，我求你了，行吗？看在我给你端茶倒水，又削了那么多水果的份上，我求你了，我可以把兵权交给你，只希望你能给他们一口饭吃。”李妙英希冀地看着杨巡，泪水已经从眼角滑过。她这辈子都没求过人，但她不想看着那些替她争下皇位的姐妹最终落不得一个好下场。杨巡沉吟片刻，缓缓起身说道：“凤凰卫还是得解散。”听到这话，李妙英顿时心如死灰，但听到杨巡接下来的话，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打天下是男人的事，女人的手不应该拿起屠刀。不过凤凰卫虽不复存在，这些人还是能留下来做事。白家就是白双双他们家，是本王在商界代言人。白家打算在春、齐、楚、秦等地开设多家商铺，到时候那些女人都可以去这些商铺里做工，这样她们不但饿不着，也能凭自己的本事赚钱。杨巡笑道：“不过是一群苦命的女人，杨巡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要她们不拿着刀在自己面前晃悠就行。反正到白家去也是做销售之类的活计，接触不到核心的东西，再加上有锦衣卫盯着，即便他们对李妙英再怎么忠心，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再者，杨巡相信李妙英不会自己找死，这些女人从凤凰卫解散后，李妙英甚至不会再去主动联系他们。你说的都是真的？”李妙英擦了擦眼泪，破涕为笑。如果真能如杨巡所说，那些女子能有安稳的日子，李妙英也不希望她们身着戎装，刀口舔血。当然，李妙英也不会再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因为她知道，她再怎么谋划，也搞不过杨巡。既然搞不过，那还不如摆烂，一切顺着杨巡来，就同杨巡说的那样，只要他听话，他还是大干的皇帝。这段时间他也是这么做的，即便杨巡把他当宫女使唤，他也没说半个不字。想明白这一点，凤凰卫对他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只要那些女子能有个好的归宿就行。本王一诺千金，岂会骗你？杨巡没好气地说道。听到这话，李妙英顿时撇了撇嘴，也不知道是谁说请朕吃烤蛤蟆，结果这都多少年了。杨巡自然不知道李妙英的想法，继续说道：“这是本王的底线了，如果你还不愿意，那本王就不给你面子了。愿意，我会跟他们说是朕北王给的恩典，给他们寻了好差事。”李妙英连忙说道：“懂事。”杨巡欣慰地点了点头。李妙英也不恼，竟是直接向杨巡鞠了一躬，认真道：“杨巡，谢谢你。”话音刚落，杨巡发现李妙英头上的忠诚度居然从20跳到了50，当即杨巡的嘴角不免勾起一抹弧度，又一个即将被本王征服的女人。不过李妙英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段有身段，心也算善，除了有点憨，纳入麾下也不错。想到这，杨巡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自己不是成了千古第一个把皇帝日了的人？都说宁采臣是亡灵骑士，许仙是草莽英雄，那自己这算什么？驯龙高手？画面一转，到了千里之外的蒲城之外，南方军大营内，平南王正抱着手坐在王帐之中，眼睛一跳一跳的看着眼前正在玩火堆的年轻人，随后一个大嘴巴子就抽了过去。啪！董云捂着脸，满嘴是血的看着平南王：“爹，我咋了吗？你打我干啥？”平南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怒吼道：“你说你咋了？你看看人家杨怀的儿子，年纪轻轻，麾下战将无数，这几日杀了你老子多少大将？你再看看你，你今年已经28了，人家是人到28，身后一群娃，你是人到28，无法就无法，天天只会拿着筹儿马，打仗你不行，给你找了多少个婆娘，你是碰都不碰一下，你这个样子，老子要啥时候才能抱上孙子？”董云吸了吸鼻涕，委屈道：“这能怪我吗？您给我找的那些都是啥嘛？个个比我块头都大，我越求不动。”平南王又是一个大嘴巴子抽在董云脸上：“你懂个球，那样的女人才能生儿子，那种长得好看的是只会蛊惑你的红颜祸水，你把握不住。”董云撇撇嘴：“我把握不住，那你身边养着7、80个红颜祸水，你就能把握得住了？
你还敢顶嘴？平南王说着，又是一巴掌抽来。董云，我特么什么都没说啊，心里想想也不行吗？不过董云也不是傻子，当即拔腿就跑，冲出王帐。平南王则是紧跟着追了出去。就在这时，乌图突然跑了过来，说道：“王爷，蒲城又派人来挑衅了，来的是谁？文丑还是潘凤？”平南王面露凝重，这两位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啊，这些日子轮番叫阵，可杀了他不少大将，营中都没人敢应战了。是姜维。乌图说道。姜维？平南王一愣，这姜维可是第一次来叫阵，他知道姜维是这次的征南大都督，若是能将姜维斩下马，不但能挽回士气，蒲城也将群龙无首。想到这，平南王顿时怒道：“他娘的，给他脸了，拿本王的刀来！”爹，您这是要亲自上场？董云问着，连忙跑回王帐，拿过关刀递到平南王手中。不然呢？你看看外面那些怂货，谁敢去应战？姜维是征南大都督，也配合本王一战了。小子，好好学学，你爹是怎么将那姜维斩于马下的？平南王话还没说完，董云已经将战马牵过来了。平南王眼角挑了挑，咬了咬后槽牙，翻身上马，小畜生，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大营外，姜维一枪一旗，高声骂道：“怎么没人出来应战啊？不会是怕了吧？不会吧，不会吧？偌大的一个军营里，该不会都是娘们吧？”就在这时，大营中缓缓出来一手持关刀的老将，黄口小二，休得猖狂，本王来会你。你是何人？本都督枪下不收无名之鬼。姜维冷声问道。其实听到这老将自称本王，姜维就已经猜到他的身份。本王乃南国之主，你又是何人？平南王大声喝问道。虽然他知道眼前的就是姜维，但该走的程序还得走。老匹夫，可认得你姜维姜爷爷？姜维用枪指着平南王，眼中满是不屑。黄口小二，找死！见姜维竟敢辱骂他，平南王顿时大怒，纵马便冲了过去。姜维浑然不惧，举枪便刺，双方顿时站在一起。不得不说，平南王能坐镇一方，还是有点本事的。手中关刀大开大合，气势如虹，与姜维大战了数十回合，未分胜负。蒲城城墙之上和南方军大营里，双方人马都紧张地看着这一幕。这可是双方主帅的单挑，无论哪一方赢了，都是给对方士气巨大的打击。平南王虽强，但麒麟子姜维也不是盖的。又是十几回合后，姜维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此时平南王紧咬牙关，额头上满是冷汗，自知再打下去绝不是姜维的对手，于是一刀逼退姜维后，平南王掉头就跑，很快就跑回大营之中。哈哈，老匹夫，不过如此。姜维看着狼狈逃离的平南王，放声大笑起来。回到王帐之中，董云连忙迎了上来，给平南王擦着汗。父王不必灰心，那姜维只不过借着年轻体壮，若是父王再年轻个10岁，那姜维定不是父王的对手。虽嘴上这么说，但董云心中却暗自得意，让你吹牛，还说什么要斩姜维，结果被人打得抱头鼠窜，真丢人。平南王回到帅位坐下，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他曾经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存在，即便是那杨怀，也只能与他打个平手。年刀月棍久练枪，要将枪练好，可不是一件难事。可是姜维年纪轻轻，枪法居然如此犀利，他就不明白了，天下为何突然蹦出那么多高手，还都在杨巡麾下？难道真是天助杨巡不助他？此时那姜维还在大营之外叫嚣，营中已经士气全无，和杨巡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他就已经输了。我恨啊！平南王发出一声叹息，为何这等猛将不在他的麾下？让开让开，我要见王爷！就在这时，帐外突然传来喧闹之声，何人在外喧哗？平南王皱眉问道。他本来心情就不好，此时已经起了杀心。启禀王爷，是一军中小卒要见王爷。一名亲卫如实答道。区区小卒居然敢擅闯王帐，还有没有军法了？来人啊！董云刚想发怒，只见一膀大腰圆的汉子甩飞2名亲卫，就大步走了进来。平南王和董云顿时一愣，不禁起身打量着汉子。只见此人熊腰虎背，一身横肉，目光炯炯，威武不凡，手持一柄大斧，脸上的自信与狂傲更是如同与生俱来一般，仿佛所有人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往往狂傲到这种程度的人都有点本事，不然早就被人打死了。平南王的心中顿时有了思量，此人必定不是一般人。只见那大汉将大斧往地上一杵，朗声道：“末将邢道荣见过王爷。”你吵着要见本王，所谓何事啊？平南王开口问道，语气十分温和。只见那邢道荣昂着脑袋，气宇轩昂地说道：“王爷，末将乃南疆人士，自幼上山跟随一老道人习武，18般武艺样样精通，双臂有万斤之力，手中梨花开山斧可开山断海。在末将眼中，那姜维不过是土鸡草狗，不堪一击，请王爷下令让末将出战，去斩了那姜维。那姜维枪法精妙，你真有把握？”平南王迟疑道：“若是末将战不过那姜维，王爷可斩末将头颅。”邢道荣拍着胸脯说道：“你别说，他这副牛气哄哄的模样，再加上魁梧的体格，平南王竟真有几分信了他说的话。好，本王让世子亲自为你擂鼓，若是你真能战胜姜维，本王定拜你为一品大将军。”董云，妈的，关我屁事！凭什么我来擂鼓？且看末将本事！邢道荣说着，走出王帐，翻身上马，朝大营外而去。平南王父子二人也连忙跟上，平南王更是爬到瞭望塔之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邢道荣的背影。军营之外，姜维依旧叫骂着，见一汉子手持大斧出营，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大声道：“哟呵，又来一个不怕死的！”邢道荣策马上前，依旧高昂头颅：“你就是姜维？正是你爷爷我。你又是何人？”姜维问道。邢道荣不屑地冷哼一声：“哼，说出无名，吓汝一跳。吾乃平南王麾下一品大将军邢道荣。哼，无名小辈，找死！”姜维说着，纵马而来，举枪便刺。与此同时，平南王军营中也响起了累累战鼓之声。
邢道荣连忙用手中大斧架住姜维刺来的银枪，冲姜维挑了挑眉头，小声道：“大都督，是我，道荣啊，我知道是你，要演就演像一点，千万别让那老匹夫看出破绽。”姜维同样小声道：“明白。”邢道荣嘿嘿一笑，大斧往前一压，逼退姜维。姜维再次举枪朝邢道荣刺去，同时小声道：“向左！”邢道荣自然机灵的往左边一闪，轻松躲过姜维这一枪。向左向右，向右向左，姜维一连刺出去10余枪，皆被邢道荣轻松躲过。这一幕落在旁人眼中，顿时让不少人张大了嘴巴，特别是平南王。他是和姜维交过手的，深知姜维枪法的犀利，而且姜维这几枪分明用尽了全力，每一枪又快又准，但邢道荣都能巧妙躲过，就仿佛看透了姜维一般。从始至终，邢道荣手中的大斧都没抬一下，仿佛将姜维当成了玩具，不断戏耍。人才，人才啊！平南王的眼睛都亮了起来，有此等虎将，何愁大业不成？与此同时，邢道荣不屑一笑，开始反击了，手中梨花开山斧带着天崩地裂的气势朝姜维攻去，瞬间将姜维压制。数个回合后，邢道荣手中大斧狠狠地朝姜维劈来，姜维横枪一挡，竟差点被巨大的力量震落马下。姜维脸色苍白，也不再恋战，连忙掉头就跑。别让他跑了！平南王激动地大喊着，也不管邢道荣听得见听不见，眼中满是兴奋。胆小鼠辈，休走！邢道荣提枪便追。就在这时，蒲城城门突然打开，2名战将骑着战马飞驰而来，其中一人手持铁枪，而另一人手持大斧，二人直奔邢道荣而来，显然是要救援姜维。那2人我认得，是文丑和潘凤。等二人离得近了，站在平南王身边的乌图连忙喊道：“他自然是看不清2人相貌的，但他认得2人的盔甲和武器。”平南王心中一惊，这2人都是猛人啊！邢道荣此番追去，若是被围攻，万一不敌咋办？另一边，那2人已经快到邢道荣面前，只见邢道荣浑然不惧，依旧纵马狂奔追着姜维。就在2人与邢道荣即将擦肩而过时，邢道荣突然一把抓住刺来的铁枪，举起手中大斧，一斧挥出。手持铁枪那员战将的脑袋顿时高高飞起，鲜血四溅。好！平南王大声喊着，激动的都快跳起来了。邢道荣的表演还没有结束，只见他策马回身，用夺来的铁枪朝跑出去10余米的大斧战将掷去。噗呲一声，长枪穿透了那战将的后背，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那战将带飞出去，狠狠地摔在地上没了动静。邢道荣冷哼一声，眼中不屑之色一闪而过，继续朝姜维追去。可姜维此时已经到了蒲城之下，顿时一片箭雨落在邢道荣前方10米处，邢道荣连忙勒马停了下来，随后又叫骂2声，这才返回南方军大营。平南王此时已经亲自迎了出来，眼中满是喜色，哈哈哈，我的大将军果然勇猛啊！邢道荣下马对平南王行了一礼，说道：“那2名小将简直不堪一击，只可惜被姜维那厮给跑了。”平南王笑着摇头说道：“那2人可不是小将，乃是潘凤和文丑。”哦，邢道荣颇有些惊讶，哼，原来那俩就是潘凤和文丑，简直如同草鸡挖狗一般嘛！就算再来200个，我邢道荣也不放在眼里。将军有万夫不当之勇，像那样的，即便再来2万个又如何？平南王大笑着，心情甚好。听到这话，邢道荣嘴角微微一抽，娘的，你比老子还能吹！就在这时，蒲城突然派出数千骑兵，将邢道荣斩于马下的2具尸首匆匆带走。这一幕落在平南王眼中，让他对邢道荣更加欣赏了。姜维能派出这么多人来将尸体带回去，这2人定是潘凤和文丑无疑了。这几日斩杀他无数大将的猛人，居然被邢道荣接连斩于马下，可见邢道荣实力之强横。通令全军封邢道荣为1品大将军、牧羊侯，赐金3000，筹起200匹。多谢王爷！邢道荣连忙拜谢，嘴都笑歪了。娘的，做卧底还有钱拿，主公果然还是照顾我邢道荣的。我邢道荣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负主公厚恩。不知道平南王如果知道邢道荣的真实想法后，会不会气得吐血？明明是老子给你的奖赏，你居然感恩杨巡！与此同时，蒲城之中，姜维、文丑和潘凤3人对视一眼，嘴都笑歪了。你别说邢道荣那货，还真像那么回事。文丑笑道。潘凤嘿嘿一笑，可不嘛，我荣哥是谁？天上地下就没有比他更能吹的。此时那平南王说不定已经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搞不好还要封他的大将军。对了，刚才出城那2人是谁？文丑疑惑地问道。虽然那2人就是为了扮成潘凤和文丑的样子被邢道荣斩于马下，博取平南王的信任，但若是自己人，多少有些划不来。那2人一个是蔡损，另一个是蔡损的拜把兄弟。我跟他们说邢道荣是自己人，等我败走的时候，让他们出城去跟邢道荣演场戏，大战300回合就回来，他们信了。姜维笑道。姜维也没说谎，邢道荣的确是自己人，这也的确是一场戏，但估计这2人到死都没想到邢道荣会下死手，更不会想到从一开始姜维就没打算留着他们。那蔡损在齐州军中还有些人脉，潘凤你去把这些人全解决了。姜维吩咐道。末将得令。潘凤走后，姜维又看向文丑，既然要做戏，就要做全套，这段时间你和潘凤就不要露面了。明白。文丑点点头，又露出一抹坏笑。南方军大营中，平南王抓着邢道荣粗糙的大手，与邢道荣并肩走进王帐之中，对邢道荣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一旁的乌图看在眼里，是酸在心里，他奶奶的失宠了。就在这时，平南王突然想到了什么，回头对董云说道：“之前川州送来的粮草被劫走了，这次你亲自到川州去押送粮草，别走官道，走玉皇山那条小路。”说着，平南王还冲董云眨了眨眼睛。遵命。董云会意，转身离去。邢道荣听得真切，心中不禁冷笑。他只不过是刚刚崭露头角，他父子2人就当着自己的面说这样的重要情报，分明就是在试探于他。若是他将这份情报告诉姜维，恐怕不但劫不来粮草，还会遭遇埋伏。
而他邢道荣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哼，真当我邢道荣是猪脑子吗？既然如此，那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让你负责二人白忙活一场。正如邢道荣所料，平南王的确是在试探于他。董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川州，还带走了营中所有的骑兵，就是打算半路埋伏。如果姜维大军真的来劫粮，就说明邢道荣这小子是个奸细。画面再次回到前京城的皇宫之中，杨巡和李妙英刚从御书房出来，便看到了一脸憔悴的青龙。待李妙英离开后，青龙连忙跪在杨巡面前，低着头说道：“属下无能，让那落堂鸡跑了，属下死罪。昨日他带着上百名锦衣卫在山里追了落堂鸡一天一夜，但救走落堂鸡的那个汉子显然对那座山十分熟悉，一直在带着锦衣卫不停绕来绕去。原本青龙还能追寻着汉子的足迹，紧紧咬在后面，但昨夜突然下了一整夜的大暴雨，山中可谓是伸手不见五指。天亮后，所有的踪迹全都消失了。即便是青龙，也不得不接受落堂鸡已经逃之夭夭的事实。死罪不至于，但该有的惩罚可跑不了。上至你和朱雀，下到经手过骆家一事的所有军士，一人领30军棍。”杨巡冷声说道：“谢王爷不杀之恩。”青龙连忙磕头，没有任何怨言。千算万算，怎么也没算到骆家居然会在外面扶持了一窝土匪，而且这些土匪平日里还和骆家没有任何联系，就连给骆家上供都是将钱存进骆家的钱庄里，不与骆家的任何人直接接触。这也导致锦衣卫一时疏忽，忽略了这伙土匪。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确是他们锦衣卫办事不力，错了就要认，挨打要立正，这30军棍挨得不冤。还有件事要你去办。杨巡又开口道：“请王爷吩咐。”李谦不在平南王手中，据说是跑到了红沙国之外的海岛上，具体位置还不清楚。你从青龙堂和朱雀堂各抽调一队人马，立即前往红沙打探李谦的下落。那张岩虽然是李谦派来的，但李谦联系他是通过书信，他也不知道李谦的具体位置。属下遵命。青龙连忙应道：“如果发现李谦，你知道该怎么做？”杨巡冷声问道：“王爷放心，锦衣卫定不会让李谦活着回到大前。”青龙狠狠地说道。杨巡点点头，这正是他要的结果。李谦毕竟是大前的正统皇帝，在大前的影响力可不是李妙英能比的。如果李谦回到大前，很多事会变得很麻烦。青龙走后，杨巡不禁朝皇宫外的方向看了一眼。奶奶的，李平安这小子是在青楼玩疯了，这么久了，居然连面都没露一下。听说他前京城最大的青楼青花楼都包了下来，整日在里面醉生梦死，这样下去成何体统？真不怕死在床上。杨巡当即将玄武叫了过来，打算出宫亲自将李平安抓回来。另一边，前京城最繁华的西市，2位年轻女子正挽手走着，其中一位纱巾遮面，身穿华丽长裙，眼中透露着一股英气；另一位虽同样用纱巾遮着面，但却一副丫鬟打扮。此时丫鬟正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那长裙女子微微一笑：“鲁沙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既然来了大干，就要说大干的语言，不然别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大干人了。”“是，小姐，没想到你穿大干人的服饰居然这么好看。”叫鲁沙亚的丫鬟开口道：“你穿着也很好看啊，等回去的时候给你多买几套。”长裙女子笑道：“可是小姐，我们就这么偷溜出来，伯明翰大叔会担心的，毕竟大干正在内乱。”鲁沙亚说着，面露愁容。长裙女子微微一笑，毫不在意道：“这里是大干的国都，有什么好担心的？早就听说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是多么的繁华，亲自前来才发现这里的繁华程度简直超过了我的想象。你看这车水马龙的集市，不但热闹，而且秩序井然。那些商贩卖的都是我们没见过的新奇玩意，马上商队就要回去了，我们不得抓紧时间好好逛一逛。”二女一边交谈着，一边驻足观望着商贩摊位上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就在这时，鲁沙亚突然看到旁边的摊位上有卖香喷喷的糯米糕，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小姐，你看那个好好吃的样子，我们买点吃吧。”长裙女子朝鲁沙亚所指的方向看去，也是眼睛一亮，连忙小跑着过去。“老板，这是什么？”“这是糯米糕，2位姑娘来点吧。”摊主大叔笑眯眯地回应着。“多少钱？”鲁沙亚问道。“不贵，5文钱一份。”“来2份。”鲁沙亚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一小块碎银子，递到摊主手里。“不用找了。”“多谢姑娘。”摊主大叔顿时眼睛一亮，这是哪来的富家小姐？她这一摊子也不值这么多钱啊！摊主也是个实在人，当即挑了最大的荷叶，给2人包了2大包糯米糕。见2人眼巴巴地看着，又拿了几块，分别递给2人。“姑娘，你们先吃着。”“多谢大叔。”长裙女子道了谢，随后将糯米糕从纱巾之下塞进嘴里，轻轻咀嚼着。“真香！市井小贩卖的东西都这么好吃，真不愧是神秘的东方大国。这玩意若是拿到他们那里，一般贵族恐怕都吃不上。”二女正吃着，一旁茶馆门口坐着喝茶的2名汉子却朝他们这边看了过来。“胡老二，你看那边那2个小妞还蒙着面，一看就不是中原人。”脸上有刀疤的男子说道。“刀哥，你别说，这2小妞虽然看不清相貌，但身段还挺好，而且我注意到了，这2个还是小富婆，出手那叫一个阔绰，我们今天说不定能人财双收。”胡老二猥琐地笑着。“得了吧，你这山猪吃不得细糠，别又像上次一样2下就被人姑娘夹出来了。”刀疤男面露不屑之色。胡老二顿时老脸一红，说道：“刀哥，你嘲笑我就没意思了，你就说整不整吧。”刀疤男看着二女的背影，摸了摸下巴，一拍桌子：“整！”2人一拍即合，往茶桌上丢了2个铜板，朝小巷子走去。此时鲁沙亚和长裙女子浑然不觉，还在一边走一边四处看着。突然前方出现了2个汉子，正是胡老二和刀疤男。2人装作恰巧碰见的样子。胡老二抓着刀疤男的手臂说道：“刀哥，你咋还在这边晃啊？那边巷子里有表演，那人不但能口吐火焰，他养的猫还会后空翻。”“真的？走去看看。”刀疤男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跟着胡老二就走。“小姐，有猫会后空翻狂？”
我们也去看看吧。鲁沙亚说道。长裙女子点点头，这神秘的东方古国就是不一样哈，连猫都会后空翻，她还真想去见识见识。于是二女便跟了上去。很快，二女就被引到了一处偏僻的小巷子里，可这连个人影都没有，更别说会后空翻的猫了。骗人，哪有什么表演？鲁沙亚嘟囔一句，正要跟随长裙女子离开。就在这时，胡老二突然出现在了二人面前，坏笑着说道：“二位姑娘，你们好呀。”见胡老二一副猥琐模样，应该不是什么好人。二女下意识的后退。你要干什么？长裙女子喝问道。干什么？当然是干你们了。胡老二一步一步向两人逼近。别他妈废话，等会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就在这时，刀疤男拿着一个帕子出现在二女身后。结。胡老二邪魅一笑，也从怀里掏出一个帕子朝二女冲去。二女手无缚鸡之力，哪是这两个汉子的对手，被帕子捂住嘴巴后，很快便晕了过去。胡老二和刀疤男也不久留，扛起二女便朝巷子深处走去。同时，杨巡和李平安一前一后的从青楼后门出来。此时的李平安顶着一对黑眼圈，整个人消瘦了一圈，脸上脖子上全是小姐姐吸的草莓印。本王要是再晚来几天，你怕是真要死在这青楼里了。杨巡没好气的说道。嘿嘿嘿，巡哥，你不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李平安笑着，走路都走不稳，显然是喝醉了。我前段时间被那几颗老葱弄得总是被动，只有在这里，在这些年轻姑娘面前，我才能拿回主动权，所以就放纵了点，反正钱都是那些世家公子出的，不玩白不玩。就在这时，胡老二和刀疤男扛着人鬼鬼祟祟从二人面前经过。杨巡在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看着杨巡，六目相对，现场顿时一片寂静。看什么看，少管闲事，卧槽！胡老二刚想吓唬一下杨巡，李平安突然向前一倒，一把将胡老二的裤子拽了下来。顿时小草随风飘荡，小鸟自由飞翔。胡老二人都傻了，当即踹了李平安一脚，怒骂道：“你他娘的，敢脱大爷裤子？谁特魔踹老子？这特魔是啥玩意？”李平安抬起头，见有个东西在他面前晃悠，又看不清是什么，当即一把抓了上去。嗷呜！胡老二痛呼一声，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他本来就不太行，这下恐怕更不行了。刀哥，快救我！救我呀！妈的，找死！一旁的刀疤脸顿时放下背上的长裙女子，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面露凶狠之色，死死盯着杨巡。赶紧滚，少多管闲事，不然大爷！刀疤脸话还没说完，杨巡身后顿时冲出来数名提着刀锦衣卫，虎视眈眈地看着刀疤脸。刀疤脸看了看锦衣卫手中闪着寒光的绣春刀，又看了看自己手中比食指长一丢丢的匕首，顿时咽了咽口水。下一秒，刀疤脸将手中匕首一丢，一下子就跪在了杨巡面前，大吼一声：“大哥，我错了！”随后砰砰砰给杨巡磕了3个响头，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还不等杨巡开口，刀疤脸又起身拽着胡老二转身就要跑，可胡老二的那啥还在李平安手里，被刀疤脸这么一拽，他整张脸都扭曲了起来。断了，哦谢，真要断了！杨巡背过身去，实在不愿再看这辣眼睛的一幕，随后对锦衣卫摆摆手，玄武立马带人上前，将胡老二和刀疤男按在了地上。直到此时此刻，李平安依旧死死拽着不撒手，而胡老二已经疼晕了过去。玄武查看了一下2名姑娘情况，对杨巡道：“王爷，2位姑娘是被下药了，看来2货是黑伢子。伢子就是古代的人贩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拖出去乱刀砍死，交给官府挂在城门上通告全城。”杨巡冷声说道。那这2个姑娘，玄武刚开口，随后意识到自己问这话都多余，2个姑娘都是昏迷状态，总不能丢在这青楼后门吧？当然是抬回宫里去了。随后玄武也不等杨巡开口，当即招呼人将2名姑娘扛走。杨巡看向躺在地上如一滩烂泥般的李平安，说道：“把这货也带走，好好给他洗洗他那只手。”锦衣卫上前想将李平安和胡老二分开，但李平安此时已经陷入了昏睡。锦衣卫又怕用强会伤到李平安，干脆一刀下去分开了2人。很快，一行人便回到了皇宫之中，锦衣卫更是扛着2个姑娘就朝杨巡的寝宫跑去，而李平安则是被扔在了寝宫门口。主要是他手中的玩意血淋淋的，怕把寝宫弄脏了，反正现在是夏天，也不怕他受凉。寝宫中，杨巡看着床榻上2个蒙着面的熟睡的女子，不禁叹了口气。他虽然好色，但也不是趁人之危之人，等他2人醒了，就让他们出宫去吧。想到这，杨巡抓过一旁的被子盖在2人身上，又从系统空间取出2个枕头。正当杨巡想将枕头垫到那长裙女子脑袋下面的时候，却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耳朵，蒙在她脸上的纱巾顿时松动滑落。刹那间，一张精致白皙的玉颜映入眼帘。即便是杨巡此刻也愣住了，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张脸。如果非要形容的话，那就是美得不可方物。她不同于蔡文姬那样的玉洁冰清，也不同貂蝉那样的出尘脱俗，而且有一种来自异域的别样之美。此时此刻，杨巡终于明白以前那些皇帝为什么要远征西域了。西域的妹子是真的漂亮。这个世界虽然与前世不同，但同样有西域。延禧王所执掌的西海便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妈的，此等宝地岂能掌握在匹夫之手？正想着，长裙女子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缓缓睁开，眼神逐渐由慵懒变成了疑惑，再变成惊恐。啊！臭流氓！杨巡正想着怎么揍延禧王那瘪犊子，突然听见一声惊呼，低头一看，发现长裙女子正紧紧抓着被子，惊恐地看着自己。臭流氓，你对我做什么？长裙女子说着，发现脸上有丝丝凉意，又摸了摸自己的脸，这才意识到面纱已经滑落，眼泪顿时就涌了出来。我的面纱，本王啥也没做，是本王把你从那黑伢子手中救回来的。杨巡说着，一把扯过面纱，又挂在了他的耳朵上。知道你长得漂亮，怕人看，本王亲自给你挂上，行了吧？你懂什么？那纱巾。长裙女子紧咬嘴唇，
到嘴的话还是没能说出来。而且在杨寻那滚烫的大手碰到他耳朵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都颤抖了一下。你叫热巴还是娜扎？杨寻又开口问道。我哼。长裙女子流着眼泪，气愤地将头扭到了一边。我哼，你爹是咋想的，给你起这么个名字？杨寻面露嫌弃之色，说完也不等长裙女子做出反应，转身朝寝室外走去。行了，好生歇着吧，这里安全得很，没人能伤害你们。长裙女子看着杨寻的背影，再也克制不住，捂着被子就哭了起来。很快，一旁的鲁莎亚就被哭声吵醒了，当即疑惑地问道：公主，不，小姐，我们这是在哪啊？你怎么哭了？我的面纱被一个男人揭开了。长裙女子抱住鲁莎亚，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啊，完了，这要是让王知道就惨了。小姐，你知道揭你面纱的人是谁吗？不会是袭击我们那两个地痞流氓吧？一想到胡老二那猥琐的神情，鲁莎亚就一阵恶寒。要真是被那流氓揭开了小姐的面纱，小姐一辈子就完了。长裙女子摇摇头，说道：不是那两人，是一个很高大的年轻男子。那还好。鲁莎亚点点头，又朝周围看去。好什么呀？根据我们的传统，他揭开我的面纱，我就……万一他有了婚配，万一他是个十恶不赦之人，万一……长裙女子说不下去了，眼中满是绝望。虽然刚才男的长得挺帅的，但这个房间如此奢靡，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别万一了，我们还是亲自去看一看。再怎么说，先搞清楚他的身份。鲁莎亚提议道。与此同时，李平安在寝宫门口睡得正香，翻了个身，突然感觉手里有异物，顿时惊醒过来。卧槽，什么玩意？李平安看到自己满手是血，顿时吓了一跳，将手里的东西甩到一旁，这才发现杨寻正站在自己面前。寻哥，我这是咋了？咋弄这么埋汰？杨寻没好气地瞥了李平安一眼，说道：我看你是逛青楼逛迷糊了，见到什么都想抓一把。李平安，寻哥这是啥意思？我他妈抓啥了？随后，李平安朝自己甩在地上的那个东西看去，这玩意咋这么眼熟呢？李平安心中疑惑，撅着屁股凑了上去，盯着那玩意一顿研究。这不是？李平安心中大惊，连忙摸了摸自己，还好还在。松了口气的同时，又疑惑起来，那这又是谁的？还不如本公子！哈哈哈！正笑着，李平安余光突然瞥见两个身材婀娜、蒙着面纱的女子从寝宫中出来，原本趴在地上的身子瞬间弹起，用手抹了一把头发，站得笔直。一旁的杨寻人都看傻了，这货咋跟僵尸起尸似的，瞬间就起来了，这特么不科学！李平安根本顾不得杨寻惊讶的目光，目光始终停留在走来的那两人身上。寻哥，那俩是谁啊？杨寻回过头，发现长裙女子带着鲁莎亚并肩走来，如实说道：路上救的，我也不认识。路上救的？李平安瞬间就抓住了重点，正好两人，我和寻哥一人一个。那个长裙女子显然是主子，是寻哥的，那我就收下他身边那个吧。想到这，李平安的目光不禁停留在丫鬟打扮的鲁莎亚身上。二女走到杨寻面前，冲杨寻行了一礼，多谢恩公相救，还请恩公告知姓名，以便日后报答。听到这话，李平安顿时坏笑起来，不用日后了，现在就日吧，不是，现在就报答吧。杨寻正要开口，李平安就抢先一步说道：哼，你们两个小娘子居然连我寻哥都不认识，告诉你吧，站在你面前的就是破匈奴、诛五国、灭四王的镇北王杨寻是也，而我是比我大哥差了那么一丢丢，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李平安。说着，李平安还将食指放在额头前，摆出了一个自认为很帅的姿势，就是这手咋感觉有些臭呢？其实李平安说的一大堆话，二女都没听进去，他们就只听到了三个字：镇北王。大干镇北王横扫整个北方的故事，他们可是早就听说了，甚至这个故事在他们国家也是人尽皆知。要知道他们国家很小，也是常年受到匈奴的欺压，而一向残暴的匈奴居然被镇北王打得割地赔款。镇北王在他们国家早就是英雄一般的存在了，不少武将都以大钱的镇北王为毕生追逐的目标。您真的是镇北王杨寻？长裙女子一扫先前的绝望，眼中满是激动之色。揭开我面纱的居然是镇北王啊！我的天，父王要知道此事还不得乐疯了。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本王就是杨寻。杨寻淡然道：楼兰王之女帕安妮亚，多谢镇北王救命之恩。长裙女子说着，深深给杨寻行了一礼，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一旁的鲁莎亚人都听傻了，公主刚才不还哭得差点晕过去吗？现在这激动到颤抖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啊？杨寻一愣，楼兰还是个公主？楼兰在系统地图上位于西海以西，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面积估计只有大干的2个郡那么大。只是楼兰的公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还不等杨寻开口，帕安妮亚又继续问道：不知镇北王可有婚配？杨寻一愣，这问的是啥问题？咋整的跟相亲似的？与此同时，李平安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鲁莎亚，心中暗想，身材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为啥要戴着个面纱。不行，我得看看她长啥样。李平安蹑手蹑脚地来到鲁莎亚身边，在鲁莎亚疑惑的目光中，一把拽下了鲁莎亚的面纱。李平安顿时眼睛一亮，卧槽，美女，还是个番邦美女！面纱掉落，鲁莎亚呆呆地愣在原地，下一秒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呜啊！你为什么要揭我的面纱？呜！你长得那么猥琐，瘦得跟猴似的，我才不要嫁给你呢！呜！鲁莎亚哭得很伤心。李平安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顿时就不乐意了。什么叫老子长得猥琐？老子在辽州也是玉树临风的翩翩公子，好吧？这位姑娘为何反应这么大？杨寻疑惑地问道。虽然李平安摘人家的面纱的确不礼貌，但也不至于哭得那么伤心吧？王爷有所不知，在我们的习俗中，未出嫁的女子都是要以纱遮面的，只有出嫁那天，丈夫才能将我们的面纱揭开。如果面纱被提前揭开了，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们都得嫁给他。和现实楼兰的习俗不一样，这里是剧情需要，请勿带入现实。帕安妮亚说着，
俏脸一红，低下了头。杨巡一愣，这下他明白帕安妮亚为什么要问自己有没有婚配了，感情自己这是不小心弄回来的媳妇。李平安也傻眼了，他只想看看对方长什么样，没想到他们还有这样的习俗，当即有些不知所措。但看着鲁沙亚哥那张着嘴哇哇大哭，他又气不打一处来。娘的，老子怎么说也是大钱的皇室后裔，辽王之子，虽然不能继承父亲的爵位，但跟着巡哥混，前途更是无量，还配不上你了。你不嫁是吧？老子偏要娶。李平安越想越气，直接从怀里掏出一张50万两的银票，塞到帕安妮亚手里。你是他主子是吧？拿着，这是聘礼。你这丫鬟，老子娶定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鲁沙亚只是呜呜的哭着，她心中也很清楚，当李平安揭开她面纱的那一刻，她就已经是李平安的女人了。在这等着我。李平安说完，拔腿就跑。过了一会，不知道从哪扯来2大块红布，往他自己和鲁沙亚身上一披，又让人弄来了2碗酒，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苍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日我李平安要娶你叫啥来着？鲁沙亚。鲁沙亚擦着眼泪说道。李平安点点头，随后又继续说道：苍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日我李平安要娶鲁沙亚为妻，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说完，李平安将碗里的酒一饮而尽，见鲁沙亚不喝，又将他手里的酒也抢了过来，同样一饮而尽，随后将碗往地上一摔，怒道：老子已经拜过天地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李平安的婆娘了。说着，见鲁沙亚还在抽泣，脸上的心疼之色竟一闪而过，走上前去擦了擦鲁沙亚的眼泪，柔声道：别哭了，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鲁沙亚抬起头，泪眼朦胧间发现眼前这男子虽然瘦了点，没有精气神，但也不是太丑，竟鬼使神差地点点头。李平安那如同拜把子般原地结婚，自然是做不得数的。不知怎地，鲁沙亚哭过以后，也不再抗拒嫁给李平安。当天晚上，杨巡亲自张罗，在宫中大摆筵席，将李妙英和文武百官都叫了来，共同祝贺这对新人。两人按照汉人的习俗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正式结为夫妻。洞房中，李平安看着铜镜里的自己，终于知道鲁沙亚为什么说他长得猥琐了。整张脸又白又瘦，还挂着2个黑眼圈，不是猥琐是什么？没想到酒色竟让我变成这副模样，从今日起戒酒。李平安说着，一拍桌子，朝端坐在床榻上的鲁沙亚扑去。娘子，我来了。此处省略200个字。宴席还在继续，不停有官员来给杨巡敬酒。杨巡虽有霸王之力，但此时脸也喝得有些红了。帕安妮亚坐在杨巡身旁，目光始终停留在杨巡身上，不时地叹口气。鲁沙亚那小丫头已经结婚了，何时能轮到她啊？不过她也知道这是急不得，她是公主，杨巡是王爷，可不能如此草率。而且杨巡身边的女人也不少，虽然貂蝉、蔡文姬他们都没来参加宴席，但杨巡也如实跟他说了，这些女人都是一直侍奉在杨巡身边的，杨巡早已把她们当成了他自己的女人。不过帕安妮亚并不介意，像杨巡这样位高权重的人，身边有3妻4妾很正常，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国的公主，只要杨巡能看得上她，她就心满意足了。比起之前不知道杨巡的身份时的绝望与紧张，帕安妮亚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很幸福了，至少自己未来的丈夫是一个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不过除了杨巡跟她坦白的那些女人外，好像她和大前女帝之间的关系也有些微妙。帕安妮亚不禁朝龙椅上的女帝看去，发现此时女帝也在看着杨巡，而且小脸红扑扑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帕安妮亚心里顿时有些酸酸的，她本来还想着凭借自己公主的身份嫁给杨巡后，正妻怎么也是她吧。可若是这大前女帝也想嫁给杨巡，自己的身份肯定是比不上对方的，正妻之位恐怕就轮不到她了。想到这，帕安妮亚不禁叹了口气，幽怨地看了李妙英和杨巡一眼。此时，一行身着西域服饰的汉子正在满城找着什么，为首的一人身高8尺，虎背熊腰，满脸横肉，可就是这样一个汉子，此时却要急哭了。当看到手下一无所获，摇头叹息时，那汉子竟直接哭着跪到了地上。公主，你到底在哪啊？臣就睡了个午觉，你咋就丢了呢？你们公主没丢。就在这时，一名身穿飞鱼服的男子出现在汉子身后。汉子猛地回过头，打量了一下玄武身上的飞鱼服，知道玄武是朝廷中人，连忙问道：这位大人，你知道我们公主在哪？你们公主被镇北王请到了皇宫之中，镇北王派我来接你们，跟我来吧。目光再次回到皇宫中的宴席之上，思绪万千的帕安妮亚突然想到了什么，一下子站了起来。完了完了，咋把伯明翰大叔给忘了？伯明翰此时肯定在满城找他，大概又有宵禁的习惯，若是冲撞了城中军士，那可怎么办？帕安妮亚不敢再想下去，连忙抓住杨巡的胳膊：王爷王爷，我……杨巡回过头看着一脸着急的帕安妮亚，说道：可是在担心和你来的那些人。帕安妮亚连忙点头：放心吧，本王早就安排好了，他们现在都在礼部，有吃有喝的，饿不着。多谢王爷。帕安妮亚心中一喜，看向杨巡的眼神中爱慕之意更浓。杨巡不但文武双全，长相英俊，堪比读者老爷，而且还如此体贴入微，得此夫君，夫复何求啊？礼部衙门之中，崔伯文看着眼前胡吃海喝的伯明翰等人，一脸嫌弃，真不知道杨巡是从哪弄来这么多莽夫。他娘的，人家在宫里大吃大喝，本官却要再招待这些糙汉，这叫什么事啊？崔伯文虽然和杨巡不对付，但杨巡却挺欣赏这个家伙，所以并没杀他。此时，崔伯文已经被杨巡调到礼部担任礼部尚书了，兵部尚书则是由杨巡的外公柳陀暂代。伯明翰大左手拿着半截猪蹄，右手拿着一个土豆，大口大口的吃着，一边吃一边看向崔伯文问道：大人，我们公主真的在皇宫之中？那还能有假？崔伯文没好气的说道：杨巡整日在皇宫中寻欢作乐还不满足，又把人家公主拐到皇宫里去了。楼兰虽不是什么大国，但目前的大钱也不能与之交恶，万一杨巡对人家公主做了什么，人家回去一告状，楼兰引兵来犯怎么办？那就好，
那走。博罕嘿嘿地笑着，他们这次是来大钱购买大钱的茶叶、金盐和布匹的，原本也想进宫拜见大钱女帝来着，结果人微言轻，连皇宫的门都没摸到，没想到自家公主那么给力，居然被镇北王请到了皇宫之中。镇北王是谁啊？那可是打败了匈奴的大英雄，这在他们楼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若是公主能和镇北王交好，他们楼兰日后就不用再被匈奴欺压了。大人，你别光看着我们吃，一起啊！博罕说着，递来一个土豆。看着博罕那油乎乎的手，崔博文连忙摆手道：“不用，我不饿。对了，这玩意是什么呀？味道不错，吃下去饱腹感还挺强。”博罕笑问道：“不该问的不要问。”听到博罕问起土豆，崔博文脸上顿时闪过一丝骄傲之色，这可是他们大钱才有的好东西，乃天降祥瑞。虽然中原地区还没种植，但北方地区家家户户都已经栽种上了。有了这玩意，百姓们再也不用饿肚子，朝廷也不用每年为了粮食发愁。美中不足的是，这玩意是杨巡弄来的。想到这，崔博文又不禁叹了口气。那杨巡虽然嚣张跋扈，无视皇权，行径与国贼无异，但不得不承认，他对大干的贡献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赫赫战功先不说，光是这土豆和玉米就足以让杨巡千古流芳。杨巡不是个好臣子，却是个好王爷。就在这时，那博罕又凑了过来，贱兮兮地说道：“大人，小的给大人准备了10个舞女，请大人帮小的一件事呗。”崔博文听后顿时大怒，这简直就是贿赂！哪几个舞女就想来考验本官？大干的哪个官员经不起这样的考验？见崔博文突然发火，伯明翰顿时感觉手中的猪蹄都不香了。大人，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只是想和贵国合作，看看能不能在大钱与我们楼兰之间打通一条贸易通道，这样对你我两国都是好事，不是吗？他们楼兰人来一次大干确实很不容易，来时要被西海抽走一半的资金，回去时又要被西海拿走一半的货物，这还是因为他们是王室的商队，如果是平民百姓的商队，甚至连西海都进不去。如果能打通两国之间的贸易渠道，让西海的延禧王不再抽那么重的税，平民百姓也能来大干购买商品，这对楼兰和大干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听了伯明翰的解释，崔博文也摸着下巴沉思起来，不得不说他心动了。西海以西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胜数，而且个个富得流油，若是能和这些国家做生意，大干的经济将会飞速增长。可是延禧王那老犊子也是个一身反骨的主，要想打通西域那边的贸易渠道，除非先把这老犊子宰了。而且西海和西部四周紧紧抱成了一团，虽然没公开造反，但也没将朝廷放在眼中，对朝廷下达的命令视若罔闻。如今平南王未灭，实在不宜再对延禧王撕破脸皮，此事还得从长计议。不过这些都是大干的家事，崔博文也不会对博罕一个外人解释，于是说道：“你说的这事我会禀报女帝，请女帝决断。你们楼兰只要老实本分，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收起你的那些歪门邪道。”博罕心中一喜，连忙说道：“是，大人教训的是那些舞女。”博罕还没说完，见崔博文瞪着他，连忙闭上了嘴巴。皇宫之中，宴席结束，文武百官给杨巡和李妙英行礼后纷纷离场。此时李妙英已经完全醉倒，趴在了龙椅之上。宋德见状，想上去将李妙英背起来，但他毕竟年老体弱，之前去北燕的路上风餐露宿，又被毒打一顿，落下病根，腰背使不上一点力气。尽管宋德已经很努力了，但直到冷汗淋漓，也没能将李妙英从龙椅上背起来。说来也悲哀，如今整个皇宫之中，李妙英身边除了几个侍候李妙英起居的宫女外，就只剩下了宋德这么个老太监，此时想找个人搭把手都找不到。杨巡看到这一幕，对身边的锦衣卫摆摆手，让他们先送帕安妮亚下去休息，随后走向宋德：“还是本王来吧。”宋德连忙诚惶诚恐地退到一边，杨巡轻松地抱起李妙英，摇晃着朝后宫走去。宋德知道杨巡也喝了不少酒，生怕杨巡摔了李妙英，连忙跟了上去，弓着腰伸着双手在后面接着，似乎只要杨巡一倒，他就能第一时间接住两人。就在这时，李妙英突然睁开了眼睛，看着杨巡棱角分明的脸庞问道：“杨巡，是你吗？杨巡，不是本王还能有谁？”杨巡大舌头啷叽地说道。李妙英的眼睛再次闭上，也不知道是醒着还是睡着了，口中却念念有词：“杨巡，若是你当了皇帝，你对我要杀要剐都可以，求你放了我的弟弟妹妹，无论是流放还是监禁，求你不要杀他们。”李妙英的声音越来越小，呼吸逐渐均匀起来，小脸红红的，在杨巡怀里睡得格外香甜，口中还在不断念叨着：“烤蛤蟆，烤蛤蟆。”不过他的声音很微弱，杨巡此时脑袋也是晕乎乎的，并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很快，李妙英的寝室到了，杨巡将李妙英放在床榻之上，给她隔好被子，便要离开。父皇，别离开燕儿。就在这时，李妙英突然一把抓住了杨巡的手臂，杨巡本就晕晕乎乎的，被他这么一拉，顿时重心不稳，四仰八叉的趴在李妙英身上。感觉到脑袋下的柔软，杨巡顿时困意袭来，直接昏睡了过去。原本锦衣卫还想上前，但听到杨巡逐渐悠长的鼾声，顿时和宋德对视一眼，双方都心照不宣的关上寝室大门退了出去。日上三竿，李妙英半梦半醒之中，感觉怀里十分温暖，就像抱着一个大火炉一般，热得她下意识的将衣服一扯，继续抱着那个大火炉。但很快她就意识到了不对，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抱着的哪是什么大火炉，分明就是个人，还是个男人啊！李妙英尖叫一声，直接从床榻上跳了起来，顿感全身凉飕飕的，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竟然一丝不挂。此时杨巡也被李妙英这一声尖叫吓得从梦中惊醒，猛地起身喝问道：“何人要杀朕？”杨巡摇了摇脑袋，刚才他正做梦当皇帝呢，谁在这大呼小叫的？杨巡抬头一看，这才发现眼前的美景，顿时瞪大了眼睛，一脸的难以置信，因为他看见了一丝不挂的李妙英。睡迷糊了，再睡会。杨巡倒在床上，蒙上被子，过了3秒后又再次起身，与李妙英四目相对：“女帝陛下，你这是？”啊！李妙英这才反应过来，又是一声尖叫，再次钻进被窝中。杨巡，
你对朕做了什么？杨巡一脸懵逼，我做了什么？我特么什么都没做啊！娘的，咋就喝断片了？虽然大钱的酒度数不算高，只有10几20度，但架不住杨巡喝得多呀。那些文武百官一人上来敬杨巡一杯，杨巡也是来者不拒，夸夸往肚子里灌，即便是有霸王之力，也顶不住这么喝呀。李妙英紧紧裹着被子，眼眶已经红了起来，气愤地看着杨巡，那眼神似乎要刀了杨巡。本王想起来了，昨晚你拽着本王的手不给本王走的。对，就是你。杨巡说着，也学着李妙英的模样，尖声尖气地喊道：呀，李妙英，你对本王做了什么？本想逗李妙英笑一笑，见李妙英还是死死盯着自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杨巡顿时认真道：本王昨夜喝醉了，什么都记不起来，肯定没做什么，不信你看。说着，杨巡一把掀开了被子，想用自己穿着裤子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下一秒杨巡就傻眼了。我日他娘，本王的裤子呢？杨巡顿时懵逼了，四处张望着，发现自己的裤子早就落在了床榻之下。不会吧，不会本王真当了一把驯龙高手吧？可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杨巡很清楚，真正喝醉是什么事都做不了的，怎会如此？啊！李妙英又是一声尖叫，连忙捂上了眼睛，呜呜地哭了起来。坏批，坏批，坏批！不但对他做了那事，居然还让他看。啊！别哭了，本王会对你负责的。杨巡连忙安慰道。可是他不安慰还好，一安慰李妙英就哭得更大声了。你走，我不要看见你，你走啊！你让走本王就走，那本王多没面子，本王偏不走。杨巡冷哼一声说道。坏批，我跟你拼了！李妙英大怒，也顾不得自己没穿衣服，直接就朝杨巡扑了过来，张开小嘴，一口咬在杨巡肩膀上。娘的，李妙英你属狗的是不是？你再咬本王可要揍你了！李妙英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疼得杨巡龇牙咧嘴。就在这时，寝室外响起了玄武的声音：王爷，怀州800里加急。听到800里加急，李妙英顿时心中一惊，松了口。杨巡连忙跳下床，穿着衣服，一边穿还一边放着狠话：李妙英，你敢咬本王，等本王回来再收拾你。杨巡穿戴整齐后，匆匆出了寝室，拿过玄武递来的折子。很快，杨巡的眼神就逐渐变得冰冷，头上青筋暴露，双手紧紧捏着折子，咯咯作响。折子是长孙无忌派人送来的，说怀州沿海遭遇到了尼国人的袭击，尼国人大约有几万人，趁着夜色登陆，偷袭了海边的望海城，守城将士3000余人全部战死。长孙无忌意欲抢回望海城，但又担心还会有尼国人会从别的地方登陆，所以只抽调了5万怀州守军，将望海城团团围住，请求杨巡派兵支援。见杨巡眼色难看，玄武犹豫了一下，又说道：另外，东宇那边也传来了消息，有数万尼国人从后方偷袭了东武王，和孔务对东武王进行了前后夹击，华雄被孔务数万骑兵拖住，救援不及，东宇大军全军覆没，东武王战死。华雄率西凉铁骑脱身后，已经退守到了楚州。操！杨巡将手中折子揉成一团，狠狠地扔在了地上。传令！杨巡刚想做出部署，脑海中顿时响起了系统机械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1拿下襄州，2挥师进京，掌控京城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3占领中原4州，获得明朝大礼包星号1。叮！检测到宿主占领齐州、春州、秦州、楚州、襄州，获得领地奖励积分4万、5万、5万、3万、4万。叮！新的主线任务已发布，任务目标：灭平南王，收复南方失地。加上之前打败秦王以及姜维那边赚取的积分，杨巡的积分瞬间来到了53万。娘的，系统这个时候做出奖励，想必是薛仁贵那边已经拿下了秦州，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此时不报兵更待何时？想到这，杨巡也不多说什么，转身就朝御书房走去。玄武刚要跟上，却被杨巡摆手制止。御书房中，杨巡打开系统版，先是看向了那个明朝大礼包。根据以往的经验，主线任务给的东西都很好，这个明朝大礼包应该也不会例外。想到这，杨巡连忙点击了开启按钮。叮！恭喜宿主开启明朝大礼包星号1，获得5星上将戚继光，5星辅臣于谦，大明各类战船3500艘。卧槽！戚继光相信没有人不认识，身为大明的一代名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10余年，后又北上抗击蒙古部族，保卫了大明疆土，戎马一生，为大明立下不世战功。除此之外，他还改造了当时的火器、战船，又发明了专门对付倭寇的鸳鸯阵，可谓是一名杰出的军事人才。再说说于谦，这位大明的肱骨之臣，可不会抽烟喝酒烫头。提起土木堡之变，信大家都有耳闻，起因是明英宗时期瓦剌侵犯大明边疆，明英宗朱祁镇好大喜功，御驾亲征，结果不听属下劝阻，导致大钱50万精锐尽数葬送。朱祁镇本人也被瓦剌俘虏，成了著名的瓦剌留学生。朱祁镇大败后，瓦剌10万大军一路南下，直接打到了北京城，大明危在旦夕，是于谦临危受命，组织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为大明续命200年，是实打实的民族英雄。但这样一位大英雄，却是以悲剧收场。朱祁镇重登帝位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于谦，于谦最终蒙冤而死。虽然这次的主线任务奖励只有他们2位，但杨巡认为值了，何况还有那3500艘战船呢？要知道，大明的战船当时在世界上可是遥遥领先的，放到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来，更是降维打击。话不多说，直接报兵！系统给本王来30次10连抽。不过这一次幸运女神却没站在杨巡这边，30次10连抽并没有抽到什么好东西，唯一有点用的就是那3万多的工匠和大明各类战船设计图。不过该有的保底奖励还是有的，30次10连抽一共给杨巡提供了3支军队，不过全都是大明的被倭兵，一共15万。被倭兵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倭寇的军队，对于现在的局势来说正好适用。杨巡当即将于谦召唤了出来，
让于谦留在前京城中接替外公担任兵部尚书一职，又派人传令辽州的徐爱领4万北燕铁骑南下支持长孙无忌。至于戚继光、河北倭兵，杨巡则没着急召唤，等到了冬雨再召唤也不迟。没错，杨巡打算亲征，将冬雨、怀州那些小矬子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至于前京城的安危，如今前京城的文武百官都是杨巡的人，凤凰卫已经解散，驻守前京城的羽林卫统领又是自己的亲舅舅，薛仁贵和赵云也在秦州，距离前京城不远。杨巡根本不用担心自己走后有人会在赣京城掀起什么风浪，打那些小矬子还是自己亲自去更解恨一点。李妙英原本还想等杨巡处理完正事去找杨巡算账，结果下午就听说杨巡一人赶往冬雨了，身边只带了玄武白虎2位高手和李平安。李妙英也听说尼国人犯边了，知道杨巡这是去征讨尼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对杨巡的恨意再也提不起来，反而开始担忧起了杨巡。想起杨巡不辞而别，心中还有些失落。当然同样失落的还有帕安尼亚。不过第二天一早，帕安尼亚也离开了皇宫，去礼部见了伯罕后，便和伯罕踏上了返回楼兰的旅途。虽然他也舍不得离开，但他总归要亲自回到楼兰，将这件事告诉楼兰王。至于鲁沙亚，他由于和李平安已经成婚的关系，则是留在了赣京城。李平安占了原本骆永之的府邸，作为2人甜蜜的小家。5日后，冬雨亮渔村，此时村内火光冲天，喊杀声、惨叫声不绝于耳。村口是上百名男人的尸体，整个亮渔村的男人，上至6旬老者，下至11、12岁的少年，全都挺身而出，为了他们的妻儿，为了他们的家园，拿着锄头镰刀与尼国士兵展开了厮杀。但奈何实力相差甚远，他们完全被尼国士兵碾压。可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每个人都在悍不畏死的不断向前冲杀，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虽然整个村的男丁全部战死，但同样换掉了尼国数十名士兵。然而这些占领了村子的尼国士兵却将怒火都发泄在了那些妇孺老幼身上，整个村子被洗劫一空，除了年轻女子外，村里没留下一个活口，甚至连孩子他们都没放过。那些来自于海外的恶魔扛着他们的战利品，扛着那些年轻女子，每个人都咧着大嘴，张狂的大笑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刚刚赶来的普法看着这一幕，头上青筋暴起，眼中满是杀意。之前的伤痊愈后，他就来到了冬雨，本想找机会前调孔悟这个叛徒，却没想到来晚一步。谁也没想到半路会杀出来数万尼国人。东武王被2面夹击，全军覆没，5万西凉铁骑想要救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无奈只好退守楚州。此时的普法已经浑身是血，身上有数处刀伤，因为他刚刚才从另一个村子过来，而那个村子里的尼国人已经全部被他所杀。他已经十分疲惫，身上的伤口让他不断流着冷汗，他很清楚他已经无力再战了。看着那些嚣张的尼国人，普法双手合十，眼中却是说不出的坚定。阿弥陀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下一秒，普法一个箭步从树上跳下，直奔那些尼国人而去。八嘎！此时数名尼国人注意到有个和尚朝他们跑来，顿时抽出腰间的武士刀，朝和尚迎了上去。普法一个侧身，躲过迎面来的一刀，随后一拳砸出，直中一名尼国人的面门。噗嗤一声，那尼国人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爆裂开来，脑浆四溅。随后普法抬腿一脚，将另一名尼国人踢飞出去。那尼国人足足飞出去数十米远，整个胸口都凹陷了下去，倒在一棵大树下，没了动静。对付这群灭绝人性的禽兽，普法没有任何的留手，每次出手都用尽了全力，每一招都是杀招。这些自诩武士的尼国人在普法面前就犹如土鸡草狗一般，不堪一击。很快，打斗就吸引了更多尼国人的注意。见普法如此凶猛，那些尼国人顿时一拥而上，普法躲闪不及下，身上连中数刀。普法又打飞2人，拉开身位，扯掉身上沾满鲜血的僧袍，露出了那10余道触目惊心的伤口，每一道伤口都不断往外涌着鲜血，将普法变成了一个血人。普法脸色苍白的将僧袍卷起，勒在自己身上，似乎想要让血流得慢一点。八嘎呀路，你这和尚好大的胆子，竟然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你死定了！一名领头的尼国人开口说道：“只要能屠尽你们这些猪狗，死有何惧？”普法冷声说完，再次朝尼国人冲了过去。这一次普法的力量却弱了不少，速度也慢了下来，但普法却没有任何要退的意思，依旧怒目圆睁，与尼国人厮杀着。即便他的后背已经被砍得鲜血淋漓，即便他的双眼已经被鲜血染红，即便他的身体因疼痛在不断抽搐，他心中始终只有一个字：杀。终于，普法再也坚持不住，倒在了血泊之中，但他依然睁着眼睛，死死瞪着眼前这些畜生。他想要起身，身上却一点力气都没有，四肢根本不听使唤。他恨自己小时候为什么总是贪玩，没有好好跟师傅学本事，恨自己为什么来晚一步，让这么多百姓遭受苦难，更恨自己没能亲手送这些畜生上路。看着倒在地上挣扎着的普法，那些尼国人似乎并不满意，当即围了上来，想要再补普法几刀。就在这时，数十道箭雨从4面8方射来，瞬间放倒了一片尼国人。下一秒，数十名浑身是血的锦衣卫从树林中杀出，与尼国人厮杀在一起。自从冬雨沦陷后，在冬雨潜伏的锦衣卫就只有一个命令：杀矬子。这几日，他们都穿梭在各个村镇之间，与小股尼国势力厮杀。原本的100多号人，只剩下了现在这些。兄弟们，王爷已经到了冬雨，很快就会来支持我们了，给老子杀，杀光这些畜生！白户一边挥舞着绣春刀，一边大喊道：“杀！杀！杀！”锦衣卫们士气高涨，很快便压制住了这伙尼国人。即便身边有同袍不断倒下，依旧没有一人后退。20分钟后，整个战场已经尸横遍野，上百名尼国人全部饮恨当场，而锦衣卫能站着的也不过10余人。此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胜利的喜悦，而是挂着对战友战死的悲伤。这是他们这几天来遭遇的最多的一伙尼国人。虽然将这伙尼国人全歼了，但他们的伤亡同样也不小。
就在这时，一名锦衣卫突然对百户喊道：“头儿，这和尚还活着！”百户闻言连忙上前，发现普法确实还有微弱的鼻息，但就凭他那一身伤，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了。正当百户一筹莫展之际，突然阵阵马蹄声传来。很快，一队100人骑兵就从树林中冲出，为首一人身穿金龙甲，手持长枪，全身散发着来自上位者的气势。下一秒，在场的10余名锦衣卫全都半跪在地，拱手喊道：“属下等拜见王爷。”杨巡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又看了看地上尼国人的尸体。起来吧，你们做得很好，没给本王丢脸。玄武，你先带兄弟们下去休息。白虎，你继续清理附近的尼国人，收拢东域的残兵。遵命。2人拱手，策马而去。就在这时，那锦衣卫百户突然开口道：“王爷，这和尚。”杨巡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这才发现躺在血泊中的普法，顿时一愣，这不是当初那个救了小千儿的大威天龙吗？李平安也下马跑了过去，探了探普法的鼻息，说道：“巡哥，这和尚好眼熟啊，咋被人砍成这样？”百户也没隐瞒，将普法在他们来之前就已经与尼国人大战一场的事说了出来。听了百户的叙述，在场众人无不对普法肃然起敬。杨巡来到普法身前，看了看普法的伤势，不禁暗自摇头，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大前，受了这样重的伤，基本上只能等死。可这样一位英雄就这么死了，未免太可惜了。突然，杨巡想到了什么，连忙从怀里摸出了一颗万灵丹。这万灵丹是当初杨巡灭了5国后系统的奖励，说是能延年益寿，治愈一切疾病，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治疗普法身上的伤势。喂，系统，这万灵丹能疗伤不？杨巡试着沟通系统，可系统根本没鸟杨巡。杨巡一时为难起来，这万灵丹只有3克，若是没用，岂不是白费了吗？不管了，白费就白费吧。杨巡一咬牙，将万灵丹塞进了普法的嘴里，随后期待地看着普法，可等了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杨巡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失落，无奈地叹了口气。正当杨巡打算让人过来给普法一个痛快时，普法突然猛地睁开眼睛，随后痛苦地大叫起来。下一秒，他身上的伤口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就连原先那些伤疤也在快速消失。李平安瞪大了眼睛，抓住杨巡的胳膊问道：“巡哥，你给他吃了啥？这特么也太神奇了吧！”杨巡微微一笑，眼中也满是激动之色。没想到这万灵丹居然真的有用，这是本王小时候遇到的一个白胡子老道给本王的，叫万灵丹，说是能治愈一切，不过这玩意只有3克。杨巡随便扯了个谎。啊，只有3克啊！李平安有些失落，他本来还想向杨巡讨要1颗，想想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脸上的失落自然被杨巡尽收眼底，杨巡当即又从怀里摸了1颗出来，塞到他手里。快收起来，莫要让别人看见。李平安一愣，随后狂喜，如是珍宝的将那颗万灵丹塞进了怀里。巡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杨巡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虽然万灵丹只剩下了2颗，但杨巡留着1颗应急就可以了，这1颗给李平安保命也没什么。华雄将军到！就在这时，身后的锦衣卫大喊道。很快，一名身穿盔甲的彪形大汉就来到了杨巡身前，半跪拱手道：“末将华雄见过王爷。”啪！华雄的脸上瞬间多了一个巴掌印，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淌了下来。谁让你退兵的？杨巡冷冷地盯着华雄。末将！华雄连忙双腿跪地，将头埋到了地上。当时尼国人与孔物对东武王两面夹击，末将想要救援，却被孔物的数万精锐所牵制，骑兵的优势很难发挥。等末将冲破阻碍时，东武王已经溃败。孔物和尼国人腾出手，想要围歼末将，末将无奈之下，只好率领西凉铁骑冲破包围圈，退守楚州。你抬起头来！杨巡冷声道。华雄身子一颤，但还是抬起了头颅。啪！杨巡又是一巴掌抽在华雄脸上，华雄感觉自己的2颗后槽牙都碎了，但此时他却不敢将碎牙吐出来，只能强行咽了下去。你还在这里给本王找借口？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退，东域的百姓遭受了怎样的苦难？你面对孔物时退了本王不怪你，但面对那些异国来的小矬子，你就不能退。他们两方合围你不会对尼国一方发起反冲锋吗？你麾下全是骑兵，你在怕什么？我们汉人自己怎么打都无所谓，但国土绝不能落入外族人之手，就算拼至一兵一卒，你也应该与尼国人血战到底。你手上有5万铁骑，若是全力攻击尼国人，即便是全军覆没，也能拉着尼国大军同归于尽。即便东域最后落入孔物手中，也比落在这群小矬子手中好，你明白吗？末将知罪。华雄再一次将头深深地埋在了地上，脸上满是内疚。其实他这一路走来也后悔了，当看到那些被尼国人屠了个干净的村庄时，他的内心也被深深刺痛。说实话，他也没想到东域会变成这样，虽然小矬子进来了，但还有一个孔物能够制约他们，毕竟孔物手中的兵马可比小矬子多得多，而且他手中的兵将清一色也都是大干人。但孔物大军却只是驻扎在东域城中，对小矬子的所作所为视若罔闻，任由他们在东域烧杀抢掠。其实这也怪不得孔物，而是平南王已经与尼国达成了协议，尼国帮平南王抢地盘，所得的战利品全归尼国人，所以即便孔物再如何看不顺眼，也不得不执行平南王的军令。杨巡冷冷地看了一眼华雄，又抽了华雄好几个嘴巴子，冷声道：“本王本想斩了你，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免你死罪。把西凉铁骑的虎符交出来吧，到戚继光营下去报道，他现在正在率领被倭兵进攻东域城。”末将遵命，王爷保重。华雄不敢有任何怨言，连忙呈上虎符，转身告退。杨巡将虎符递给一旁的李平安，说道：“西凉铁骑本王就交给你了，务必要在1周内肃清东域境内的所有尼国人。巡哥你放心，包在我身上。”李平安收起虎符，拍着胸脯说道：“本来被倭兵的专门对付小矬子的，应由被倭兵来清扫东域境内的小矬子，但小矬子进入东域后，
几万大军就分散开来，四处抢掠。如今东宇境内到处都是小矬子，被倭兵大部分是步兵，在机动性上比不了西凉铁骑，所以还是由西凉铁骑来清扫小矬子比较快一些。至于孔务那边，他东宇城的10万大军已经被戚继光团团包围，覆灭只是时间问题。见杨巡处理完了军务，普法这才上前来，双手合十，朝杨巡行了一礼。阿弥陀佛，贫僧见过镇北王千岁，多谢千岁救命。大师不必多礼。杨巡笑道。之前他一直觉得普法和大师的形象不太般配，但现在他担得起杨巡叫他一声大师。普法抬起头，看向杨巡的眼神中多了一丝敬重。刚才杨巡教训华雄的话，他都听在耳中。他深知在这样的乱世中，5万骑兵对于一个军阀的重要性。但杨巡不惜葬送5万骑兵，也要和你国人同归于尽，着实让人钦佩。什么是民主？这才是民主啊！王爷，若是王爷不弃，贫僧愿意跟在王爷身边，以报王爷的救命之恩。此话一出，杨巡顿时心中大喜。普法的本事他可是亲眼见过的，就连青龙也说过，普法的功夫不在他之下。如果能有这样一位高手跟在身边，对杨巡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看了看普法头上那80的忠诚度，杨巡连忙说道：“大师若能相助，本王求之不得呀。”普法再次给杨巡行了一礼，说道：“阿弥陀佛，小僧住时称不上什么大师，王爷还是叫小僧的法号吧。”行，那本王以后就叫你小普。西海长溪郡主府，一名相貌堂堂的男子高坐于主位之上，在他左右两侧分明是一名膀大腰圆的糙汉子和一名俊俏书生。小舅，之前你当千户的时候，外甥就羡慕的不行，没想到你居然成西海的骏马，真是光宗耀祖啊！王富贵伸出一根大拇指说道。眼前的男子虽然比他小了10多岁，但他那一声小舅却是叫得格外亲近。赵外听到王富贵的恭维，顿时大笑道：“哈哈，这多亏了王爷和郡主的抬爱，富贵你放心，明日本骏马就到王爷面前引荐骆公子。”多谢骏马爷。骆唐基连忙拱手道：“狂，生分了不是？你是富贵的主子，咱都是一家人，你叫我一声赵大哥就行。”赵外笑道：“赵大哥。”骆唐基再次行礼：“好好好，哈哈，以后我就叫你骆老弟。”什么是这么开心啊？就在这时，一名雍容华贵的少妇缓步走来，正是延禧王长女长溪郡主，在她身旁还跟着一名17、18岁与她相貌相仿的少女。那少女见到赵外，连忙行礼道：“见过姐夫。”随后目光就停留在了骆唐基身上，不住地打量起来。免礼，郡主，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前任丞相骆永之的长子骆唐基骆公子。骆公子这次来是要投靠父王的。赵外笑着说道：“哦，早就听说骆公子是干京城1等1的才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长溪郡主开口道：“郡主谬赞，在下愧不敢当。”骆唐基连忙躬身行礼。骆唐基身为官2代，从小也是遍读诗书，身上不但有贵族气质，还有一种难得的书生气。他这副文绉绉的模样，再加上那算得上英俊的相貌，卖相的确不错，看得长溪郡主身边的少女春心萌动，大眼睛在骆唐基身上就没离开过。既然你们有事，那本郡主就不打扰了。是，我们走。长溪郡主说完，又对众人笑了笑，便拉着身边的少女转身离开。陆诗诗走着走着，回过头发现骆唐基也在看着自己，顿时冲骆唐基甜甜一笑。骆唐基也露出了一个笑容，回了一个书生礼。这一礼在陆诗诗看来简直帅呆了有木有。这一幕落在赵外眼中，顿时让赵外皱起了眉头。他能俘获郡主的芳心，自然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之人。他何尝看不出来自家小姨子这是少女怀春了？小姨子虽然身份地位都比不上自家婆娘，但却是延禧王最宠爱的女儿。若是能撮合这件事，讨得小姨子的欢心，他在陆家的地位必将再次提高。想到这，赵外也不禁思量起来，明日该如何向平西王引荐骆唐基，给骆唐基谋个好差事。前京城皇宫之中，屁股好的差不多的青龙来到演武场，想要活动活动筋骨运气出拳。刹那间，演武场上阵阵破空声响起。虽然是练习，但青龙每一拳都用尽了全力，每一拳下去都迅如闪电，气势如虹。与此同时，不远处的木桩后，一个小丫头正探着脑袋朝这边看来，学着青龙的模样挥舞着拳脚。很快，青龙一套拳打完，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负手而立，冷声道：“出来吧。”小丫头顿时吓得一个机灵，但还是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跪在地上给青龙行了一礼：“青儿见过青龙大人。”青龙回过头，目光冷冽，冷声道：“想学功夫？”青儿先是摇头，犹豫了一下，又连忙点头：“你可知偷师是死罪？”话落，青龙身上已经释放出了无尽的杀意。青儿显然被吓了一跳，跪在地上颤抖着，不敢说话。“大哥，你吓唬一个小丫头干嘛？”就在这时，朱雀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只见朱雀双臂展开，双脚如蜻蜓点水般点在一个个木桩之上，转眼间便来到了青龙面前，将青儿护在身后。那么大的人了，欺负一个小丫头，不知羞。看到朱雀，青龙身上的气势顿时弱了下来，却依然板着脸说道：“你这说的什么话？本指挥使会欺负一个小丫头？还说没有？那你身上的杀气是怎么回事？我可警告你啊，二位主母可是很喜欢这小丫头的，你不能动她。”朱雀冷着脸说道：“再说了，什么偷师不偷师的，徒弟跟师傅学武功不是天经地义吗？”朱雀说着，用脚轻轻碰了碰青儿，青儿连忙会意，连忙拜了下去：“徒儿拜见师傅。”“啥玩意？本指挥使什么时候答应收他为徒了？”青龙一脸懵逼的说道：“你没收，但是我收了，咱们兄妹4人荣辱与共，我收了就等于你们收了，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妹子。”朱雀抱着手说道。青龙的嘴角抽了抽，朱雀一直在教导这小丫头轻功，这事他是知道的，可没想到朱雀现在还要将她也拉下水。“你一个人教导她还不够吗？本指挥使那么忙，哪有时间教她？”
青龙为难道：“当然不够了，只是轻功好，又不擅长打斗，打架这事还得大哥您和二哥来。”朱雀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青龙甚至都怀疑他是不是收了这丫头什么好处。你为何如此帮她？青龙问道。虽然这丫头是王爷救回来的，但也不至于让朱雀如此上心，因为她的身世和我们一样。朱雀说着，眼中闪过一丝落寞。听到这话，青龙也是虎躯一震。他们虽然都是系统召唤出来的，但都被植入了独属于他们的专属记忆，与普通人无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乃是亲兄妹，四人年纪中青龙最大，白虎老二，玄武最小。四人从小便无父无母，由爷爷抚养长大。可惜老家闹饥荒，爷爷只好带他们北上逃荒。路上，爷爷将最后一口吃的留给了他们，最终冻饿而死。自此后，他们兄妹四人只能讨饭为生，直到遇到了那个男人镇北王杨怀。系统给他们植入的记忆中，杨怀不但收养了他们，还教给了他们杀敌的本领，让他们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而杨巡从小也是将他们当作哥哥姐姐看待，他们就是杨巡最信任的人。当然，他们也愿意为了杨巡做任何事，包括去死。朱雀说的没错，这小丫头的经历还真就跟他们一模一样。想起往事，青龙看向青儿的眼神中也多了一抹柔和，开口道：“我且问你，你为何想学武功啊？”青儿抬起头，眼中满是坚定，因为青儿不想再被人欺负，青儿要保护家人。家人？青龙面露疑惑之色，按理说青儿已经没有家人了才对啊。青儿握紧了拳头，又继续说道：“王爷、貂蝉姐姐、文姬姐姐、和尚哥哥，还有4位师傅，你们都是青儿的家人。”此话一出，青龙不禁暗自点头，朱雀也面露欣慰之色。在朱雀收下青儿的第一天，就告诉青儿，他有4位师傅，青龙他们都是他的师傅，所以在青儿心中，他一直都有4位师傅。我再问你，如果有一天王爷让你去杀人，甚至让你去死，你可愿意？青龙又问道。是王爷收留了青儿，若是没有王爷，青儿恐怕早就饿死了。是王爷让青儿吃饱了肚子，给了青儿一个温暖的家，如此大恩，青儿一辈子都报答不完。青儿这条命就是王爷的，青儿愿意为了王爷做任何事，包括去死。虽然青儿只是个11、12岁的小丫头，但青龙却从她眼中看出了视死如归的坚定。他知道这丫头没有说谎。你要记住，无论今后你本事多大，官职多高，你要效忠的人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王爷。如果你做不到，为师将会亲自清理门户。青龙厉声道。青儿记住了。小丫头点头说道。傻丫头，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拜师啊！朱雀没好气地说道。青儿这才反应过来，再次给青龙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青儿拜见大师傅。好好好，快起来！青龙笑着将青儿扶起来，又瞪了朱雀一眼，无奈地摇摇头。从今天开始，你除了跟随朱雀师傅学习轻功外，每天晚上就到这里，为师会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你，能学多少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画面再次回到东域，经过数天的厮杀，东域的尼国人已经被杨巡和李平安清除了大半，而尼国人此时似乎也反应了过来，分散出去的兵士再次集合起来，打算撤出东域。这个想法是好的，不过已经太晚了。原先在东域的6万多尼国人，此时只剩下了不到3万。杨巡更是一早就让李平安烧了他们在海边的战船，这3万人可谓插翅难逃。尼国人又打起了向孔物求援的主意，可孔物现在已经被戚继光围在了东域城，根本顾不上他们。对于这些小矬子，杨巡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杀，全部杀光，一个不留。于是当天晚上，杨巡和李平安就率领东域的5万西凉铁骑，将尼国人围在了海边，并对尼国人发起了进攻。这些尼国人基本上都是步兵，身材又矮小，根本抵挡不住骑兵的进攻。西凉铁骑仅仅一个冲锋，就杀得尼国人溃不成军。尼国人脸上那原本的嚣张与狂妄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深深的恐惧。直到此时此刻，他们才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明白他们之前在尼国本土经历的那些战争简直就是小打小闹，在真正的骑兵洪流面前，他们根本不堪一击。之前偷袭击败东武王的喜悦与狂傲，此时荡然无存。终于，尼国人剩下的1万多人，在尼国公主全养木鱼子的带领下，选择了投降。西凉铁骑大营中，杨巡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全养木鱼子，有些诧异的同时，眼中满是不屑。诧异是因为杨巡没想到领兵的居然是一个女人，而不屑则是因为这些小矬子看起来叫得凶，其实弱的一批，他都还没尽兴呢，就投降了。不过就算投降又怎么样？本王不接受。尊敬的大前镇北王，我代表尼国此次的10万大军向贵国投降，请贵国放我们离开，我们保证再也不踏足大前的土地。全养木鱼子将头磕在地上说道。听到这话，杨巡顿时被气笑了起来。你们人也杀了，东西也抢了，完了来一句不打了就想走，哪有这么好的事？娘的，一帮软骨头，你们凭什么不打？你们不是还有1万多人吗？给本王打，用你们那什么剑道来砍本王，本王手下的儿郎们已经饥渴难耐了。听到杨巡这话，全养木鱼子顿时吓得脸色苍白，再一次将头磕到了地上。大前镇北王阁下，我们已经投降了，现在只不过想回家，还请镇北王开恩，放我们一条生路。回家？杨巡冷哼一声，你们这些畜生也想回家？那我东域万千百姓的家呢？你们毁了他们的家园，凭什么你们能回家，他们却要忍饥挨饿？短短数日，你们杀了我多少大干百姓，糟蹋了多少妇女，你们犯下的那些罪孽，就注定你们回不了家了。全养木鱼子顿时急了，听杨巡这意思是铁了心要杀光他们。这不一样，当时我们正在交战当，成王败寇，那些是我们尼国武士赢得的战利品，好一个成王败寇，本王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杨巡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如今本王赢了，那本王是不是也可以随意处置你们，包括你这个尼国公主？全养木鱼子咬了咬牙说道，如果镇北王阁下想要在下的身体，在下没有怨言，只请阁下放我们的人回去。身为尼国皇室成员，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皇室争取更多的利益。只要能保住这1万多名士兵，即便是跟杨巡睡了又何妨？你那腥臭的身子，本王还不稀罕呢。李平安，将此女拖下去，奖赏给士兵们，只要不弄死了就行。杨巡狠狠地说道。不，我是尼国公主，你不能这样对我。全仰慕女子顿时傻眼了。他很清楚杨巡将他交给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他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虽然他不介意献出自己的身体讨好杨巡，但不代表他能接受被那些又脏又臭的士兵群殴。可还不等他求饶，李平安已经抓着他的头发将他拖了出去。过了3分钟，李平安再次走进王帐，一边走还一边系着腰带，脸上挂着一抹坏笑。杨巡一看他这副样子就知道这家伙又狗改不了吃屎了，当即白了他一眼。感受到杨巡的眼神，李平安咧嘴一笑，这也不能怪他，毕竟外国货他也没试过，想尝个新鲜。就在这时，普法开口问道：王爷，跪在大营外的那1万余人怎么办？他问的自然是那些投降的尼国士兵，此时他们已经交出了武器，全部跪在西凉铁骑的军营外，还能怎么办？就地斩杀，一个不留。杨巡淡淡的说道。普法沉吟了一会，双手合十道：王爷，此举未免太过血腥了，而且血液浸透土地，过几日恶臭将迟迟不能消散，依小僧之见，还是活埋了吧。好家伙，还是大师你狠一点啊。一旁的李平安还以为普法是要求杨巡留下这些人，没想到一开口就是活埋。要知道就地斩杀也不过是一刀的事，而活埋则是要让这些尼国人在恐惧和痛苦中慢慢窒息而亡。于是乎，在普法的建议下，1万多尼国降族被全部坑杀。解决完这些小矬子后，杨巡脸上又不免浮现出一抹惆怅。东宇本就不富裕，百姓又遭受了这样的苦难，恐怕好几年都缓不过来。而且东宇刺史已经和东武王一起死在东宇城了，东宇这边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想到这，杨巡当即招手将玄武叫了过来，派个人回前京城，让萧何和吏部派个人来担任东宇刺史，另外让户部调拨钱粮给东宇的百姓重建家园。玄武点点头，正要去办，一旁的李平安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连忙开口道：巡哥，钱的事不用那么麻烦。说着，李平安从怀里掏出一大叠票据塞到杨巡手里。差点忘了，这些都是干京城那些豪门世家的公子哥给咱们北燕的。怎么说来着？哦对，投资。杨巡一愣，发现这些票据全是钱庄的银票，最少的一张都是5万两，最多的则是高达15万两白银，这么一叠起码有200多万两白银。这么多，杨巡有些惊讶，李平安这大干交际花的称号还真没白叫啊。李平安挠挠头，笑着说道：也没多少，这些钱对那些豪门世家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再说了，那些豪门世家想巴结巡哥您，不出点血哪成？你没答应他们什么事吧？杨巡问道。他就怕李平安胡乱允诺了人家什么好处，到时候不好收场。放心吧，巡哥，我精着呢，我只是跟他们说以后跟着镇北王混，好处多多的。李平安笑道。杨巡点点头，行，这次记你一功。有了这些银票，杨巡可以到怀州和楚州的钱庄中去兑换钱粮，就不用千里迢迢从京城调拨那么麻烦了。想到这，杨巡将银票交给玄武，道：派人将银票送给长孙无忌和楚州刺史，让他们立即兑换钱粮，派人护送到东域，不得有误。属下遵命。玄武将银票小心翼翼地收起，转身离去。怀州军报。就在这时，一个头盔上插着一根红色羽毛的士兵纵马而来，距离杨巡还有10余米时跳下战马，3两步来到杨巡面前，半跪行礼。启禀王爷，徐爱将军率4万北燕铁骑和5万怀州军成功攻破望海城，全歼尼国4万大军，活捉尼国大将景尚峰。好！杨巡心中一喜，徐爱这小子果然没让他失望，这次远征尼国，说不定可以让这小子去历练一番。没错，杨巡可不仅仅满足于灭了尼国的10万大军，杨巡还要远渡重洋，直接打到天皇老家去。他奶奶的，之前没收拾这群小矬子，是因为没有远渡重洋的交通工具。如今不抓些尼国娘们回来种土豆，哪对得起系统给的3000多艘大明战船？传令徐爱，让他率领4万北燕铁骑来东域与本王会合，把那个什么尼国大将也带上。随后杨巡又看向李平安，传令全军连夜开拔，进攻东域城。杨巡目光炯炯，当日恐怖在北燕叫嚣的模样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时候教训一下这个狂妄的老匹夫了。齐州蒲城外，平南王大营中，平南王正高举酒杯，大声喊道：今天我们又打了一个胜仗，兄弟们都端起酒杯来，敬我们的大将军邢道荣。邢道荣此时正坐在平南王右手边的首座之上，听到这话也是满脸红光的站了起来。敬大将军！在场所有将士纷纷起身，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平南王微微一笑，看向邢道荣说道：道荣啊，有你真是本王的福气啊。那姜维现在已经龟缩在蒲城之中，不敢露面了。董云将川州的粮草顺利运来后，平南王心中对邢道荣的怀疑就打消了。再加上这几日邢道荣连战连捷，在几场与姜维大军的摩擦中都取得了胜利，虽然没有太大的战果，但大大打击了姜维大军的士气，让姜维只敢龟缩在城中。这让平南王对邢道荣的喜爱简直达到了顶峰，每日和邢道荣寝同榻，食同席，形影不离。多亏了王爷的提拔，才有了道荣的今日。道荣敬王爷一杯。邢道荣斟满杯酒，感激地对平南王说道：好。二人对视一眼，同时一饮而尽。邢道荣一抹嘴巴，继续说道：王爷，那姜维小儿如今只敢龟缩于蒲城之中，蒲城城防坚固，若是贸然攻城，我军恐怕会死伤惨重。听到这话，平南王也皱起了眉头，这也的确是他担心的。他虽然号称50万大军，但孔务那边已经分去了10万，如今他手中的兵马也不过40来万，而姜维那边的兵马并不比他少，直接攻城显然是以卵击石。想到这，平南王叹了口气，说道：本王也是这样想的，说到底还是兵力不够，
不如本王再从南疆调20万大军过来。南疆毕竟是他的老家，虽然蛮族已经归顺于他，但南方可不止一个蛮族，所以他也不得不在南疆留下30万兵马，以防南边那些小国有什么歪心思。王爷不必如此。邢道荣连忙摇头，奶奶的，要是再让你调20万人过来，那我怎么完成主公交给我的任务？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平南王皱眉道，实不相瞒，末将这里有一计。邢道荣笑道，哦，快说来。平南王顿时来了兴趣。邢道荣微微一笑，认真道，末将已经派人打探过了，齐州与秦州的边界有一座绵延上100里的大山，山上有一条山路可以直通秦州城下。你的意思是要打秦州？没错。邢道荣点头，那杨巡在齐州派了这么多兵马，定是想在齐州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偏偏不如他所愿，我们只需派蛮族大军佯攻蒲城，拖住姜维，而王爷和末将率领20万精锐从山路直奔秦州城，等拿下秦州城后，我们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军春州，到时前京城唾手可得。听到这话，平南王也有些心动，如果真能打到赣京城，那女帝就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到时挟天子以令天下的人就是他，而不是杨巡了。或许他原地称帝也未尝不可。而且只要占领了前京城，他再回过身来攻打齐州，与蛮族大军两面夹击，任他姜维再强也无法抵挡。可是本王听说秦州刚刚落入杨巡手中，杨巡应该在秦州备下了不少兵马，玄甲军应该也在。平南王摸着下巴沉吟道，王爷不必担忧，末将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匈奴动荡，杨巡已经将玄甲军抽调走了，秦州只剩下了赵云的数万白耳军，这赵云末将也认得，乃是一无名小将，有勇无谋，没经历过什么大战，不足为惧。邢道荣摆着手，毫不在意地说道。平南王皱起了眉头，匈奴内乱这件事他是知道的，杨巡这个时候抽调走玄甲军也解释得通，不过秦王就是上了杨巡的当，导致全军覆没，他可不想走秦王的老路。你确定玄甲军真的返回北燕了？末将敢以人头担保，实不相瞒，末将有一同乡早年间逃荒到了襄州，在襄州军中效力，他亲眼看到玄甲军经过襄州北上了，末将这里还有信件。邢道荣说住，从怀里摸出了一封信。平南王接过仔细的看了起来，信中的字迹歪歪扭扭，一笔一画跟凑起来似的，一看就是没啥文化的糙汉写的。邢道荣说这人是他的同乡，又在军中效力，如果字迹工整，平南王或许会怀疑，但看到这歪歪扭扭的字迹，平南王心中已经信了7、8分。见平南王还在犹豫，邢道荣连忙拱手道，王爷，那杨巡跑到东隅打尼国人去了，此刻是我们偷袭秦州和前京城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啊，请王爷下令。请王爷下令。其他将领也纷纷站了出来，此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挂住激动，若是真能打进前京城，他们就是开国功臣，前途无量啊。王爷，若是道荣所言有半点虚假，王爷可随时斩我头颅。邢道荣说住，直接跪了下去，目光灼灼，眼眶红润。王爷，大军想打进蒲城，难上加难，偷袭秦州才是我们唯一的机会。王爷，成大事者就是要有孤注一掷的勇气，那齐王和秦王就是太过优柔寡断，若是他们能果断一点，何至于让杨巡占了前京城？王爷，莫要再犹豫了。平南王看着邢道荣那真诚的目光和视死如归的气概，顿时握紧了拳头。是啊，他平南王一向不缺乏勇气，不然也不会说造反就造反，更不会一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此时更不应该退缩。何况他有邢道荣这等虎将，又有20万精锐，他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秦州城。想到这，平南王当即负手而立，朗声道，董云，你坐镇大营，指挥蛮族军佯攻蒲城，本王亲自率领20万精锐与邢将军偷袭秦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邢道荣已经用实力得到了平南王的信任，最终平南王还是选择了相信邢道荣。下达军令后，平南王顿时拍着邢道荣的肩膀说道，道荣啊，本王这次能不能一步登天，就看你的了。虽然已经决定要偷袭秦州，但平南王还是没有大意，亲自派出数队斥候前往秦州打探情报，果然得到了玄甲军不在秦州的消息。其实玄甲军的确不在秦州，正如邢道荣所说的那样，匈奴动荡，兽皮部落和伯克尔闹翻后，联合了数个部落向伯克尔发动了进攻，伯克尔也不甘示弱，同样集结了数个部落打了回去，双方打得昏天黑地，最终兽皮部落战败，朝北燕以西逃窜。杨巡收到消息后，就让薛仁贵率领玄甲军北上驱赶匈奴。在玄甲军的驱赶下，他们远遁漠北，在漠北占了一片草原，自立为王，号北匈奴，与伯克尔分庭抗礼。从此匈奴一分为二，伯克尔也从匈奴的大单于将为了南匈奴单于。而薛仁贵的8万玄甲军驱赶完匈奴后，也没着急返回秦州，而是在北漠都护府与廖化率领的2万玄甲军会合。至此10万玄甲军完全集结，驻扎于北燕以西，对大赣的西部4州之一鲁州虎视眈眈。同时北燕向北漠都护府增兵5万，由廖化率领，廖化任北漠都护。平南王得知玄甲军真的返回了北燕，当即下令让董云率领蛮族大军佯攻蒲城，而他则是和邢道荣率领20万南方军，趁着姜维不注意，摸到齐州与秦州的边境，进入了邢道荣所说的大山。不过平南王怎么也不会想到，蒲城之中只有10万朝廷军和10万齐州军，而文丑和潘凤藻已率领15万青州军和5万西凉铁骑在山中等候他多时了。平南王更不会想到，他最信任的邢道荣即将带他钻进杨巡设下的包围圈。大山绵延上百里，山路难走，平南王大军1日之行进了不到40里。夜幕降临，平南王不得不选择了一片开阔地带安营扎寨，并将上百名斥候散了出去，谨防有人偷袭。但平南王不知道的是，他的斥候刚刚离开大营不久，就被一路尾随的锦衣卫无声无息之间遣掉了，同时数10万大军也向他的大营合围而来。
此时平南王正在帅帐中看住地图，目光一次又一次从秦州城上面扫过，眼中写满了狂热。邢道荣站在他的侧后方，笑道：“王爷，按照这个速度，再有2日，我们便可到达秦州城下。”平南王点点头，说道：“没错，若是这次成功了，道荣你是首功，等日后本王登上皇位，你就是本王的兵马大都督。多谢王爷。”嘴上说着，邢道荣心里却满是不屑，什么狗屁平南王，不过是一个与外族勾结的卖国贼罢了。就你这样的，还妄想当皇帝？你看看你，勾结外族，出卖国家，野心大于实力，对待外族比对待自己人还要好。跟着你这样的老大混，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你怎么跟我老大斗啊？平南王自然不知道邢道荣心中的想法，继续说道：“据探子来报，秦州城中的守军不过4万，而咱们有20万精锐大军，而且是偷袭，这一战优势在我，务必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秦州城。”说完，平南王见邢道荣不说话，于是有些不悦道：“道荣，本王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哦，王爷说的极是，王爷放心吧，2日后末将一定攻下秦州城来献给王爷。”邢道荣回过神来，连忙笑道。平南王点点头，很是满意，同时他对邢道荣也很有信心。连姜维那种得力干将都不是邢道荣的对手，赵云算什么东西？很厉害吗？有什么战绩？不过是个无名小辈罢了，早晚是邢道荣的府下之鬼。邢道荣估摸着和姜维约定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于是捂着肚子说道：“哎呦，王爷，兴许是下午吃了2个山果，吃坏肚子了，莫将肚子疼得紧，先下去方便一下。”说着，邢道荣一用力，放出一个又长又响的屁来。平南王的脸顿时就绿了，捂着鼻子说道：“赶紧去吧，莫拉在裤子上。”邢道荣捂着肚子匆匆离开。平南王看着他的背影，不禁摇头，这个邢道荣什么都好，就是太贪吃了，什么都敢往嘴里塞。邢道荣走后不久，一支响箭冲天而起，随后天空中绽放出了耀眼的烟花。平南王听到动静，走出王帐外，疑惑地看着天空中绽放的烟花，大概连火药都没有，他哪见过这玩意，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喃喃道：“这他妈啥玩意？难道是天降祥瑞？”大营中的士兵也全都仰着脑袋张望着，口中议论纷纷，有说这是祥瑞的，有说有妖怪要现世了，更有甚者说那是平南王要登基之前的征兆。可还不等士兵们争辩出个所以然来，漫天的火光顿时从天而降，整个大营瞬间就燃起了熊熊大火。敌袭！敌袭！营中的号角被吹响，将士们纷纷拔出武器朝营门冲去。平南王也是瞳孔猛缩，连忙叫来一名传令兵，让将士们不要乱，前锋营顶上去，左右2营迅速朝中军靠拢。去，把邢将军找来。是。那传令兵不敢怠慢，连忙上马疾驰而去。娘的，本王的计划怎么就暴露了？平南王来不及多想，当即拿起大刀翻身上马。正当他打算前往营门指挥战斗的时候，一声暴喝传来：“颜良在此，老贼受死！”原来颜良已经率领现阵营一路冲杀过来，杀到了他的中军大帐前。此时颜良眼中闪烁着兴奋，因为斩将的首功马上就是他的了。鼠辈，找死！平南王眼中闪过一抹杀意，毫不示弱地迎了上去。当，双方兵器碰撞在一起，溅起阵阵火花。平南王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因为眼前这个和他一样使用大刀的将领，力量却丝毫不比他弱。老匹夫，今日就是你的死期！颜良狠狠地说道，加大了手中的力量。突然，又是一白马小将冲杀而来。老匹夫，赵子龙在此！平南王眼神一凝，最终被颜良逼退，纵马转身就跑。这种时候可不是和颜良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若是被颜良和赵云拖住，等敌方大军合围过来，他就插翅难逃了。老匹夫，哪里走？颜良自然不会让到嘴的鸭子飞了，连忙追赶过去。就在这时，平南王前方突然冲来一员猛将，那猛将手持大斧，口中大喊道：“王爷莫慌，道荣来也！”平南王顿时面色一喜，连忙回应道：“道荣救我！”